末日降临，全球发生异变。我在末世下如蝼蚁般苟活了10年，如今却意外回到了大学时代丧尸爆发的前一天。从明天上午6点开始天黑，到了中午12点太阳重新出现，整整6个小时的黑暗过后，一切秩序开始崩溃，人类文明开始大洗牌。眼下只有1天时间，我的心中一阵紧迫，心脏咚咚咚的狂跳。我迅速的拿起手机给家里拨通了电话，2声后，电话那头传来老妈欣喜的声音：“喂，小韩啊，饶是经历了10年黑暗早已心硬如铁的我。”听到那久违的声音，也忍不住微微哽咽。爸妈自从丧尸爆发后就与我失去了联系，整整10年时间都没打探到他们的消息。我压下心头的激动，妈，爸呢？在呢？咋了，儿子？电话那头的老妈似是听出了我语气中的不对，妈，爸，你们一定要依照我下面说的话去做。我语气严肃，我这里有同学是上京人，他爸知道一些内部消息，说是国外出现了一种致命病毒，感染性非常强，会死人的。你们赶紧备些食物和水放在家里，越多越好。现在就去买，病毒已经开始蔓延了。我知道说丧尸太骇人听闻，所以只能编一个谎话。爸妈在安罗市，自己所在的地方是明丘市，不通动车也没有直达飞机，2天我都不一定能赶回去，所以只能先让他们在那里准备，把危险降到最低。听到会死人，老妈一时间无措。好，我马上和你爸去准备，你那边也要小心。还缺钱不？妈再给你打点，你多备点吃的。不用，我这里够，你们多备些。但是今天之前一定要买好，明天千万别出门，在安罗市等着我回来。挂断电话，我立即套上外套出门，准备买些生存必要的物资，一直忙活到了傍晚，直到将背包塞得满满当当。干净的天空，温煦的阳光，没有腐烂恶臭的气味，没有血腥的街道。我站在十字岔道，望着末世前最后一次夕阳，一时间百感交集。末世爆发3个月后出现了异能者，可我却是个普通人，是个末世下如蝼蚁般的小人物。想起这期间的经历，我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回到宿舍，我用热水将剩下的2桶泡面泡开，这样的垃圾食品在我看来已经是美味。末世爆发时会有6个小时的黑暗期，那段时间所有生命都陷入昏迷，直到醒来时世界已经大变，80%的人类已经变成丧尸。我将一把匕首用带子捆绑在右手小臂外侧，这是我上一世的习惯。转眼时间便来到了晚上10点，距离末世来临还有8小时。黑夜的寂静过去，清晨的阳光普照。手机上的时间，2015年7月4日早上6点。然后黑屏，窗外原本已经变亮的天空乍然变黑，全世界任何一个时区都看不到太阳。等在一醒来，入耳的是宿舍走廊里杂乱的声音，熟悉的丧尸嘶吼伴随着女人的尖叫。我取出一块压缩饼干啃了起来。末世正式来临，生存战已经开始。我首先选择的是补充能量。目前这些丧尸还是最低级的1阶丧尸，行动迟缓，感官微弱，力量不够，除了长得吓人了一点，只要有武器，并且对方数量不多的情况下就不足为惧。现在学校处于考试周，大部分的学生已经离校，所以此时大学里比起其他地方来说算不上真正的危险。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选择在末世到来前回到宿舍待着的原因。吃完饼干，我瞥了眼窗外，楼下有不少丧尸正围在一起啃食着什么。我起身背上包，2只手紧握铁斧，深吸一口气，打开了宿舍门。开门一瞬间，连看都没看，我的铁斧就是往前一砍，斧刃瞬间劈入一只丧尸的头颅。我知道门口有只丧尸，就在离门1米远，这是我长久以来积累的经验。在楼梯处又杀死5只丧尸后，我来到了1楼。末世黑暗的时间是早上6点，这个时间舍管阿姨还没开宿舍门，所以现在宿舍的铁门上还挂着一把大锁。于是我找了间宿舍的窗户跳了出去，离开了宿舍楼。我没有立即开跑，小心地听着四周动静，沿着墙缓缓移动。虽然学校的丧尸不算多，但并不代表没有。就在我安全地远离宿舍楼，打算避开零零散散的丧尸往校门口去时，背后宿舍窗户一个天大的嗓门忽然响起：“楚寒，楚寒，快救救我！我是段明，看这里，快回头！靠，蠢货！”我眼中的杀意凸显，回过头望向声音传出来的方向，男生宿舍1楼，有个男生正开着窗户冲着我大喊。也因为他的奋力呼喊，原本游荡没有目标的丧尸都渐渐往这个方向聚集。楚寒，快救我出去，我给你钱！他看到我回头，一个劲的大声嚷嚷。我立刻钻进了旁边低矮的灌木丛，开始弓着身子在里面穿梭，在成群的丧尸面前大摇大摆地走，那简直和找死差不多。在窗边看到我头也不回地离开，段明气得牙痒痒，寻思着逃出去后一定要给我来顿狠狠的教训。在灌木丛中的我没有直接朝着校门口走，而是往停车场的方向而去。我可不会傻到自己徒步。末世刚爆发的时候，道路上车辆不多，汽车是最好的行驶工具。一路上又干掉了几只丧尸，抄近路来到了停车场。果然如我所料，这里停着好几辆汽车。在看到一辆巨55的时候，我双眼一亮，小心地绕到驾驶位置。车内很干净，前方放着几个可爱的摆设以及一张男女的合照。说来也巧，照片上的男人我前半小时还见过，正是那个叫段明的，而这个女人则是叫季清柳，是明丘大学的校花。看来这辆车是季清柳的，准确点说，应该是段明送给季清柳的。我眯了眯眼睛，久远到快要遗忘的记忆被我调出，退后了2步，握紧斧头，然后猛地抡起，砰的一声砸在了后方座位的车锁上。巨55发出一阵响亮的警报声。我虽然动作利落，但内心也是捏了一把汗。这车的报警声可真大，此时10几米开外有10几只丧尸已经开始往自己这里涌来。我连忙拉开门跳了上去，对着方向盘下的位置一斧头凿开，强行拉出
出火线开始接驳起来。这样凿开再发动汽车引擎，前世的我做过无数次。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在末世来临的一瞬间就报废，汽车却能正常行驶，但内部只有音频广播功能还没坏。虽然全球供电系统和信息网络已经崩溃，但强大的政府还是在第一时间采取了措施。广播电台相对没那么复杂，很快就会得到修复。原始的收音机成为了唯一可以了解世界信息的物品。终于接上了线，车发动起来，发出一阵令人安心的轰鸣声。猛地一脚油门踩下，大越野炮弹一样的轰出，直接撞翻了一群向我奔来的丧尸。冲出停车场，略微辨别了一下路线，就向着校门口驶去。此时外面已经是惨绝人寰、杂乱的街道，被遗弃、被撞毁的汽车。我瞥了眼方向盘下面眉头紧锁，只剩下1格油，完全不够用。不多时，我便来到了一处加油站。加油站内的便利店大门紧锁，这种便利店一般都是24小时敞开，现在关着门显然是人为。外面还有不少丧尸在游荡。没有过多考虑，我车头一转就向着丧尸群撞去。见附近没有丧尸再出现后，我才将车行驶到加油站内，停在了油箱旁边。下车后，右手依旧紧握铁斧，边给车加油边紧绷着神经。加满了油，我砸开门进入了便利店，这才发现角落里竟然蜷缩着一个一边哭一边吃零食的胖子。看来这个胖子已经没救了，很快就会死在这个秩序逐渐沦陷的世界里。随即我将便利店里一箱一箱的食物搬出，直到车里都快装不下了才停手。这个胖子从我进来之后哭和吃就没停过，不一会儿已经吃了5包盐水鸭、20根火腿肠，并且还在持续增加。只是在这胖子抬起头露出那张肥胖的脸的时候，我整个人瞬间如遭雷击，不可置信的愣住。这张脸我虽然见过的次数不多，但实在是记忆深刻。我压住激动的心，缓缓靠近胖子：“你叫什么名字？”此时我也不能确定这人是不是我知道的那位，毕竟眼前这个哭哭啼啼的胖子实在是不像那位的作风。我叫陈少爷。胖子有些害怕的出声。闻言，我的嘴角顿时抽了起来。呵呵呵，陈少爷。前是那个呼风唤雨、战力排在全国前20的神级狙击手陈少爷，此人是真的叫陈少爷，姓陈，名少爷。不过我还真是没想到10年前的陈少爷会是这副德行，这简直比我重生了这件事还特么玄幻。要知道陈少爷的威名在末世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虽然他战力只排在第20名，但是哪怕是战力前10的几个变态也不敢正面和他发生冲突，原因就是陈少爷的射击精准度太强悍，没人能靠近他周身10米。像我这样没有异能的普通人在末世只能分配到最普通的枪，但是陈少爷却是得到了国家的特权，那些寻常人见都没见过的高危武器对他来说只是玩具，谁敢和他叫板？半夜对着你住的地方崩一炮，那幢楼估计都得炸穿。你上车吧，我带你走，你肯带我走？陈少爷明显是激动起来，眼泪鼻涕哗啦啦的往外流。快点，赶紧的！我不耐烦的呵斥一声，脑子却是想着怎么搞把枪给陈胖子，这样的人才不招揽都对不起老天爷。2015年7月4日晚上11点，末世爆发11个小时，所有地方都陷入了恐慌，黑夜里丧尸的嘶吼声越发的清晰，无数的丧尸来到了大街上，嗅着人类的气息，见人就咬。城市沦陷，街道堵塞，通讯瘫痪，无助、彷徨、绝望。我开着G55在路上行驶着，幸好出来的早，高速上除了几辆东倒西歪的车，并没有多少丧尸停留，路旁偶尔会冒出来几只，都被我直接撞翻。楚大哥，坐在旁边的陈胖子忽然出声，声音瑟瑟发抖：“咱们有没有空调啊？后面那窗户一直在灌风，我怕冷。”虽然是7月初的夏日，但末世来临后气温便诡异的骤降。现在的天气的确很冷，但也没有到冬天的地步。我瞥了眼陈少爷的长衣长袖和一身脂肪，已经对这个胖子彻底无语。我甚至都怀疑这世界上是不是有2个长得一模一样还重名的人，不然就以眼前这位陈少爷这种弱不拉几的体质，是怎么混到前世全国排名第20的强悍战力的？要知道末世10年后的高手可是层出不穷，前世的我战力只能排在100万开外，即便这样我的体能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恐怖的层次，面对3阶4阶的丧尸都不带怕的。而排在第20名的陈少爷，我实在是难以想象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但是现在的陈少爷真的是弱爆了，我望了眼周围的环境，黑漆漆一片，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也是需要休息一下了。将车熄火，静静地停在路边，陈少爷也恍恍惚惚地下车，跑到前方的路边开始解决3级。没一会儿，忽然听到胖子嗷嗷的喊叫声，我赶紧将车灯打开，朝他的位置跑去，心中也是一紧，尼玛，这未来的高手要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提前挂了，可就太魔幻了。怎么会忽然出现这么多丧尸？我眉头紧锁，目光顺着大灯往远处看了眼，好家伙，公路旁的荒地上倒着一辆大巴，估计是末世爆发时正在这条高速上行驶。这会儿一车的乘客都变成了丧尸，我赶忙带着胖子跑回车里，将车子发动，右脚放在油门上，狠狠地踩了下去。G55飞射而出，瞬间将前方最近的几只丧尸撞得头破血流，几缕带着诡异黑色的血液顺着玻璃流淌而下。刚想直接顺势一脚油门离开，忽然我的脑袋一阵刺痛，一个机械的声音无端地出现在我的脑海：12小时内击杀100只丧尸任务达成，用时11小时49分钟32秒，回炉系统成功开启，击杀丧尸获得的积分可在回炉系统内换取天赋。我心中大喜，猛地一个刹车，甩尾掉头，向着反方向狂奔。一个1阶丧尸就是一个积分。此时那几十只丧尸都在道路上打转，没有思维的他们只知道跟着声音跑。
在听到车的声音越来越近后，他们压根不知道危险来临，全都兴奋地往车的方向聚集。都来了，都来了，好啊！我的眼中露出了喜悦，一脚油门，轰的一下就对着丧尸最多的一波撞去。10来只丧尸被撞飞，发黑的丧尸血糊了车一身，方向一打，继续对着其他地方的丧尸撞去。眼前光屏的数字积分也在不断的跳动，我撞得一脸兴奋，陈少爷则是吓得心惊胆战，连看一眼都不肯。晚上找了处空旷安全的地方，二人简单的吃了口东西，便躺在车里睡了。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就又开始了漫长的行驶。就这样一直到3天后，两人来到一处休息站，油箱再次见底，我不得不停下给车加油。不远处西陵停着几辆车，歪歪斜斜，空地上黑血到处都是，一片狼藉。我抬头看了不远处的建筑物一眼，那是一个休息站，只是现在这里大门紧闭，其内一片昏暗，让人看不清里面有什么。你加油，我巡视。我对着跟着下车的陈少爷道。忽然一阵脚步声打断了我的思维，一个人高马大的男人走了过来。你们好，我叫叶天龙，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外面的世界怎么样了？幸存者多吗？我们这里收留了不少幸存者，先进来再说吧，外面危险。一连串的问题抛出，配着那看似一脸真诚的模样。陈少爷感动的立马点头，比叶天龙边走边说。我跟在他们身后，想看看他到底想玩什么把戏，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众人来到了休息站内，我的目光在2楼扫视了一圈，见到不少幸存者，其中一个漂亮女人很是显眼，这是陆婉，我女朋友。看到我的目光，叶天龙有些不好意思的道：你们先吃点东西，好好睡上一觉，赶路很累吧？叶天龙说着，安排了陆婉去弄吃的，又带着我和陈少爷来到一处简陋的房间。谢谢啊，哥们。陈少爷很是感动，要知道这几天都是睡在车上，腰酸背痛了，这有啥？大家都是幸存者，应该互相帮助。没多久传来一阵敲门声，陈少爷去开门，意外的发现进来的是陆婉，他端着个托盘，上面放着热乎的饭菜。哎呀，这怎么好意思？陈少爷连忙道：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吃吧。陆婉轻轻一笑走进屋，俯身将托盘放在桌子上，装作不小心的露出了里面的蕾丝内衣。谢谢。陈少爷已经开吃了，我并未动筷，你不吃吗？陆婉看着我，一双眼睛微微上挑，极为勾人。吃。我拿起筷子，陆婉露出一个笑容，小蛮腰一晃而过走了出去。我去，老大。陈少爷咽了咽口水，他在对你抛媚眼呢。抛你个大头鬼！我一把拍掉陈少爷的筷子，你干啥？陈少爷有些生气，捡起地上的筷子吹了吹，还想继续吃。我没搭理他，躺在床上闭上了眼睛。在另一个房间里，叶天龙正擦拭着一把消防斧，房间内很乱，到处都是女人的衣服和揉成一团的纸巾。陆婉推门进来，一脸妩媚。他们吃了吗？叶天龙一改之前憨厚的模样，面上带着一丝狰狞。吃了。陆婉轻笑，目光隐隐露出了一抹贪婪。他们车上的食物能让我先挑吗？叶天龙眼睛眯了眯，邪笑着伸出手向下指了指。陆婉带着勾人的笑容低下头，无比配合。叶天龙是这个休息站的员工，末世爆发前他正在给一个暴发户的车加油。那个暴发户长得又胖又矮又黑，却开着一辆酷炫的 GT2 跑车。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那辆车上还坐着一个女人，就是陆婉，长得比明星还漂亮。之后的就是昏迷黑暗末世爆发。叶天龙意识回归的时候，休息站很多人都变成了丧尸。原本就心里有些扭曲的他，觉得这是上天给他的机会，他当场就杀了好几只丧尸，将活着的人都收留在休息站内。休息站本来就有食堂，仓库里存放着很多食物，很多胆小的人在受到丧尸的惊吓后都不敢出行，于是便留在了休息站。暴发户和陆婉也在其内，他是这里力气最大的人，谁都怕他。他想把食物给谁就给谁，有人反抗他，当场就将那人杀了。第一天晚上，叶天龙就将陆婉召到了自己的屋里，陆婉很配合。叶天龙觉得末世太他妈好玩了。我睁开眼，旁边的陈少爷睡得如同死猪，桌子上的饭菜被他吃了个干净。我没管陈少爷，握着斧头悄悄打开房门，身形鬼魅的贴着墙壁。2楼很大，但是独立的屋子很少，大多幸存者都聚集在一个大空间里，他们很安静，没人说话。你们去哪？一个男子的声音响起。我想带孩子上厕所。一个叫詹乐的女人开口。很快詹乐便带着一个叫叶婷的小女孩走过拐弯，和我擦肩而过，两人的表情如出一辙的冷冰冰，没有感到一丝一毫的意外。紧接着詹月嘴唇张了张，并未发出声音。我点点头，跟在两人身后，表情玩味。这一大一小2个女人有点意思，我早就发现了这对母女有问题，是不是真正的母女绝对有待考究，并且这个叫做叶婷的小女孩会唇语。之前在进入这个休息站时，她就趴在叶天龙的肩膀上对他说了一句话，她说：喂，你敢不敢杀人？而刚刚这个叫做詹乐的女人也对我说了唇语，同样也很有意思。她说：喂，你跟老娘过来。3人走到一处带锁的门前，我瞬间明白，这里估计是锁着这2人的东西，想要自己用斧头砸开。此处已经远离那些人很远，距离叶天龙的豪华房间也有很长一段距离。3人正常说话不会被任何人听见。你俩叫什么名字？我微笑着掂了掂斧头。
我可不认为詹乐和叶婷会是他们的真名。老娘叫上九弟。不过女人嘴角裂开，手指极为豪放地指着自己，她揉搓了刻意伪装弄脏的面容，一张精致的脸便浮现在了我眼前。我更喜欢别人叫我九爷。我微微动容，好霸道的女人，嚣张个什么劲？12岁的小女孩一声冷哼，对着我斜了斜眼睛，叫她老九就行了。我还没有名字，只有一个代号18。好的，九爷18。我嘴角抽了抽，手握斧头，用眼神指了指门上的锁。你们速度要快，这里的动静声音可不会小。那个叫18的小女孩嘴角邪气的勾起，放心，绝对比你的五指姑娘速度快。我吓得斧头差点脱手，这是一个12岁的小女孩说出来的话。呆愣了几秒，我觉得我大概是遇到神经病了。我的斧头重重劈下，瞬间将门锁砸开。一个眨眼的功夫，上九弟和18率先推开了门，速度极快地冲了进去。什么声音？正在享受的叶天龙一把将陆婉推开，抓着斧头就往外跑。这是一个昏暗的房间，里面放满了各种物资。我刚进去就听见一阵撕开包装袋的声音响起。上九弟和18两人此刻正在拼命地撕开眼前的一堆包装袋，从里面掏出了一堆零散的零件，不一会儿就堆了老高。两双洁白的手如同机器，我亲眼看着一大一小两个女人旁若无人地将那堆零散零件组装，以一种不可置信的速度组装成了2把自动步枪，是真枪。18的速度还要更快一些。我的眉头深深地皱起，若是在前世的末世中见到这样的情况不足为奇，那时候人人都对枪无比熟悉。但是今天只是末世爆发的第4天，眼前的这个场景完全不合理。他们究竟什么来头？呼的一声怒吼，叶天龙已经带着5个小弟冲了过来。上九弟面容冰冷，从容不迫地装上弹夹，枪口直直地对准门口。他抽空瞟了我了眼，却是见我手握斧头站于门后，面容沉着冷静。我的站位很专业，看似随意的站姿，却能够在最快的速度出手，并且保证自己的安全。这一点让上九弟微微惊异。而角度上来看，我防备的人可不仅仅是冲这里而来的叶天龙。上九弟的心中有了一丝定论，面前的这个男人和他是同类人，但却比自己强。叶天龙的怒骂声在进入门口后戛然而止，他身后的5名小弟也是止住脚步，其中2人差点掉头就跑。你哪来的枪？叶天龙惊恐地看着举着枪口对着自己的上九弟。正当他想说话间，忽然看见了旁边低着头不知道在玩什么的18，随即他面上露出一个恶心的笑容。小甜甜。叶天龙嘿嘿笑着，轻轻向前走了一步，露出了一口昏黄发臭的牙齿。你把你手上的玩具枪给我，我给你巧克力好不好？你不是最喜欢吃巧克力吗？巧克力？18嘴角勾起，笑容纯净。对，巧克力，我给你1箱巧克力，你把你手上的玩具给我。叶天龙双眼放光，继续引诱着，你的巧克力，你全家都巧克力。忽然一声惊天怒吼从18的口中喊了出来，他一把将手上的自动步枪举起，表情完全不似一个12岁小女孩，满脸的狰狞。我不叫叶婷，还有我最讨厌吃巧克力。突如其来的一声枪响，整个屋子顿时一片寂静。叶天龙上方的横梁上多出了一个漆黑的洞，叶天龙等人完全呆住，脚步仿佛钉子钉在地上一般，连动一下都不敢。靠，浪费子弹！上九弟啐了一口，18手上的枪口正缓缓冒出一缕烟。我摇摇头，这个小女孩各方面都很优秀，但是手臂力量不够，导致准头不足。她刚刚瞄准的地方明明是叶天龙的眉心，可惜打偏了。枪是真枪，刚刚要是有一点点偏差，说不定就会死人。这帮小弟们完全没有想到，眼前2个看起来没有任何威胁的女人手上拿的是真枪，并且率先开枪的竟然是那个小的。冷静，冷静！我说，先冷静一下，有话好好说，好好说。我是巧克力，我全家巧克力。叶天龙被吓得语无伦次，不断重复着几句话，脚步也不知不觉地向后移。突然，外面一声尖叫响起，紧接着便是各种混乱的声音。我心头微微的一怔，发生什么事了吗？头！此时一个男子连滚带爬地跑了过来。丧尸！外面好多丧尸！屋内的所有人都是一惊，连忙朝着窗外看去。此时休息站外的空地上，无数的丧尸正从4面8方而来，下方的大门处更是聚集了上百个，一眼望去密密麻麻。各位，听我说！叶天龙急忙转过头，语气焦急，目光集中在了上九弟身上，说你给我闭嘴，这里轮不到你说话。还未等叶天龙继续开口，18就直接骂出了声。他对叶天龙下意识的想以上九弟为首的举动十分不满。九弟的嚣张仅仅是一种气质，或者说是震慑人的手段，但是18他完全就是活生生的土匪。我猜测这2人会不会是南部某个黑帮的成员？18的身份显然比上九弟更高，从他无所顾忌的对着叶天龙开枪，并且满口脏话就知道，他应该是被宠坏的那种小女孩，而他刻意隐藏了姓名，估计也是一层掩护。叶天龙也是没想到18会忽然怒骂，心里极度不平衡的他恨不得把眼前的小女孩撕碎，但看着枪口指着自己，他又不敢露出不满，只能憋屈的讪笑，用最平静的语气道：我们被丧尸包围了，大家都是幸存者，别内讧，先对付丧尸。上九弟和18对视一眼，不约而同的将目光看向了我。他的想法很简单，在他看来我应该和他是一路人，并且从我沉着的表现来看，可以暂时胜任领头。他自己虽然有点身手，但在统领方面有所欠缺，不然也不会因为18的几个烂点子被困在这里。而18的想法就更简单了，他只是看我顺眼。两女的目光都看向站于门边不说话的我，倒是让叶天龙一愣，这个小白脸难道才是领头？
先对付丧尸。我只说了一句话，紧接着也不管在场的人，直径从叶天龙身旁路过就走了出去，一只脚从天而降，直接踹在了陈少爷身上。怎么了？怎么了？地震了！陈少爷一跃而起，肥胖的身躯一点不影响他逃命的趋势。老大，陈少爷看到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发生啥了？咦，我咋睡着了？没死过去，证明你肠胃系统可真是好。我皮笑肉不笑的嘲讽了一句，将消防斧摔在了陈少爷的肥肉上。走了，走，现在就走。去哪？陈少爷还有些没反应过来。我盯着他，双目杀气凛凛，杀丧尸。我在末日降临的第一天便招纳了前世全球战力第20的大佬做我的根本，而后又有2个身份神秘的女生选择站在我这队。此刻，加油站外已经堵满了丧尸，到处都是让人心悸的嘶吼声。这种规模的尸潮在末世10年里只能算是小菜一碟，但现在是末世刚刚爆发的第4天，这已经足够让眼前的所有幸存者全军覆没。忽然，一阵让人心悸的玻璃破碎声从楼下传来，我快速的来到楼梯口，手中的斧头紧紧的握在手中。陈胖子，站我左边对付我遗漏下的丧尸。上九弟，你站后方负责点射掩护，其他人也全部拿起武器。那我呢？我呢？18连忙开口询问，回头看了他一眼，见到小女孩双眼中的晶亮和期待，我随意的抬头一点身后的叶天龙等人，你看着他们，谁敢偷袭，杀！好！18立即浑身充满干劲，稚嫩的面容上神采奕奕。他咔嚓一声将枪上膛，枪口稳稳地指着叶天龙。这回他学聪明了，没指着对方脑袋，而是改为瞄准胸膛，那里地方大，容易瞄准。叶天龙等人连忙退后几步。妈的，这个小女孩太邪门了！把武器拿起来！18一声娇喝，仗着自己手上有枪有旗的嚣张，枪口一一指向叶天龙一干人，声音带着小女孩特有的稚嫩。你们全部站在两边，要是被我看见谁敢偷懒，我的子弹可不会客气。此起彼伏的丧尸嘶吼声由远及近，第一只丧尸摸索到了楼梯口，紧接着很快第2只、第3只。此时的丧尸已经和末世刚爆发时有些不同，没人知道全球黑暗的原因，也没人知道那些人类为何会忽然变成丧尸。但丧尸毕竟已经是不同于人类的另一种生物，在感染的一瞬间，他们体内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骨骼变软，肌肉和内脏开始腐烂。第一批丧尸会代谢掉体内属于人类的东西，接下来的就是变异，他们会变得强大，并且逐步进阶。但总有那么某样东西从未改变，比如鲜血，对丧尸是致命的诱惑。一只最快的丧尸已经近前，我手中斧头紧握，双臂猛地发力，斧面狠狠地砸在丧尸脑袋上。丧尸应声倒地，从楼梯上一滚而下。我顺势向前走了一步，手中斧头不停歇，狠狠地在胸前劈砍，尽量别开枪。我抽空对着上九弟说了一句：“他们有听觉，明白？”上九弟的回答干净利落。陈少爷跟着我的步伐向前走了一步，但因为害怕，好几次斧头都砍空。我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甚至边砸还不忘叮嘱陈少爷一句：“胖子，先稳一稳情绪，他们速度很慢，你绝对可以对付。”陈少爷狠狠地点头，他看了眼满脸狠色不知道在打什么坏主意的叶天龙，忽然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二货。之前无缘无故的睡着是为什么不言而喻，叶天龙的残忍也是自己亲眼所见。相比较起来，看似冷酷的我，虽然没对他说过什么好话，但却从未让他身陷险境，甚至一直致力于锻炼他，教他如何对付丧尸，教他如何在末世里生存。老大，我以后都听你的。无缘无故的，陈少爷咬着牙出声，我心中莫名其妙，但却没工夫管他。眼前的丧尸越来越多，不加快速度恐怕真的会有危险。陈少爷发了疯似的拼命挥动消防斧，高速度的攻击在前方空气中抡出了一个真空地带。呼的，回炉系统发生一声机械音，检测到陈少爷忠诚度达到80%，积分回收制开启。陈少爷每杀一只丧尸，宿主获得0.2个积分。我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光亮，忠诚度到达80%的同伴竟然还能让我获得积分，虽然0.2实在是少，但聊胜于无。我看了眼陈少爷，嘴角抿了抿，这个胖子虽然胆小懦弱，但也不是一无是处嘛。而此时的18脸颊苍白，额头却是密密麻麻的汗水，他很害怕，真的很害怕。他不知道丧尸是个什么鬼玩意儿，也不知道为什么世界会忽然变成这样，但他谨记我的话，双手依旧紧紧地握着枪，枪口抵着叶天龙。对于一个12岁的小女孩来说，这样的心理素质已经算是逆天了。时间不停，已经是好几个小时过去，我们几个冲在前面的人此刻却是寸步难行。这群感染者前仆后继，杀不光，像是洪水一般涌来。望着眼前的楼梯口，密密麻麻的全是丧尸，绝望占据了每一个人的内心。光靠几个人根本没办法对付这么多丧尸，中途也有其他人加入战斗，但是效果微乎其微，很多人都不小心被丧尸伤到，很快就陷入昏迷，渐渐石化，这让众人更加不敢上前。老大，陈少爷已经有些意识不清，但挥斧的动作却是不停。我们会死吗？害怕绝望充斥着每个人的内心。我没有回答，就在我快要双眼模糊，即将泪昏过去的时候，回炉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积分达到200，体能升级至1阶条件达成。我双眼猛地一亮，心中的被喜悦充斥，不知不觉我和陈少爷竟然杀了这么多丧尸。
突然18的尖叫声打断了我的思考，我心头猛地一挑，刚转过头便是看到叶天龙正狞笑着，一把将18手中的那把自动步枪抢了过来，而他的另一只手猛地将18娇小的身体举起，以一种极为残忍的方式向着楼梯下方的丧尸群扔去。18毕竟只有12岁，在好几个小时的高度紧张下完全没有办法反应过来，瞬间被抢了枪，娇小的身体不受控制的被叶天龙抛出，呈抛物线飞向对面的丧尸群。18精致可爱的面容满是绝望，无尽的恐惧写在脸上，粉色蓬蓬裙似乎就要被撕裂，被尸海淹没。小18，上九弟心跳猛地跳落一拍，浑身寒如冰，叫畜生！陈少爷一声愤怒的大叫，那可是一个只有12岁的小女孩，人性的泯灭让她崩溃。她肥胖的手臂用力伸出，想要将快要落入丧尸群里的18拉住，可是有个人比他更快，体能一阶升级，一个黑影鬼魅般的冲出，踩着一只丧尸的脑袋一跃而起，力度之大，直接将那只丧尸的脑袋踩得稀烂。老大，陈少爷惊愕地望着瞬间跳跃而起的我，那速度绝对超越了人类的极限，一只大手猛然抓住18娇小的脚踝，然后一把将她拉入怀中，稳稳地用左手抱住。我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巨大沉重的铁斧忽然变得极为轻巧，哪怕抱着一个人也完全不影响我杀丧尸的速度。铁斧在空中旋转，将周边一圈的丧尸脑袋全部砸爆裂。这一幕发生的太快，众人还没反应过来之际，我就已经冲上前将18拉了回来，甚至顺带手还杀了10几只丧尸。我手中的斧头不停，对面的丧尸很多，大量的尸体堆积在楼梯上，将外面的丧尸阻挡，但出口只有这么一条，我们已经出不去了。上九弟张大的嘴巴还来不及闭上，他使劲眨了眨眼睛，这一幕太不真实，让他的心跳好一会儿都缓不下来。趴在我肩上的18完全愣住，他毕竟年纪还小，从死神手中逃脱的他忍不住眼圈通红，叶天龙面上的狞笑变得僵硬。这怎么可能？这个小子不是应该疲惫不堪了吗？陈少爷狠狠地啐了一口，妈的，老大就是牛波一。就在此刻，突然传来了一声枪响，鲜血瞬间从陈少爷的手臂上喷涌而出，染红了一地。嘿，叶天龙嚣张的大笑，这玩意后坐力真大，就是打歪了。陈少爷吓得差点瘫痪，钻心的疼痛从手臂上传来，上九弟头额密密麻麻的全是汗水，一咬牙，子弹扑哧一声没入叶天龙的膝盖骨中，瞬间血花飞溅。叶天龙大叫，砰的一下跪在地上，鲜血从左腿上喷涌而出，猩红的颜色不断的刺激着叶天龙的神经，他的膝盖碎了。我杀了你们！愤怒、杀意、暴虐的情绪瞬间占据了叶天龙全部的思维，他猛然将枪口对准我们，开始拼命的扫射。救命啊！活着的人到处乱窜，吓得屁滚尿流。趴下！我一声令下，陈少爷顾不得疼痛，肥大的身躯在地上滚了好几圈。18身体灵活，早就躲到了柜子后面，我却没有选择躲避子弹，而是猛地扑向上九弟，一把将他压在身下，而后夺过上九弟手中的枪握在手中，来不及瞄准，一切只能寄托在这个身体能够唤醒前世长达10年训练出来的射击技术。一个点射，自动步枪的扫射声音戛然而止，叶天龙的高大身躯猛然倒地，脑袋重重地摔在地上。很快，猩红的鲜血顺流而出，浸湿了大块的地面。他死了，被一枪爆头。休息站的2楼静得真落可闻，所有人都不敢说话，只有彼此之间粗重的呼吸声。你还不起来？身下传来上九弟小声微怒的声音，两人离得很近，甚至还能闻到那带着女子特有的清香。我没有立即起身，依旧压在上九弟身上，目光逼视着上九弟的眼睛。你刚刚为什么手下留情？我观察过，这个女人的枪法很准，在如此近的距离下，叶天龙又没有左右闪避，他绝对可以直接将其杀死，哪怕是多开几枪的时间也绝对足够，但是他却没有，害得最后还要我亲自来。果然还是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其他人身上。上九弟满脸涨红，平时性格豪放的他此刻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他没杀过人。忽的，18的声音响起，从柜子后面走了出来。上九弟没杀过人，这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这时，18走到了叶天龙的尸体旁边，捡起地上的自动步枪，毫不掩饰内心的厌恶，对着叶天龙的心脏补了一发。我眉头猛地跳动几下，这个小女孩。这时候回过神的陈少爷终于发出了死猪般的喊叫，我赶紧爬起来扶着陈少爷查看起他的伤口，下一秒我就一巴掌拍在他的肥膘上，只是擦破了皮而已。我恶狠狠的道，同时也是松了一口气，胖子没事啊。陈少爷有些不信，可是我流了很多血，那是因为你胖。我骂了一句，找出了绷带帮陈少爷包扎起来。这么点小口子你也能怕成这样，能不能别这么怂？嘿嘿嘿，亲眼见到自己的伤口的确不大。陈少爷也忍不住傻笑起来。我说老大，你枪法也太牛了。我笑了笑，扭过头看向楼梯处，此时天色已经变黑，楼梯口的丧尸又开始增多，正一味的向前拍打，锤击着堵住他们的尸体堡垒。那座尸体垒成的防护墙很宽，但这座原本很厚的堡垒已经开始摇晃，隐隐有要向这方倒塌的样子。现在怎么办？上九弟似乎是恢复了过来，紧紧地握着手中的自动步枪，面容冷静。我听你命令。我的眉头就没有松开过，这地方出口只有一条，
但那里全部都是丧尸。外面的1楼空地上还有至少上百只丧尸，前后夹击，在劫难逃。我心中一跳，朝着窗外望了过去，紧接着不顾众人莫名其妙的目光，一把将地上的叶天龙尸体抓起，来到窗边站定。我看向上九弟，女人也是在第一时间与我对视，帮我看着点陈胖子，别让他做傻事。我像是在交代后事。老大，陈少爷被我这莫名其妙的话吓了一跳。你要做什么，老大？我转过头看着陈胖子，目光带着一股罕见的暖意。别那么胆小，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勇敢面对。你的潜能很强，要相信自己。你……陈少爷声音顿时哽咽，一股极为不好的预感在他心中升起。我无声地将弹夹整理好，把枪绑在怀里，然后一手拎起叶天龙的尸体。鲜血会吸引丧尸，地上的血你们抓紧清理干净。我把血腥味带到外面，那些丧尸们就会随着气味移动，而你们只要保持安静，楼梯口的那些丧尸会渐渐散去。说完，还不等胖子18上9弟的阻止，便一个纵身跳了下去。三人的心脏剧烈的跳动，一脸的不可置信。老大，陈少爷受不了这种打击，趴在窗边嚎啕大哭。上9弟也捂住18的眼睛，他自己的双目也已经通红。半空中，我拎着叶天龙的尸体在默数，距离地面仅有1米。就是现在！我的双臂猛然发力，一阶体能所爆发的力量极为强大，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类的范畴。一个轮空就将叶天龙的尸体抛了出去，楼下的丧尸们顿时疯狂地朝那具新鲜的尸体扑去。我却是在这个空档轻松落地。体能的阶位提升并不代表文明时代的身体素质，而是全球黑暗6小时后不同于丧尸的另一种基因变异，是人类进化的开始，也是新时代来临的里程碑。这种进化很诡异，并且完全不合常理，但是它就如同丧尸一样真实存在。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潜质，只是需要时间罢了。现在的我已经不惧怕这些丧尸了，拥有1阶体能的人类将不再会被1阶丧尸感染。趁着丧尸被吸引的空档，我迅速地跑到了955车旁，紧接着车辆引擎的轰鸣声乍然响起，高大的越野车在外面的空地上驰骋，速度极快，眨眼的功夫就快要离开众人的视野，直到彻底消失不见。现场只留下一脸懵逼，感觉自己被耍了的众人。忽然感觉到自己被骗了的人们万念俱灰，作为众人唯一希望的我，竟然抛下了他们逃跑了。而反观屋内，一只丧尸从那垒起的尸墙缝隙中爬了进来，伸手向着离他最近的幸存者抓去。这名幸存者叫贾春杰，原本是休息站的厨子，此刻的他已经生无可恋，任由那只丧尸越靠越近，牙齿几乎就要咬下。就在这时，一声枪响乍然出现，并伴随着响亮的汽车轰鸣声。正要一口咬在贾春杰肩膀上的丧尸听到声音后愣了一下，贾春杰却是双眼猛地一亮，一股极强的求生意志喷涌而出。他一把推开丧尸，抓起地上的砖头，将眼前的丧尸脑袋砸了个稀烂。屋外连续的枪声规律的响起，巨55高大的身躯重新出现在众人的视野里，子弹从车窗内飞射而出，发出极大的声响，将那些想要往休息站内涌去的丧尸全部吸引。所有人都激动得无以复加，活着的人全部拿起武器，将已经进入休息站的丧尸一一解决。这就像是地狱中忽然出现的曙光，让希望被无限放大。楚寒他又折回来了，大家拼一把，不要辜负了他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争取的生机。上9弟娇喝一声，声音颤抖。我开着955一遍又一遍的绕圈，子弹飞射而出，每一颗都射在我开车绕圈的那些油桶里，汽油喷涌，直接喷射在围聚在周围的丧尸身上，地面上很快被汽油浸染。眼见时机成熟，我猛地方向盘一打，同时一脚油门踩下，嗡的一声，驱车向着远处狂奔。与此同时，一个 Zippo 打火机被打出火花，从车窗外飞出，准确地落向那成群的丧尸脚下，火光瞬间冲天，数以百计的丧尸瞬间被火焰包裹，变成噼里啪啦的火星燃烧着，一股极大的热流从加油站中心处向外蔓延，空气中布满了一股焦灼味，随着气流四散而开。只一会儿的功夫，周围变得静谧无声，只剩下火星的微弱劈响。休息站内的所有人皆是呆若木鸡地望着眼前的场景，周围心灵几只的丧尸不再能引起他们的关注。远处急速驰骋的955慢慢减速，然后掉头，在众人呆滞的目光下，吱的一声停在休息站门口。我从车上跳下，砰砰砰几枪爆了剩下的几只丧尸脑袋。整个过程从容冷静，丝毫不拖泥带水，也没有任何劫后余生的庆幸。老大！陈少爷忽然一声大叫，打破了众人的呆滞状态。他一把扑到我的面前，抱着我的裤腿就开始嚎啕大哭。呜！老大，你没事真的太好了！他竟然以一己之力杀了这么多丧尸，并且救下了全部的幸存者，这不科学！上9弟身躯剧烈的颤抖着，他的心跳从未有过如此之快。18此刻双眼也睁得很大，娇俏的小脸上还带着明显的泪痕。你好，我叫贾春杰，真的谢谢你，谢谢你的救命之恩。不客气。淡淡的扫了一眼眼前人，我微微点头，我的嘴角带上一个意味不明的笑容，开始查看起回炉系统。陈少爷忠诚度增长了10%，已经到达90%；18的忠诚度增长了10%，已经到达60%。早在我把他从叶天龙手中救下的时候，18的忠诚度就已经到了50%。雪中送炭是最能招揽人心的法子。上9弟的忠诚度最低，只有30%。看到这一数据，我不由得眉头紧皱，这个女人还真难俘获。不过今天这一战收获的好处已经出乎我的预料，光是陈少爷这90%的忠诚度，就已经是我完全可以信任的伙伴了。楚寒老大，接下来
我们怎么办？这个休息站已经毁了，我们是不是要离开这里，换个地方？贾春杰有点自来熟，开口出声询问道。没有理会他，我将眼神顿在了上九弟身上。你们呢？上九弟有些犹豫，有些欲言又止，最终摇头拒绝道：我们可能不顺路，我们要去同事接个人。同事？我压下心中的一丝情绪波动，神色淡然地看了看他。那算了，我要去安罗市。上九弟的表情很微妙，似乎有些不知道如何应对。18却是在这时候双眼放光，60%的忠诚度让他对我有种发自本心的信任。我们顺路，安罗市很远，同事也是必经，我们可以经过同事市不挤。紧接着他又皱着眉看向上九弟，我说老九和楚寒哥哥一起不好吗？一路上还有个照应，就靠我们2个人去同事啥时候才能到啊？上九弟的眉头跳了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18说的一点没错，他们2个都是女人，这一点在毫无法治的末世无疑就是危险之一。想靠2人的力量进同事找人还真不简单。上九弟将目光看向我，在我人畜无害的笑容下微微叹了口气，那就一起吧，带上我吧。我的话刚落下，贾春杰就不管不顾的开口，他无视我不耐烦的神色，用最快的语速开口：我会做饭，我以前是厨子，我可以帮忙，我也不怕丧事，我自己有车，不会麻烦你，我跟在你车后面就好，路上我也会出力，仓库还有些吃的，我可以分你一半。贾春杰拼了，只要能跟着我走，叫他干啥都行。我头一撇，那你跟着吧，谢谢谢谢。贾春杰激动的感激涕零，恨不得叫我一声爹。高大的巨55在高速路驰骋，后面一辆车紧跟其后，停车休整一下吧，我用对讲机下着命令。楚寒哥哥。18下车后立即跑了过来，小女孩脸上的笑容很纯粹，在这黑暗的世道里尤其的暖心。虽然她的下一句话总是能让人哑口无言，陈胖子哥哥怎么无精打采的？昨天跟五指姑娘约会了吗？陈少爷猛地被自己的口水呛到，咳得脸都涨得通红。我说你一个才12岁的小女孩，能不能别老说这些没节操的话？18鄙视的看了他一眼，怎么没节操了？我只是说了一句很普通的话，是你自己心里龌龊。你看楚寒哥哥有说什么吗？切！陈少爷简直要憋出内伤，连解释都无从下口。我自顾自地摆弄着收音机，贾春杰已经开始自觉地生火做饭，专业的厨子就是不一样，食材利用得非常好。有声音了吗？上九弟下车后就直径走到我的面前，贾春杰连忙收回炽热的目光，开始手忙脚乱地做饭，但余光依旧不自觉地在上九弟的身上打量。正在调，我头也不抬，淡淡的回答后便继续开始切换频道。依照我的记忆，广播就是这个时间段出现的。我来试试。18忽然将小脑袋钻到我旁边，一脸的跃跃欲试。我也有些调累了，便将收音机顺手递给18，小心别玩坏了。你是真的叫楚寒吗？上九弟斜靠在车门上，眼神狡黠，他对我有很大的好奇。我斜了他一眼，我可不像某些人，名字相貌全是假的，我要不伪装，恐怕早就出事了。上九弟的脸立马沉了下来，说完他忽然上下看了我一眼，他自问姿色不错，可是我却好像对他并不感冒。好了，18欣喜的声音打断了短暂的沉默，我还来不及扭头，18手中的收音机就发出了一阵声音。这里是石市军区基地，周边的人民请注意，如果你们听到这段广播信息，请立即前来避难，这里会提供住所与食物，同时很快就会有空投包通过直升机在全国各地投放，请大家不要慌张，空投包内有食物、药箱和武器。广播一遍又一遍地放着。末世爆发后第一次和外界有信息接触，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很激动。贾春杰哐当一下扔掉锅铲，一遍又一遍地听着那段重复的话：我们有救了，有救了。18也是双眼放光，用一种渴望的目光看向我和上九弟。上九弟的脸上也浮现了一抹笑意，毫不犹豫地对18道：找到13后，我们就去实施。18狠狠地点头。我没有说话，对于18和上九弟的选择，我早有所料。前世这个时候，我也是在差不多的时间听到了这么一段话，更是毫不犹豫地和幸存者们一同前往实施。我淡笑着，目光扫过眼前的人，既然你们都决定去实施，那到时候我们就分开吧。为什么？18立即露出惊讶的神情。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安罗市？外面这么危险。我脸上的表情立即变得沉静，心中的意志异常坚定。我父母在那里。父母？贾春杰惊诧了一下，安罗市真的很远，末世没爆发的时候坐火车都要20几个小时，现在路况这么差，等到了安罗市估计都要好几个月以后了。那时候你确定你父母还是安全的？我目光有些发冷，面容生硬的扯起了一个狰狞的表情。不管怎样，我都要去看看。那祝你早日找到父母。上九弟有些不忍打击我，虽然他也同样认为我的父母可能挨不到那一刻。谢谢，我点点头。等你们在同事接了人，我们就先去实施，毕竟那里也是必经，之后我会直接走。说到这，我不禁有些好奇，这2个女人要接的人到底是谁？贾春杰瞄了眼上九弟，他觉得我的离开是个不错的事情，尤其是在知道实事有军区基地之后。陈少爷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最终咬牙道：老大，我不去实事军区基地，我跟你去安罗市，只要你不嫌弃我。好，我微微一笑。时间过得单调又快速，转眼又是几天过去，车里的油箱已经见底，为了省油，众人都挤在了一辆车上。综合考虑下，我决定在附近的城镇上补充一下物资。车辆小声缓慢地开到安哥镇入镇的道路上，街道上到处都是人骨和已经发黑的血渍，整个镇子很安静，一片凄凉。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来这里？上九弟万分不解地看着我，
我避而不答。我总不能说我来自未来，知道这里会有一个空头包吧？贾春杰咧嘴冷笑，不顾同伴的安全就擅自决定。虽然你是这个队伍的领头，但是也不能强制要求我们去送命吧？不用想都知道这里有多少丧尸。我从后视镜中看了他一眼，我们找一家旅店清理丧尸后先住下来，然后再找车辆和食物，到时候你们是走时留都随意。走毛线啊！18瞪了贾春杰一眼，去实施之前我都跟着你。上九弟将目光从窗外骇人的景象收回，我无异议。他的脸色有些不好，在小心的避开丧尸聚集的地方后，我找到一家残破不堪的小宾馆，解决掉里面的丧尸之后，突然听到18焦急的喊叫声：“老九，老九！”众人连忙看去，只见上九弟此刻已经晕倒在地上，18慌张地围在他身边。此时上九弟的面色发红，额头满是虚汗。我快步上前，一把将他抱起放在床上。他发高烧了，我起身用毛巾沾了水盖在上九弟的额头上。我之前只收集了一些处理伤口的药，并没有退烧药，但此时上九弟明显是烧到扛不住了，不然也不会直接晕过去。18的眼眶里眼泪打着转。楚寒哥哥，你会救他吗？我不想他死。我转头看向了陈少爷，我出去一趟，你留在这里，屋里的东西别乱动，一切等我回来再说。那你小心。陈少爷敏感地察觉到一丝不对劲，重重的点头。一声没吭的贾春杰心脏猛地剧烈跳动起来，看着我离开的背影，又看了眼床上因为高烧而面色绯红的美人。忽然，一个邪恶的念头就这么突如其来的冒了出来，要不要？这邪恶的念头一起就再也压不下去。贾春杰目光阴冷地盯着在旁边照顾上九弟的陈少爷和18，这两个人一个傻缺，一个年纪小，太容易忽悠了。我从没想过有一天太阳竟然会消失，整整6个小时，无尽的黑暗将世界的一切吞噬，伴随而来的是所有生命陷入昏迷。等人们再次醒来，世界已经大变，80%的人类变成丧尸，人类文明开始崩塌，人性的黑暗全都暴露无遗。此刻，贾春杰正一脸怪笑地看着躺在床上的上九弟，一双大手缓缓地伸了过去。此时的我正提着斧头在外面不停地奔跑寻找空投包，因为我知道空投包里有我最需要的武器和药品。按照我现在的体能和速度，一阶的丧尸对我已经造不成威胁。突然，我的双眼一亮，将目光投向了一间平房的房顶，那上面落满了枯黄的落叶，堆积了厚厚的一层，满眼的枯黄中有一个迷彩的包裹若隐若现。我的嘴角带上了笑意，找到了，迅速地跳到了房子的顶部，将空投包拆开，先是食物，再是药品，而其余70%的空间都是枪支弹药。我的心脏激动地跳跃起来，这3把枪全部带有消音器，声音是吸引丧尸的关键点之一。有了消音器，就等于避免了很多麻烦。找到了空投包，接下来我就准备对付这些被我吸引来的丧尸了。已经是体能1阶的我，根本用不着出多少力，单手抡起斧头更是轻轻松松。没有思维的丧尸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做攀爬，他们够不到我的位置，只能站在下面等待着必然的死亡。解决完这一群丧尸，我立马背着空投包，身形迅速地向着小宾馆的方向狂奔。也不知道上九弟怎么样了。此时，在小宾馆的2楼，贾春杰气喘吁吁地将陈少爷拖到门口的走廊里，18也已经倒在了一边。妈的，死胖子这么重！贾春杰擦了擦额头的汗，双目里夹杂着贪婪的光芒。他快速地走到床边，一边着急地开始解皮带，一边肆无忌惮地打量着上九弟。因为高烧不退，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此时他的双颊绯红，像是喝醉了酒一般的带上了一股迷离。贾春杰膝盖已经跪上了床，刚想要伸出手，忽然一个停顿，他的身躯猛地停下，一把军刀就这么突兀地出现，刀刃锋利地闪着光亮，肩部抵在了贾春杰的喉间。上九弟浑身虚汗，意志模糊的他本能的惊醒，下意识地做出了这种反应。他冷冷地盯着想要对自己欲行不轨的贾春杰，双目中的杀意非常明显，但是因为太过虚弱，一股晕眩的感觉再次袭来。此时的我脚步如飞地朝小旅馆赶，不知怎的，总有股不祥的预感。回到了旅馆2楼，突然看到陈少爷和18倒在了门口，果然出事了。虽然心中的情绪已经顶到了极限，但谨慎是我一向的作风，依旧保持着无声的脚步，没有任何犹豫，一脚踹开了房门，同时自动步枪咔嚓一声上膛，身形已经在第一时间冲了进去。屋内，贾春杰正想有进一步的举动，伴随着我踹开房门的巨大响声，让他猛地心跳一停。上九弟也是猛然意识回归，贾春杰哐当一下子摔下床，忍不住整个人都哆嗦了起来，一股巨大的恐惧感将他包围。楚老大，楚哥，爸爸！他连忙连滚带爬的趴在地上求饶。我不急不缓的将空投包放在地上，然后将左手上的自动步枪交给上九弟。楚哥，我错了，你饶过我，你放我走。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不说过吗？你不乱杀人的。贾春杰拼命的求饶，我的一言不发让他感受到了一股暴风雨来临的前兆。我盯着跪在面前的贾春杰，猛地伸出左手，一把将他的后颈拎了起来，粗暴的拖着，大步流星的走向门外，带起了一阵风，瞬间就消失在走廊上。贾春杰像是只死狗一样被我一路拖下了楼，随即我一把捏住他的喉咙，你不该把主意打到上九弟身上。我的声音一字一顿，充满了霸道与野心，他不是你能碰的人。下一秒，
厚重的铁斧猛然落下，突如其来的出手，毫无预兆。贾春杰甚至来不及闭上眼，便已经人手分离，跌跌撞撞着跑出来的上九弟没来得及看到之前的画面，只听到了那一句：“他不是你能碰的人。”他倚在墙边望着眼前血腥暴力的一幕，心脏就这么狠狠地抽了一下。此时正想把贾春杰的尸体扔到远处的我，忽然眉头一皱，回炉系统的机械合成音响起，上九弟的忠诚度到达50%。靠！我忍不住爆了句粗口，他的忠诚度怎么还是这么低？这女人也太难搞定了吧！为了把贾春杰扔得远一点，我离开了很久。上九弟并没有在外面停留，以他现在的状态，遇到丧尸只能是送命，所以他很快回到了宾馆2楼。陈少爷和18还躺在房间外面的走廊上。上九弟忍着高烧带来的晕眩来到18面前，有些无奈的叹口气，摇晃着18娇小的身子：“小小，小小，你快醒醒！”骆小小，18的真名叫骆小小，也不知道贾春杰给这两人吃了什么东西，两人睡得跟死猪一样。此时的我出现在了一个居民楼外，这里有很多丧尸徘徊，但我也知道这里肯定有人活着。虽然我没那么好心会见人就救，可我也会尽我所能的给活着的人类一些帮助。于是我左手拎着贾春杰的尸体，右手扛着铁斧，不停地跑圈，靠着血腥味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丧尸。我的这一系列壮举造成的动静非常大，很快就吸引了小区里的活人注意。此时7号楼的顶楼处，一个光头男人正拿着望远镜，我擦嘞！他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口中啧啧称奇：“这小伙胆真大，引了上百只丧尸，这是打算往哪跑？”上百只丧尸被我带出小区，我默数着时间，看到那些丧尸全都进入我早就设计好的圈套时，一个点燃的打火机猛地被我用力抛出，准确无误地落在加油站中心，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紧接着，我嘴角的笑容放大，手中的斧头颠了颠，解决了贾春杰，又搞到了几十个积分，这让我心情很好。光头男看到眼前的景象，整个人都傻了，他大叫了一声：“我擦嘞！偶像啊，这速度，这反应能力，牛到爆啊！”我虽然还俗了，但我还是一心向佛，我喜欢有正义感的人，这人绝必能做我偶像。此时我正在回旅馆的路上，回炉系统却发出了一个让我很惊讶的提示音：未知人物忠诚度到达30%。未知人物什么情况？可是无论我在如何询问，回炉系统连个屁都不放，别说姓名了，连性别都问不出，只能把这件事放在一边。回到旅馆，上九弟吃了退烧药，状态已经恢复了很多。胖子和18也早已醒了过来，二人都为自己轻信了那个死厨子的举动感到愧疚。好在众人都无恙，略微休整片刻，便又再次启程。忙碌了整整一天，确实是累坏了。我倒在副驾上便睡了过去。等再一醒来，转头看了眼后座，18正趴在上九弟的腿上呼呼大睡，陈少爷边开车边哼着小曲，车内和谐而美好。我的心中升起一阵暖意，这3个人让我很放心，这是一种久违的舒心感，是一种真正的信任，不用时时刻刻担心被人从背后捅一刀。这次安哥镇之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上九弟的忠诚度终于到了50%。你有话要说？我将目光看向上九弟，这个女人的欲言又止很明显。上九弟点头，轻轻用手指整理18的发丝。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他对我微微一笑，我假装皱起眉，一本正经的开始装傻。他不是叫18吗？难道骗我的？我原本对你有一些猜忌。上九弟开始说起了其他，我抓不准你到底是什么身份，这么强悍的实力，却只是一个大学在校生。呵呵呵，我开始打着哈哈。这个女人到底怎么回事？一会儿要说，一会儿又不说。后座上的上九弟没注意到我的表情，柔和的抚摸着18的精致小脸。她叫骆小小，骆小小。我微微一顿后笑道：“这名字起得很可爱，他父母一定很疼他吧？”后方的上九弟直视着我的眼睛，目光有些怀疑，试探性的问道：“你真的不知道这个名字？”我皱了下眉，啥意思？我应该知道吗？上九弟眼中的不解一闪而过，紧接着他摇头：“没什么。”那我继续睡会儿，你也休息吧。我转过头，开始闭上眼睛浅眠，只是在他看不到的角度，我的双手因为激动而不住的颤抖，心跳绝对超过了200，浑身都是汗。我刚刚惊得差点一跃而起，幸亏及时压制住了，不然上九弟一定会怀疑并且刨根问底。18竟然是骆小小，我真的完全没有想到，太意外了。原来如此，难怪这2个女人有枪，难怪上九弟用的是军刀，难怪他们听到军区基地4个字会如此信任和兴奋。骆小小这个名字我本该是没有资格知道的，只是一次非常偶然的巧合，我见到了一份军方特殊人员的名单，上面的人全部属于机密，并且是所有军区第一时间保护的对象。在这之中，骆小小这个名字排在了前5，只不过这个名字的后面却写着2个字：失踪。上一世的骆小小直到末世10年都从未出现过。其实傻子都知道他肯定死了。失踪这2个字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已经代表着死亡，但整整10年，军方都没有停止过寻找骆小小的下落。由此可见，骆小小在军方的地位有多特殊。我忽然想到了那个休息站内发生的尸潮，若不是我恰好路过那里，这一世的骆小小和上九弟恐怕还是难逃一劫吧。我忍住激动的心情，右手下意识地摸上了自己下巴。骆小小的身份其实很容易推断出来，她是军方保护名单上前5的人，而军方中姓骆并且位高权重的人只有那一位。靠！这个我随意救下的性格脾气古怪的小丫头，竟然是那位的孙女。上一世已经死亡的2个女人，
他们在这一世的命运轨迹完全被改写。你们说我的声音带上了些许蛊惑，用余光瞟着后座上的上九弟，你们要去同事接人？上九弟古怪地看了我一眼，轻声回答：对，我们要去找一个同伴。我的心头一跳，有些期待起来。这个所谓的同伴能让上九弟不顾洛小小的安危也要去接，那这位的身份又得恐怖到什么地步？我从没想过有一天太阳竟然会消失，整整6个小时，无尽的黑暗将世界的一切吞噬，伴随而来的是所有生命陷入昏迷。等人们再次醒来，世界已经大变，80%的人类变成丧尸，人类文明开始崩塌。此时，胖子开车，我正坐在副驾驶中，望着高速路旁那欢迎来到同事的广告牌，眉头紧锁，眼神中又多了一丝谨慎。同事这个地方前世我没来过，但是我有听闻过这里的一些传言。传说中进入同事的人，不是被吃了，就是变成了丧尸。这是一座有进无出的死城。上一世，我记得明丘大学的幸存者分为了2波，一队直奔10世，我就是其中之一，而另一队幸存者们条件更好一些，他们在末世里并不是那么着急，于是选择在这里临时落脚并寻找一些物资。但在那之后，我就再没遇到过他们，整整10年完全销声匿迹。他们是死了吗？前世的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隐去眼中的疑惑，转过头淡然地让众人检查装备。进城之前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同事可不是安哥镇那样的小镇，这个城市的人口足有300万，没有人知道这个城市里到底隐藏着什么。那些丧尸们是分散还是聚集？还有多少人活着？4人驱车进入城市，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很久，我们却连靠近市区都很困难，只能不停地在周围的几条道上徘徊。每处地方都有丧尸，他们真的无处不在。你们要找的人具体在什么位置？我感觉今天找人不太现实了，天太黑了，晚上的情况对我们很不利。上九弟显然也是发现了这点，他的面色很焦急，今天恐怕是找不到了。我不确定他是否有离开，但应该就在市中心。我眉头紧皱，他说的并非没道理，如果那个人还活着，应该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你们要找的同伴到底是谁？我忍不住好奇。一个女人，叫她13吧。上九弟眼神里满是忌惮，连一旁性格很活泼的洛小小此时都是异常安静，和她平时的作风完全不相符，真是古怪。我不再多问，吩咐陈少爷继续开车寻找落脚点。路过一家中小型的超市时，我吩咐众人下了车，片刻的功夫就将里面的110来只丧尸一一处理掉。也正是超市里有这么多的丧尸，导致没有人敢来这里搜刮物资，所以里面的各类食品种类很丰富。而后众人又将超市内进行了简单的打扫，便在这里过了夜。第二天一大早，陈少爷正在把一些食物装进车的后备箱，洛小小的声音却传了过来。我一点不想去找13，他说不定已经死了呢。洛小小忽然发起了脾气，小女孩娇小的身体窝在一张椅子上，正在收拾东西的上九弟皱了下眉，最后还是无奈的劝道：我们都没死，他怎么会死？那个女人。说到一半，上九弟的声音忽然顿住，脸上的表情变得很古怪，有些忌惮，又有些反感。那个女人怎么了？我闻言开口询问。那个女人是个变态。洛小小满脸的不爽。变态？这倒是让我有些惊讶，能让洛小小称作变态的人，那得是个什么样子？老大，装好了。陈少爷满头大汗的走进来，手中还抓着一根啃了一半的火腿肠。我的嘴角勾起，目光在3人身上扫过。出发，去接13。接近晚间，太阳还未落下，城市里的丧尸实在是太多，一行人花了整整1天时间才来到一个孤儿院。刚一进到院子里，我就有种不好的预感，孤儿院怎么会没有丧尸？这完全不合常理。进去再说。上九弟率先下车，大步流星的走了进去，神色着急。洛小小也是迅速跳下车，拎着他那把自动步枪就跟了上去，同样面色焦急。什么情况？洛小小不是讨厌那个13吗？这周遭的环境太诡异了，没有丧尸，也没有人类，但是大厅里的一切都表明这里曾经发生过战斗，还是很激烈的那种。这家孤儿院很小，只有2层，房间全部在2楼。我只一个愣神的功夫就找不到他俩的身影了。上了2楼，用手电筒大致的扫了一下，最后一个房间的房门紧闭，里面有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其他房间都没有人。上九弟和洛小小2人一定在这里面，可是为什么他们一点动静都没有？房门的手把被转开，带着诡异红色的月光从干净的玻璃窗透进来，地砖似乎被擦拭过。我关了手电筒，静静地看着眼前的场景。啊，鬼！陈少爷一声大叫，刚进来他就吓得受不了了，一个劲地往我身后躲。我则是翻了个白眼，哪来的鬼？眼前这个不是丧尸就是人。嘘！洛小小恶狠狠地瞪了陈少爷一眼，同时还用口语骂了一句：叫你一脚。上九弟同样恶狠狠地瞪了陈少爷一眼，但是紧接着他便是紧张地望着前方，那是一个女人，或者是女丧尸。她穿着白色的连衣裙，皮肤诡异的光洁干净，站在窗边一动不动，而她的手正滴答滴答地落下一滴滴液体，在一旁的地上积了小小的一滩，那是黑色的血。13。忽然间，上九弟的声音轻柔地响起，我第一次听到他用这么轻柔和小心的语气说话。你跟我们走吗？穿着白裙的女人轻轻摇了摇头。上九弟为难起来，轻轻向前踏了一步，想要上去
劝说。这番动作似是刺激到了13，他猛地抬起头，一双眸子寒如冰，叫滚！我望着女孩抬起头的那张绝美容颜，整个人不住地颤抖起来，双目满是不可置信。怎么是她？竟然是她！上九弟原本是个很张扬的女人，但是她在听到13的呵斥之后，脚步猛地就顿在原地，整个身体僵硬着，一动也不敢动。骆小小则是竭尽所能地将自己的身躯隐藏在黑暗中，拼命地降低存在感。同时，她娇小的身子竟然也颤抖了起来。两个女人都在害怕。女孩冷冷地望着眼前的4人，她的眼神充满了攻击性，冰冷又嗜血地在我的眉心、咽喉、心脏等致命部位一扫而过。她下意识地能察觉出我的威胁最大，而把陈少爷吓得魂不附体，让上九弟和骆小小都不敢动弹的情景，就是在那张被女孩背靠的办公桌后面。那是堆成小山的头颅，整个孤儿院的人都变成了丧尸。我的眉头紧紧地皱着，眼神很复杂。我实在没有想到上九弟和骆小小口中所说的13竟然会是她，也没想到这个女人在末世刚爆发的时候竟然是这种情况。原来如此，难怪上九弟和骆小小的态度会这么古怪。这个女人的确很特别，身份也特别，性格更是特别。她很有名，末世10年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是穿梭于3大势力之间又独善其身的狼牙头领，后世被誉为人间杀气的女人。此刻，我在上九弟和18惊愕的目光下，径直走向了13。在对方杀意即将爆发的一瞬间，我突然开口：“白允，你不想回白家了吗？”静赖无声。紧接着，上九弟和骆小小手中的枪同时掉在地上。这种惊讶和冲击感足以和末世和丧尸的存在相匹敌。楚寒他怎么知道的白允的？白允也是猛地抬起头，双目瞪得很大。你是谁？这是他今天除了滚这个字以外说的第一句话，声音有些沙哑，很招人疼惜。我微微一笑，白允的情况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他是在这个孤儿院长大没错，但他不是孤儿。我叫楚寒，我也知道白家，这下能跟我们走了吗？转眼来到了末世爆发后的1个月，此时我们已经离开了同事很远，2辆汽车在高速上一路狂奔，车窗打开，吹得白允的长发不断飞舞。这个女孩很奇怪，她的感情似乎有一部分是缺失的，不知道害羞，不知道男女之情，也不知道害怕和紧张。就像现在，她就这么直视着我，眼中没有任何温情，只带着一股淡淡的好奇，甚至不像是在看一个活人。我将目光从她的脸上收回，紧接着抓起对讲机：“陈胖子，准备停车。”2辆车停靠在路边，这是一处荒野，马上就要天黑了，今天晚上要在这里休息一夜。很快，就在太阳彻底落山之际，饭香味已经传了过来。车旁被清理干净的空地上有一簇篝火，哪怕是8月初，末世里的黑夜依旧很冷。陈少爷大口大口吃着肉，一碗饭2、3口就能解决。他的声音含糊不清：“老大，我们接下来直接去安罗市找你的父母吗？”听到陈少爷的话，骆小小和上九弟同时沉默下来，欲言又止。我微微一笑，中途不是路过石市吗？那就先去一趟石市吧。到了石市我们就分开。上九弟的嘴唇蠕动了一下，喉咙哽咽说不出话。他知道一旦分开，说不定就再也见不到了。他突然有些舍不得。骆小小瞬间就红了眼眶，饭也不吃了，当的一声把碗放了下来。听话，我的声音第一次带着温暖。去安罗市太危险了，我不能带着你们，可是我不想和你分开。骆小小直接哭了出来，一双灵动的大眼睛眼泪汪汪的，就像是被主人抛弃的小猫。气氛安静下来，众人默默地吃着饭，直到用餐结束都没有人说话，众人的情绪都很低落。白允呢？忽的，上九弟猛地惊醒，他拿出手表看了下时间，白允刚说要去湖里洗澡，这都洗了1个多小时了。诡异的气氛猛地延伸而开，我回转过身看向湖面，依旧平静无波，看不到白允的身影。陈少爷，你看着这里，上九弟和骆小小跟我去看看。我先一步走在前方，脚步踏进水中，发出扑通扑通的水花声。忽然，我的脚步一顿，一阵水花声在远处时断时续。那是白允，女孩背对着我们，站在远处的水中。我靠，洗澡洗这么久，骆小小气疯了，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洗澡跑那么远干嘛？她的声音并没有刻意掩饰。白允听到了声音，回转过身，就这么毫不掩饰地转了过来，将堪称完美的身躯呈现在众人眼前，没有一丝正常女人该有的情绪。可嗨嗨，骆小小惊的口水都呛到了自己。上九弟刷得满脸通红，他悄悄地往我这瞄了一眼，眼下的我竟然没有一点绅士风度，完全没有回避，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上九弟心中不知怎么的涌出一股酸味。就在2人被白允这般直接的举动给惊得不知道如何反应的时候，一阵浪花突如其来的打了过来，骆小小的惊叫声猛地响起，上九弟粉红的脸颊也刷得变白，惊恐地看着前方的水面。这片湖很清澈，水底的场景在月光下映照得清晰无比，一双双森白的瞳孔像是水鬼般一眨不眨地看着这里，尖锐的獠牙在水波的冲刷下一浮一起，全部都是丧尸，水底有大量的丧尸，那一颗颗脑袋密密麻麻的像是蜂窝聚集在一起，随着水浪的冲刷，缓慢地向着我们的方向而来，带着淡淡的血腥气。丧尸不挑食，任何生命都吃，水里有丧尸并不奇怪，鱼的鲜血也很美味。拼命后退的声音在水中响起，骆小小吓得都快
快推到岸边了。上九弟猛地颤抖起来，哪怕她再坚强，也是个正常的女人。猛然看到这幅场景，没直接吓得魂不附体已经很不错了。这是你杀的？我的目光直视着远处的白云，这些在水底一浮一起的丧尸数量骇人，但全部都死了。是，白云只回答了一个字，紧接着便继续洗澡。上九弟和洛小小此刻已经震惊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心中都有一个疑问：他到底是不是人？我深吸了一口气道：远点的地方也不干净，腐肉和黑血很快就会散发过去。你洗完了早点出来。白云依旧淡淡的回应，但洗澡的速度却明显的加快。显然我的话他听进去了。我最后看了眼满是丧尸尸体的湖底，便回转过身走向岸边。洛小小和上九弟早就跑得没影了，不仅是被这群丧尸的头颅给吓的，更多的则是领教到了白云的恐怖。这么多的丧尸在湖底，他特么竟然还能淡然自若的在里面洗澡，哪怕他特地走到了远处，待在没有被丧尸腐肉污染的水源，那也完全不对劲吧？谁家正常人能做出这种事？哪怕他特地走到了远处，待在没有被丧尸腐肉污染的水源，那也完全不对劲儿吧？正常人能做出这种事儿？5天后，楚寒等人已经驱车在高速上快速的行驶了5天，也幸亏货车上的食物充足，让他们一路狂奔，不需要停下来补充物资。而此时，他们已经距离石室相当近，用不了多久就将到达。但是楚寒却没有立即奔向石室，他带着几人下了高速，来到了一块四周都是荒野的地方。这是一条笔直的公路，没有高速的防护，这条路在末世来临后就变得坑坑洼洼，很难走，几乎每100米就会出现各种障碍物。路边的杂草也长得像是藤蔓一般，完全脱离了草这个字，又高又茂盛。G55在前方行驶的速度很快，那些杂乱的障碍物被楚寒一脚油门撞开，发出砰砰的巨大声响，直接冲出了一条道。陈少爷在楚寒后面开着货车，一路心惊胆颤。老大这副样子，活像是要去开车撞墙一样。几人紧赶慢赶，终于在太阳落山之前，将车开到了一处宽广的建筑物前。四周很空旷，一望无际，视野所触及的范围内只有这一个建筑。驱车驶入，几只丧尸从角落里扑来，被G55高大的身躯撞得头破血流，留下一路的黑血和腐肉。这是一家废弃的工厂，因为末世，因为丧尸，这家工厂被折腾得很萧条。墙面上混杂着丧尸和人类共同的血迹，已经干涸发黑，分不出彼此。墙边的地上是一堆散落发黄的人骨，好几根都断了，几颗头颅骨上还沾着头发，像是球一样滚落在一边。将车停好，几人小心翼翼地下车。好奇怪，骆小小皱起眉，丧尸怎么这么少？你杀丧尸还杀上瘾了？陈少爷不屑一顾，之前在同事的尸潮那是特殊情况，这里荒郊野外的能有多少丧尸？陈胖子说的没错，这家工厂在末世爆发时不会有多少人，又是在这么偏僻的地方，不会有危险。上九弟给骆小小打着定心丸，紧接着他看向楚寒，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楚寒将目光从G55的车身上收回，语气平淡，这是冶炼厂，我需要把我的武器改造一下。自从力量天赋开启后，手中的这把斧头就显得有些轻了，他需要一把更大更重杀伤力更强的武器。一把更好的武器不仅能节省更多的时间，更是能够化解更多的危机。而且楚寒的目光再次投向G55，说不定这辆车还能加强一番。楚寒哥哥好厉害！骆小小投来崇拜的目光，这把斧头除了楚寒，没人能单手挥得起来，骆小小更是连推都推不动。白允儿呢？上九弟的目光在四处寻找，一眨眼怎么又不见了？楚寒盯着冶炼厂黑漆漆的大门，里面没有一点光亮。他已经进去了。真是没组织没纪律。骆小小抓准了一切机会，在白允儿背后抱怨道。不过无论他再怎么不满意，也毫无他法。实际上白允儿能跟他们一路同行已经很不错了，这其中还是因为这个冷冰冰的女孩对楚寒有着某种好奇心理在作祟。上膛，楚寒将子弹分配，手中的铁斧紧握。我们进去看看。第92集，漆黑的通道除了几人的脚步声，没有一丝声音，仿佛这工厂就像它的外壳一样，是被废弃的地方，一片死寂。楚寒走在最前面，打着手电筒，上九弟和骆小小走在中间，陈少爷断后，
整条通道寂静无声，只有陈少爷因为紧张和害怕而发出的粗重喘息，活像是刚跑完马拉松。脚下的道路有些打滑，在手电筒的光亮照射下，可以看见那是腐肉和黑血，东一簇西一块的散落在不同地方。偶尔有一两只丧尸从地上苏醒，发出类似于鬼怪的恐怖嘶吼声，但还未来得及站起身，就被楚寒一斧头打爆了脑袋，将这一方地面染上了更多的黑血。人间地狱也不过如此。整条道路都是这样的场景，机械的脚步声，一两只丧尸的陆续出现，昏暗的好像没有尽头的走廊，摇晃不停的手电筒，没有多少差别的场景在不断重复。走在最后面的陈少爷猛地咽了咽口水，粗重的呼吸昭示着他有多么胆小，仿佛下一秒就会被这恐怖的环境吓晕过去。又是两只丧尸被楚寒一斧头同时打爆脑袋，黑血喷洒在墙面上，形成一道极有特色的图案。反复类似的场景让陈少爷的呼吸越来越重，额头上的汗水拼命地往下落，手中的枪也开始打颤，双目不断地在四周飘来飘去，心跳声似乎就要盖过几人的脚步声。这条通道仿佛没有尽头，他们一直在走，不知道走了多久。往下！忽然，骆小小清脆如同铃铛的声音乍然响起。陈少爷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魂不附体，差点一跟头栽倒。陈少爷的声音很大，前方的楚寒和上九弟都同一时间回过了头。陈胖子，你走就走，用得着吓成这样吗？喘得跟头猪似的。骆小小猛地就转身对着陈少爷一声大吼，竟然还对着我喷口水！骆小小的喝骂声让陈少爷惊慌的心情稍稍平复了一些。刚刚几个人机械无声的样子太可怕了，他还以为进入到了什么无限循环的次元空间。看向前方，那是一扇敞开的门，他们终于走到尽头了。陈少爷擦了擦额上的汗，讪讪的道：我哪有喷口水，那是汗。猫！骆小小不依不饶，明明就喷了，我都感受到了。说着，小女孩还抹了把自己的后颈，把小手伸到了陈少爷面前。看，这么多水，你流汗能流成这样？不好意思啊，可能喷了口水，我没注意。陈少爷摸了摸脑袋，忽的他的动作一顿，双目猛然瞪大。叫毛啊你！骆小小喝了一声，但是紧接着他的声音忽然拔高。怎么了？上九弟立刻走上前，声音慌乱。陈少爷和骆小小没有一个人理他，还在那里不停地惊慌大叫，尖叫声很响，仿佛要把鼓膜都震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说啊！上九弟急得都快崩溃了。血啊！陈少爷的声音打着颤。血？哪里？昏暗的地方让上九弟看不清情况，他连忙回过身，对着一直默默注视着没有反应的楚寒道：楚寒，手电筒照一下。楚寒却是没有听到上九弟的话样，将手电筒照过去，反而是将手电筒的灯光对着另一面那扇敞开的大门。我觉得你们最好离开原地，到我身后。什么？上九弟被这连环的叫声弄得有些反应不过来，但当他抬起眼看到楚寒的目光时，身躯顿时一颤，一股极为惊惧的感觉猛地涌出。那是一双深邃带着强烈压迫感的黑色瞳孔，映照着一种极致的杀伐感。他很少看见楚寒流露出这样的目光，到底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儿？到底怎么了？楚寒手中的斧头缓缓放平，斧刃上的寒光很犀利，他将左手上的手电筒递出，声音平静的却像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兆。别回头，过来。上九弟的瞳孔猛然收缩，他猛地一把将受到极大惊吓的骆小小抱在怀里，右腿极为用力的一脚踹在陈少爷的后背上，力度之大让接近200斤重的陈少爷一个踉跄就进入了门内。同时，上九弟的身体像是炮弹一样猛然飞奔上前，一把接过楚寒递出的手电筒。下一秒，陈少爷、上九弟和骆小小已经待在了门内，手电筒的光亮照在对面，将通道后方那条他们走来的路照得清清楚楚。滴答滴答，寂静的空气里滴答声不断，手电筒的光线向上，那是一处横梁，上方几滴鲜血一滴一滴的落下，很猩红，那是人类的血。人类
站在门后的三人脸色猛然煞白，与此同时，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了站在前方的楚寒身上。他的背影还是那般的坚挺，手中的斧头牢牢紧握。丧尸特有的牙床碰撞声轻微的响起，一会儿在上方，一会儿在远处，时远时近，时断时续，听得到却看不见。上方的横梁上还在滴着血，在下方的地面上形成了一滩血渍。楚寒手中的斧头轻轻转动，他静静地站在那里，双眼中流露出的杀意终于在一瞬间释放，暴怒的气息让他浑身的毛孔都舒张开，生命波动强烈到了极致。毫无预兆的，他手中的巨大铁斧猛然挥出，一股液体喷洒，将楚寒周围的地面都洒得温热。唰唰唰，几声破空声在他周身响起，紧接着忽然一静，一个高大的身躯忽然出现，就在楚寒前方不到3米的地方。那是一只丧尸，穿着宽大的灰蓝色工作服，看样子之前是这家冶炼厂的工人。他的左臂被楚寒的斧头划破了一道口子，浓黑的血液正在往下淌。与普通的丧尸不同，这只丧尸身上的腐臭味极淡，并且那道被楚寒破开的伤口上竟然没有掉下腐肉。手中的斧头越握越紧，楚寒的表情开始变得狰狞。他的目光顺过这只丧尸的手臂，停留在了他的爪子上，那是一块被扯下来的衣角。第93集，那衣角是白色的，很轻薄。以楚寒1阶体能进化者的感官，在刚刚和这只丧尸交手的一瞬间就已经辨别出来，这衣角上残留着白允儿的气味，这是从他身上扯下来的。那么消失的白允儿，滴答滴答，房梁上的鲜血还在流淌。对面的丧尸抬起了头，那是一张比普通丧尸更可怕的脸，除去那森白的瞳孔，裂开到耳根的巨大嘴部，2颗尖锐的獠牙突出在外。而最让人心慌的是，竟然可以在这只丧尸的脸上观察到肌肉组织的蠕动。这只丧尸经过了2次变异，2阶丧尸。楚寒的神经猛然紧绷，2阶丧尸和1阶丧尸可是完全不一样，无论是力量还是速度，甚至是思维，都完全脱离了原本的最初级，向着一个崭新的方向迈进。丧尸是基因变异走向极端的生命，他们不是死物，是活的。进食、行动、感官、代谢，他们拥有正常生物所拥有的功能，只是有些退化到0，而有些则是增强到了极致。视觉和进食就是完全向着2个极端发展。丧尸没有视觉，但他们的进食能力却到达了恐怖的地步。进化是必然的过程，他们不会停留在最初始的阶段，这种生物会像人类，会像任何一种生命一样，不停地进化下去。这个世界已经变了，全球黑暗让所有生命的基因全部翻新重组，直到后世5年，这种现象才被确认了一个定律：回炉。一切回归最初，回到原始，自然开始了新一轮的抉择。弱者淘汰，强者生存。对面的2阶丧尸发出了一阵牙齿挤压碰撞的声音，一条比普通丧尸长了许多的舌头从他那张大口中伸出。同样，这根舌头开始有了肌肉组织，有力量，有韧性，其上流下的液体中带着一丝猩红到极致的鲜血。长舌被收回，楚寒清晰地看到这只丧尸的喉咙蠕动了一下，将舌苔上的鲜血吞了进去，味道很鲜美，让对面的丧尸那森白如同白色灯泡一样的瞳孔都眯了起来。丧尸的血永远是黑色的，那这猩红的鲜血是谁的？目光再次扫过这只丧尸爪子上勾着的白色衣角，楚寒的杀意猛然爆发。你吃了什么？轰！楚寒的声音很大，充满暴怒，在这通道里传出了很远，甚至能够听到好几波响亮的回声。身后的上九弟、骆小小和陈少爷都是被惊了一下，当他们的目光触及到那雪白的衣角时，3人的身躯都是猛然颤抖。白允儿，陈少爷双腿都开始打颤。白允儿，那个恐怖如斯的女孩被吃了。上九弟猛地捂住嘴，防止自己因为惊吓而叫出声。
骆小小满脸煞白，他惊恐地伸出自己的手，原本雪白的小手上满是鲜血。刚刚那些液体不是陈少爷的口水，而是从房梁上落到他颈部的人血。这是白允儿的血？怎么会啊？他那么强大，那么变态，怎么会这样？这怎么可能？抬起头，骆小小望着被楚寒挡在门外的丧尸，拥有过人观察力的他一眼就看出这只丧尸的不同，很强大，比白允儿还强。那他们会死在这里吗？一声惊天嘶吼从这只二阶丧尸的口中发出，唰唰唰，一道道风声猛然响起，对面的丧尸已经不见了。但是楚寒能感觉得到，他正以一种极致的速度向着自己而来。铁斧上的寒光一闪，斧刃向着某种极致的角度挥出，斩！一声碰撞声乍然响起，紧接着有什么极其坚硬的东西摩擦在斧面，擦出了一道耀眼的火花。那是这只二阶丧尸的利爪，很坚硬，能轻松地刺入墙壁。楚寒这一次是双臂握斧，喉咙里发出了一声憋着劲儿的闷哼声。这只丧尸的力气很大，速度极快，甚至还有坚硬的利爪和牙齿，哪怕有了精准，他也无法一击必中，因为他的体能是一阶，他的反应神经跟不上这只丧尸的速度。在没有任何地理优势的情况下，一阶进化者被20只一阶丧尸同时包围，可以杀出重围。面对一只只落单的一阶丧尸，可以接连斩杀上100头，而拥有一阶体能又同时开启精准和力量天赋的楚寒，则是可以面对同时包围的100只一阶丧尸，络绎不绝一只只冲上来的一阶丧尸，可以接连斩杀的目前数据为800。但是他现在却和眼前的这头二阶丧尸势均力敌，可见二阶的丧尸是如何可怕。完全不同于一阶丧尸的迟钝，二阶丧尸的一切都翻新了，成倍并且不停增长的数据让这些行尸走肉在末世里横行霸道，长期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直到楚寒重生之前，他们依旧是地球上最危险的生物。因为极限的突破，因为基因的改变，他们会变得空前强大。极限的力量被完全运用，楚寒双臂一挥，噌，一道响亮的摩擦声后，铁斧的表面出现了几道深浅不一的抓痕。唰，那只丧尸退回了几步，他似乎也意识到了楚寒的与众不同，没有瞳孔的深白眼球流露出了一丝微不可见的疑惑。紧接着他再一次一扑而上，这一次的速度更快，力量更大，就像是冲出的炮弹，那森森利爪很尖锐地向内凹陷，闪着危险的寒光。丧尸近了，那伸出的2只利爪距离楚寒的脸颊极近，楚寒甚至能够感受到那股尖锐感，仿佛就要刺入他的双目之中。就是现在，楚寒心神紧绷，身躯诡异地向后一仰，在将身体远离那双寒光凛凛的利爪之时，他的双臂猛然用力，双臂猛然一挥，铁斧由下而上的削出。他放弃了更有力量的斩击，而是选择了另一个角度。他的集中力到达极致，精准天赋最大限度的开启。一阵极为快速的摩擦声，铁斧由这只二阶丧尸的2臂之间插入，以一种极致的速度和力量向着他的下巴削去。紧接着，一声惊天的怒吼从丧尸的口中传出，铁斧的刃面插入了他的下颚骨。楚寒没有放松警惕，二阶丧尸的骨骼不像一阶丧尸那么松软容易破开，2次进化的丧尸骨骼要比普通人类坚硬更多，刚刚那一击并不能置他于死地。第94集，惊天嘶吼从眼前这只二阶丧尸的口中爆发而出，近距离的楚寒甚至可以闻到他口中那充满野兽的气息，以及这只丧尸身上所爆发出来的强烈怒意。门后的张九弟、骆小小和陈少爷同时举起了手中的枪支，枪口竭尽所能地瞄准那只丧尸，而他们的速度却不如楚寒来得快。楚寒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和速度，猛地将后仰的腰身扳直，紧接着身子一斜，堪堪躲了过那还未收回的利爪，铁斧却在同一时间扭转扬起，由上而下斩。整个过程极为迅速，一气呵成的完成，时间不超过1秒。楚寒的速度快，对面的丧尸速度也快，
他已经在楚寒做出这一系列动作的同一时间，急速地向后退去。但楚寒刚刚那一气呵成的动作，还是给他带来的2次伤害。铁斧的刃面直接从他的眉心斩下，破开了一道裂口，依旧不足以致死，但却让他嚎叫着流血不止。他再次发出了一声大叫，退得又快又急，面部竟然浮现出一抹人类才会有点的狰狞表情。楚寒的第3击却毫无预兆地乍然出手，一柄匕首猛然飞出，急速地在空中划过一道漂亮的轨迹，准确无误地对准丧尸那已经裂开口子的眉心处。响亮的破入声，匕首没入了这只丧尸的脑部，黑血顺流而下，将他森白的瞳孔染得乌黑。匕首直接破坏了他的整个脑组织，钢铁制的匕首柄直直地露在外面，伴随着那只2阶丧尸倒地不起，发出啪的一声响亮声音。不管是几阶丧尸，破坏脑部是唯一致死的方式。战斗是楚寒的本能，手臂的匕首他从未取下，而今天这柄一直绑在右手位置的匕首再次发挥出了极致的作用。气氛在一瞬间松懈下来，楚寒重重地呼出一口气。刚刚那一战虽然很快，但他的额头已经密密麻麻布满了汗水，这并不比杀几百只1阶丧尸来的轻松。高度紧张的神经时刻绷到最紧，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会被反杀。军靴踏在地面的脚步声沉稳地响起，楚寒走上前，将匕首从这只丧尸的眉心处用力拔出，其内的脑髓喷裂，涌出了一股小型喷泉一样的黑色液体，并未第一时间将匕首插回鞘内。楚寒将眼前的这只2阶丧尸的后脑勺掰了过来，紧接着扑哧一声，匕首准确地破入其内，手法精准到极致。除却楚寒本身就自带的精准能力，更多的是他做出这一举动的熟悉感。一颗黑色略带透明，类似于水晶一般的晶体从丧尸的后脑勺处被取出，被楚寒迅速地放入口袋。门后的陈少爷、骆小小和上九弟还保持着举枪准备射击的动作，他们还没来得及开枪，楚寒便已经和那只丧尸战斗结束。错愕的表情集体地浮现在3人的脸上，让他们完全呆滞在那里，半天都反应不过来。楚寒连续的3次攻击又快又准，行云流水般的动作，仿佛训练过无数次一般的精准，一次又一次地卡住丧尸的反应空当，给予最强最有力的杀伤力。这就是战斗本能，天生的吗？不然如何解释这种违和感？楚寒明明只有20岁，他明明只是一个大学生，而倒在地上死得不能再死的丧尸，明眼人都能够看出那不是普通的丧尸。换成任何一个人都会瞬间被他开膛破肚，连反应的时间都来不及有。但是楚寒却在一瞬间做到了，那种快速的解决方式让观看的人都没有时间思考，更别说如此精妙不浪费一丝力气就做到的楚寒。他到底是反射神经快还是思维迅速？3个人呆了，完全想不通。走，楚寒将匕首插回鞘内，若无其事地隐瞒了黑色晶体的事儿。他手拎铁斧走到了3人面前，先去找白允儿。白允儿这个名字瞬间将3人停滞的思维拉回。上九弟猛然惊醒，在不可思议地看了楚寒一眼之后，立即重重地点头。白允儿生死未卜，他们必须加快速度。陈少爷自觉地担负起断后的工作，边走边谨慎地四处查看。老大这么厉害，他可不能拖后腿。回炉系统的声音响起得很突兀。骆小小忠诚度到达90%。机械合成音冰冷异常，但在楚寒听来却头一次觉得如此温柔美妙。他低下头看向紧挨在自己身旁走路的骆小小，小女孩亮晶晶的大眼睛里满是对自己的崇拜。好样的，终于到达90%了。忠诚度到达90%就会锁定，一辈子都不会降低了。这个小丫头总算是完完全全被他收服。紧接着楚寒又查看起了积分，很快他嘴角抽搐着，在心中暗骂了一句：这吝啬的系统，一只2阶丧尸的积分竟然只有2个。我靠，这可是相当于100只普通丧尸群殴的能战力啊！他可是拼尽全力的爆发才杀死的，不合理，他要投诉。冶炼厂的内部很昏暗，楚寒一边走一边冷着脸，
一路上遇到的一阶丧尸全部被他用最粗暴的方式解决，黑血溅了一路，行为模式残暴至极。楚寒的不爽很明显，将后方紧跟的3人看得一声都不敢吭。4人没走多远，忽然一阵交错不断的声响便是响起，砰砰砰的连续不断。丧尸还是人类？4人立即加快速度，在急速的奔跑了一段距离之后，一具人类的尸体猛然出现在了几人面前，只剩下了半截身子。从还未凝结的血液来看，此人死去的时间并不长，脸部和皮肤已经被啃食的完全看不出来原样，白色的外套残破不堪，沾满了黑血和腐肉。对面有几只闻到味道的丧尸正在赶过来，那饥饿的样子恨不得一口将这具吃了一半的尸体给整个吞下。除了楚寒，其余3人在看见这具尸体的时候全都是脸色煞白。上九弟的身体猛地摇晃了一下，陈少爷脸上的肥肉因为颤抖而荡漾不停，骆小小更是将整张脸都埋在了楚寒的怀里，恐惧的不敢抬头。因为在这半截尸体的旁边散落着一簇黑色长发，这尸体是个女人。第95集，几处没有被啃咬的雪白皮肤昭示着这具残骸的主人很年轻，长发，穿着白色衣服的年轻女人。白允儿！陈少爷惊恐的声音在颤抖，他死死地盯着地上的半截尸体。这是白允儿吗？共同的想法在骆小小和上九弟心中升起。衣服、长发、年轻的女人，一切的一切都渐渐和白允儿重合。她死了。砰砰砰，前方的撞击声又一次响起，很激烈，伴随着叮叮咣咣什么东西的倒地声一起。因为昏暗的环境，4人都看不清前方到底发生了什么。楚寒的双眼一眯，3两下解决了想要扑上来的几只一阶丧尸，然后脚步快速地向前冲去。身后的3人似乎听不到前方的声音，他们看着地上的半截新鲜尸体，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恐慌、悲凉以及绝望的心情将他们的心情完全填满，仿佛天要塌下来了一般。这个世界崩塌了，没有尽头，没有希望。虽然白允儿不合群，和他们也几乎没有交流，但几人好歹也是同行了很多天，他们并肩战斗过，一起砍过丧尸，一起吃过泡面，甚至骆小小和上九弟都已经和白允儿认识了很多年。这么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们一时间无法相信，他怎么会死呢？他怎么可能死呢？楚寒并不会等他们，他已经越过了前方的障碍物，来到了声音传出的地方。这是一方很大的车间，高大的机械阻挡着视线，地上散落了很多钢棍，很长，足有2米。它们零散地铺在地上，像是从某处被一次性扔下来的样子，彼此之间相碰撞在一起，发出当当当巨大又清脆的声响。楚寒抬眼看了看上方的顶部，空无一物，紧接着目光在四周扫视一圈，除了地上那不断发生碰撞的几根钢棍，再无一丝声音。不对劲儿，外面那条路上还有很多丧尸，虽然数量不多，但丧尸那特有的嘶吼声就没有断过。但是这里这么大的空间，竟然一只丧尸都没有。普通的丧尸可不知道躲藏，他们的鼻子很灵，闻到人味就会立即过来。丝丝风声入耳，楚寒心神再一次紧绷，他站在原地静立，手中的斧头握得尤其紧。忽然，砰！一阵激烈到极致的碰撞声乍然响起，那砰砰的间隔时间差短到了极限，听力不好的人甚至会以为这之中没有空隙。声源就在楚寒前方不远处，那被一座座高大机械阻挡的地带。楚寒一个跨步而上，向着前方狂奔，手中的铁斧已经高高的扬起，时刻待命。唰！猛然间，一个窈窕的身影轻灵地从旁边的过道上窜出，速度很快，竟然没有发出一丁点儿的脚步声。飘扬的黑发有几丝缠在了鲜红的唇角，雪白的连衣裙有些残破，似乎被大力撕扯过一般，短了一大截，露出了堪堪遮住臀部的大腿根儿。冷媚的双眸带着冰冷极致的杀虐，但在看到楚寒的一瞬间，却猛地温度回暖，流露出了一丝若有若无的温情。白允儿，楚寒瞳孔一缩，但他的速度不减，猛地一步上前，手中的铁斧高高扬起，用尽全力一斩而下。
湿热的液体喷洒而出，落在楚寒的脸颊和脖颈，也落在了与楚寒极有默契的错身而过的白允儿衣裙上。一只巨大的黑影猛然向后退去，来不及看清他的面容，只留下了一路黑色的丧尸血。而此时白允儿已经极快地转过头，纤细的双腿一个旋转便是调转方向，长发飞扬，衣裙摇曳，轻灵的如同一只飘飘起舞的蝴蝶，手中长达2米的钢棍唰的一下带起了一股劲风。他没有看楚寒一眼，已经对着那只逃走的丧尸一冲而上。已经冲上去的楚寒同样没有将一丝余光落在白允儿身上，他们追赶的是一只2阶丧尸。楚寒的神经绷得很紧，他实在没想到这里竟然还有一只2阶丧尸，并且从那只逃走丧尸的速度来看，这只比之前他在通道内解决掉的那只更要强上一些。这些畜生进化的可真快啊！几根黑色的发丝飘在楚寒的脸颊，让他忍不住皱眉，看了旁边急速奔跑的白允儿一眼。女孩身上的爆发力让他忍不住心惊。最重要的是，以他1阶体能进化者的感官，完全感受不到白允儿身上的强者波动。不是因为比他强，而是因为这个女孩竟然不是1阶进化者。白允儿是个普通人，普通人的体质就能一次性对抗那么多的丧尸，普通人的战力竟然这么强，开玩笑呢吧？刚刚与楚寒擦肩而过的那种极致反应速度，可是让楚寒都惊了一下。他是把白允儿当成了1阶进化者，才放心大胆地做出了那种举动。因为若是反射神经不好的人，说不定会来不及反应而被误伤。但是白允儿却在瞬间就理解了楚寒的动机，毫不犹豫地向着楚寒的身侧闪过，让楚寒可以肆意地对准敌人攻击。我靠！楚寒差点爆了粗口。难怪这个女人在后世能够走上巅峰，普通人的体质已经强悍成这个样子，她的先天条件也太好了吧？而且这种战斗本能，莫非真的是与生俱来？她可是只有17岁。此刻白允儿和楚寒的动作一模一样，脚步几乎一致，都是快速而又无声的急速狂奔。2道一高一矮、一壮一瘦、一黑一白的身影同时停下，身躯带起的2道风也是同时消失。这是一条死路。楚寒和白允儿停在了一处狭窄的拐角，那只高大的2阶丧尸就站在他们对面，后背紧贴的墙壁，森白的瞳孔已经不像普通丧尸那般带有粘液，而是附着着一层模糊的薄膜。他张牙舞爪，肩膀上的伤口还渗着黑血，身上的肌肉暴起，蓄势待发。楚寒脚步爆发而上，双臂一挥，破空而上的铁斧已经斩出。唰，2米的钢棍在白允儿的手中带起了一阵风，轻灵的身姿紧跟在楚寒的身后。他们的目光都是紧紧盯着对面的丧尸，没有看彼此一眼。2人之间仿佛有着某种极致的默契，全程无交流。第96集。2阶丧尸暴怒着，冲着对他造成流血伤害的楚寒一扑而上，尖锐的利爪笔直地伸出，恐怖的大嘴张到了极致，露出仿佛能够一口咬碎墙壁的獠牙。楚寒不退反进，手中的铁斧硬碰硬的杠上，斧面划过空气，带起了一股强烈的劲风。丧尸的利爪和楚寒的斧面相碰，火星闪耀的光芒刺得人双眼生疼。这时候的楚寒无比羡慕这些丧尸们的视觉弱化，手中的铁斧被巨大的力量压得越来越重，楚寒的额间再次溢出汗水。忽然间，眼前这只丧尸的大嘴猛然一张，嗷！2阶丧尸发出了一声怪叫，嘴部张到极致大，充满血腥味的牙床就这么猛然对着楚寒的脑袋咬下。糟糕！楚寒一惊，想要将身躯向后退去，但手中的铁斧却被眼前的这只丧尸紧紧拽住，扯不动分毫，甚至他还能够听到嘎嘎嘎一阵斧柄要断的声音，要么扔掉斧头，要么就被他咬到。就在千钧一发之际，身后一道白色的身影猛然靠近，2米长的钢棍擦着楚寒的耳边用力刺出，猛地一下刺入到2阶丧尸的嘴里，力度之大让这只丧尸惨叫连连。那条黑色的长蛇被一瞬间搅烂，一股黑血喷了楚寒一脸，也将这头丧尸咬下的动作完全止住。
对面的丧尸开始狂暴。他头一仰，竟然直直地将插着的那根钢棍举起，哐啷一声，愤怒地扔在地上。握着钢棍另一端的白允儿抵不过这么大的力量，体重极轻的她被瞬间抛飞向空中，白色的连衣裙伴随着黑发飞舞。若是此时的楚寒抬头仰望一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白允儿看个彻底。不过他现在根本没有功夫思考这些有的没的，感受到手中铁斧顿时一轻，他想都不想的就一把拔出，同时用最快的速度将斧刃横向由左向右的挥斩。砰！一声巨响，对面的丧尸速度可不慢，两只爪子一伸再次挡住，又是力量与力量的较劲儿。这条死路很窄，两个人并肩战斗根本发挥不开，死角处也没有前后夹击的优势。楚寒好几次挥斧都差点砍到旁边的墙壁，而此时啪嗒一声，他忽然感觉自己的脖子一重，一种极为柔软温热的触感在后颈中产生。紧接着他便是看到了自己胸前的那一双鞋。白允儿从空中落下时，竟然顺势坐在了他的肩膀上。他知不知道他现在的样子很……唰，来不及思考，楚寒的双臂猛然一个用力，想要将顺势对着白允儿攻击的二阶丧尸完全挡住。咔咔咔，这柄铁斧已经到了极限，钢铁制成的长柄已经开始弯曲，巨大的斧面好似随时会裂开。而就在楚寒和这只丧尸较劲的空当，坐于他肩膀上的白允儿再次做出了一个动作。只见他纤细素白的双臂忽然伸出，抱住了楚寒的下巴，然后身躯轻灵的一个后翻，整个身体倒挂在了楚寒的怀里。紧接着双手一个用力，猛然将楚寒的脸埋在了他的衣服里。我靠！楚寒惊得差点斧头脱手，这个女人想干嘛呀？他看不见了。然而很快，白允儿的双腿却是猛然用力的向后一踢，砰砰，两声巨大的声响。她穿着一双高跟靴，这是楚寒之前就极为不理解的地方。这个女人怎么穿着这么尖的跟还能跑步，而且还跑得那么快，脚步无声？不过此时听到那两声破击声之后，她立刻明白了过来，这双鞋是白允儿的武器。此时一阵凌乱的脚步声传来，刚刚赶到的陈少爷、骆小小和尚九弟三人恰好看到了两人拥在一起的一幕，那劲爆的姿势让陈少爷和骆小小的嘴巴都张成了 O 型。不是吧，这两人？白允儿轻灵的身体已经顺势落下，背对着楚寒站立于前方，视线再次明亮起来。楚寒刚抬眼，便是听到对面的丧尸一声吃痛的大吼，那森白的双目满是黑血。刚刚白允儿竟然用鞋跟戳破了他的双眼。忽略掉这诡异的攻击手段，这个女孩腿部的力量真的是够大。二阶丧尸和一阶丧尸不同，他们比普通丧尸强大了100倍，但进化使他们再次拥有了痛觉，吃痛会让他们下意识地收回力量。就像眼前的这只，他紧握着铁斧的爪子猛然收回，捂住了自己的双眼，口中不停地大叫。这一瞬息的时间让楚寒双目猛然一立，就是现在，唰，铁斧带着劲风强力的挥斩而出，笔直地对准了丧尸的脑袋。站立于楚寒前方的白允儿就在那铁斧所能触及的范围之内，时间来不及让楚寒提醒他躲开，但是从头至尾和楚寒没有一句交流的白允儿却像是背后有眼睛一般，身躯猛然一低，双臂抱着楚寒的一条腿，一个借力就向着后方滑过去。整个过程又快又直接，他根本没有顾及他刚刚是贴着楚寒的某个部位擦过去的。与此同时，一声巨响，沉重的铁斧和丧尸的脑袋撞击在了一起，将他的两只眼球都打得飞了出来，啪啪地撞在了墙上。同时黑血也从耳廓处喷洒而出，整颗脑袋被一分为二。巨大的身躯倒在地上，这个时候的楚寒才有机会观察这只二阶丧尸。他比之前那一只丧尸更加高大，无论是速度和力量都更强，是一只完全进化的二阶丧尸。偏过头看了立于后方没说话的白允儿一眼，女孩的目光依旧没有情绪，像是一台机器。但是楚寒永远都忘不了刚刚他如此直接毫无顾忌的举动。目光下垂，大概是因为刚刚的剧烈动作让白允儿的连衣裙有些散乱。转过身，楚寒佯装是在观察丧尸，实际上却是趁机将这只丧尸后脑内的黑色晶体取出。
这东西在一阶丧尸的身上可没有。感受着回炉系统的积分增长了2个，楚寒极为不爽地回过身，看向了陈少爷等人。打了这么半天，才2个积分。打扰到你们了。尴尬中，骆小小鬼畜的声音响起，他边讪笑着边向后退。白眼儿，你没事，真是太好了。还有楚寒哥哥，你们继续。陈少爷也是一个表情，一副看到了不该看的画面一样。第97集，一阵尴尬的咳嗽声响起，陈少爷和骆小小都是别过眼，四处乱看，余光却时不时的往这里瞟。衣衫凌乱的白允儿，低头不语的楚寒，怎么看怎么有问题。更何况他们刚刚那个暧昧的姿势，摸到了吗？还是亲到了？楚寒正低着头数着自己的积分，对几人毫无反应。手中的2颗晶石在口袋中有些凉，一只2阶丧尸积分太少了，花费的力气还不如多杀几只普通丧尸来的合算。看到楚寒不说话，古怪的气氛顿时在5人之中蔓延。白允儿似乎没有感情细胞一般毫无反应，骆小小和陈少爷默契地对视了一眼，眼中的八卦意味异常明显。这只丧尸是怎么回事？还有我们在外面看到的那具尸体是谁的？那可是没死多久的。上九弟是唯一一个还能正经说话的人，对白允儿的担心放下之后，他便是察觉到了不对劲儿。不仅是那具身材和白允儿很像的尸体，还是之前走道上的那具丧尸，以及此时躺在地上的这只，竟然需要楚寒花费那么大的力气去杀，这明显不对劲儿。楚寒摸着手中的2颗晶石，他忽然抬起头，意味不明的目光在3女1男的身上打了个转，把除却白允儿在外的3人看得身子一寒。陈少爷和骆小小同时身子一抖，他们倒是没在意上九弟的话，八卦的心思让他们把眼前的细节忽略。2人考虑的东西完全一致，都和楚寒有关。这种事儿被人撞破，肯定很不爽吧？老大，陈少爷的声音打着颤。你干嘛这么看我啊？我知道我错了，我什么都没看到。蠢死了！骆小小连忙骂了一句，紧接着对着楚寒拼命的卖萌。楚寒哥哥好厉害，32下就解决了这只大家伙，好厉害好厉害！上九弟的嘴角抽了抽，在扫过白允儿一眼之后再次开口。白允儿，你之前有遇到活人吗？还有这只丧尸是不是有问题？白允儿没有答话，双目盯着楚寒插在裤兜里的手。被集体无视的上九弟心中一团气猛地涌上来，情况这么紧急，这些人一个个都在想什么？白允儿竟然也会思春？楚寒没注意到周围的情况，他此时的目光直勾勾地顿在了陈少爷身上，从上到下的打量了好几眼。老大！陈少爷扑通一声抱住楚寒的大腿。老大，我什么也没做呀！喂，楚寒在脑中毫不客气地问起了回炉系统。这晶石是可以激发异能的吧？黑色晶石每颗5个积分回收，2枚晶石可激活异能。系统的声音冷冰冰，可回收5个积分。楚寒一愣，难怪他怎么说2阶丧尸的积分这么少，原来是在这里。我用的话能否开启异能？楚寒问道。宿主为无异能体质。回炉系统的声音冷冰冰的。靠！楚寒骂了一句，黑着脸继续道：陈少爷现在激活异能的几率是多少？之前楚寒就想过这个问题，这一世的陈少爷射击能力简直弱成了狗，按照这样的天赋，无论他怎么努力练习，都不可能达到后世战力第20名的巅峰状态。所以楚寒猜测陈少爷可能是拥有了某种异能。异能是末世好几年之后的说法，实际上在最初时它被称之为强化。人类也是分为了强化者和进化者2种分支，两者相同的是他们都拥有等阶，这就是人类这个种族的基因突破。强化者的定义很简单，就是某种能力的极致突破，这种突破很极端，普通的是可以是视觉、听觉、嗅觉等五感，或者是比较特别的，例如智力、代谢等，种类很多，甚至有些鬼畜的强化者是指甲生长。这种强化一旦到达了极致，那种恐怖的程度便能够称之为异能。
而进化者则是另一种温和的方式，前期不如强化者来得厉害，因为它不会乍然让一个人拥有一方面的极限能力。进化者是一种体能的提升，各项指标的突破。进化者大部分都比强者弱很多，不过若是进化者的后期进化等阶达到一定地步，所爆发出来的战力甚至会超越强化者也说不定。当然，可以做到这种程度的进化者少之又少，后世走上巅峰的白允儿就是其中之一。几率10%，系统的机械合成音响起，才10%的几率。楚寒皱了皱眉，太低了。强化者出现比进化者晚。上一世他所知的情况是，末世爆发3个月后才出现第1名强化者，是极为巧合的情况下出现的。当时那个人是想自杀，才在绝境时一口气吞了2颗黑色晶石，导致成为了拥有异能的强化者。因为就像回炉系统所说，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激发异能的体质，像楚寒自己就没有。强化者的异能激发条件很苛刻，需要的原材料是2阶丧尸的2颗黑色晶石，并且需要在极限战斗完全爆发之后服用才可能成功。普通人若是没有任何异能体质，吞1颗晶石会直接被感染，若是有异能体质，吞1颗也是没用。但若是在寻常状态下吞2颗，很有可能就错失了激活的机会。哪怕有这样的体质，下一次激活时的几率也会降低很多。所以说，强化者的异能如何激发以及具体的流程是很久之后才被研究出来的。末世刚刚爆发的时候，强化者堪称国宝级别的稀有。老大，陈少爷还在抱着楚寒大喊大叫：“你不说话太可怕！老大，你从来不笑，你笑一个呗！”滚！楚寒一脚踢在了陈少爷身上，心中则是想着如何让陈少爷发挥一下极限战斗力，然后让他开启异能。一个强化者在末世前期可是一大杀器，那种极致的强化若是开启得好，说不定陈少爷能够超越前世的巅峰状态也说不定。你们，上九弟已经忍无可忍，你们无视我！砰！说着，他竟然一拳重重地砸在了旁边的墙壁上。第98集，砰！那一拳砸得很响很重，以至于让众人有种墙面都在颤抖的错觉。一缕鲜血顺着上九弟的指缝流下，染得猩红，但他却毫无所觉，气愤的声音带着硝烟味儿：“你们都没听到老娘说话！”陈少爷整个身子都吓得一抖。上九弟虽然有时候会有点嚣张，但是很少会这么暴走。骆小小不要命的来了一句：“霸气的老九又回来了。”小女孩铃铛般清脆的声音里满是戏谑，语气充满了看好戏的意味。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好似完全不在乎一瞬间紧张的气氛。楚寒的目光在上九弟的手上打了个转，紧接着伸出手指了指：“你流血了。”我知道。上九弟气得恨不得咬碎牙，他流血了，这个男人一点竟然都不担心，还摆出这么无所谓的表情，气死他了。想着，上九弟又加了一句：“我不怕疼。”楚寒正在检查铁斧，这把斧头已经到了极限，再不加固一下，恐怕真的会碎。斧刃上开始有了丝丝裂痕。听到上九弟类似于赌气的话，楚寒也没多想，顺口就来了一句：“你怕不怕疼不是重点，重点是血腥味会引来丧尸。”众人同时呆了一下，陈少爷上下打量了楚寒好几眼，他老大的情商没问题吧？骆小小的表情更古怪，上回在仙果基地，楚寒哥哥不是那啥了吗？怎么现在是在吵架吗？白允儿偏过头看了楚寒一眼，紧接着又看了看上九弟手上蹭破皮的伤口，女孩竟然微不可见的点了点头。她也觉得会引来丧尸。上九弟气得咬牙切齿，楚寒关心的重点是会引来丧尸。你放心。女人恶狠狠地将拳头从墙壁上挪下，钻心的疼痛因为气愤而被忽略。她的声音充满冷意和霸道：“丧尸来了，我来扛。”楚寒点了点头，看了他一眼，一脸的正经：“我敬你是条汉子。”咔，仿佛卡壳了一般，众人都是呆滞地看着他，被震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敬你是条汉子，这话楚寒是怎么说出口的？上九弟彻底呆了，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楚寒，莫非这个男人和白允儿一样，在感情上是一根筋？看不出来他现在的心思吗？骆小小双眼猛然一亮，楚寒哥哥好特别呀，这么强大又不张扬，现在竟然还会说冷笑话。陈少爷想笑，拼命地憋着，差点把自己憋坏。白允儿的反应更加精彩，她竟然仔细地看着上九弟，目光好似能将上九弟穿透，声音依然凉凉的。汉子。上九弟偏过头，已经完全不知道说什么了。而就在这时，一只大手忽然覆盖在了他的手上，轻轻抬起，手法并不温柔，甚至有些粗暴，弄得他有点疼，将他擦破皮的手包扎了起来。上九弟惊讶地看着眼前闷不吭声的楚寒，年轻的面容上一直都是这副表情，认真地包扎着。一丝感动在女人的心中升起，什么嘛，原来还是会关心她的呀。可惜这个想法刚刚升起，楚寒的下一句话就让上九弟彻底崩溃。还是包扎一下吧，免得血腥味散发出去，引来丧尸。你这个……上九弟猛然甩开楚寒的手。臭男人！没有光线的车间不是个安全的地方，楚寒不确定这里还有没有第三只二阶丧尸。几人脚步无声地在工厂内穿梭，他们要找一些材料改装G55。此外，那名死去不久的女人尸体是个问题，也就是说这里可能还有其他人。几人在工厂里绕了一大圈，最终5人的脚步同时停下。楚寒脸上的疑惑很浓，因为前方竟然若有若无地传来光亮。有人，存在二阶丧尸的冶炼厂竟然有活人，这很不合理。二阶丧尸的强大不言而喻，按理说这个地方的人类早该被吃光了才对，莫非那2只丧尸是刚来不久？凌乱的道路上满是散落一地的钢铁制品，散发着一股铁味儿。前方的微弱光亮将几人的影子向后拉长，这是一处很大的空间，隐隐约约的灯光离得有些远。是地灯。骆小小轻声地在楚寒身旁开口，这里有发电机。有发电机并不奇怪。楚寒一马当先地走在前面，大步流星，却不发出一丝脚步声。几人跟在他身后屏息凝神。这个冶炼厂有些诡异的可怕。忽然一声突兀的声响，楚寒猛地回头，手中的铁斧已经做好了攻击的角度。白允儿的双眸也是在一瞬间杀意涌动，上九弟一把将骆小小搂在怀里，手中的枪口对准那声源处。那是陈少爷。200斤重的大胖子被吓得脸上肥肉一阵发白，他的双手忍不住举上头顶，目光惊恐地看着对他释放杀意的同伴们。我！楚寒嘴角狠狠地抽动了下，估计是陈少爷太胖，这里的过道又窄，不小心碰到了什么零件。上九弟呼出一口气，擦了擦因为惊吓而流下的虚汗。白允儿眼中的杀意渐渐收回，目光下意识地在周围观察。靠！骆小小不出意外地爆了句粗口。你神神叨叨的干什么呢你？抱歉。陈少爷讪讪地笑着。刚刚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把我的鞋子割着了。什么好玩的？骆小小还处于好奇心膨胀的年纪，见到没有危险，竟然胆大的开始在地上寻找起来。这个在我脚下。陈少爷从地上捡起了什么东西，伸出手摊开，借着昏暗的光亮，众人隐约能够看得清楚，那是一颗钉子。毛啊，原来只是个螺钉。骆小小不满意的撅了撅嘴。我还以为是手指头啊、头盖骨啊之类的。小丫头，你呀胆子也太大了。陈少爷白了骆小小一眼，心中忍不住的有点惆怅。这一队人中就属他最没用，胆子最小，会不会给老大拖后腿啊？骆小小得意的扬了扬头。有楚寒哥哥在，我才不怕呢。也是，老大在呢。陈少爷憨厚一笑，不在意的将螺钉扔到地上。等等，楚寒却是在这时突然发声，语气严肃：“把那东西给我看看。”第99集。这个，陈少爷将地上的螺钉捡起，丈二摸不着头脑的递出：“这螺钉怎么了？”楚寒接过这颗螺钉放于手中，冰凉的触感，这是钢钉，双目在其上扫过，看起来似乎一切正常。
但手指轻轻摸到那弯曲的尖端，楚寒的眉头忽然紧皱起来。上九弟察觉到了楚寒的情绪不对，微微一愣道：螺钉怎么了？在这样的工厂里，地上有掉落的螺钉不是很正常吗？骆小小四处乱看着，忽然看到了什么，双眼一亮，蹦跶着就走上前去。白允儿的双目微眯，盯着远处微弱的那处光源，没有注意到骆小小正向着黑暗处越走越远。陈少爷这时也凑上前，他相信楚寒，楚寒察觉到不对的地方就一定有问题。老大，有什么问题啊？楚寒的声音不大，但却闪烁着一股阴霾。螺钉断了，上面粘着的碎屑似乎是骨头上的。骨头、丧尸、人类，气氛一瞬间冷凝，种种猜测在众人脑中浮现。哒哒哒，忽然间一阵区别于枪支的高频率声音忽然响起，几人同一时间向着旁边闪去，躲进两旁高高堆起的杂物中间。可就在这时，骆小小猛然惊叫的声音在远处响起。骆小小！上九弟一声大叫，就想要冲出去把骆小小拉回来。糟糕！楚寒一惊，一个没注意，竟然让骆小小离开了他的视线。他猛地一把伸出左手，将上九弟拉回来，顾不得女人的挣扎，死死地将她按在自己胸口处，同时右手中的铁斧落地，一柄小巧的手枪咔嚓一声上膛。枪声猛地响起，对准声音的来源。他已经判断出来了，那哒哒声是钢钉枪的声音。他们一路向着光源的方向走，但是敌人却隐藏在他们身后，甚至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尾随的，也不知道对方是多少人。这种时候根本不用考虑丧尸，那些畜生可不知道怎么用钢钉枪。这个冶炼厂果然有活人。枪声响过之后，整个空间一片寂静，对方应该是被震慑住了。远处的微光还在那里，就像是一个陷阱，等着人走到这个地方，隐藏在暗处的野兽就会瞬间暴起攻击。上九弟沉重的呼吸声在楚寒的胸口呼出，女人的心跳如同高频率敲击的钟，咚咚咚的不停。楚寒皱起眉，一边死死地侧耳倾听那边的动静，一边用空出来的左手轻抚女人的后背，这完全是他下意识的举动，本意是想让上九弟的心情安稳下来，不然以他一阶进化者的体能，这么大的心跳声是会影响他敏锐的五感。上九弟还没有从惊慌中回过神来，猛然感受到楚寒的抚摸，本就敏感的他忽然一阵紧张，少女心夹杂着惊慌一起，让心脏更加剧烈的加速跳动起来。他竟然摸她，咚咚咚咚咚咚。楚寒的手一顿，我靠，搞毛啊！这个女人的心跳怎么更激烈了？简直如同魔音入耳。而就在此时，哒哒哒哒哒哒，对面那钢钉枪的激烈声响再次响起，伴随着一阵微弱的哭泣声。骆小小，楚寒猛地一把将上九弟扔在一边，对方是人类，他放弃了斧头，而选择了更为灵巧的手枪，一个翻身躲过了飞过来的钢钉。楚寒贴着墙壁一路匍匐，骆小小就在不远处，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在四周蔓延，还有他努力抑制的抽噎声。没死就好。楚寒心中定了定神，已经适应昏暗的双目不断地在四处摸索，周围全是障碍物，各种材料堆得乱七八糟，方便他和骆小小的隐藏，但也同样方便了敌人的隐藏。他可以正面对抗上百只丧尸，但是面对人类却不得不提防。人类这个种族最大的优势就是利用智慧去奸诈。哒哒哒的钢钉枪声就没停过，前面一地的尖头钢钉，贸然前进，一不小心就会暴露自己。楚寒自己一个人完全躲得过，他害怕的是这会威胁到骆小小的安全。他平时再怎么土匪暴力，也毕竟只是个12岁的小女孩。躲在暗处的陈少爷和上九弟心中一阵着急，对方是谁？明明都是人类，为什么贸然对他们出手？他们没有争夺食物，没有冒犯过谁，理由呢？白允儿站立在角落中，没事人一样的双手抱胸，她的目光冰冷，不似人类。掠过紧张到出汗的陈少爷和上九弟，白允儿黛眉微皱后便无言地偏过头。生与死对她来说不过是一个字的区别。骆小小死了，她不会有任何感觉。她之所以在这个队伍里，不过是因为楚寒说出了一个她想知道的信息：白家。
枪口直直地对准声音的来源。楚寒的能见度比普通人要高，眼前的场景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片漆黑，但是体能已经是1阶进化者的他却能辨别出细微的东西。那是叠放在一起的钢板，中间有几处缝隙，从钢钉枪的声音可以判断出对方只有一个人，钢钉飞出来的方向就是其中一个缝隙。微微眯起眼睛，人类的身高轮廓在脑中形成了一张图。楚寒已经大致判断出躲在钢板后的人的轮廓，站立，双腿与肩同宽，高大的男人。目光扫过那些缝隙，楚寒额间的细汗冒了出来，该死，致命部位被挡住了。目光下移，现在他能射击的地方有2处，除却射击技术，这2处缝隙各有50%的几率是对方的腿部，因为完全看不清楚到底是哪一处，他也不能确定。对方与他的距离不在精准天赋的有效范围内，这是回炉系统的限制，只有将精准天赋升级才能增加范围距离。此时的他有2个选择：前进一步确认位置，风险很大，说不定会让对方察觉，那是人，不是没有脑子的丧尸；或者是摸瞎出击，赌那50%的几率。但那堆积的钢铁处缝隙很小，他不能保证自己能一击必中，而且2个选择没有一个是完全的。忽然一声轻微的极其不显眼的声音夹杂在钢钉枪哒哒哒的声响之间，似乎是对方的身体不小心碰到了钢板而发出的。就是现在，楚寒双目一凝，猛然扣下了扳机，砰！第100集，枪声很突兀，夹杂在钢钉枪声的缝隙里充满了爆发力，一滴汗水从楚寒的额间滴下，他全部的精神都集中在刚刚那一枪上。子弹穿过钢板间的缝隙，一声破开皮肉的声响伴随着一阵压抑的男人叫喊声一同响起，钢钉枪的声音顿时停下，一片死寂中只有一阵若有若无的沉重呼吸声。中了！楚寒没有1秒钟停歇，在确定命中之后，他整个身体猛然向前一跃，一把将前方地面的钢板举起，哐的一声卡在墙壁与地上的杂物中，留出了一个3角地带给蜷缩在墙角的骆小小。紧接着楚寒猛地向前奔跑，步伐的频率极高，形成 Z 字形向前。哒哒哒，高速的钢钉枪再一次疯狂的射击，那人害怕了，对迎面而来的楚寒产生了惊慌的心理。钢钉不但没有一次打中，甚至轨迹弧度完全偏颇，他已经无法瞄准。楚寒一脚踏在杂物上，身躯猛然向上一跃，黑暗中的双目充满了凛冽。强有力的大腿猛地将眼前阻挡道路的钢板踢翻，散落一地，发出响亮的碰撞声。躲在钢板之后的男人顾不得中弹的右腿，猛地掉头就跑，甚至都来不及看楚寒一眼，惊恐完全将他的内心占据。这是什么人，竟然一脚踢翻了这么多的钢板？他哪来的这种怪力？然而他已经没有机会去思考了，惊诧的情绪刚刚爆发，枪声突如其来，鲜血向着地面喷洒，跑出几米开外的男人一头栽地，整个人抽搐地倒在血泊里。嚓嚓，将枪收回放于裤袋，楚寒冷着脸走上前，将男人的面容扳正过来。这是一名中年人，面容长得有些奇特，脸颊骨突出的奇高，仿佛是畸形一般。看到这张脸上的古怪脸颊骨时，楚寒的瞳孔骤然一缩，他抬起眼，对面不远处是扇门，之前被钢板挡住，没有被他们发现。小小，上九弟惊慌的声音在身后响起，他费力地掀开沉重的钢板，一把就将蜷缩在里面的骆小小给搂在了怀里。于丫头，你没事吧？陈少爷也赶了过来，声音很急促。有没有哪里受伤了？我的腿。骆小小终于放开声音大哭，他很委屈，他不过是发现了后面有扇门，想去看看而已。先包扎一下，楚寒对着陈少爷吩咐着，若无其事地将地上的中年男子翻面，把那张畸形的脸扣在地面上，他不想让其他人发现。陈少爷背着急救用品，他着急地四处看了看，太暗了，看不见，手电筒的灯光不够。去哪里？楚寒指着对面那扇黑漆漆的门，
众人愣了愣，那扇门里有什么都是未知的，这种未知往往就代表着危险。那人从里面出来，应该是他住的地方，说不定有增援，而且这里太危险，死掉的那人血腥味会引来丧尸。楚寒冷静地分析着。走。上九弟一把抱起骆小小，急匆匆地就往里面奔去。骆小小的身份很特别，他不能让这个女孩出事。楚寒在前方开路，手中的铁斧就没有松开过。陈少爷手中举着手电筒，微弱的灯光照得地面一晃一晃。门后是一间杂乱的房间，蔓延着很重的腐臭味。几人很快发现角落里还有一扇小门，很安静。楚寒想都不想的就一脚踢开。突然起来的光亮让众人的双目一阵不适应，但是很快他们便松了一口气。这是一间简陋的居住室，一张床，还有一些炊具。角落里是一处淋浴间，死去的那个中年人果然利用发电机将这里通了电。快看看怎么样了？陈少爷将急救箱掏了出来，着急的出了一身汗。丫头，你伤在哪里了？上九弟连忙将骆小小放在床上，紧张的在他身上查看。很快，女人惊叫的声音颤抖起来。这么深？骆小小满头大汗的躺着，泪水早就糊了一脸，嘴唇苍白的如同白纸。她受伤的地方在脚踝上，钢钉深深的插在关节处，可能已经伤了骨头。这可咋好啊？陈少爷急得满头大汗。拔出来。白允儿冷淡的表情没有一丝情绪。他才12岁，可以长好，不会留下隐患。这可是脚踝。上九弟对着白允儿大吼：平时医院里都有开刀缝针固定才行，就这么拔出来，怎么可能不留下隐患？老大，怎么办？陈少爷看着盯着房间浴室的楚寒急问。楚寒看的是一间淋浴房，被半弧度的毛玻璃挡住，应该有热水可以洗澡。他听到陈少爷的话后回转过身，走到骆小小面前。小女孩明亮的双眼满是泪水，鼻子都哭红了，脚踝处一根钢钉深深地插着，原本小巧玲珑的脚现在已经肿起来老高，要么拔出来，要么就等着感染。相信我吗？楚寒看着骆小小的眼睛。小女孩重重的一点头，90%的忠诚度让她对楚寒无条件的信任。那好，忍一下。楚寒将目光移到骆小小的脚踝处，手掌将她的脚固定，2根手指捏住那根钢钉。楚寒双目一凝，手指快速的用力一拔。骆小小一声惊叫，脚踝处的鲜血顿时涌了出来。保着。楚寒的声音平静无波，听在上九弟的耳中没有一丝人情味。为什么？上九弟的眼中带上了一股难以言喻的情绪。他会残疾的。不会。楚寒定定地看着眼前的女人。白玉儿说的对，骆小小会复原。这怎么可能？上九弟完全不能相信，声音崩溃。那已经伤到骨头了，怎么不可能？白允儿淡然地开口。丧尸都出现了，你以为人类的基因还像之前那样？你就没有考虑过楚寒为什么战斗力那么强吗？一语惊醒梦中人，上九弟一下子愣住。什么意思？我们的基因在突破。楚寒没有明说，只是皱眉看了白允儿一眼。这个女人可真是神秘啊。我去弄点水。陈少爷将骆小小简单的止血后，便急匆匆地向着那方淋浴间跑去。陈胖子。楚寒却在身后叫住了他，眼中闪着不明意味的精光。带上武器。陈少爷不明白楚寒为什么这么说，但还是顺从地转过身去，走到地上拿起了他一直用的消防斧，之后又顿了顿，将枪也背在了背上。骆小小的情况稳定，让上九弟放下心来。他一转头就看到陈少爷的动作，顿时古怪之意溢于言表。陈胖子，你在干什么？只是接盆水而已啊。陈少爷的举动的确很突兀，虽然是楚寒交代的，但也太夸张了吧。抓了斧头又背枪，他还腾得出手来接水吗？而且那个淋浴房就在10米开外，虽然有一扇毛玻璃挡着，但这里就这么大的空间，任何情况一眼就能看到。老大，让我带着武器。陈少爷根本不想原因，紧紧抓着斧头转身走向淋浴房。他谨慎地打开毛玻璃，一切正常，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淋浴房，下水管道也很干净。
他扭转水龙头，哗啦啦的水就涌了出来。这人的脑子！上九弟一跺脚，恶狠狠地看了眼楚寒。你也是，搞这么紧张。楚寒没有理会上九弟的抱怨，他捏了捏弱小小的脚踝，将小女孩疼得嘤嘤直哭，最后受不了的晕了过去。楚寒给他按了按被子，就没有再管。小孩子的恢复能力本身就比大人更快，如今加上末世来临所导致的人类基因改变，弱小小的伤最快1个礼拜就能好。白允儿斜靠在墙上，一声不吭地盯着楚寒。算了，搞不懂你们。上九弟气愤地摇了摇头，就想要去帮陈少爷接水。忽然间，陈少爷猛地发出一声惊叫，他一脚摔在地上，手指颤抖地指着淋浴房内被毛玻璃挡住的方向。怎么回事？上九弟一惊，连忙赶了过去，紧接着下一秒，他啪的一巴掌拍在陈少爷的脑袋上。咋咋呼呼的干什么？不就是一面墙是镜子吗？镜子你也怕？此时楚寒和白允儿也走了过去。淋浴房的格局一切正常，只是被毛玻璃挡住的那面墙上竟然是整整一大块镜面，里面映照着陈少爷惊恐和上九弟无语的2张脸。你这个死胖子简直太没出息了，还不赶快接水！上九弟一脸的黑线，他真是第一次见到连镜子都怕的人。他冲着楚寒摆了摆手，没事了，陈胖子自己吓自己呢。可惜他说完这句话，楚寒并没有离开，而是用一种意味不明的目光看着眼前的镜子，手中的铁斧没有松开过。白允儿依然是冷冰冰的双手抱胸，但却微微皱眉，目光在镜子和楚寒身上来回打转。老大，陈少爷的神情依然惊恐，他手指颤抖着，好似看见了什么极为惊惧的场景，手指指着镜子内的一处。这是什么呀？陈少爷丧病一般的叫声惹得上九弟直皱眉，他顺着陈少爷所指的方向看去，紧接着女人吓得瞬间脸色惨白，身躯都抖动了起来。她机械地回过头，看向了镜子里反射的光源处。那是一个大型的柜子，柜子门敞开着，里面胡乱地放着一些衣物。刚进来时看了眼就没有注意，但是在那柜子的上方却有着一些令人心惊胆颤的东西，因为之前是他们无法看见的视角，但是现在通过镜子的反射，彻底地将柜子上方的场景呈现在了他们的面前。那是一颗人头，后脑勺对着他们的立于墙角，乌黑杂乱的头发披散着，好似转过头就是一张鬼脸般充满了恐怖气息。人头的四周放着一堆被切得整整齐齐的肉块，还有剃得并不干净的人骨，血淋淋，散发着一股异味。这里怎么会有尸块？上九弟的声音充满了恐慌，他分得清楚，那是人类的尸体，被大卸八块的人类尸体。你们进来的时候难道没有闻到一股肉香？楚寒似笑非笑地看了女人一眼，紧接着一脚将旁边不远处的炊具踢翻，锅碗瓢盆散落一地，露出了其内被炖烂的红烧肉，很大一盆，中间处还有一颗圆溜溜的东西。这是什么？上九弟此刻的表情已经变得和陈少爷一样惊恐，他后退了2步。中间那个圆的白色的是什么？眼珠，人的。楚寒的声音极其平淡，这一锅是人肉，刚刚我杀掉的那人的食物，可能是今天的晚饭。房间内变得极其安静，只剩下还未关掉的水龙头在发出哗啦啦的流水声。除却昏迷过去的骆小小，4个人都没有说话。陈少爷和上九弟面色苍白，他们死死盯着那盆炖人肉，脑中甚至可以想象出那个中年人将活人切割洗干净后，把人肉放在锅里一边煮一边露出野兽一般的饥饿表情。人在饿极了也会吃同类，所以上九弟猛地一颤，他又后退了1步，身躯紧紧地贴着身后有镜面的墙壁。刚刚那个人攻击我们，其实是把我们当成了食物。这和丧尸有什么区别啊？陈少爷受到了极大的刺激，脑子嗡嗡直响。这根本不是人做出来的事儿。提醒你们一句，以后再饿也别吃人肉。
楚寒的目光有些发寒。说完这句莫名其妙的忠告之后，他忽然指了指上九弟的身后：“我劝你最好别继续靠着这面墙了。”哗啦啦啦啦，水还在流淌。陈少爷转动的是热水把柄，此刻的热水涌出来，让这个淋浴房充满了雾气，镜面也开始模糊起来。上九弟已经受到了一连串的惊吓，此刻在听到楚寒的这句话之后，他的脸色又白了一分，声音打着颤：“什么？你还是过来吧。”楚寒难得的对准上九弟伸出了手。女人的大脑一片空白，她机械的向前走了一步，目光死死的盯着楚寒，心中的恐慌达到了极致。陈少爷也一眨不眨的看着那面镜子，原本就吓得摔在地上的他，此刻两腿发软，站都站不起来。镜面凝聚了一层水雾，就在上九弟刚刚靠着的左臂旁边，一只明显不是他的手掌印，因为水雾的关系清晰可见。第102集，从这手掌印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成年男人的手掌，应该是经常按在这里而形成的痕迹。手掌上的纹路让镜面上的雾气分布不均匀，才会显示在众人面前。上九弟已经面色惨白，他机械地又跨出一步，甚至不敢回头看一眼，素白的右手放在楚寒的手中死死地拽着。就在上九弟刚刚背部离开那镜面之时，一声轻微的像是开锁的声音忽然响起。陈少爷吓得一哆嗦，一直没吭声的白允儿看了他一眼，目光中罕见的带上了一丝情绪，虽然这个情绪包含的意思似乎是鄙视。上九弟顿时被吓得一动不敢动，身后那镜面竟然折了出来，抵在了他的身上，似乎有什么齿轮转动的声音在缓慢的响起。别怕，楚寒双眼微眯，看向后方镜面的目光极其危险。上九弟艳美的脸庞完全苍白，他死死地盯着楚寒，抓着楚寒手的胳膊极其用力。感受到眼前女人的紧张，楚寒反手将上九弟的手紧紧握住，然后猛地一拉，死死地将他拉到怀里，同时手中的铁斧已经挡在了两人身前，高速地旋转起来。咔，镜面完全弹开，紧接着叮叮叮叮，一阵钢钉打在铁斧上的声音连续响起，持续了2秒钟。当声音停下，楚寒1米开外的地面已经布满了钢钉，尖锐的钢钉头好似能穿透骨头。被楚寒抱在怀里的上九弟瑟瑟发抖，心中对楚寒忍不住感激起来。若不是楚寒，他估计早就被穿成了刺猬，并且那地面上布满的钢钉又让他心惊。他看了眼近在咫尺的楚寒脸庞，这个男人的反应能力竟然这么快。陈少爷早就呆了，他愣愣地盯着眼前忽然弹开像是一扇门一般的镜面，再次将目光下移，盯着地上那一滩暗器看了好久，心中对楚凡的崇拜之情再次膨胀。老大难不成是神？这么多的钢钉又是这么快的速度，他到底是怎么挡下来的？白允儿理了理肩膀上的发丝，他身后的墙上有2颗钢钉深深地插在墙内。随着镜面的打开，其内的场景也是冲入了几人的眼中，陈少爷甚至差点吐出来。这是一个很小的屋子，没有窗户，完全封闭，墙面上的镜面应该是之后才装上的，类似于这间屋子的门，而门上一个简陋的仪器高高悬空，就是刚刚弹出钢钉的那玩意儿，杀伤力可不小，但看得出是经过了好几次的改装。而这间屋子的地面上，用人间惨剧来形容也不为过，人骨到处都是，猩红的碎肉夹杂着脂肪被拉得老长，一条条肉条凌乱地散落在各处，人头也有好几个，全部都是被啃咬得不像人样，血腥味中还夹杂着一股极为浓郁的恶臭。那是那些尸体肠道中的污秽物。值得一说的是，这些尸体还算新鲜，并且吃得很浪费，很多地方都没有啃干净。紧接着，众人便是将目光投向了这间屋子的角落里，那是一个铁笼，里面关着一只丧尸。咕咕咕，那只丧尸怪叫着，冲着众人呲牙咧嘴，手中啃到一半的一只人臂被他重重地扔在地上，2只爪子死死地扣住铁笼，拼命地摇晃着。
复杂的心情顿时在众人心里升起。这只丧尸之前是人类时是一个孩子，看起来10岁不到的样子，很显然他是被圈养在了这里。父子。上九弟的声音轻声响起，屋内的场景再联想到之前攻击他们的中年人，这只丧尸和那人的关系很容易就推算出来，也只有这个原因才能让一个人类在自己的屋子里圈养着丧尸。楚寒的双目冷了冷，儿子变成了丧尸，父亲冲破了道德底线，为他捕猎人类喂食，甚至自己也开始陪着一起吃人肉，可真是值得让人感动的落泪。楚寒的嘴角残酷的勾起，很好，这才是他熟悉的末世。解决了吗？白允儿冰冷又清灵的声音在楚寒的耳畔响起。快进化了。楚寒敏锐地瞥了他一眼，这个女人是怎么知道丧尸会进化的？还有刚刚他所说的人类基因突破，白允儿又怎么会知道？没有回答白允儿的话，楚寒的目光在那只丧尸的身上打着转，的确是快进化了。丧尸吃的人肉越多，进化就越快。这只丧尸不知道在这里生活了多久，又吃了多少人肉。不过从他父亲如此纵容的态度来看，这只丧尸恐怕从未受过饿。但被关在笼子里，又是身材这么小，虽然是即将进化的状态，这只丧尸的战力也会极其有限。陈胖子，楚寒叫了一声，你一个人解决得了吗？陈少爷一惊，他惊恐地看了眼笼子里那只充满暴虐气息的丧尸，他的牙齿比普通丧尸更加突出尖锐，爪子更是又长又锋利，蹭蹭蹭地刮在铁笼上，发出一阵令人牙酸的声音。那表情更是精彩，和充满暴虐气息的野兽没有任何区别。陈少爷顿时就欲哭无泪。老大，这是之前我们见过的那种厉害的丧尸吧？不厉害。楚寒语气强硬，等同于30只普通丧尸群殴的战力罢了。30只还群殴？陈少爷苦了脸。老大，我不是你啊，我顶多只能同时对付10只丧尸，30只的话，一只来还行，还要卡位。跟着楚寒久了，陈少爷也潜移默化的喜欢利用地理优势来战斗。楚寒瞥了他一眼，面无表情。我会把你关在这里，你杀了他，然后就是我永远的同伴，你杀不了他。说着，楚寒的语气一顿，眼中的寒意充满了残酷和冷血。那你就死在这里吧。冰冷至极的话语让整个屋子顿时气温骤降。上九弟不可置信地看着楚寒，好似第一次认识这个男人，他为什么会说出这般冷血无情的话？陈少爷吓得已经开始出汗，对楚寒100%的忠诚度的他并没有任何抱怨，他只是害怕，单纯的害怕。站在几人身后的白允儿双眸微眯，看着楚寒的侧脸，忽然露出了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楚寒走上前，打开铁纹，单手将这只丧尸拎空，看起来恐怖至极的丧尸竟然在他的手中毫无招架之力。我要你做的是极限战斗，记住，可别被他抓到或是咬伤。第103集，紧闭的镜面门外，骆小小还在昏迷，白允儿和上九弟相对无言。白允儿一动不动地斜靠在墙上，如同雕塑。上九弟则是手足无措起来，东张西望，都不知道该将目光看向哪里。镜面门内时不时地传出激烈的打斗声，伴随着那一场粗重的喝骂。畜生受死！陈少爷的声音又大又厉，里面叮叮咣咣响个不停。屋子外也并不安静，滋滋的电锯声就没有断过。也不知道楚寒在那里忙些什么，自从把陈少爷扔在那间屋子里，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楚寒从头到尾都没有表现过一丝关心，甚至连往这里看一眼的意思都没有。他一直在外面的仓库里忙活自己的事儿。砰的一声大响，镜面哗啦啦的碎裂。陈少爷浑身黑红色血液的站在那里，双目通红的走了出来，手中的消防斧缺了一角，身躯还在不停的颤抖。这回不是因为害怕了，而是因为极限大战后的痉挛。他
他的身后倒着一只断了好几节的丧尸，被砍得不成样子，黑血散落的到处都是，天花板上星星点点，四面墙壁上更是大片大片的血迹，丧尸的头颅完全碎了，碎成渣。上九弟看到陈少爷的样子，猛地一惊，双眼忍不住的在他身上四处查看起来。此时的陈少爷已经完全成了一个血人，浑身上下布满了人血和丧尸血。那只丧尸杀是杀死了，但是陈少爷受伤了吗？会不会感染？不用看了，老子没被伤到。陈少爷的语气忽然变得极为霸气。这是那些尸体上的血。上九弟点了点头，眼中的惊恐并未散去，他完全不知道此刻应该如何应付。白允儿轻轻一声呵气，听得出来他是在笑，但是笑得让人浑身发寒。解决了。忽然楚寒的声音在门边响起，身上的衣服已经完全湿透，散发出一股钢铁臭。老大，陈少爷努力保持着即将昏厥的脑袋，他咽了咽干涩的喉咙，肥大的脖子一阵狂颤。我想吃肉。楚寒的嘴角勾起，笑容极为罕见的充满了野心和张扬。他的手伸出，两颗黑色的晶体夹杂在指缝之中。把这吃了，回头给你加餐。好。陈少爷连想都不想，一把就接过楚寒手中的晶体，咕噜一下就咽了进去，让一旁的上九弟伸出来想要阻止的手悬在了半空，放也不是，不放也不是。楚寒的笑意很浓，陈少爷这名未来的神级狙击手终于要亮出他的獠牙了吗？夏日的阳光带着一丝寒意，没有了文明时代的温煦日出。末世里的8月中旬，到处都弥漫着人间惨剧，硝烟和残肢断臂不仅仅存在于危险的城市中，野外同样丧尸遍野。一辆看不出是车的越野车急速驶出冶炼厂，将后方巨大的建筑甩得越来越远。越野车后面跟着一辆同样充满怪异的白色货车，两辆车上都被焊接着很多钢条，前方的保险杠上插着半弧形的锋利铁片，车窗上加了防护网，就像是两只高大威猛的怪兽。依旧是楚寒和白允儿驾驶 G55，陈少爷、上九弟和骆小小待在货车上。一个早上的时间，陈少爷已经吃了20个饭团，他的饭量自从吞过那2颗晶石之后就更大了，让一顿饭只需要吃1个饭团的骆小小连连称奇。小女孩已经恢复了很多，虽然还不能下地行走，但是精神头一直不错，在后车厢内就没有停止过喧闹。上九弟却很沉默，他的目光复杂地盯着眼前横冲直撞的 G55，他真的越来越不了解楚寒的心思了，包括那2枚黑色晶石。直到过去了2天，他依旧无法从楚寒或陈少爷口中套出什么信息。滋，对讲机中陈少爷兴奋的声音忽然响了起来。老大，今天心情好，我给你唱首歌吧。正在开车的楚寒嘴角一抽，还来不及出声阻止，对讲机里就已经传来了陈少爷那如同鸭叫一般的嗓音。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啪，一把将对讲机关掉，楚寒冷着脸闷不吭声的开车。死胖子完全唱走调了。我来开吧。白允儿的声音慵懒的响起，她刚刚睡醒。楚寒用余光瞥了她一眼，女孩刚睡醒的样子没有平日里的那种冰冷感，反而像是一只小猫。技术如何？楚寒随意的搭着话。我们速度要快。白允儿答非所问。但只要你敢让我开，我就能开。楚寒皱起眉，白允儿现在是17岁，17岁的白允儿和末世10年后27岁的白允儿完全不一样，并且在文明时代里，貌似有个叫做驾照的东西，需要18周岁才能考。那你来试试，我累了。楚寒说停就停，他确实很疲劳，连续几天每天都10几个小时的开车，哪怕是1阶进化者也会扛不住。若不是他在末世10年里经历的太多，心境和意志已经锻炼到了极致，恐怕此刻的他早就累瘫了。G55靠边停下，后方的陈少爷连忙一个急刹车，
怎么回事？楚寒跳下驾驶位，绕到副驾驶位处，白允儿并未下车，而是直接顺势爬了过去。楚寒打开车门的时候，恰好看到女孩以一种猫爬的姿势背对着自己。上车关门，系上安全带，楚寒目不斜视，一声不吭，仿佛没有看见一样。白允儿已经坐在了驾驶位上，熟练地将右脚摆放在油门上。后方坐在货车上的上九弟惊诧地看着眼前的场景。他们换人开。咋了？陈少爷啃着一只鸡腿，口齿不清的道：有什么问题吧？老爸已经开车很累了，好不好？可是上九弟双目有些惊恐。可是白允儿不会开车啊！啥？陈少爷手中的鸡腿啪的一声落下，而就在此时，一声巨大的轰鸣声，前方的 G55如同炮弹一样的飞出，速度快的带起一阵尘烟，把后方白色货车的挡风玻璃吹得一层厚灰。第104集。坐在 G55副驾驶位上的楚寒还没坐稳，就感觉到一股极大的后坐力，然后整个视野就开始狂奔起来，速度快的没过多久就上了280迈。猛地偏过头，楚寒定定地看着白允儿，目光在他平静的脸上看不出一丝一毫的情绪。左边的这个是刹车吗？忽的，女孩冷静的声音响起。我去！楚寒惊悚了。你不会开车啊？那你还开？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白允儿还是那般淡淡的。快说，这是不是刹车？我快撞上去了。踩！楚寒的声音充满了崩溃感。不是，你他妈轻点踩！我靠！随右左边右边，停！咔吧咔！我操！这是一条通往城市的大道，柏油路面上浸染了大片已经发黑的血渍，前方的枯木倒塌横架在公路上，纵横交错着，像是被等待烧毁的废弃物。连续10几辆车的追尾随处可见，很多车身前后都被挤得完全凹陷，甚至都瘪进去一半。放眼望去，整条道上都是这种状况，将整个道路都堵得寸步难行，车就更开不出去了。大部分车里都有残骸，被丧尸啃食的散架的看不出原样，或者是被风干的像是木乃伊。今天是8月20日，末世爆发后的1个多月。几辆车一路驶来，停在了这处堵塞的道路上。砰砰砰的几声关车门的响声之后，几个胆子大的人率先从车内走了下来查看。很快，他们都是眉头紧皱的看着眼前的状况。堵了。这是一个年纪约莫50来岁的男人，名叫何培元。显眼的是，他穿着一身老旧的军装，一丝不苟的样子充满了军人的硬气。此时的何培元眉头紧皱，他看着前方被大量汽车挡住的道路，一股烦躁和焦虑浮现在脸上。这该死的末世，100公里的路走了这么久才到路口，结果这里又被堵了。没办法了，只能一辆辆搬到旁边。说话的人名叫卢洪胜，约莫30岁不到，长得人高马大，以前是一名运动员。他对着何培元劝道：相信时事只能这样，要么就绕去别的入口，不过说不定还是这副鬼样子。你也看到了，我们一路上一直都在遇到这种事儿。何培元重重的一叹气，也不知道我家那小子怎么样了。放心，卢洪胜拍了拍何培元的肩膀，你儿子在10市军区服兵役，前几天我们还听到了广播，他们那里肯定是最安全的。何培元点了点头，紧接着转身对着其余人道：都下车，我们合力把这些车都挪走，争取晚上能进入10市市区。真是蠢货，早就说了别走这条路，绕一点会死啊。一句带有嘲讽意味的声音响起。一名年轻男人斜靠在高大的路虎车旁边，手中叼着一根香烟，看向卢洪胜和何培元的目光中嘲讽意味很明显。狂之人，你什么意思？卢洪胜一炸而起，字面的意思都听不懂，果然四肢发达的人都是头脑简单啊。名叫匡志然的年轻人弹了弹胸前的灰，戴着昂贵机械手表的手掌将手中的烟头随意地往旁边一扔，然后就这么一头钻进了车里，对周围忙活的众人熟视无睹。
你！卢洪胜双目通红，强壮的胳膊青筋暴起，就想着要冲过去揍人。坐在驾驶位上的匡志然一点也不害怕，隔着玻璃充满戏谑地看着他。哎，算了。何培元连忙一把拉住卢洪胜。到了石狮军区基地，还需要他帮忙找人，先别和他闹起来。真是气人！卢洪胜咬牙切齿，拽什么拽？不就是有个好爹吗？何培元微不可见地叹了口气，余光瞟了瞟匡志然后，也是不禁摇头。匡志然是他靠近石室时才遇到的，第一次见到匡志然的时候，他的身边还有2名士兵护送。只不过在一次尸潮后，2名士兵先后死去。了解到匡志然的父亲是石室军区的某名军官，何培元立即将护送匡志然的任务揽在了自己的身上，只为了将来能让自己的儿子何峰的档案上增点彩。这一队一共有50多人，可以说是一队中型队伍。这些人虽然不至于生活得很好，但在何培元的管理下，至少能吃饱穿暖。队伍里大部分是年轻人，都是何培元一路上遇到的幸存者。收留这些人没什么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的儿子也差不多这个年纪，他只是想给这些年轻人一些帮助。道路上的车被一辆一辆挪开，他们从中午就到达这里，如今几十个人已经忙活了好几个小时，哪怕是军人体质的何培元也是累得满头大汗直喘气。至于匡志然，他从头到尾就没有下过车，就这么叼着烟在车里舒服地干看着，脸上没有任何愧疚表情。他觉得这理所应该，他的父亲军职很高，自己享受太子般的待遇不是理所应当吗？再说了，他是军方保护名单上的人，军方会不停地派人出来找到他，一路护送，并且为了他付出生命，他一点也不害怕漠视。至少这1个月，他的身边就没少过保护他的人。忽然，一个女人的声音乍然响起，很凄厉，就在后面的那辆皮卡车里。怎么回事？何培元连忙走过来，紧张地询问。臭娘们！匡志然猛地一把将烟头扔了过去，打开车窗，对着后面怒吼：叫春啊叫！不知道这么大的声音会引来丧尸吗？老何！忽然，皮卡车上走下来一名穿着军装的年轻女人，她面色焦急，小跑着的时候，军绿色的军衬衫显出傲然的身材。要生了！现在，何培元一惊，刚想要过去看看，又觉得不合适，便是对着女军人道：雨欣，你是军医，你看着办，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说。好。年轻的女军医一咬牙，语速极快的道：条件有限，我需要在水中帮他分娩，请支援干净的矿泉水，越多越好。第105集。听到没？快把货车里的矿泉水都搬上去！何培元急切地招呼着，紧接着又紧张问道：雨欣丫头，还有什么要求你直接喊一声，这种紧急情况我老何绝对不含糊。好。女军医擦了擦额间的汗，转身3两步就朝着后面的皮卡车上而去。这辆车的车厢内，一名大肚子的女人正大汗淋漓地躺在垫子上，旁边一位戴着后镜片的男子正紧张地握着她的手，男子同样也是大汗淋漓。与孕妇不同的是，他完全是紧张和惊吓造成的。女军医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戴上了一双白手套后，深吸一口气道：江左先生，请你下车，你这样会影响到我工作。名叫江左的年轻男子颤抖的手一顿，厚厚的镜片后面一双眼睛满是惊慌。上官医生，你让我留下来，我想陪着我的妻子。抱歉，你不能留在这里。女军医的眼眸异常冷静。求你了，我可以帮忙，我绝对不打扰你们。江左慌乱地将自己的手紧紧地抓住，祈求着：上官雨欣，我知道你是好人，你让我陪着他吧。这里没有多余的空间留给你，不想你的妻子死的话，你就给我下去。女军医大声地呵斥着，冷酷的眸子冷光一闪，对着周围几个过来帮忙的女人道：把他拉出去。几个女人好不容易将江左拉了出去，此时躺在车厢内的孕妇已经疼得几乎要昏厥。这个时间段，这个地点分娩，上官雨欣的心中捏着一把汗。一般来说，孩子和母亲至少要死一个。水我抬过来了。此时何培元的声音在外面响起，语气急切：帮个忙，倒在盆里。
上官雨欣一边安排着身边人，一边密切关注着孕妇的状况。他紧紧地抓着孕妇的手，语气不知不觉带上了军人的严厉。听着，我们现在条件有限，没有热水，只能在冷水里生，你可以就哼一声，我们马上开始。我孩子。孕妇用尽浑身的力气说出了这句话。上官雨欣冷厉的眸子忍不住一红，他狠狠地压下了心头的悲痛，开始着手处理接生事宜。车厢外的空地上，江左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走来走去，口中念叨个不停。热水，没有热水，生石灰。刚刚高速上路过工地的，在30公里的地方，那里有生石灰，我为什么没有去取一点？为什么？该死，取一点就好，那样就有热水了。他边说边抓着自己的头发拼命地揪着，懊恼和悔恨仿佛要将自己吞没。他无助地蹲在地上，仿佛要失去了一切。砰！忽然他猛地一拳砸在了地上。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还不是什么都做不了。研究化学有什么用？连自己老婆孩子都护不住。没错。忽然匡志然的声音带着怒意出现，他指着一箱箱往一个大盆里倒的矿泉水，顿时面露狰狞。谁允许你们用水了？现在喝水都不能畅快喝，你们竟然把这么珍贵的水倒在盆里。匡志然同志，何培元走过来压制着怒意道，现在是孕妇有危险，不得不采取措施。放屁！匡志然猛然就对着地上呸了一口。老子早就跟你他妈的说过，别带着大肚子娘们儿。现在倒好，不仅拖着队伍不能走，还要在这里生孩子。别吵了！卢洪胜大喝道，少不了你的水，这里的事你少管。哼！匡志然冷笑着，上下看着卢洪胜。你他妈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你知道我爸是谁吗？你们都给我闭嘴！江左忽然一声大叫，平常的书生样完全消失，狰狞的像是一只野兽。我要救我的老婆孩子，谁阻止我，我就跟谁拼命。场面顿时安静下来，连天不怕地不怕的匡志然都被江左的样子给震了一下。书呆子、老实人一直是江左的形象，忽然的改变让众人都无所适从。呜呜！就在整个队伍都乱得如同一锅粥的时候，汽车的轰鸣声忽然从远处响起，紧接着两辆高大被组装的如同怪物一般的汽车急速驶来，在这条道路上几乎是瞬间就来到了眼前，那疯狂的速度貌似要直接撞上来一般。啊！救命啊！不少人吓得四处乱窜，好几个正在搬水的人一慌就松了手，一筐筐的矿泉水洒落一地。蹲在车窗外的江左、何培元和匡志然也是吓了一跳。何培元连忙举起手大声叫道，停下，这里有人，停车！但对面那两辆车似乎完全没有停的意思，依旧保持着极快的冲刺速度，眼看就要一头冲过来。匡志然的大脑一片空白，他所站的地方恰好是两辆车和分娩车厢的中间，对面那辆改装过的越野已经近在咫尺。他不要死！猛然间，匡志然一把将江左拉到跟前，用力地向着前面一推，让他死，让这个书呆子去死。谁让他刚刚竟敢用那种语气跟他说话？江左被推了一把，防不胜防的他一抬头就看见眼前那辆怪物一样的越野车迎面冲来，那高大的压迫感仿佛要将他碾碎。吱吱，两个极为刺耳的摩擦声忽然响起，两辆车几乎是瞬间的同时停下。就在距离挡在车厢前的江左1米不到的地方，道路上甚至留下了几条颜色极深的轮胎划痕。江左满脸是汗，此时他已经不知道该做什么，该说什么，心中的一根弦已经拉到了极限，即将断裂。匡志然双手都在打颤，大脑都停止了思考。何培元也是惊吓的深吸一口气，他将目光看着眼前的两辆车，随着砰砰的2声关门声，一男一女2个极为年轻的人从前面这辆车上下来。同时，这辆车后面的白色货车的车窗也被摇了下来，一个肥得不忍直视的胖子探出了脑袋，嘴里还在啃着一个鸭翅膀。旁边副驾驶坐着一个身材火爆的女人，后车厢的隔板里还有个小萝莉，好奇地探出脑袋。哎，刚刚是谁把人推出来的？疯了吗？
第106集。不只是何培元，此刻所有人都愣愣地看着眼前的情况。除了这2辆改装的极其霸气的车，最让他们感觉到不可思议的就是这2辆车上的人了。不少人都爆了句粗口：什么人啊这？又是一群弱不拉几的废物。还有人如是说，这是对何培元一直收留弱者极为不满的人。这句话让何培元一阵尴尬，不过对方说的也没有错，新来的这几个人的确看起来一点能力都没有。年轻小伙、吃货胖子、2个漂亮的年轻女人，加上一个小萝莉，一共5人，没有一个看起来是敢砍丧尸的，估计连斧子都举不动吧。无数的念头在众人的脑子里浮现，一个又一个，他们都肆无忌惮地向着楚寒几人投来目光，带着审视和排斥的意味。这5人是怎么跑过来的？胆子也忒大了吧，明明手无缚鸡之力却能活到现在。不过运气倒是好，竟然搞到了改装过的车。这2个女人可真是漂亮啊，怎么会甘心待在这么弱的队伍里？楚凡下车后都没有什么反应，并不像陈少爷那般气愤，他甚至无视了眼前的这一拨人，而是将目光望向了前方被堵住的道路。他不禁眉头一皱，前面的路完全被堵了，障碍物清理了一半，到处都是废弃的车辆和植物，完全没办法冲出去。路就一条，要么尽快清理，要么绕道。楚寒双眼眯了眯，扫了眼四周，这批队伍正处于手忙脚乱中。何培元不自觉地将目光集中在眼前的年轻人身上，瘦胳膊瘦腿儿，感觉就像是之前他家小区门外摊煎饼的小伙，推个车都推不动的那种。但是这样一个人刚刚开车竟然做出那种极限刹车的举动，何培元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这些年轻人真是会惹事儿，刚刚要是一个方向没打好，可能就会出车祸的。不过这人运气也是逆天，竟然在千钧一发之际停了下来。此刻的何培元根本就没有想过其他，他只觉得眼前这个年轻人真是福大命大。你们这些人怎么回事？卢洪胜早就憋不住了，他高大的身躯充满了压迫感，冲到楚寒面前就一阵呵斥：你们差点撞上来，不知道吗？楚寒被此人大声的呵斥拉回了神，他淡淡的瞥了眼前身高将近2米的男子，只看了一眼就移开了目光，仿佛毫无兴趣。紧接着便是若无其事地向前走了2步，与卢洪胜擦肩而过的步伐丝毫不停，完完全全将他无视。身旁的白允儿也只是轻轻抬了抬手，挡住卢洪胜一身扑面而来的汗臭味。卢洪胜本就被匡志然今天的举动气得有股怒火发不出去，当下楚寒的无视还有白允儿的嫌弃，直接让他整个人都好似要爆炸一般。接近2米的身高，猛地转身，冲着已经走远的楚寒大喊道：你给我站住！啪嗒啪嗒，楚寒的脚步毫无停顿的迹象，依旧若无其事地向前走，甚至连回头看一眼的意思都没有。找打！卢洪胜哐当一下将手中的水砸在地上，3两步上前就想对楚寒出手。别冲动！何培元一惊，连忙上前用力地拉住他。年轻人不懂事正常的，这些估计都是高中生大学生，忍耐一下，现在不是爆发冲突的时候，江左媳妇那边还很危险。卢洪胜重重地甩开何培元，深呼吸了几次之后，目光在楚寒细胳膊细腿的身躯上打量了一番，这才对着何培元点点头。估计我一拳都能给丫的打残了，这么瘦是怎么活到今天的？怎么没被丧尸给分尸了呀？算了。何培元叹了口气，望着楚寒的背影有些缅怀起来。他也跟我儿子差不多大。就在几人的情绪刚刚稳定下来，忙活着继续干活时，分娩的车厢忽然砰的一声被打开，上官雨欣的面容显露了出来。他身上的军服已经有些褶皱，他的脸上满是军人才有的狠厉，而他身后陆陆续续地传来一阵极为凄厉的惨叫声，伴随着一股浓浓的血腥味飘散而出，隐约能看见车厢内凌乱和情况的紧急。我不是让你们安静吗？我要的水怎么还没来？上官雨欣爆发了，他还戴着白手套，上面还沾着一些鲜血。很快他就看见了外面的场景，5个陌生人，2辆嚣张的即将撞上来的车，散落一地的矿泉水，
有的甚至瓶盖已经裂开，好好的水就这么浪费的彻底。一股冲天的怒火猛然涌上天灵盖，上官雨欣的声音已经冷到了冰点。你们最好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哟！忽然，驾驶着货车的陈少爷上下看了上官雨欣一眼，口中发出一阵轻佻的口哨声。你弟呀，你帮人接生呢？上官雨欣的眉头顿时一挑，他想都不想了，砰！枪声突如其来，哗啦，货车的后视镜砰然而碎。上官雨欣的脸上满是杀气，握着枪的白手套都被摘下。死胖子，你再说一句试试！开枪了！不少人都吓得腿软。上官雨欣说开枪就开枪，让他们差点心脏都跳了出来。但出乎意料的是，我咋了？我说你漂亮也不行吗？陈少爷并没有任何害怕的情绪，就是有些无语，翻了个白眼之后便继续啃着他的牙齿。旁边的上九弟也没有任何表情，倒是有闲工夫拿出一面镜子照了照。后车厢的骆小小就更别说了，小女孩正嗑瓜子呢。前方的白允儿也只是淡淡的瞥了上官雨欣一眼就偏过了头。至于楚寒，他连头都没回，好似根本就没有听到那枪声一般。五人的古怪反应让众人一愣，不会是来了5个大傻缺吧？继续把水都搬过来。何培元继续有条不紊地组织人手帮忙。上官雨欣冷冷地瞥了陈少爷一眼，目光在新来的5人中扫视一圈，目光扫过有些消瘦的楚寒和2个漂亮女人时，他的心中顿时涌上了一股烦躁感。又是一群吃白饭的。第107集，众人继续忙碌起来，在何培元的安排下，有条不紊地进行。清理道路的在清理道路，女人大部分都被安排到上官雨欣身边帮忙。在末世逃生的路上突然分娩，这本身就是千钧一发的危险。车厢内的孕妇叫得歇斯底里，江左紧紧地抓着车厢门框，整个人紧张得浑身是汗，好像被水浸泡过一样。之前的枪声让发呆的匡志然惊醒，他先是扭了扭头，深吸了一口气后，满脸不可置信地环视了一周。他实在无法相信，身份如此高贵的自己竟然被眼前这些人彻底无视，并且刚刚还差点被一辆车迎面撞上。车厢内女人的凄厉叫声就像是女鬼一样骇人。此刻正巧有几个人抬着水过来，一整箱的矿泉水全部哗啦啦的往大桶里灌，哗啦啦倒进去整整1桶。匡志然满脸的狰狞，他已经好几天没有洗澡了，这些畜生！砰！毫无预兆的，他一脚将眼前的水踹翻，哗！水桶内的水翻了一地，溅在旁边站着的江左一身。都给我滚！匡志然忽然的爆发让周围人一惊。你在做什么？何培元一回头就看见匡志然的行为，他愤怒的大吼着：我不要求你出力，你在这里别太过分。我过分？匡志然讥笑的脸上满是傲然，他指了指车厢内的孕妇，又指了指周围一圈年轻人。你看看你都做了什么？收留了一群废物，浪费了这么多时间还有食物，甚至用老子洗澡的水来救人。现在是末世，孕妇和小孩本来就应该是被淘汰的人，留着干什么？本来老子早就能去石氏军事基地待着了，万一我要是出什么事儿，你担当得起吗？匡志然的话不加掩饰，让周围的一群人心中都狠狠地震惊了一下。他们知道匡志然的来头不小，平时也嚣张跋扈惯了，但是他们实在没想到他会如此直接地说出这样的话。高人一等，匡志然是人，他们就不是人吗？即将出生的婴儿和正在痛苦待产的孕妇就不是人了吗？错的是末世，并不是人类。江左镜片后的双眼猛地爆发出了一抹寒光，拳头紧紧地握着，身躯因为强忍而拼命地颤抖。他心中的恨意和杀意很浓烈，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还很危险，他真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儿。他默默地走上前，将水桶放好，小心地将旁边还没打开的矿泉水一瓶瓶地倒进去。匡志然看着，忽然眼中的狠辣一闪而过，砰的一脚踹出，直接踹在了江左的身上，把这个瘦弱的书生踹得人仰马翻。谁允许你用了？带着孕妇出门，真他妈会添麻烦！
匡志然恶狠狠地道：“我去你的！”卢洪胜终于忍不住，魁梧的身姿猛然站起：“水本来就不多，你竟然……我竟然什么？”匡志然嚣张地看着眼前的卢洪胜：“你们明明知道水不多，竟然还浪费在一个孕妇身上！我早就说了，孕妇和小孩就不该带着。”小子，卢洪胜逼近了一步：“别以为我不敢碰你，就你这身虚啊，我一只手就能拎起来。”两人的气氛剑拔弩张，匡志然轻轻地将手插于裤兜，一把手枪已经被他握在了手中。旁边的何培元沉着脸，和江左一起继续准备接生用的水，车厢内分娩需要换好几次水。忽的，在这安静之中，一个小女孩的声音突兀地响起。只见骆小小已经将小脑袋探了出来，一脸的嫌弃：“这他妈都什么破事？一群傻逼吗？”惊呆错愕的表情在很多人的脸上浮现，他们都不可思议地看着骆小小，这么一个小女孩怎么冒出来这么一句话？果然是小孩子分不清局势。我说，你也不用这样吧。陈少爷也是啧啧两声出口：“人家内讧，关咱们啥事啊？野外分娩，团队没核心，官二代嚣张，人性泯灭。哎，这才是老大说的末世啊！你们都找死！”卢洪胜猛地回过身，冲着陈少爷和骆小小怒骂：“新来的，少说两句。”何培元瞥了眼陈少爷，看到他吃得不干净的鸭翅骨头时，忍不住皱了下眉：“你们这么浪费，恐怕以后要吃骨头。”哼！陈少爷不在乎的一笑，指了指旁边眼神阴冷的匡志然：“恐怕要吃骨头的是你们吧？死胖子！”匡志然眼神一冷：“没点本事就给我闭嘴，小心我一枪崩了你！”又来！陈少爷想到了刚才上官雨欣毫无预兆的一枪，心里开始不爽了起来。真是一群傻缺！垃圾，竟然骂我！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匡志然愤怒地盯着陈少爷。骂你怎么了？骆小小才不管3721。你他妈谁呀你？真当自己是根葱啊？骆小小最不怕的就是比身份，以他的身份家世，接触最多的就是军方的人，哪怕是身边的上九弟，家世实际上也要比匡志然高得多。两个人都是上京军区的背景，与石氏军区这里的差别不言而喻，同样是在军方的保护名单上，匡志然的排名只能算是倒数。果然末世里的小孩就该杀光。匡志然忽然将手从裤兜里拿出，一把银色的小巧手枪出现在了手中，咔嚓一声上了膛。先杀了你这个嘴贱的，让你们都长长记性。匡志然，你给我住手！何培元惊得浑身虚汗，他实在没有想到匡志然身上竟然还藏着一把枪。人群里的人已经吓得能跑多远跑多远。这个团队里虽然有军人有军医，但是一般人也是没有分到枪支的。一来是枪支弹药有限，二来是怕矛盾的加剧。江左浑身一抖，忽然觉得自己刚刚没有暴走是件很庆幸的事儿，不然自己的妻子恐怕会更加危险。卢洪胜双目猛然瞪大，他忽然明白为什么何培元一直极力阻止他和匡志然发生冲突。这个小子果然藏着一手。这些军方的子弟枪法都比他们准，很多人的心脏都猛地一顿。骆小小虽然调皮，但无疑是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他们无法想象这样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倒在血泊中的场景。第108集，女人们都闭上了眼，不忍心看，她们想到了自己或者是自己的孩子。何培元喊出话的时候已经晚了，匡志然已经不管不顾地扣下了扳机，方向对准的就是陈少爷旁边的骆小小。枪口的子弹飞出，弹壳咔嚓一声剥离，紧接着砰，毫无预兆，这是另一声枪声。陈少爷手中的枪口冒出了一团白烟，意料之中，子弹扑哧一声没入皮肤和血开肉绽的声响没有响起，一片血渍的场景也没有出现。事情仿佛脱离了众人所能理解的范畴，两颗子弹竟然飞速地在空中碰撞在一起。
轨迹究竟是巧合还是特地，没有人知道。然后砰的一声撞击，发出巨大的声响和猛烈摩擦，很多人大脑一片空白。匡志然的子弹被陈少爷打出的子弹给截住了。我去，不可能吧，这又不是电影，子弹那么快速度，怎么可能被肉眼捕捉并且还截住？并且陈少爷是怎么做出这么快的反应的？貌似他拔枪也要比匡志然晚吧，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何培元已经完全傻了，他是一名军人，他无比清楚这种情况完全不科学。卢洪胜则是双目不可置信地瞪大，紧紧地盯着对面那嬉笑着没反应的骆小小，以及旁边一只手举枪，一只手还抓着啃到一半鸭翅膀的大胖子。这是人能办到的事吗？这一场景和思想只是发生在一瞬间，那在空中碰撞的两颗子弹已经快速地摩擦分开，噌的一声，向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轨迹飞出。很清晰的路线，完全两个方向。匡志然的那颗子弹被削弱了一大分力，速度已经急速骤减，飞向了旁边站立着从未开口说过话的白允儿。小心！何培元想叫出口，可惜时间根本来不及，等他声音落下的时候，那颗子弹已经落在了白允儿身后的一棵枯树干里。年轻女孩的头微微向左偏移，子弹飞过而形成的风将她的长发撩起，翩翩起舞。她一双冷静的眸子里没有任何的情绪，就只是这么淡淡的偏过头，躲开了那速度被陈少爷卸掉了大半的子弹。咕咚咕咚，一阵阵猛咽口水的声音。可惜还未等他们有着其他情绪，忽然一声极大的声响在前方响出，带着震撼和呆滞，所有人都将目光看向了前方，那背对着他们的年轻小伙。另一颗子弹飞向的方向就是楚寒。此刻的楚寒手中铁斧半举着，随意地搭在肩膀上。刚刚那声音就是子弹撞击在斧头上的声音，很清脆也很可怕。这颗子弹是陈少爷打出的，速度飞快，哪怕是和匡志然那颗子弹碰撞过后，也只是减弱了一小部分的力量和速度，比飞向白允儿的那颗子弹的速度要快上好几倍，力量也完全不是一个等级。这颗子弹直直地对着楚寒的后颈，然后被铁斧瞬间挡住，落在了一旁的地上。甚至很多人都没看清发生了什么，只是觉得好巧，两颗子弹竟然都没有伤到人。尤其是楚寒，他手中的那把斧头的架势也太幸运了，差一点点就没入他的身体里了。只有敏锐的何培元发觉了不对，他分明记得匡志然在拔枪开火的时候，楚寒的那把铁斧还是垂在地上的。刚刚那连续的几次惊心动魄，其实不过是发生在一瞬之间。也就是说，楚寒是在枪响之后才将斧头挡住颈部，把飞来的子弹挡下。正常的人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反应速度，更何况楚寒甚至是连头都没有回。巧合还是……寂静无声中，只有分娩车厢内孕妇虚弱的哭喊。所有人都呆滞住了，甚至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开了枪，子弹飞出，但是无人伤亡。他们将目光看向了背对着他一动不动站在那里的楚寒。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楚寒身上，只是觉得很古怪，似乎有什么不对的事情正在发生。何培元的面容上滴出了一滴汗水，他原本以为这新来的5名年轻人只是路过，并且毫无战斗力的幸运儿。可是刚刚一连串发生的事情却是让他惊心动魄，不仅仅是震惊，而是畏惧。陈少爷一个200斤的大胖子，那种极致的枪法比特工还要厉害。何培元甚至觉得，在他长达30年的军旅生涯中，都从未见过哪个人的枪法能够到达这种地步，并且还是一个如此年轻的人。而那个穿白衣服的年轻女孩很漂亮，估摸着也就17、18岁。她是怎么做到如此淡定的偏过头，躲过那足以让她毁容的子弹的？虽然已经被卸了力，但是那也是子弹呀，他就不害怕？紧接着，何培元将目光移向了随意举着铁斧的楚寒。此人连回头看一眼都没有，就那么淡定地站着，对身后发生的事毫不关心。
或者说觉得没有关心的必要，构不成威胁。何培元有些糊涂了，他看了眼坐在货车里的骆小小和尚九弟，又将目光移到了陈少爷身上。这个胖子枪法这么准，应该是这队伍里的老大吧？或许他应该邀请他们入队。卢洪胜的脑袋左右转了转，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此刻到底应该干嘛。匡志然彻底傻了，眼睛一大一小的瞪着，有些畸形和滑稽。他使劲眨了眨眼睛，不可置信的心情就像是日了狗。刚刚发生了什么？他打出的子弹怎么没有伤到人？为什么眼前的死胖子和这个讨厌的小女孩还好好的呀？一片死寂持续了很久，直到手握自动步枪的陈少爷忽然咧嘴一笑，嘿嘿嘿嘿嘿。陈少爷对着前方依旧没有回头的楚寒讪讪地笑着，又给您添麻烦了，老大。楚寒将铁斧放下，随意地甩了甩，声音平静，还行，你布局感太弱了，这把斧头还能再砍110来个丧尸。骆小小毫不客气地大笑起来，陈胖子还想试探我楚寒哥哥，你歇歇吧。你们别想歪了，我可没这么想过。陈少爷连忙替自己解释，刚刚开完枪才发现老大在前面，老大说的对，我布局感需要加强，免得以后伤到自己人，下回注意。老大，何培元的双目金光一闪，刚刚这个胖子竟然叫这个瘦不拉几的年轻人老大。第109集，陈少爷的称呼以及骆小小毫不掩饰的贬低，让众人都是一阵的莫名其妙。在他们看来，枪法极致的陈少爷无疑是最强的一人，理应是这5人队伍的老大。而刚刚楚寒挡住子弹的那一幕，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过程，只是觉得很巧，以及这小子的运气好到不行而已。只有何培元闷不吭声地注视着楚寒，他有这样的直觉，这个年轻人恐怕不简单。卢洪胜挠了挠头，语气古怪，这细胳膊细腿的也能当老大？说完他还看了眼自己，将肌肉凸起的胳膊举了举，他这样的当老大还差不多，摇了摇头，这群年轻人真是古怪。匡志然被陈少爷无所谓的态度弄得心情一阵上下起伏。刚刚那一枪，陈少爷竟然完全没当回事儿。拜托，这可是枪，他难道不怕吗？怎么一副很熟悉，像是早上玩剃须刀般的随意？并且这个人的枪法是怎么回事？那一枪他是怎么挡下的？至于陈少爷喊楚寒老大的那一幕，则是被匡志然完全忽略。什么老大不老大的，还想骗他？这胖子明明才是最强的一个，才是需要密切注意和防备的人，他可不是普通人，这种伎俩别想骗过他。就在众人一阵沉默之间，车厢内孕妇再次的发出了一声悠长的凄厉声响，换水。紧接着传来了上官雨欣带有命令口吻的声音。女军医从容不迫，完全屏蔽了外面的2声枪响和对峙，一心一意地处理着眼前的危机。快！车厢外的人连忙再次手忙脚乱起来，一箱箱矿泉水被搬空，木桶内的水换了一批又一批，血腥味已经从车厢内飘了出来，在空中弥漫。骆小小摇摇头，真可怜，你们觉得这孩子得生多久？陈少爷摇摇头，这我哪知道，不过现在他们所有人都在忙着接生，眼前的这些障碍物又把我们挡住，咱难不成在这里干等着？那孕妇挺可怜的。上九弟说完，将目光投向了前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决定。楚寒正坐在一颗石头上补充食物，开了一天车又被堵在这里，他正在抓紧时间休息，淡定的样子与周围吵闹忙碌的众人格格不入。老大可不爱管闲事儿。陈少爷无所谓的笑了笑，不过也不会见死不救就是了。上九弟的嘴角一勾，隐约间竟然有些甜蜜的味道。是啊，他就这么一个怪人，冷血无情，却又有原则。骆小小撇了撇嘴，对着陈少爷一扬下巴，一脸你看这个女人又发春的表情。陈少爷领会的眨了眨眼睛，一副我老大有魅力的嘚瑟样。不得不说，这俩吃货在对待这种事情上有着超乎寻常的默契和八卦感。太阳
越来越低，前方的道路上的障碍物已经开始出现斜长的影子，视线在长久不见的淡红色雾气里看不清远处，有种危机时刻存在的诡异感。不少人路过楚寒面前都投来鄙夷的目光，搬水或是清理障碍时少不了交头接耳。那小子就这么干坐着不干活啊？他又不是我们一伙的，那就不能过去清理一下障碍，就这么在旁边干看着？果然是一群吃白饭吧？第一次见到这么臭不要脸的人，估计是打算要等我们清理吧？明明有手有脚，却不自己干活。看着自己等人一身臭汗，再看看楚寒的一身清爽，让这些人对楚寒的行为都分外的不满，意见也越来越大。就在众人即将忍不住要去找人评理时，忽然一个声音突兀地响起，在沉默着忙活不停的人群中很刺耳，声音充满惊慌。那里！什么？何培元本来就密切注意着周围的动静，当下连忙抬眼四处查看。忽然他身躯一颤，瞳孔骤然收缩，竟然在这种时候遇到了丧尸。对面那些清理到一半的障碍物尽头，已经可以看到一群丧尸正在涌过来。这种情况在公路上时常发生，虽然没有人知道这些丧尸是从哪儿钻出来的，好似这个世界无论哪个角落都存在这种怪物，杀之不竭。妈的！卢洪胜一声大喝，抓起武器就打算冲上去。你们忙着，我在前面扛。他一向觉得自己在团队里力气最大，也是最有战力的一个人。虽然经常被人当作傻大个，但是每当战胜归来或是砍死丧尸后，人们看向他的目光里的那种崇拜和尊敬感会让他倍儿有面子。所以当下有丧尸过来，他想都不想的就冲上前。何培元也是同一时间扛上枪，恶狠狠地盯着那群丧尸。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个时候。哼！匡志然一声冷喝，还不都是因为孕妇啊，血腥味这么浓，没有丧尸来才怪。你就少说两句吧。何培元冷着脸，对匡志然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说完这句话，他便也是加入到了战斗队伍。此时车厢内的孕妇再次大叫一声，远处的丧尸群更加躁动了，他们听到了声音，也闻到了诱人的鲜血，一只只手舞足蹈地涌过来，那饥渴的样子仿佛饿了10几天似的。由于障碍物的阻挡，一时间无法看清楚来了多少，但这批丧尸群的数量绝对不会少。匡志然眼中闪着冷光，对着正在犹豫要不要去战斗的一群人说道：旁边就是下坡，把孕妇扔下去，引开了丧尸群，我们就能走。你敢！江左愤怒地冲着匡志然大喝，同时身躯死死地挡在车厢前。匡志然冷笑着，扫了一眼周围沉默没有说话的人。我就提一下建议，做不做随你们，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啊！继续这么下去，谁都会死，倒不如冲出去，把我护送到10市军区，你们也知道我的身份，以后好处少不了你们的。说完，匡志然就先一步离开，坐进了自己的那辆路虎里，摇上了车窗，并将车启动，一副随时会驱车离开的样子。他知道肯定有人会采纳他的想法，在这种时候逃命才是最重要的，在这里当英雄可是傻缺才会做的事儿。他就在这里等着，等人将丧尸群引开后就走。第110集，气氛很诡异，不少人面面相觑。匡志然的提议很诱人，与丧尸战斗的时候每次都会死人，那种绝望感一直像是一根紧绷的弦，让人随时会崩溃。牺牲孕妇然后逃走，这样的想法在很多人的脑海中浮现。匡志然说的对，末世里出生的孩子能活几天，早晚都是要死的，死法也各不相同。之前他们还遇到过吃人的团队，在那里小孩子就是食物，女人就是泄愤的工具。实际上很多人已经对何培元的管理不满，女人不能随便碰，强奸竟然不行，拜托，现在可是末世。我去杀丧尸。有人受不了这般古怪的气氛，加入了战局。我也去。有一半人选择了参与战斗，但还有一半人却是站在原地，双目不停地在周围人之中扫视。这种行为很好理解，他们期待却又害怕做这样越过道德底线的事情。
他们等待着第一个出手的人，第一个对孕妇和即将出生的婴儿下狠手的人，并且不想把责任和负罪感加在自己的身上。江左的眼中充满了恐惧，他看着眼前的这些人，一双双冷漠的双眼就像是野兽，他们要吃了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分娩车厢的门紧闭，其内的呜咽和嚎叫不断，血腥味刺激着前方的丧尸群越来越近。从远处看，已经有黑压压的一片迎来，一只只的穿梭在障碍物的夹层中间，腐臭和黑血一下子充满了嗅觉和视野。快，准备战斗！武器呢？参加前线战斗的人全部奔跑了起来。他们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事，不用何佩元交代也知道怎么做。虽然害怕不可避免，虽然他们知道这一战过后又会有很多人死去。50人的团队有20多人举起了武器，他们之中有少年，有女人，还有一些10多岁的孩子。他们颤抖着躲在车辆或者大树的后面，等待着丧尸过来之后就冲上前狠狠的一顿猛砸。何培元紧张地举着枪，哪怕有着30年的军旅生涯，在面对这些残忍恐怖的行尸走肉时也会忍不住的惊慌。他有些着急地看了眼后方的陈少爷，你枪法这么好，却不准备上来应战，丧尸有很多。后方的陈少爷一愣，啃着第8只鸡腿的动作顿了顿，口中含糊不清地指了指楚寒道：文老大没让我下车，反正有他在，你们怕个毛啊！何培元咬了咬牙，心中给这个胖子下了一个怕事的定论。紧接着他又看了眼楚寒，心中忍不住犯嘀咕，这小子看起来就跟个小白脸似的，到底能不能行啊？可别拖后腿了。陈少爷和上九弟待在火车里没有动，这1个多月的相处，他们已经摸透了楚寒的性子。楚寒没有让他们出手，他们是不会多管闲事的。后车厢内的骆小小由于脚伤没好，就一直待在后车厢里，没心没肺的玩自己的玩具。楚寒哥哥在，他才不怕什么丧尸群呢。楚寒哥哥连18000的大型尸潮都能从容不迫的对付，眼前的这个算个卵呀！白允儿同样没有任何举动，她在这个绝望黑暗的末世里，就像一尊大佛，显眼又淡定地站在一边，对周身紧张备战的众人无动于衷。只是他的双眼却是一动不动地盯着楚寒，他只对强者感兴趣。楚寒的站姿很微妙，确切的是应该说是站得很随意很轻松，完全不当一回事一般。斧头被他随意地扛在肩膀上，松松垮垮，好像随时会掉下来。这柄斧头在冶炼厂经过了一些改良，样子并没有多大改变，但是斧刃更锋利了一些，斧柄特地焊上了一些重量。因为之前的那点重量，楚寒已经没有手感了。但对于此刻已经1阶进化者的楚寒来说，这把斧头还是太轻了。让开，小子！此刻卢洪胜已经来到了前方，他毫不客气地对着楚寒一阵大吼：不想死就给我滚到后边去，别在这里傻呆着，一会儿武器不长眼砍到你身上可别怪我。卢洪胜的话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前线战斗的大部分人之前就是在不停忙活的那群人，他们早就对不干事的楚寒一伙充满了反感情绪。此刻卢洪胜的话一出，他们立即用最恶劣的态度开始抨击：快点滚，别站在这里给我们拖后腿，想活命还是滚到后边去吧，抱着头哭去，求那些肮脏的丧尸别咬你。真是一群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哎，到时候见到丧尸进食，别吓得屁滚尿流。嘿，幸运儿，没见过死人吧？正想说什么的何培元将脱口而出的话压了下去。他没有亲自见过楚寒出手，还是不要拖大了吧。这小子要是不行，看在他和自己儿子年纪差不多的份上，到时候帮一把。正在思考这里能获得多少积分的楚寒，莫名的一愣，莫名其妙的看了众人一眼，紧接着便是收回目光，淡定的晃了晃那貌似随时会掉在地上的斧头，静静地等待着那群丧尸的近前。切，狂妄自大的家伙！卢洪胜一声冷喝，他抡起了膀子，手中的大铁锤紧紧握，抱起的肌肉和青筋充满了杀戮感。
他打算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长长见识。前方的丧尸群越来越近，他们的行动已经和1个月前蹒跚机械的步伐不一样，速度不知不觉已经赶上了人类正常的步伐，手臂更加的有力量，指甲越来越长，仿佛吃了激素一般的疯长，尖锐的在太阳底下能闪出光。那巨大的嘴已经彻底咧到了耳朵根，像是被生生撕扯开的伤口，牙床完全暴露在外，口腔漆黑一片，尖锐突出的牙齿沾黏着丝丝血液和脂肪，那是人肉残渣。密密麻麻的汗水在众人的额头上浮现，哪怕杀了很多只丧尸，哪怕已经有了1个月的逃生经历，但在面对这些怪物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双腿打颤，还是会在心底涌出恐慌。来了！卢洪胜稳着情绪一声大喝：“听我指挥！”可惜他的话还未落下，一个人影忽然暴风席卷一般的冲出，极致的速度在地上带起了一阵尘烟，在视线里划出了一道残影。众人一呆，谁呀？谁这么冲动？卢洪胜和何培元刚回过神，便是发现了站在旁边的楚寒已经不在了。第111集，回来！卢洪胜一声大叫：“你想找死吗？”他虽然很看不惯楚寒，也很小看不干事又身材没什么力感的人，但是能跟着何培元这样的老军人一直混，最起码他的心地还没有那么的龌龊。在见到有人送死时，最先爆发的情绪是担忧。蠢货，快退回来！卢洪胜猛地就向前冲，这个小子竟然这么冲动，对付丧尸竟然完全不考虑战术，这可不是1只2只，而是一群呢。何培元傻了1秒钟，紧接着砰砰砰，手中的自动步枪拼命的射击，上去支援。果然出事了，这个鲁莽的小子。其余人也是一阵的心烦意乱，一边向着前方步步迈进，一边把楚寒骂了个彻底。妈的，不听指挥，让他自己去死吧！逞什么英雄，这个蠢货！坐在路虎车里的匡志恒一愣，随即夸张的捧腹大笑起来。哈哈哈！哎呀天哪，天哪，竟然有这种人，完全是脑子不好，真是一群蠢货！笑完之后，匡志然瞥了眼分娩的车厢，站在那里的一群人已经开始脸色不对了。匡志然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大，很好，前面是混战，后面是混战，他可以趁机离开这个鬼地方。只要到了石氏军区找到他爸，以后就不用再过这种颠沛流离的鬼日子。飞掠而上的楚寒脚步生风，他不顾后方卢洪胜的暴怒，也不顾其余人的大叫，眼中只有兴奋的占有欲。开玩笑，一个丧尸一个积分，他可不会白白让手。丧尸群已经越来越近，他们处在各种地方，见缝插针的往这里的方向挤。楚寒一步上前，脚步猛地顿在2辆车中间，他静静地看着眼前扑面而来，兴奋地抑制不住发出饥饿嘶吼的丧尸。手中的铁斧猛然扬起向前斩击，飞血飞溅，3只丧尸的脑袋同时开花，铁斧的角度刁钻的扭转，在空中甩出一连串黑色的血珠。再来，那些丧尸竟然完全无法反抗，也敌不过楚寒的速度，瞬间毙命。不过几息的时间，楚寒的面前已经躺下了10来只丧尸，将周围一片没清理的车辆和障碍物都染得一片黑浓色。一具具无头尸体倒地不起，连抽搐都没有，直接就这么一动不动地躺在楚寒面前，很快就已经有了要堆积成山的趋势。奔过来想要把楚寒拉回去一顿臭骂的众人全部一愣，思维一下子呆滞起来，仿佛电脑死机一般，不能思考。发生了什么？眼前这震撼的一幕到底是什么情况？震惊浮现在了每一个人的脸上，这种冲击感不比末世刚刚来临的时候强烈。如此短的时间，楚寒就已经以一种极致的速度和力量干掉了这么多的丧尸，并且还是一个人。可是他们呢？他们往往2个人合力才能杀掉1只。卢洪胜距离楚寒还有10几米，他飞奔的脚步也猛地一顿，自己还没跑过去呢，楚寒就已经杀了10几只，哦不是，现在已经是20几只丧尸了。
卢洪胜忍不住看了眼自己的高大魁梧的身材，又看了眼前方楚寒那可以说得上是消瘦的背影。他明明看起来很弱，但实际情况为什么会这么强？这又不是拍电影。他一直看不惯把他当作是弱者的楚寒，竟然是一名比自己强了无数倍的厉害人物。强烈的落差感让他无从适从。眼前的楚寒背影并不高大，就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而已。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却在这个背影里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像是泰山压顶，压得他喘不过气。何培元招呼众人救援的声音也是戛然而止，世界仿佛彻底安静了。他呆立在原地，眼前的年轻小伙脚下死去的丧尸更多了。就这么一会儿的时间，他杀死的丧尸比他们精心推演了无数遍的战术更加来得直接暴力。那些丧尸们完全进不了他的身，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像是打地鼠一样的简单，竟然没有一只丧尸冲过那条防线，全死了。他忽然想到了几分钟前陈少爷对楚寒叫出的那声老大，这个让他心惊的神枪手已经让他有了无法想象的冲击感。可是如此强悍的陈少爷看向楚寒的眼中只有崇拜。没有错，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年轻人才是老大，他是比陈少爷这个诡异神枪手更厉害的人物。坐在路虎车内准备看好戏的匡志然大脑停顿了一下，错愕的表情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白痴。不可能，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开玩笑的吧？这不是人类。他已经开始思维错乱，三观仿佛在一瞬间崩塌。他一直没有把楚寒当回事儿，他防备和忌惮的一直都是那个死胖子。可是现在他的心中开始感觉到恐惧，有什么事情已经脱离了他的掌控。他们都看走眼了。咔咔咔，楚寒扭了扭脖子，手中的铁斧唰的一下挥洒了一个漂亮的半圆弧度，斧刃上的黑血被帅气又暴力的甩出，像是散落的水花一般落于周围的地面，在地上绽放出星星点点。铁斧还是手感牵强，不过够了。迎面而上的丧尸络绎不绝，楚寒的眼中笑意很浓，这都是积分啊，多来点，来个100%上1000的，反正这些障碍物可以阻挡他们进攻的趋势，纯天然的地域优势他不需要改动，只需要稳着出手就行了。2000积分就能将体能升到2阶进化者，如今他的积分已经是1203。后方的车队里，坐在货车上没下来的骆小小拍手大叫道：楚寒哥哥好帅，楚寒哥哥酷毙了！陈少爷猛地狠狠咬下一口鸡腿，腮帮子嚼得很带劲。干，老大就是这么帅，这姿势这动作，这下手的速度与我望尘莫及呀！那是。上九弟像是听到了自己的爱人被夸一样的高兴，他把玩着自己的发丝，语气得意：你杀丧尸那是搞笑，楚寒杀丧尸那是暴力美学。得，别说了，我是没法跟老大比，但你也不能贬低我吧。白色货车里一阵的轻松，聊天打屁不断，几个人有说有笑的吃着零食，和外面那些或紧张或慌乱的众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第112集，不闪不避站于前方的楚寒杀得很过瘾，铁斧龙虎生威，在空中甩起的弧度仿佛是机械测量过的一般精妙，没有一丝力量多余，没有一点的角度不对，精准的就像是机器。躲在路虎车内不敢出来的匡志然看得心惊胆战，他的目光掠过了前方的众人，无论是何培元还是卢洪胜，还是那些平时对他爱理不理或是退避三舍的人，他们的脸上全部都是惊艳和崇拜的神情，像是在看一场精彩的演出一般看着楚寒。这种目光是一种对强者的崇拜，这是匡志然从未感受过的目光。明明他的身份很高贵，明明他是军方点名要保护的人，可是一向不把人当成人看的他，却从未感受过这种发自内心的崇拜目光。人们对他从来都是惧怕和厌恶。这场战斗成了楚寒一个人的舞台。匡志然忽然心慌起来，他感觉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何培元虽然答应护送他，但是这一路上并没有给他多少优待，
除了没有强制要求他战斗和出力外，平时的食物和用水都是限量的。他想洗个澡，竟然还需要商量很久。我去！匡志然的表情狰狞起来。楚寒这么强，何培元肯定会拉他入伙，然后在队伍里获得认可。或许连那个一向不给自己好脸子的卢洪胜都要对楚寒佩服。到时候自己的日子就更过得不爽了。砰！匡志然猛地一把砸在了方向盘上。妈的，臭小子！他的声音很阴霾。楚寒的个性无疑是冷硬不吃的那种，匡志然瞬间放弃了招揽他的想法，更何况他根本就看着楚寒不爽，他更希望的是楚寒被丧尸咬死。目光瞥了眼后方抽搐不动的众人，匡志然眼中爆发了一股冷意，他打开窗户一声大叫：“还不动手！”大叫声让待在分娩车厢外的人一愣，有些不知所措起来。前方战斗局势很好，似乎没有必要牺牲掉孕妇啊。动手！匡志然可不这么想，他的想法本来就是从自私的角度出发，把孕妇弄死，这小子来了还有你们的地位，到时候别连喝口水都没得喝。这个臭娘们浪费了那么多水，本来就该弄死。你们把她扔出去，把前面的丧尸引开，跟我一起走，我保证到了石狮军区就让你们吃香的喝辣的。这一番话将很多人的邪恶面激发了出来，立即有人撩起袖子上前，一把将挡在车窗外瘦弱的江左推开。妈的，还是军区的人靠谱！哎，把里面那个臭娘们弄出来！他们推搡着，就想要冲进分娩车厢，把里面那个引来丧尸群的源泉给弄死。好过分！货车里的骆小小有些坐不住了。陈少爷和上九弟有些犹豫，这帮人做的的确太过分了。虽然念念引来了丧尸群，那个孕妇有一定的原因，但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难不成让他把孩子憋回去？而且眼前的危机根本就威胁不到任何人。楚寒那种高速的斩击已经将那群丧尸杀得过不来，没有危机却这么对待一个临产的孕妇，这事儿还真是……不要复活我的妻子，求你们了！江左拼命地阻拦着，可惜他是一名化学家，成日待在实验室里，根本就是手无缚鸡之力，镜片都被人打掉了，被一脚踩碎在地上。此刻分娩车厢内，忽然一声大叫从孕妇的口中喊出，她憋着一股劲儿，大汗淋漓，身下早就一滩血迹。紧接着，孩子响亮的啼哭声忽然响起，让在这末世里摸爬滚打的人心中猛地升起了一股奇妙的感觉。在这充满危机的末世里出生的孩子，我的孩子！江左奋力地爬起，身体死死地扣住车厢，不顾他的后背已经被人打得全是淤肿。捡到！上官雨欣淡定的声音冰冷地响起，他无视了外面成群的丧尸嘶吼，也无视了那些即将冲进来的疯狂人群。他明白，他要做的就是接生。他此刻是医生，唯一的责任就是要对产妇负责。砰砰砰！车厢的门被砸得一阵摇晃，堆积的货物已经阻拦不住。他们又冲进来了！旁边帮忙的女人们一阵惊慌。我说，给我捡到！上官雨欣的眼中迸发出了一股狠辣，军人的傲骨展现得淋漓尽致。鸡蛋！干！一直注意这边动静的陈少爷狠狠地赞了一声：“这女军医够爷们儿！”上九弟翻了个白眼，一声不吭地下车，他打算阻拦这些丧心病狂的人。可惜有个人比他更快，一声枪响猛然冲破了嘈杂，不少人顿时一阵耳鸣。骆小小清脆如同铃铛的声音在不远处的空地上响起：“不许你们进去！”被枪声吓呆的众人连忙回头，便是看见那12岁的小女孩穿着一身干净的粉红色连衣裙，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手中的自动步枪握得有模有样，脸上的表情完全不似一个小女孩，而是嚣张中带着杀气。骆小小！陈少爷一惊：“你别下车，腿还没好呢！”咔嚓一声，骆小小熟练地拨弄着枪支，野蛮的样子跟前方砍丧尸的楚寒异常的相似。因为谁敢碰孕妇姐姐，我就杀谁。上九弟正要下车的手一顿，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婴儿的啼哭声异常响亮，在车厢里极其用力地嘶喊着，听起来很有活力。突然，一辆车猛地冲了过来，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向着对方冲刺。骆小小就站在道路中央，已经快要撞上，可是那辆车完全没有要减速的意思。那是一辆路虎。骆小小！上九弟和陈少爷同时一声大叫，想都不想的陈少爷就发动了货车，想要把那辆路虎撞飞。一声枪响，一声骨头碎裂的声音。楚寒猛地回头，冲入眼帘的是一张如同纸片般脆弱的粉色，一个娇小的身体被抛在空中，然后重重落下，地上一滩猩红。砰砰砰，路虎不受控制地撞到了好几辆车，但是速度依旧不减。在强制打转方向盘后，又一个急速向前驶去。车内的匡志然捂着自己的肩膀，那里的鲜血不停地涌出，很快就染红了一片衣服。去，死胖子，我干死你！第113集，急速下竟然能打中他。匡志然看了眼碎裂的后视镜，要不是这个后视镜挡了一下，让子弹的轨迹转移，刚刚那枪估计能直接爆头。这枪法到底他妈是怎么练的？我去你的！陈少爷一声怒吼，就想要驱车追上去。停车！上九弟一声大叫，狠狠地将陈少爷推开，一把就将车熄火。货车还未停下，他就已经跳了出去，向着骆小小的方向飞奔。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一瞬间顿住，他们都愣愣地看着道路中间的那一滩血迹，娇小的身躯倒在血泊中，无助的样子很让人心慌。公路上的所有人都陷入了彻底的死寂。何培元不可置信地望着骆小小，内心的愧疚在这名老军人的心中无限放大，他真的不该让匡志然和他们待在一起。卢洪胜浑身颤抖，为什么匡志然会丧心病狂地开车撞骆小小？他还只是一个孩子。江左双眼一片血红，骆小小站出来维护了他和他的妻子，但是却被匡志然驱车撞了。被路虎撞倒的12岁的小女孩会是什么样的下场，不言而喻。万一这个小女孩出什么事儿，她一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小小，骆小小！上九弟手足无措地跪坐在骆小小身旁，浑身颤抖。怎么办？他该怎么办？上九弟的尖叫让所有人的目光都忍不住地投向了楚寒。这个男人所爆发出来的战斗力让人不得不时刻注意。楚寒的队友被车撞了，还是被他们队伍中的人撞了？这个铁血暴力的男人他会怎么做？回过身的楚寒看不清表情，身后的夕阳彻底将他的面容遮掩，只是那一双露出来的眼睛却是让人不寒而栗。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眼前的那一抹猩红，骆小小的身躯不断地抽搐，鲜血浸染了一大片地面。一股极致的杀虐猛然爆发，哪怕看不清楚寒的表情，周围的人也能清晰地感受到那股暴虐的杀意，像是一头凶猛的野兽。路虎车的速度越来越快，匡志然驱车直直地向着前方冲去。楚寒一动不动地站在前方，他忽然不敢和楚寒的双眼对视，哪怕他开着一辆高大的越野，哪怕他的车速极快，哪怕楚寒只是独身站立，可是匡志然仍然感到害怕。他忽然有了一种直觉，若是就这么撞上去，死的不会是楚寒，而是他自己。方向盘急打，匡志然强行地调转车头，猛地一下撞坏了栏杆，向着旁边的树林里冲去。拦住他！陈少爷一声大吼，卢永胜和何培元连忙回过神，刚想上车追赶时，一道黑影忽然一跃而起，飞奔在那些废弃车的车顶，发出砰砰的巨大响声，一辆辆车顶都被踩踏的凹陷一大块，有些甚至都直接裂开。那是楚寒，他的双目充满了怒火，这是与看丧尸不一样的杀虐。他重生一世最大的愿望就是不留遗憾。骆小小虽然只与他相识1个月，可是小女孩对他毫无保留的信任以及高达90%的忠诚度，
让楚寒一度把骆小小当成了自己的亲妹妹。这无关骆小小的身份，无关军方的势力，无关未来的野心。他不允许，也不能忍受身边的任何人受伤。敢碰我的人，我杀你全家！唰，令人惊讶的速度到了极致，很多人已经开始难以用肉眼捕捉楚寒的身影。那种速度绝对超过了人类的极限，向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向进发。前方的路虎很快，错综复杂的树林，一棵棵枯树被直接撞倒，无数的枯枝乱叶从前方飞来，让楚寒追击的速度受到了严重的阻碍。一车一人很快脱离了大部队，消失在了旁边危险的树林之中。楚寒拼命死追着，速度爆发到了极致，前方的越野车越来越快。那毕竟是车，他要追不上了。靠！手中的斧头在颤抖，在悲鸣。老伙计！楚寒的声音压抑着怒气，紧握着铁斧的手猛然用力，替我杀了他！呼！铁斧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扔出，斧刃寒光凛凛，向着前方的路虎车急速飞射而去，牢牢地对准了后方的玻璃。那种如同炮弹一般的速度和力量，仿佛已经可以预见这柄斧头冲破玻璃，一把斩下匡志然的脑袋。而就在此时，一只丧尸猛地冲出，撞在了路虎车上，让路虎车一个方向飘飞，紧接着哗，越野车的玻璃碎了，但车身只是一个倾斜，便猛地一个加速，向着前方驶去。啊，我的手！匡志然大叫着。座位旁边插着一柄巨斧，斧头受到几次撞击，已经斧柄脱离，彻底的报废，只留下了一张巨大的刃面插在座位上。而匡志然的左手从手腕处被整个切下，左手就掉落在脚旁边，鲜血淋漓，手腕处鲜血喷射的如同喷泉，染得整个车内都是。啊！匡志然疯狂的大叫，他不想死，一脚油门踩到了底。楚寒竟然把斧头扔了过来，而且还砸碎了玻璃。若不是刚刚正好有只丧尸撞了过来，估计现在的他已经人手分离。匡志然实在是没有想到，自己的命竟然是被一只丧尸救了。不能停，他要走，头也不回的走，离开这里去军区。楚寒，你给我等着！越野车越来越远，一只身躯高大的丧尸拦住了楚寒的去路。他似乎是因为刚刚的撞击还处于呆愣中。拦路！楚寒双目中的暴怒虚张到了极致，他紧紧地盯着眼前的这只丧尸，杀意不要命地涌了出来。你找死！楚寒暴怒着一跃而上，手捏成了拳，猛地就对着丧尸的脑袋砸下。这是一只2阶丧尸，并且此刻楚寒的手中没有武器，但是那又怎么样？他要杀的人谁都别想拦。身材傲人的女军医猛地一把推开了车厢门，车厢内的孕妇和孩子安然无恙。她正松一口气，打算告知江佐时，上官雨欣的眼眸猛然变得犀利起来。江佐不在这里，那些推搡着要捣乱的众人一个个全都呆若木鸡地站着。远处一群人围着什么吵吵闹闹，地上一大滩血不断地向外溢出。第114集，医生在哪儿？陈少爷大吼着，完全失去了理智。何培元拼命地按住骆小小的伤口，看到上官雨欣出来，连忙大叫：上官同志，快来！上官雨欣的心中一突，前方围聚在众人自发地让开了一条道路，将眼前的场景完全呈现出来。骆小小娇小的身躯被上九弟搂在怀里，鲜血不住地往外涌，粉红色的衣裙已经变成了血红色。孩子，小女孩12岁，因为阻止那些人的丧心病狂而被越野车撞了。楚寒哥哥。骆小小虚弱的声音从口中传出，她的双眼呆滞，很茫然。这时候了，都这时候了，求你别说话了。上九弟已经哭成了泪人。骆小小虽然平时很不乖，还老是跟他对掐，但是接触了那么久，上九弟早就把她当成了妹妹。
更何况他无法想象，若是骆小小出事儿，军方内部会有怎样的暴动。骆小小的身份可不简单啊！让开！上官雨欣连脸上的汗都来不及擦，直接上前一把将尚九弟推开，语气不容置疑：放屁，都给我滚！哗！周围的人群立即疏散开，那些原本受到匡志然怂恿想要对孕妇下手的人，全部紧张地待在一边。匡志然竟然自己跑了，留下他们这群人在这里一动不敢动。他们早就在心中把匡志然的祖宗问候了18遍。何培元和卢洪胜看他们这帮人的眼神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食物、水这些东西以后都不会任意取用了。需要输血。上官雨欣在简单的处理后便是立即出声：现在条件太差，这个孩子什么血型谁知道？血型？尚九弟猛地愣住，紧接着身躯一阵摇晃，脸色猛然苍白。怎么了？快说呀！陈少爷那个急呀，满头大汗。众人一阵安静，所有人都盯着尚九弟，看到女人苍白的脸色时，不禁都是心中一慌。骆小小什么血型不确定。楚寒哥哥。骆小小的口中一顿一卡的发出了虚弱的声音，嘴唇一张一合，声音很轻微，让人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什么？上官雨欣将耳朵靠近骆小小的嘴唇，紧接着他的手一抖，抬起头后，双目中的神色异常难看。骆小小说什么？陈少爷连忙问道。他知道这可能是骆小小的最后一句话了。他说。上官雨欣低着头，让人看不见他的表情，声音颤抖。他说那个坏掉的收音机他修好了，让我们跟楚寒说一声。寂静，无声，世界仿佛彻底的安静下来，什么都没有。尚九弟猛地一把捂住嘴，差点昏厥。陈少爷肥胖的身躯狠狠地颤抖。都这个时候了，骆小小还惦记着之前楚寒让他试着修好的那个收音机，那个收音机已经好多天没有再出声，他们也都好多天失去了外界信息的渠道。楚寒只是随便的一说而已啊，没有人在意，那只是一个收音机，这个傻孩子。啪嗒，骆小小的手臂忽然无力的垂下，双目缓缓的闭上。血型告诉我！上官雨欣大叫着，声音充满了惊慌。需要立即输血。孟买。尚九弟的声音清晰，但却带着无与伦比的绝望。孟买血型。他不是不知道骆小小的血型，而是这种血型太稀有了，100万人之中才出一个，并且孟买血型的人只可接受相同血型的血，所以说骆小小几乎没有了希望。咔！陈少爷手中的枪猛然掉落在地。什么？孟买血型？上官雨欣一愣，整个人仿佛失去了动力，他呆坐在地上喃喃自语：没救了。众人一片沉默，卢洪胜和何培元静静地站在人群中，两个大老爷们忍不住双目通红。我要杀了他！尚九弟狠狠地抽泣着，拳头一下又一下地砸在地上，砰砰砰，瞬间血肉模糊，崩溃的心情让他心中的杀意到了极致。陈少爷满脸苍白，他该如何面对老大？老大明明说过让他们别下车，明明说过让他保护好骆小小和尚九弟，可是他却让骆小小发生了这样的事儿。用我的。忽然间，一个冷漠的女声响起，只见白允儿飘然至近，一身白色的连衣裙，不染一丝纤尘，浑身清爽的模样和这个末世和四周的一片凌乱格格不入。雪白的皓腕伸至上官雨欣的面前，白允儿冷漠的脸上毫无表情。用我的血。你什么血型？这是孟买血型，不是普通的 O 型血，贸然输入会引起输血事故。出于严谨，上官雨欣下意识地问道：你是孟买血型？尚九弟也惊诧了一下。我的血能救他，信不信随你。白允儿轻轻一笑，盯着上官雨欣的眼眸中冷漠一闪而过。我劝你还是快点吧，若是骆小小没救回来，等楚寒回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暴怒的他一定会杀了这里的所有人。女孩冷漠的眼眸很认真，
但那神色里带有的并不是警告，而是期待。陈少爷和上九弟都是身躯一震，这个疯子他在期待什么？白允儿冰凉的话让很多人的心脏剧烈跳动了起来。楚寒追匡之然去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杀光这里所有人，不会吧？不管了，上官雨欣一咬牙，输血准备。人群立即忙碌起来。何培元拉着卢洪胜上了一辆车，走，我们去找楚寒。锅路旁的树林已经被越野车撞得乱七八糟，何培元和卢洪胜驱车驶入的时候，已经被好几道障碍物差点卡住底盘。所幸前方的道路上车轮很明显，他们并不会追丢。砰砰砰！忽然，前方传来了一阵巨大的撞击声，还有几棵枯树相继倒下，以及枯枝扫在地面发出哗啦啦的声音。怎么回事？何培元一愣，连忙猛踩油门向前冲去。车辆越来越近，等到他们看清前方的场景时，两个人都是猛地一惊，一脚刹车踩下。那是楚寒。此刻楚寒手中的铁斧不知去向，他浑身是血，黑色的血，衣服破烂不堪，头发被汗水浸湿，他的表情很狰狞，很暴虐，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疯子。第115集，楚寒的对面是一只丧尸，只是这只丧尸很大很威猛，身躯上无论是指甲还是牙齿都和普通的丧尸完全不同，皮肤上也没有那些一碰就掉的腐肉，甚至他张大的巨口中发出的声音已经脱离了普通丧尸的范畴，更像是一只饥饿愤怒的野兽。丧尸和楚寒正在激烈的打斗，场面异常的暴力血腥，每一次的碰撞都尤为激烈，撞毁了无数的树干，黑血到处都是。但古怪的是，地面上没有一丝一毫的人类血迹。那是什么怪物？卢洪胜惊诧的声音在何培元耳边响起，听得出来他此刻非常紧张。我以前有想过。何培元的声音同样有些颤动，但却在努力的压制。我们一路上遇到的丧尸已经和一开始有些不同，腐臭不那么浓郁，皮肤也不再是走两步就掉的腐肉的状态，嘴越来越大，牙齿越来越尖，指甲越来越锋利。这什么意思啊？卢洪胜紧张地问道。这些丧尸，他们在进化。何培元的神色很严肃，也很担忧。卢洪胜猛地咽了口口水。那我们人类应该也会进化，最起码楚寒和陈少爷这两人明显已经不是普通人。何培元说完这句话后，认真地看向卢洪胜。我要下去帮忙，但是你可以留在车上，我不强求。卢洪胜愣了一秒，随即猛地的一把拎起了自己的武器。我跟你一起。两人在距离楚寒100米外的地方下车。前方的战斗太惊天动地，他们没办法直接冲过去。杀不杀得死那只丧尸不说，最重要的是他们害怕会误伤到楚寒。虽然这一点他们考虑的有点多余。前方的楚寒已经失去了相伴1个多月的铁斧，唯一的一把武器就是一直绑在手里的那把匕首，但是此刻也没有用。杀意让他的暴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他此时更想做的事是把眼前的这头二阶丧尸撕碎。之前那一斧头扔过去，本该爆了匡之然的脑袋，但是结果却只削掉了一只手，都怪眼前的这个畜生。砰砰砰，每一次的交手都发出了巨大的声响，那声音不像是人类和丧尸的对决，反倒是像两头怪物在相互搏杀。小心点儿！何培元将手中的枪托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前方。我知道。卢洪胜拎着武器，小心翼翼地向前匍匐，这是他和何培元一贯的默契，一个上前硬抗，一个在后方远距离支持，这也是他们最擅长的作战方式。依靠这种配合，他们干掉了无数的丧尸，救下了很多人，所以他们坚信这一次同样可以帮助楚寒脱困。虽然这一点他们依旧考虑的有点多余。
二阶丧尸发出了一声惊天长啸，他呲着獠牙，面部的表情比恶鬼还狰狞。楚寒浑身肌肉紧绷，虽然在他削瘦的外表下根本看不出有多少力量，但那每一拳的轰出都带着一股飓风，好似能够把人的脸都割破。砰！楚寒猛地一记鞭腿，重重地踹在了眼前这只丧尸的脑袋上。咔咔，2颗獠牙被一下子踹断，流出了一股黑浓腥臭的丧尸血。二阶丧尸暴走了，双拳狠狠地向前一抓，就想要将楚寒的脖子给拧碎。楚寒的脑袋极快地一偏，一股大力从耳旁擦过，丧尸的攻击顿时被躲开。楚寒的手脚不停，砰砰砰的几下就踹在了丧尸的胸前，紧接着一步跃上，同时2条手臂猛地将丧尸的脑袋钳住，右膝盖的力量猛然爆发，砰！重重的一击轰在了丧尸的脸上。去你妈的！哗！二阶丧尸的整张脸都是黑血模糊，鼻子、眼睛全歪了。楚寒不仅仅是1阶体能的进化者，更是开启了精准和力量的天赋，他比普通的1阶进化者强得多。而此刻又是在这般盛怒之下，眼前这只刚刚进化的2阶丧尸完全被楚寒当作沙袋一般狂揍。看到楚寒把2阶丧尸控制住，卢洪胜连忙一跃而起，口中啊啊叫着，就想要助楚寒一臂之力。可猛然之间，楚寒忽然扭过头，双臂牵着丧尸脑袋的动作未停，膝盖还死死地抵在丧尸的脸部，那处地方已经完全是一片黑色的血泥。卢洪胜的动作猛地一顿，双膝打颤地看着楚寒，那是一双冰冷充满杀虐的眸子。楚寒的眉头轻轻一挑，嘴角勾起了一个嗜血的弧度，声音仿佛来自地狱的恶鬼：不想死就滚到后边去。紧接着楚寒的双臂猛然用力，哗，一把将眼前的丧尸脑袋从中间撕开，黑色的血浆和发黄的脑髓瞬间喷射，爆起在楚寒的脸上，脖颈和身体的各处2颗圆滚滚的眼珠子在地上翻滚。楚寒转过头，2只手还拎着丧尸一边一半的脑袋，上面滴答滴答地流出了黑血和脑髓，在地上溜出了2道颜色分明的线条。他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卢洪胜，不发一言。卢洪胜面露惊慌，脚步不可抑制地向后急退。楚寒此刻的状态简直是想要杀人一样，那拎着丧尸脑袋的样子，貌似也要把他的脑袋给撕了一般。还有楚寒刚刚说的那句话，不想死就滚到后边去，这话怎么听起来这么熟悉？忽然间卢洪胜一阵恍然，貌似就在不久前，他还不知道楚寒的战力如此强悍的时候，他就是说过一模一样的话。但是此刻楚寒却是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并且堵得他哑口无言。楚寒太强了，让他望尘莫及。远处的何培元手中的枪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在了地上，楚寒再一次刷新了他的三观，那种暴怒的情绪，那般极致的战斗状态，让他感觉到了无比的害怕，竟然一把将丧尸的脑袋给撕裂，这是野兽才会有的行为和力量。楚寒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管不了卢洪胜和何培元是啥心情，直接一把将丧尸脑后的黑色晶体取出，然后极快地扔到了口袋里。紧接着砰砰2声，一把将丧尸脑袋的2部分往身后一扔，啪啪，被分开的丧尸脑袋掉落在地上，就像是一刀切的黑色大西瓜。整个森林里都弥漫着大战过后的凌乱，黑色的丧尸血液溅得到处都是。楚寒扭了扭头，朝着2人的方向走去。第116集。可惜楚寒每向前走一步，卢洪胜和何培元2人就本能地后退一步，3个人1人向前走，2人步步后退，很快就退到了车旁边。那画面活生生就像是一只羊和2只狼。忽的，楚寒脚步一顿，莫名其妙地看着眼前的卢洪胜和何培元。你俩躲什么？2人一愣，是啊，他俩躲啥呀？
卢洪胜大呼一口气：“还好，还好，还会说话，是人不是鬼。”何培元擦了擦额头的汗，他刚刚也是被楚寒的气势给镇住，一时间完全忘记了楚寒是人类。随即他转念一想到：“你有没有受伤啊？被丧尸咬到，或者是抓伤什么的，会被感染的。”一句话让卢洪胜放松的心情再次提起。尼玛，楚寒这么强，要是变成了丧尸，岂不直接是刚刚那种厉害的丧尸？他可打不过呀。楚寒冷硬的眼眸浮现了一抹不屑：“这种垃圾还伤不到我。”咕噜，卢洪胜咽了咽口水，好霸气。何培元只是点点头，欲言又止后道：“你还是跟我先回去吧。”楚寒心中一紧，无视了两人，直接3两步就跳上了车，主人一般的坐在了驾驶位上，冲着呆愣还没有反应过来的两人一声大吼：“还不快点！来了来了！”卢洪胜和何培元赶忙爬上去，两人的屁股还没坐稳，嗡的一声，轰！汽车直接一飞而出，向着原路急速的飞驰，把卢洪胜和何培元甩得东倒西歪。此刻的时间已经不早，天际是一片血红色的黄昏，空气中那若有若无弥漫的血雾似乎更加浓了一些，将整条公路都映照得充满了诡异感。公路上的障碍物已经被移开，但是人群却依旧拥挤在一起，因为此刻一群人正举着武器将另一群围在中间，带头的人正是江左。江左！被围着的人大概有10几名，其中一名男子忍不住的冲着江左大骂：“你想做什么？”“不做什么。”江左的眼镜片掉了一块，显得有些滑稽，但是脸上的神色却是很疯狂，很狰狞。“等楚寒回来，处置你们！处置！”人群中开始有人暴动。“说的太过分了吧？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就是，不是还没有冲进去吗？你老婆和孩子都好好的，凭什么劫持我们？那个小女孩是自己跑下车的，怪得了我们？她还冲我们开枪呢，谁撞死谁活该。要怪也是找匡志然吧，关我们什么事啊？”人群中的怒骂和火花越来越大，气氛剑拔弩张。分娩车厢内还在做着最后的照料、清洗以及照料刚刚生产的年轻妇人，婴儿已经被哄得睡着，被一群心地善良的女人照料着。远处的货车旁边，上官雨欣在简陋的木板上给骆小小急救，她没有理会远处的嘈杂，一心一意地处理着眼前的患者。职业道德在这里显得尤为明显，从容不迫的认真给这个坚强的女军医平添了一股极致的诱惑感。骆小小的流血已经止住，小女孩奇迹般的被救了回来，但是还在昏迷。上官雨欣做完了最后一项流程，交代了助手一些事宜之后，她便是将目光投向了白允儿，这个冷清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孩。至始至终，白允儿都没有说话，也没有任何交代。上九弟在一旁给骆小小小心翼翼地清理身体，同样没有理会远处越发嚣张和愤怒的人群。陈少爷一声不吭地坐在地上，低着头，肥硕的脸上满是杀意，但是他没有动，他在等楚寒。树林里传来一阵汽车轰鸣以及暴躁的撞击在树干或者是石头上的声音。他回来了。白允儿没有回头，只是淡淡的出声。所有人都同一时间看向树林，包括那些嚷嚷着不停的人，只不过他们此时的表情很是愤恨。陈少爷一坐而起，站在原地静静的等待着。上九弟专心的在给骆小小擦汗，哪里也不多看。汽车很快就驶了过来，吱的一声停在了众人面前。终于回来了！被江左劫持的那些人开始暴躁起来。何培元，快让他放了我们！太过分了，竟然控制我们！何培元、陆洪胜，你们快下来！驾驶室的车门被大力撞开，第一个下车的是楚寒。他一身黑血，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干净的，脸上还带着战斗过后的杀气和凛冽。无视了吵闹的众人，他一言不发地走到了路中央躺着的骆小小面前。
所有人一时间都被楚寒的气势所震。两声呕吐的声音突兀地响起，紧接着众人便是看到卢洪胜和何培元扶着车门下车，吐得稀里哗啦。此刻两人的心中已经对楚寒无以言对，他完全是一路横冲直撞地开回来的，这车差点都被开报废。看到何培元和卢洪胜吐了一地，那些被楚寒镇住的人回过了神，人群开始发出了一阵嘲笑声。切，吐成这样，哎呀，怂！哎，快点把这个江左给拉过去，他疯了！就是，竟然把我们包围，想干嘛？杀人啊！没有理会任何人，楚寒盯着骆小小苍白的小脸，然后将目光看向了一边的上官雨欣。他没有说话，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上官雨欣不知怎么的，心中忽然一突，下意识的就汇报道：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能恢复多少还不知道，现在药物紧缺，还处于观察阶段，能救回来已经是奇迹，这还多亏了。上官雨欣的话还没说完，忽然就被一个清冷的女声给打断。白允儿的眼眸带着一种意味不明的情绪，冲着楚寒露出了一个冷血的笑容。看到那群人了吗？刚刚他们说骆小小死了活该。世界猛然一静，白允儿的声音并不大，但却让所有人都心中一凉。上官雨欣惊诧地看向白允儿，这个女孩说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卢洪胜和何培元也是同一时间停止了呕吐，气氛在一瞬间冷凝，静赖无声。良久后，陈胖子，楚寒说出了下车后的第一句话，冰冷彻骨。他扭过头看向那群猛然安静下来的人群，双手随意地插于裤兜。陈少爷冷冷地瞥了眼那群人，走到阴沉着脸的楚寒面前道：老大，时刻待命。瞥了眼并不明朗的天空，楚寒的声音一字一顿，语气平淡：杀光他们，一个不留。第117集。是，老大。陈少爷的声音充满了气势，自动步枪以一种极致的速度上膛，咔嚓！慢着！何培元连忙一声大叫，身躯奔跑着向前，就想要一把夺过陈少爷手中的枪。可惜晚了。一阵自动步枪扫射的声音响起，陈少爷肥硕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手指机械的扣压扳机，血花不住的飞溅，砰砰砰，连续10几声后，远处那块地面已经躺满了尸体，血雾弥漫，整块地面凌乱的像是几十年前抗战时期被屠城的惨状。血腥残暴，自动步枪一连10几发子弹，一颗子弹一颗脑袋，百发百中。陈少爷甚至连弹夹都不需要换。在楚寒还在上一代末世10年的时候，那时候人们形容神机狙击手陈少爷的时候都会这么说：被他开枪射死的人数量比他打出的子弹还多。这不是在开玩笑，将来的陈少爷有这样的实力。而此刻，这名渐渐露出獠牙的未来神机狙击手却对楚寒的忠诚度为100%，他这辈子只会听命于楚寒一个人。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虐杀给镇住，陈少爷的动作太快了，很多人都没有反应过来。那10几个暴动的人就已经毙命，毫无抵抗之力，无一生还，每一个人都是被打爆了头。江左站在一堆尸体旁边，他的脸上被溅得满是人血，镜片完全糊成了血红色，他双腿不停地打颤，刚刚那一瞬间仿佛是与死神擦肩。他甚至还能清晰地感受到那子弹从耳边划过的声音。他机械地转过头看了眼地面，满是猩红，10几人全死了。何培元的手顿在半空中，双目不可置信地瞪大。他实在没有想到陈少爷竟然速度如此之快，楚寒说杀他就真的杀了，立刻动手，毫不犹豫，连一瞬间的迟疑都没有。卢洪胜完全傻了，刚刚吐完了的他，在看见那些死相惨状的一群尸体后，忽然胃部又是一阵的抽搐。上官雨欣的后背紧紧贴着白色货车，心脏剧烈的跳动起来，恐惧占据了他全部的情绪。
上九弟没有任何反应，专心致志地照料着骆小小。他已经明白了，也已经看清楚了这个末世，那些人本来就该死。白允儿美眸轻轻一眯，率先踏上了 G55的副驾驶位。咔嚓，将枪收起背在身后，陈少爷走到楚寒身旁。老大，已搞定。陈少爷的声音将呆愣的众人拉回了神，喧哗声立即响起，呕吐或者是惊叫、大叫的声音此起彼伏，一片心慌。楚寒，你太过分了！何培元愤怒地大叫着，他的双手紧紧握着，气得浑身颤抖。那些都是人，不是丧尸。楚寒风轻云淡地瞥了他一眼，冷漠的眼神中带上了一丝怜悯。你是个好人。什么？何培元愣了一下，没明白楚寒这句莫名其妙的话。好人一般都死得早。楚寒笑着说出了这句话，紧接着他忽然走上前，消瘦的身躯仿佛毫无力量，可是他的手臂却是瞬间将何培元拎了起来，一只手掐着他的脖子，声音依旧带着笑意。说，开路虎的那个杂种是谁？放开何说！卢洪胜一步上前，就想要从楚寒手中将何培元拉下。砰！突如其来的一脚毫不留情地踹在了卢洪胜身上。哐！一声巨响，卢洪胜接近2米的魁梧身躯被整个踹得倒飞而出，仿佛楚寒踹的不是一个魁梧大汉，而是一颗石子。卢洪胜的背部砰的一声撞在了护栏上，一时半会儿爬都爬不起来。楚寒连头都没有偏，一个余光都没给卢洪胜，漆黑的双眸紧紧地盯着眼前的何培元。楚寒冷笑着，手指微微用力，咔咔咔，何培元瞬间感觉到一阵窒息，整张脸都憋得通红。紧接着楚寒的手指微微一松，脸上依旧带着笑意，笑得惊心动魄。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我来说。江左的声音忽然在楚寒背后响起。你放了何说，他和这件事没关系啊。啪！楚寒一把将何培元松开，老军人被重重地扔在地上，骨头都快散架了。他拼命地咳嗽着，人心中的复杂不言而喻。这个世道变了，一切都变了。人群中的女人和孩子都紧张地抱在一起，他们看着黑化的楚帆，一时间一句话都不敢说。那么年轻至极的脸庞看上去很阳光，楚寒应该是一个没有经历过太多黑暗的大学生，可是为什么他们在楚寒的笑容里看出了一种残酷至极的感觉，仿佛是罪恶的源泉。白允儿摇下车窗，饶有兴致地看向这里，盯着楚寒的目光满是惊艳，他喜欢这种残酷的黑化。陈少爷面无表情，静静地待在原地，持枪以待。他从不觉得楚寒做的过分，相反，他觉得这才是末世里理应出现的，是最正常的情况，强者为尊。楚寒走进江左，在距离他1米处的地方停下，目光在眼前这个浑身是血、不停颤抖的男人身上打量了一番后，楚寒的声音轻轻地响起：“快点，我的时间不多。”江左一个机灵，连忙道：“开路虎的那个人名叫匡志然，是石狮军事基地匡城少将的儿子。他……够了！”楚寒忽然打断他，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大步流星地走向G55。匡志然，匡城的儿子，很巧吗？他叫江左。忽然间，一直温柔地帮骆小小擦汗、清理身体的上九弟开口，女人指了指那个分娩车厢。骆小小就是为了帮助里面那个孕妇，才会被匡志然撞。那是江左的妻子和孩子。这么说来，这个江左也有份儿。楚寒忽然回过身，目光中的暴怒毫不掩饰。江左浑身一寒。就在此时，分娩的车厢门忽然被打开，一个脸色苍白的女人扶着车门走下来，她身上还染着血，虚弱的样子仿佛随时会死去。你怎么出来了？江左吓得浑身冷汗。快进去！求你！女人对着楚寒苦苦哀求：“不要杀我的丈夫！”上九弟瞥了一眼后，将骆小小
抱起，放于白色货车内，声音冷静。刚刚陈少爷杀掉的那群人是江左控制住的，还有就是那个孕妇是骆小小想救的人，最好别杀。第118集。哦，楚寒眼中的杀意隐去，他静静地注视着眼前眼镜片碎了的江左。既然你做的事对我来说意义不大，不过还是要谢谢。将来若有机会见面，你可以对我提出一个要求，我会帮你办到。楚寒说的不是尽力或是尽可能，而是直接霸道地说出了会这个字，这无疑将他隐藏在心中的野心和狂妄彻底地暴露出来。他不是一个喜欢低调和装怂的人，他要的东西从来都是直接去抢。上一世是这样，那么这一世他只会更加直接和嚣张。楚寒的话让江左和他的妻子彻底愣住，他们清晰地感受到了楚寒眼中那极致的野心。江左的内心忽然涌上了两个极端的念头，这个人将来要么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要么就是一代枭雄。说完，楚寒也不管江左的反应，便是直接转过身，走到惊吓的满脸惨白的上官雨欣面前。你刚刚说药物不足？是。上官雨欣不知道楚寒为什么这么问，只是下意识的回答。军医。楚寒的语气是陈述句，他上下看了他一眼，双眸微微眯起，紧接着他不等上官雨欣的反应，对着一旁的上九弟一偏头，把这个女人带着。上官雨欣一愣，但紧接着便是反应过来，楚寒是要劫持他，给骆小小当专属医生。我不能跟你们走。上官雨欣立即反抗。我不是你的私人医生，这个团队这么多人，有老人有女人还有孩子，我要对他们负责。楚寒走向季武武的脚步一顿，脸上的表情冷酷异常，他忽然绽放出了一个狠辣的笑容。那些人的命关我什么事儿啊？楚寒的无情让众人再次心中一寒，同时也完全摸清了楚寒的性子，他只会护着自己人，其余的无论是人类还是丧尸，他都不放在眼里。九儿，把他带走。交代了上九弟一句，楚寒便头也不回地走到了季武武的驾驶位，一把拉开门坐了上去，直接将车启动，连回头看一眼都没有。上九弟轻轻一点头，便是直接冲着上官雨欣而去，竟是和陈少爷一样，对楚寒的命令毫不迟疑地执行。何培元和远处刚缓过劲儿的卢洪胜忍不住地诧异了起来，上官雨欣可不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楚寒竟然没有自己挟持，而是让上九弟一个娇滴滴的大美女出手。上官雨欣目光扫过上九弟艳丽的容貌，女精医的心中忍不住的一松，还好只是一个女人。上官雨欣很清楚自己，她可不是普通的医生，她也是在军队里混过的，普通的女人她足以对付。这么想着，上官雨欣便是对着迎面而来的上九弟猛然一下伸出了手，想要把上九弟拦住。上官雨欣的速度极快，哪怕是一旁的老军人何培元也忍不住的暗自点头，这个女娃娃以前在军队恐怕也是个狠角色。可惜上官雨欣的动作才刚刚出手，啪一声轻响，一瞬间上官雨欣整个人忽然被一股大力钳住，然后身躯猛地向前一倾，两只手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别到了后背，被一只柔软但是充满巨大力度的手掌牢牢扣住。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整个人已经完完全全被上九弟控制住了。上九弟并不高大，他的苗条手臂细得仿佛一捏就断，那单手钳住上官雨欣的动作实在是充满了冲击感，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上官雨欣并不仅仅是一名医生。震惊再次在人群中蔓延，在众人的眼里，上九弟无疑是楚寒这群人里最弱的一个，与冷冰冰的白允儿不同，上九弟完全就是一个很寻常的女人，她会哭会笑会生气会愤怒，看向骆小小的眼神很温柔，众人都以为她只是楚寒身边的花瓶而已，可是她竟然能瞬间将上官雨欣擒拿。上官雨欣的战斗力可不低，甚至比普通的成年男人还要厉害，他不是普通的医生，他是一名优秀的军人。但是现在出乎意料的一幕让所有人回不了神，上官雨欣竟然被上九弟瞬间制服了。
上九弟这个看似柔弱的女人，竟然战力也这么强！天啊，楚寒队伍里的人难道全是怪物吗？只有是军人的何培元以及本身就隶属于军队的上官雨欣，自己心中的震撼最大。两个人脸上的震惊表情如出一辙。上九弟刚刚那个动作和那把上官雨欣双手别在后背的姿势，完全属于军人最标准的方式。上九弟那种极致爆发力，绝对不是一个普通女人应该有的。他是军人。上去！一声娇喝，上九弟一把将上官雨欣推上了白色货车。此时的他完全没有了之前的懦弱和哭泣，行事作风渐渐地开始向着楚寒靠拢。上官雨欣被一把推进车厢，还没看清楚就感受到一股极大的推动力，他豁然一愣，车厢的门还没关，上九弟也还没上来，怎么就开车了？两声汽车的轰鸣声，G55和白色货车同时向前一冲，仿佛被噎住了一般。上官雨欣忍不住双目瞪大，不是他喜欢替对方担心，而是这完全是不合常理啊！难道楚寒和陈少爷要把上九弟扔在这里？可惜他的诧异才刚刚升起，啪嗒，一声轻微的声响忽然在车厢内响起，紧接着砰的一声，车厢门被紧紧的关上。上九弟面无表情地找了个地方坐下，冷静地从旁边拿出毛巾，继续给骆小小擦汗。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一般的顺畅。上官雨欣忍不住惊讶地张大嘴巴，心中的震撼和疑惑上升到了极致。上九弟这个女人的身手完全是特工的级别。不仅仅是这样。上官雨欣紧紧地盯着上九弟的脸庞，以及那看起来并没有多少力量的手臂。上九弟这个女人比特工要更厉害，她到底是谁？为什么这么厉害的女人以及那名神枪手陈少爷都听命于楚寒？楚寒又到底是谁？这群人到底是什么来头？看着瞬间开出老远的两辆车，公路上的众人再一次的呆滞。刚刚上九弟的那一手实在是震撼了他们。白色货车明明已经开跑了，他竟然还能够在那种情况下轻松的跳上去，哪怕是特工也做不到啊。G55高大威武的车身在前面开路，专心开车的楚寒可不知道上官雨欣以及那些留在原地人的复杂心思。在他看来，上九弟在那种速度下跳上车本来就是最普通最平常不过的事情。第119集，上九弟、白允儿以及昏迷的骆小小，这三个女人的代号分别是9、13和18。她们本就不是普通人，不仅仅是不同寻常的出身，更重要的是她们是女子特工部队的成员。而这个女子特工部队的名字在后世也是异常的响亮，狼牙。一开始楚寒并不知道上九弟和骆小小也是狼牙的成员。在上一世，无论是骆小小还是上九弟，他们都不是末世10年走上巅峰的白允儿身边的人，所以这两人应该很早就死了。不过在联想到白允儿的代号13之后，就很容易推断出来，他们隶属于同一个组织，不言而喻。而狼牙这个组织内的排号应该和实力无关，是依照年龄来的，不然后世里狼牙的首领也不会是排号13的白允儿。不过有些特殊的是，狼牙特工部队内的成员一开始只有女人，而且这只是一个预备队。从这3个女人的年龄就可以看得出，她们还处于非正式的阶段。但同样特殊的是，这个特工部队内每一个人所擅长的东西都不一样，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并且分工明确。就像年纪才12岁的骆小小，她厉害的地方不是战斗力，而是那堪称逆天的灵巧手速。楚寒第一次见到她就发现，这个小女孩的手灵活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而上九弟这个女人漂亮妩媚，身材爆表，楚寒猜测她的作用应该是充当内奸。值得一提的是，她在楚寒这个团队里的作用的确是最弱的一个，因为以楚寒暴力直接的性子，内奸这个功能实在是可有可无。据楚寒所知，狼牙这个组织虽然还处于非正式状态，但却被给予了极高的厚望，
看着这群人里成员的身份就可以想得到，光骆小小一个人的命就足以让另一队特工前来护送了。狼牙末世爆发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狼牙成员瞬间只剩下了零星几个，从此这个组织也开始渐渐的被弱化，被无视。不过在很多年之后，狼牙的名号又再次崛起，他的头领正是此刻坐在楚寒旁边的白允儿，行为模式和目标也完全脱离了之前的轨迹。那个时候的狼牙成员已经不仅仅只有女人了。这些都是未来的历史，中间发生过什么完全就是一片空白，没有记录。当然现在也不会有人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而此刻有机会并且有能力掌控这一切的就只有楚寒。本该死去的上九弟和骆小小如今还活着，楚寒的重生已经无形中开始改变了历史的轨迹。楚寒开着车，嘴角浮出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容。收服狼牙这个组织，他势在必行。至于刚刚上九弟的那一手，并不是因为他本身在组织内的训练有多强，还是预备成员的他还没有这个本事。他之所以能够爆发出这般强悍的战力，完全是因为他已经是体能1阶的进化者。上九弟的体能极限突破就在今天，就在不久前，应该是骆小小被撞而刺激出来的。一开始的确是没有人注意到，但是刚刚上九弟在挟持住上官雨欣时爆发出来的强者生命波动很明显，不仅仅是楚寒，1阶强化者的陈少爷也是注意到了。所以陈少爷在看到前方祭物往前奔的时候，也是直接的一脚油门踩下。他约摸可以猜到楚寒的想法，知道上九弟完全跳得上来。他死不了。白允儿忽然出声，眼中的神采意味不明。当然我会救他。楚寒知道白允儿说的是骆小小，但他并没有听出白允儿话中的另一层意思。回炉系统显示出对楚寒有忠诚度的人又增加了几个，江左就是其中一个，并且忠诚度还不低。不过楚寒暂时没那个功夫培养这些人成为自己的助理，所有事情之中找到父母才是首要。而遇到陈少爷、骆小小、白允儿和上九弟，这完全是一个巧合。不过最让楚寒欣慰的是，就在不久前，上九弟的忠诚度便是已经达到了70%，虽然缓慢，但也情有可原。上九弟所受到的训练一直偏向于如何欺骗以及如何辨别真假，对于所有人保持极高警惕是很寻常的事儿。能在短短1个月对楚寒的忠诚度到达70%，这完全是楚寒的人格魅力所致。通往石市的道路并不好走，石市是一个比同市更大更危险的城市，一路上遇到的丧尸群络绎不绝，越往城市内部开，那些丧尸便是越来越多。经过改装的 G55在这一路上完全显示出了它的强悍，车身两旁装着3排刀片，嵌在钢棍里，只露出光滑锋利的一部分。每当有丧尸扑面而来的时候，这3排刀片便会将这些丧尸削成好几截，喷的车窗上满是黑血。同时在 G55的车前方，那被改良过的保险杠也是更加的牢固，上面一排锋利的刀口在飞速行驶中能直接将冲过来的丧尸撞得血肉模糊。多亏了这辆车，楚寒等人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入石市。白色的货车车厢内，上官雨欣和上九弟一路无话。上九弟会时不时地查看骆小小的心跳和体温，其他时间都在补充体力，从头至尾连一个正眼都没有给女军医。虽然被无视，在上官雨欣强大的内心看来不算什么，但是他实在是对着楚寒等人充满了好奇和忌惮。楚寒算不上一个好人，但也算不上有多坏，至少和匡志然比起来是这样，楚寒不会对无辜的人出手。楚寒这个人，终于上官雨欣还是开了口，但话到嘴边又有些不知道该问什么，憋了半天，他最终憋了一句：他多大？上九弟古怪的眼神不加掩饰：你找对象啊？不是。上官雨欣愣了下，随即尴尬了起来。刚刚那句话的确是有些暧昧。要是这个家伙醒着的话，
上九弟指了指骆小小，忍不住浮现了一个笑容。他肯定会叫你别异想天开，楚寒不会看上你的。第120集，上官雨欣整个人噎住，看不上，这话还真是够打击人的呀。他在军队里好歹也是连花，一个连的士兵都对他充满幻想，到了楚寒这里竟然会被说是看不上。上九弟点了点昏迷的骆小小，在他眼里，楚寒是至高无上的。轻轻一笑，上官雨欣对这个还真的是不太在意，对他来说使命比什么都重要。虽然他真的搞不明白为什么这群人会对楚寒唯命是从，至少骆小小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还惦记着楚寒让他做的事儿。年轻的女军医将身体轻靠在后方，轻微的试探道：他应该只有20岁吧？你们几个看上去都不大，还是学生。上九弟瞥了他一眼，没有回答。此时白色货车忽然一个刹车，楚寒的声音在外面响起：下车。白色火车的驾驶门被陈少爷一把撞开，上九弟也第一时间踢开车厢门，还不忘着对着上官雨欣警告道：别想着逃，也别想着其他事儿，叫你干嘛你就干嘛。上官雨欣的嘴角抽了抽，心想你们一个个的这么强，他能怎么样？况且他还不至于对一个12岁的小女孩下手。再说楚寒那么强势，他想反抗也反抗不了啊。虽然他很想逃走。几人陆续下车，骆小小被小心地抬了下来。2辆车停在了一个大型但充满汽车的空地上，这是一个停车场，对面是一家大型超市，超市不远处就能看见一座高大的建筑物，上面有几个字清晰可见：石市第3医院。因为骆小小的伤势，他们迫切地需要去医院找药，只不过在这之前，他们需要把骆小小安顿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医院和其他地方不同，那里无论什么时间段都是人流最大的场所，相对的丧尸也就更多，而眼前的这个大型超市就是楚寒选择的安顿点。停车场的汽车排放的异常凌乱，车上满是各种各样的划痕，像是尸潮过后的景象，地上的废弃物到处都是，活生生的就像是垃圾场。好乱啊，应该没有人。陈少爷开口道。有人。楚寒却持有不同的意见。有人。陈少爷点着头。虽然他压根儿不明白为啥楚寒说有人，但是对楚寒毫无保留的信任下，陈少爷直接就相信了楚寒的话。老大说有人，那就是有人。原因？没有原因。老大的话永远都是对的。一旁的女军医上官雨欣有些无语的扭过了头，心中给陈少爷贴上了一个傻缺的标签。明明有这么厉害的枪法，却甘心当楚寒的小弟，并且还一点脾气都没有，楚寒说什么就是什么，这不是傻缺是什么呀？上官雨欣把之前的战斗中一直待在分娩的车厢里接生，所以并没有见过楚寒手握大斧一人对抗丧尸群，把丧尸杀得过不来的震撼景象。之后骆小小被撞，他又一心一意的在急救，更是没有见过楚寒对抗那2只强大丧尸的景象。所以在这个女军医心中并不觉得楚寒有多厉害，倒是觉得陈少爷和上九弟这么厉害的人却以楚寒为尊，实在是有些可惜和不能理解。这里没有人。上官雨欣可不愿意对楚寒唯命是从，他伸出手指指着前方的空地，忍不住的开始分析。从这些垃圾的角度来看，完全是处于被大风刮过或是尸潮过后的样子，还有这些车辆是摆放的毫无规则，这里很安静，也只有丧尸的腐臭味，所以没有人。楚寒淡淡的瞥了他一眼，并没有多说。女军医也许是个很有头脑也很有实力的人，只是很可惜，现在没有人比楚寒更了解末世。眼前的汽车多达100多辆，没有一辆是正常停放的，全都是凌乱的乱七八糟。但是在这车与车的空隙里，却放着一些不属于这里的东西。钢铁、汽油、绳索、垃圾，什么都有。难道这些东西是丧尸带过来的？这些东西在人类看来很普通，甚至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太寻常不过了。人类也完全能够绕开进入到超市里面，
但是对于没有智慧的丧尸来说就是阻碍了。至于这些东西和车辆摆放的角度，楚寒的眼中寒光一闪，这个超市里有个挺擅长物理学的家伙呀。眉头微皱，遇到人比遇到丧尸麻烦多了。进去再说。楚寒的声音不容置疑，虽然麻烦，但他也不是怕事的人。上官雨欣轻轻的一扬脑袋，不知道楚寒内心想法的他，以为自己压过了楚寒一头。女军医心中忍不住的微微得意，楚寒也不过是一个刚刚20岁的年轻人，很多东西看都看不全面。陈少爷和上九弟抬着骆小小躺着的简陋木床，两个人步伐小心翼翼，生怕让骆小小受到一丝的颠簸。上官雨欣走在两人的后面，步伐沉静。白允儿一身轻松地走在他身后，虽然这个冷清的女孩冷血的没什么感情，但是最起码还知道要把这个女军医给看住。楚寒则是走在最前面开路，他的行为比较粗暴，眼前的障碍物根本就不采取绕路的方式，而是全部直接一脚踢开。目前对他来说最宝贵的就是时间，他没有功夫在这些小事上消耗精力。此刻的超市内，一排排高大的货架挡在了大门处，后面还抵着一堆重物，足足放了好几米，只留下了一条小道没有被堵得严严实实。但这条小道也同样有着掩护，一般眼力不好的人都找不到入口。这家超市有2层，1楼全是食物，有很多可以吃很长时间；2楼有很多家居用品，被简单的分隔成一处处休息的地方。整个超市里很闷，因为不通风的关系，到处都弥漫着一股怪味，有丧尸的腐臭，也有人类的排泄物。此刻超市的1楼被各种布帘挡住，密不透风的玻璃之内，几个人正小心翼翼地掀开布帘的一角向外看去。他们是被楚寒暴力踢开障碍物的声音惊动的，毕竟那叮叮哐哐的声音太刺耳了，想不注意都难。我们辛辛苦苦放的障碍物，太过分了！这些人是蠢吗？绕个路都不会。这些是阻挡丧尸的，难道看不出来啊？等他们进来，我一定要让他们出去把那些东西摆好。等一阵儿，忽然一个人的声音充满了惊恐。第121集，怎么了？众人惊诧，颤抖的声音哆嗦着响起。那个躺在木板上被抬着的人是怎么回事啊？此话一出，在窗外观察的人全部将目光集中在了被抬着的骆小小身上，满是血，还来不及换的裙子异常显眼，虚弱苍白的面孔就像一个死人。被丧尸咬了！全员警戒！这个女孩被丧尸咬了，不能放他们进来！警戒警戒！哗啦啦！超市内的人立即被惊动，很多年纪小的孩子被自己的父母紧紧搂着怀里，眼中露出了慌张和惊恐。不少正在休息的人都一跃而起，抓着武器就向楼下跑。很快，超市的入口处就聚集了一大波人，少说也有80来个。被丧尸咬到的人绝对不能放进来，这是他们所有人心中共同的想法。只要是有力气的人，无论男女，全都紧张地握着武器，打算等楚寒等人进来的时候把他们轰出去。超市外，楚寒等人不断靠近，一脚踢开障碍物的声音不断，哐哐哐的充满了攻击的意味，在这空旷的地方听起来异常的刺耳。一群野蛮人！人群中一名年轻人淡淡的道，此人名为苏杭，眼镜后的一双眼睛闪着一丝算计。不是好惹的。名叫苏杭的年轻男人的话让原本就紧张的人心中再次一紧，外面那充满攻击和占领意味的声音，他们能够感受得到，来者是一群暴动分子。楚寒等人已经走到了超市的入口处，大门处堆满了各种杂乱的东西，好像地震过后的景象，乱得让人无从下脚。进不去，怎么这么乱？女军医疑惑的声音在几人之中响起。有人故意这么放的呗？陈少爷想都不想的就脱口而出。老大说了这里面有人，那肯定是人为的呀。我不认为这里有人，如果是人类所为，不可能放得这么乱。上官雨欣持不同意见，他指着入口处的那堆杂物。你们看这些东西的摆放间隙，堪堪能卡住，
如果是人类摆放，最起码会选择方便架住的方式，才能有阻挡效果。但是这些货物完全乱七八糟，像是地震之后倾斜堆积的样子，人可摆不出这样的形状。上官雨欣说的头头是道，并且对比眼前的景象也完全在理。但是陈少爷一句没有听懂，他无所谓的摆了摆手：“你说的这么多我又不懂，反正老大说了这里有人，肯定就是有。”你……上官雨欣被堵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就像是鸡蛋卡在了喉咙。他愤愤地瞥了眼楚寒，口中忍不住嘀咕：“一群牛，我还对他们弹琴。”楚寒在前方站定，压根儿没有在乎身后两人的对掐。他看着眼前被堵得严严实实的超市大门，目光来回扫了几遍。应该没有可以突破的地方，这里完全被堵死了。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后门吧。上官雨欣说着，可惜他的话音还未落下，哐！楚寒突然对着那堆货物的某一个地方一脚踹了上去，力度之大，让那一脚的声音震耳欲聋。女军医被这暴力的一脚给惊得愣了半晌，紧接着上官雨欣便是气得无话可说。他黑着脸静静地站在楚寒身后，同时脸上也露出了一抹烦躁。他最讨厌不懂事实的人了，简直就是莽撞。可惜上官雨欣的怒意才刚刚升起，他的脸上便是突然浮现了一抹错愕。哗啦啦，被楚寒一脚踹开的地方忽然发出了一阵纸箱倒地的声音，紧接着一条狭窄但足够一人通行的通道便是呈现了出来。真有路！上官雨欣不知不觉地惊诧出声，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楚寒根本没有理会女军医的惊讶，而是对着陈少爷交代了一句台文点之后，便先一步地踏了进去，没有一丝犹豫，哪怕那条通道漆黑无比，让人忍不住的恐慌。上官雨欣咽了咽口水，心中怎么都想不通，楚寒怎么知道这里会有路？巧合？那也太巧了吧！几人依次走过这条狭窄的通道，两旁都是高大的货架和重物，放得凌乱不堪。超市内很臭很闷，没有一丝光亮。站住！刚刚穿过通道，几人便是听到对面不远处一声充满警惕意味的声音。上官雨欣顿时像是吞了苍蝇，整个人开始思维混乱。这个超市竟然真的像楚寒所说的那样有人。黑暗中，女军医的脸色很难看，不仅仅是因为自己判断失误，更多的则是他一直不怎么看得上的楚寒却完全猜测正确。花了几秒钟时间适应了这黑暗，众人才看清眼前的场景。一群人少说也有80个，已经将他们团团包围。这些人全部举着武器，表情很疯狂，很愤怒。你们是谁？为什么要破坏我们设置的障碍物？人群中一人发声质问。这一句话让上官雨欣忽然无地自容。门口停车场的那些东西竟然真的是人为的。一向自视甚高的女军医有些脸红，她不禁地将目光投向了楚寒。这个男人早就发现了，包括那条通道。说！那人继续质问。不说，杀了你们！充满敌意的话让上官雨欣一惊，随即担忧地望向楚寒。对呀，他明明知道是人为的，为什么还要破坏？楚寒歪了歪脑袋，淡淡地看了眼紧张又对他们有敌意的人群，他忽然一笑，哼，我懒得绕路。懒得绕路？极致嚣张的话语不只是让对面的一群人目瞪口呆，更是让上官雨欣惊得下巴都快掉在地上了。他从小在军中长大，见过身份背景强大的人多了去了，但是像楚寒如此不加掩饰的，他还真是第一次见。小子，你太嚣张了！人群里走出了另一个身躯高大的男人，他名叫高义，是这里力气最大的一个人。他手中抓着长长的铁棍，双臂抱起的青筋充满了力量，与瘦胳膊瘦腿的楚寒形成了鲜明对比。谢谢夸奖，楚寒淡淡的回了一句，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好意思。你！高义顿时怒火中烧，真是嚣张！将楚寒等人围在一起的人也忍不住的咬牙切齿，这个小子还真的是不要脸。第122集，高义的姿态摆得很高，做足了一副要吃定楚寒等人的样子。好不容易来了3个极品，不玩到醉生梦死岂不是可惜？
出乎意料的，楚寒的声音很平静，他嘴角勾出的笑意有些残酷，双眸漆黑如墨。那还真是抱歉了。高毅手中的动作一顿，他皱了皱眉，一丝不对劲儿的情绪一闪而过。紧接着，他好似不受控制一般，将目光紧紧盯着楚寒的那双漆黑的双眸。什么？我必须声明2点。楚寒依旧笑着，笑得开始张扬，那副不怕死的样子完全不似一个20岁的瘦弱青年。他伸出了2根骨节分明的手指。1，我们要在这里待1到2天，这不是在请求，而只是跟你们告知一声。2，我的人，你们。说到这里，楚寒的双眸忽然眯起，如狼一般的猛然绽放出了一股嗜血的凶残。一根汗毛也别想碰。楚寒的气势无疑很强，他不是一个真正只有20岁的毛头小子，他杀过的人，手中染过的人血，连他自己都数不清。强大的气场和攻击性让淫笑的众人脸上表情立即冷凝，周围死一般的寂静，所有的人全都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一群人和一个人，这种数量的差异让整个超市都陷入了一种诡异感。上官雨欣同样被一下子镇住，他忽然想起自己被劫持前的那一幕，楚弓淡淡的瞭望天空，口中却无情地说出了那句杀光一个不留。人命对眼前这个男人来说真的一文不值吗？疑惑不解在女军医的心中蔓延。他虽然是军旅出身，但是在文明时代出生的他并没有经历过生死搏杀，最大的刺激也就是末世的来临。关于丧尸他自然不会放过，但对于人类，本身就是医生的他有着天然的维护感。本身就嗜血狂暴的白允儿对楚寒的话并不感觉冲击，只是淡淡的一撩长发，清冷的眸子闪烁了一丝异彩。对楚寒忠诚度100%的陈少爷当然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老大说什么就是什么。唯独上九弟在楚寒说出那句话之后，心中微微动容。1个多月的相处没有让上九弟更了解楚寒，反而像是陷入了迷宫一般，更加的迷惘。他将目光投向楚寒的背影，仿佛是想看透这个神秘的男人心中到底在想什么。他在楚寒的气势中感受到了杀意，这种杀意带上了笃定和心机。第一次见到楚寒杀人是末世爆发没多久，他杀了叶天龙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当时上九弟以为楚寒和他是一类人，说不定是军人，因为军人不轻易杀人。第2次见到楚寒杀人是在安歌镇，他一杀就杀了2个，第1个是为了维护同伴，第2个上九弟就开始不懂了，他摸不准楚寒的行事作风，也猜不透他出手杀人的原则。同事，他在上百人的面前气势高昂地说我们是同类，那种意气风发让上九弟一度崇拜，但他依旧毫不犹豫地杀了周树立。之后便像是有什么东西被渐渐释放，楚寒杀人越来越直接，杀的人也越来越多。那杀人和下令杀光那群人时的风轻云淡的姿态，让上九弟一度有着这才是真正的楚寒的想法。末世爆发已经过去了1个多月，人性最黑暗的一面开始渐渐呈现出来。究竟是这个末世改变了楚寒，还是楚寒在依照末世的时间一步步的在暴露自己？上九弟不懂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产生这2种顺序完全颠倒的想法，但他唯一明白的是，楚寒是一头懂得掩饰本性的凶狼，伺机而动，然后贪婪地吞下整头猎物。这个猎物不是眼前的这群人，更不是这家超市。上九弟不敢再往下想，亦不敢去猜测楚寒的野心。他是一头狼，狼中之王。相对无言的众人在这么莫名的对视了足足1分钟之后，一人没忍住，夸张的大笑了起来。紧接着笑声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就是太搞笑了，我天，是疯子吗？神经病院出来的，一根汗毛也别想碰。那就试试啊。哎呦，好厉害啊，厉害的我都害怕了呢。一句句嘲讽和调笑肆无忌惮地响起，所有人看向楚寒的目光都像看一个傻子。
瘦胳膊瘦腿还带着3个妞，身边就一个酣蠢的大胖子和一个快死的小女孩，竟然还有胆子说出这种狂妄至极的话来，这人是来搞笑的吧？楚寒隐去了眼中的残暴，微微一笑，无视了这些人的反应，然后直接就往2楼走，抬着骆小小的陈少爷等人立即跟上，完全就像是自己家一样。他刚刚已经说得很清楚，也已经告知过了，这些人接不接受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这就是楚寒的想法，异常的简单。他擅长的一向都是掠夺。上官雨欣呆愣了几秒，随即连忙小跑着跟上了楚寒的步伐。人群在此一静，众人不可置信地看着直接往楼上而去的几人，竟然直接上去了。站住！谁让你们上去的？妈的，把他们拦下！嚣张什么呀？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啊？把那个小女孩给我放下，杀了扔出去！一句句发自内心的话语从这些人口中说出，他们一拥而上，就想要把楚寒等人拦住。而这其中力气最大的高义动作最快，几乎就在楚寒的脚步刚刚踏上第1层台阶的瞬间，高义手中的钢棍就已经猛地伸出，巨大沉重的钢棍就像是齐天大圣的如意棒，带着巨大的破空声猛地砸向了楚寒的脑袋。人群中不少人都把自己孩子的眼睛捂住，楚寒一定会被瞬间打爆脑袋的。高义曾经打爆过一个男人的脑袋，那个人也是这般的嚣张，所以直接被高义给杀了。杀人在这个失去道德和法律约束的末世里再寻常不过，没有人出言去阻止。楚寒手中没有武器，而且完全是背对着高义，高义的攻击又快又准，几乎已经可以预见到结局。人群中不怀好意的人已经开始绽放出笑容。咋的？高义怒喊着，面色狰狞，老子弄死你！第123集，紧张的气氛顿时蔓延开。上官雨欣心中一突，几乎是瞬间就朝着陈少爷大喊：“动手啊！”可惜陈少爷完全没有反应，也没有理会上官雨欣的着急，专心致志地抬着放有骆小小的简陋木板，甚至走在他旁边的上九弟和白允儿也是如此，不但不着急，更是连一个眼神都没有偏离。完了，为什么不开枪？这个死胖子有这么好的枪法，为什么无动于衷呢？上官雨欣急得一身冷汗，可惜此刻他已经完全是来不及说话，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钢棍直接冲向了楚寒的脑袋。忽然间，上官雨欣这名拥有极高职业道德的军医猛地一下冲出，用尽了平生最大的勇气，想要把楚寒给推开。没有人出手相助，那么他来。上官雨欣的行为很突兀，甚至都来不及考虑楚寒跟他只能算是陌生人，而且他对此人没什么好感。一瞬间，上官雨欣忽然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被一股大力猛地拉住，紧接着便是被一只手臂环住。他抬起头，目光惊愕地看着一只手环着自己的楚寒，身后的钢棍如期而至，势如破竹。完了，绝望的念头在上官雨欣的心中燃起。现在不仅是楚寒，连他自己也要被一棍子打死了。而就在那钢棍即将接触到楚寒脑袋的刹那，一只手忽然闪电般的伸出，一下猛地握住了那又长又重的钢棍，整个动作无比迅速，一气呵成。钢棍快速落下的动作一下子顿住，竟是完全没有再下降分毫。楚寒就静静地站在那里，没有回头，一只手挡着那根堪称恐怖的巨大钢棍，一只手还环着表情呆滞的上官雨欣。静，身后的喧闹和戏谑声戛然而止。那些准备好看着楚寒脑袋开花，幻想着把上官雨欣、上九弟和白允儿压在身下大战300回合的人，全部如同被噎住了喉，双目瞪得老大，惊诧的下巴都快要掉在地上。寂静在这个超市中蔓延，一下子变得真落可闻。高义憋着劲儿，满脸通红，双臂抱起的肌肉高高凸起，他用尽了全身的力量，想要把钢棍往下压。可惜无论他如何努力，那钢棍就像是被牢牢地定住一般，一动不动。楚寒依旧背对着众人，
抬起的一只脚还落在前方的台阶上，他甚至动都没有动。被他一只手环住的上官雨欣也呆了，同样一动也没动。楚寒只是就这么轻飘飘地抬起手，那手臂不粗也不壮，只能说是正常人的手臂，可是被他握住的钢棍却稳得不像话，与身后憋着劲儿满脸通红甚至开始流汗的高毅对比异常的鲜明。高毅双手握钢棍是先发制人，楚寒单手握钢棍，出手晚的同时另一手还抱着个人。咕咚咕咚，一阵猛咽口水的声音响起，惊呆的人群一句话都说不出。那些原本对着强壮男人抛媚眼的姑娘们不经意地远离了身边的人，双眼放光地盯着楚寒。这很直接也很现实，但并没有什么错。其他对于楚寒抱有敌意的人更是仿佛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个小白脸样的人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力气？不少父母都惊得忘记了动作，被捂住眼睛的孩子们掰开父母的手，睁大眼睛望向前方。很快，哇，超人，蜘蛛侠，屁，是钢铁侠，你才屁，是绿巨人，毛线，他根本不绿。那他是谁呀？孩子们最后一句他是谁把呆滞人的思维拉了回来，所有人的心中都浮现了同样的想法。这人是谁呀？怪物吗？很多人开始不停地揉眼睛，怀疑自己是否眼花还是做梦。震惊在所有人心中蔓延，包括还没搞明白的上官雨欣。漂亮的女军医瞥了眼近在咫尺的楚寒，年轻男人的表情太淡定了，上官雨欣瞪大的双目满是震撼。眼前的这一幕冲击感实在太强，让他好久都没有反应过来。一个身材魁梧手握武器的壮汉，一个看起来削瘦却没有什么力量的年轻小伙，结果却是这个年轻小伙完全占据上风，甚至还逼得那壮汉动都动不了。在人群里一直没有吭声，戴着一副眼镜的一个年轻人同样满脸震惊。他叫苏杭，末世来临后一直待在这个超市里，外面的那些障碍物和大门处的重物排放也是他一手安排的。他虽然没什么力量，但是脑子好，所以在这个超市里，苏杭也有一定的话语权。忽的，苏杭抬起手，砰砰砰地开始敲自己的脑袋，口中还爆出了一连串糊涂话。不合常理，这完全不合常理。从力学的角度上来说，不仅是理论还是实践，都他妈是完全不可能的。我是不是傻了？我是不是在做梦啊？天哪，我的三观嘛！哎呀！苏杭的魔怔状态让很多人赶忙离开这个年轻人老远，但这却引起了楚寒的注意。他轻轻一偏头，目光在蹲在地上不停说着一堆物理学公式的苏杭身上扫了一圈，但是很快他便是双目一眯，看向了正在憋着劲儿想用力抽出钢棍的高毅。对了，忘了跟你说个事儿。楚寒的声音风轻云淡，根本不像是在用劲儿。所有人竖耳倾听，甚至瞪大了眼睛，不肯放过楚寒一丝一毫的表情。苏杭也瞬间正常了，一句话不说的盯着楚寒。啥事儿？啥事儿啊？是不是要解释这不合理的原因呢？他听着，他太想知道了。高毅还在那里憋着劲儿的拼命着，他此时哪有功夫和精力分心去说话呀？全身心的投入这根钢棍上，同时他也很恐惧，但是他不能松手，不然钢棍在楚寒的手中，天知道这个诡异的男人会做出什么事儿。有二，楚寒淡淡的看着脸都开始憋红、开始出汗的高毅，头微微一偏，向着被自己环住的上官雨欣点了点。一，这是我抓过来的女军医，她不能受伤，不然我的队友会出事，而你刚刚差点伤到她。二，说到二的时候，楚寒忽然顿了顿，原本被楚寒刚刚那个抓死给气得不行的上官雨欣，忽然浑身一寒，他愣愣地看着楚寒，男人棱角分明的面孔面无表情，但却忽然让人觉得可怕到不寒而栗。二就是，楚寒的声音波澜不惊，叫我砸中的人，下场都是死。第124集。楚寒的语气平淡到令人发指，好似他不是在说一句狠话，而只是在问今天你吃了没，随意到了登峰造极。这种强烈的落差感无疑平添了一份诡异。
此时超市1楼的气氛很紧张，所有人的呼吸都忍不住轻了起来，生怕惹到这位行事作风诡异的年轻人。用极其平淡的语气说出死这个字，比起满目的狰狞更加让人恐惧。没有见识过楚寒下令让陈少爷杀人的众人感受并不深，只是觉得恐惧若有若无，让人不敢说话而已。但是上官雨欣却是心中狠狠的一颤，瞳孔猛然的收缩了起来。他忽然有了一丝明悟，忽然的了然，为什么陈少爷和上九弟都会对楚寒马首是瞻？因为这个男人太可怕，这种可怕在各个层面覆盖的范围极广，就像是一张网，将眼前所能看到的所有都牢牢地框住。无论是外在的身手还是内在的城府，楚寒似乎占据了各方面的优势，就像是站于世界之外静静地看着世人挣扎的神，没有人能逃过他的掌心，没有什么是他推算不了的。楚寒他根本没有把这里任何人放在眼里，所以他才会这么波澜不惊，所以他才会这么平淡地说出一句句让人心惊肉跳的话。他在这块地方想让谁死谁就会死，并且可以毫不费力地做到，因为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高度，就像是一个拥有极高修养的成年人不可能对着街边撒尿的阿猫阿狗破口大骂一样。高度不同，在乎的东西也不同。上官雨欣忽然后怕起来，楚寒的身影忽然变得极有压迫性，甚至他根本不知道这个男人口中的话哪一句才是真的，或者每一句都是为了达到目的的谎话。女军医心惊不已，走在一旁的上九弟忽然脚步一顿，忍不住将目光看向了楚寒，看着这个他越来越看不透并且畏惧却忍不住想要靠近的男人。这是他第2次说这样的话，第1次是对着程贤国的弟弟程泽豪，那一次的楚寒杀意很明显，但却因为程贤国忍了下来。杂种，这是一句很难以忍受的话没错，但是楚寒的反应却绝对不符合他这个人的本性。上九弟收回目光，绝对还有其他的原因。抬起脚，上九弟不管高义和楚寒的对决，继续和陈少爷抬着骆小小上楼。对楚寒有着极高忠诚度的女人，心中则是对自己慎重地下了一个决定。你不说没关系，他不问，下场都是死。这句话让拼命用力的高义忽然动作一顿，心中的恐惧忽然无限的放大。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怕成这样。对面的楚寒只不过是一个力气比他大的毛头小子而已，他们有着80多个人，对方只有6人，甚至能站着的只有5人。从数量上来说，绝对是他们占优势。他曾经是这个超市的保安，心狠手辣却又懂得最基本的管理，是这里的老大，拥有最多食物使用权和女人优先权的头。然而得到这一切最大的原因是高义他能打，下手又狠，这一向是他在这个末世里最傲然的资本，并且利用这一点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但是现在高义抑制不住的恐慌，滴答滴答，额头的汗溢出，密密麻麻一滴滴的落下。高义想开口说话，但却好似被什么东西扼住了喉，什么声音都发不出。在寂静无声之中，楚寒的手毫无预兆的一抬一拎，钢棍不受控制的被猛地向上抬起，楚寒的手迅速一拉，这被高义紧紧握住，怎么都移动不了分毫的钢棍就这么轻飘飘的被楚寒一把夺下，速度极快，看起来简单到就像是高义主动放手了一般。但只有高义自己心里清楚，他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双手仿佛要断了一般的剧痛。高义被楚寒的大力甩得瞬间钢棍脱手，紧接着噔噔噔几下连退了好几步，然后猛地一下撞在了墙壁上。撞击的声音异常的大，然后嘎嘎2声，这是骨头被甩得错位的声音。本就寂静的超市1楼更加的针落可闻，别说出声了，现在这些人连呼吸都小心翼翼起来。这个超市要易主了，来了一群猛人。人群中原本对楚寒抛着媚眼的几个女人面色猛地苍白起来，哆嗦着不敢再抬头。前方的楚寒适时地松开上官雨欣，然后再次抬起脚，
边上楼边随意的将钢棍在手中耍了几个呼哨的圆圈，巨大的钢棍发出呼呼的破空声，听上去充满了力度。紧接着，楚寒轻飘飘的将之扛在了肩上，同时还很不满意的摇了摇头，太轻了，没手感。走在他身后的上官雨欣嘴角狠命的抽了抽，他现在是越发的摸不准楚寒的脾气了。有些和高义关系不错，同样力气挺大，并且本该阻拦的几人，完全没办法出声。楚寒刚刚的那一手太震撼人心，那根钢棍可是他们所有武器中最重的一把，这里所有人只有高义才有力气使用，但也必须是双手才行。像楚寒那般直接单手耍出花还轻飘飘的样子，实在是给了他们巨大的冲击。若不是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尝试过那根钢棍的重量，恐怕会以为楚寒抓着的只是一根塑料。被大力甩出撞在墙上的高义猛地松了一口气，吓死他！刚刚那一瞬间，他还以为楚寒真的要杀了他，还好不是，幸好不是，只要没死就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可惜高义狂乱的心跳还未平复，正在上楼的楚寒声音再次响起：这么轻，还是扔了吧。钢棍忽然从楚寒手中射出，毫无预兆的，完全就像是开玩笑一般的随随便便，以一种可怕到极致的速度向着高义而去。高一惊慌的声音只响起一半，钢棍分毫不差地射入了他的眉心，哗啦啦，鲜血喷涌的声音不断。杀了，杀了，杀了！啊！人群再也忍不住，惊慌失措、语无伦次的声音顿时不断响起，乱糟糟如同一锅乱爬的蜜蜂一般吵闹，甚至有人经受不了楚寒这突如其来的一手，吓得直接失禁。刚刚不是已经回头往上走了吗？搞得他们都以为要放过高义，但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就出手了？瞬间变脸，毫无预兆。第125集。你为什么？同样受到惊吓的上官雨欣忍不住质问。玩弄人心很好玩。玩弄？楚寒嗤笑地看了他一眼。倪君一，你似乎还不了解什么是末世啊。上官雨欣大声理论。我怎么不了解？你见过很多丧尸，也杀死过很多，甚至治疗过很多被丧尸感染的人，并且没治好，反反复复如此循环。楚寒打断他的话，语气嘲弄。你以为这就是末世？上官雨欣噎住，无言以对。他是军医，医生无疑是在末世里极为受欢迎的职业，所以这一路上身边的人都很正常。他被楚寒问住了，末世不是丧尸吗？不是灾难吗？楚寒忽然靠近他，声音阴冷的如同来自地狱。末世里最可怕的是人。仿佛一阵阴风吹过，年轻的女军医忽然汗毛直立。当然你也可以这么理解。楚寒又恢复了那副荣辱不惊的笑容，但说出的话却让女军医浑身冰凉。末世里最可怕的就是我这样的人。彻底的冰寒从上官雨欣的脚底升起。末世里最可怕的是人，是楚寒这样的人。说完，楚寒的脚步不停，连头也没有回的往上走。身后那吵闹的声音越来越大，人群仿佛炸开了锅，恐慌不比见到丧尸群来的小。这就是楚寒要的效果。想要收服一群人，有收服的法子；想要镇住一群人，有镇住的法子。只看掌权者想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而已。他不是善变，不是喜欢玩弄人心，只是善于用最有效的方式达到目的。现在这里的人对他的恐惧即将到达巅峰，这很好，能省掉很多麻烦。走在一旁的白允儿波澜不惊，仿佛摸透了楚寒心思一般，司空见惯。上九弟关心的人屈指可数，骆小小的受伤让这个妖娆到极致的女人彻底变了，心中的狠力已经向着楚寒的方向靠拢。楚寒想怎么做，他完全没意见。陈少爷同样毫无感觉，杀了就杀了呗，玩弄就玩弄了呗，能怎么地？他老大想干啥就干啥，怎么不爽啊？不爽来战，一枪崩了你！几个人中，只有上官雨欣顿住脚步，回过头看了一眼，
猩红的血液从高毅的脑袋上破涌而出，将雪白的墙壁染得触目惊心。他的身躯没有倒下，还直直地立着，手脚却松弛地垂落着，古怪的姿势吓得很多孩子当场嚎啕大哭。孩子们的父母拼命地捂住他们的嘴，惊慌失措地向前方的楚寒投来畏惧的目光。那些曾经对楚寒大声呵斥，对着上九弟白允儿和上官雨欣三人说出淫荡话语的人，则是拼命地向后退，企图躲到人群的最深处。就如同楚寒预期的那般，恐惧占据了所有人的内心。很多人末世一开始就在这个超市里，他们见过了太多的人，太多的幸存者来投奔，但是都被高毅驯服。但是此时此刻，在这个超市里称王称霸的高毅，却被一个初来乍到的年轻小伙瞬间秒杀，毫无还手之力，甚至死都死得莫名其妙，被杀的理由更是让人瞠目结舌。楚寒以一种极致嚣张的姿态冲了进来，然后又以一种极为霸道的方式霸占了这里。哪怕他没有说，但在这里的所有人都知道，只要楚寒不走，这家超市的一切都将归楚寒所管。这不是夸张，这是现实，被末世冲破了道德伦理后的现实。就像楚寒自己给自己的定位一般，他不是坏人，不会滥杀无辜，但他也不是好人。他喜欢并且擅长掠夺，他想要的东西往往获得的方式很直接，抢。他需要这个超市给骆小小安顿，所以他就把这里占了，就这么简单。混乱在整个超市蔓延，但造成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楚寒却是毫无处理的自觉。他带着人自顾自地来到了2楼，不顾及这个超市原住民小心翼翼封起来的窗户，直接把那些封住窗户的木板一块块粗暴地掰下，露出一块不大但足够通风的缺口，然后将骆小小安放在最好的一张床上。上九弟和陈少爷在旁边帮忙。白允儿这种高冷女杀神自然是不可能管闲事儿，骆小小一路昏迷，心乱如麻的人只有上官雨欣一个。漂亮的女军医忽然觉得这是她活了20几年来最惊心动魄的一天了，比起末世刚刚来临时更加慌张与凌乱。超市的2楼很安静，暂时还没有人有这个胆子上来招惹楚寒。是个人都知道刚杀完人会有戾气没有消散，万一一句话没说对，惹到楚寒岂不是要脑袋搬家？楚寒在环视一圈后，便站在窗边看向远处的那家医院。医院距离超市有好几条街，从这个角度可以隐约看到一路上将会遇到什么，障碍物很多，不适合开车。陈胖子，楚寒道：“你去吧，老大。”几乎不用楚寒多说，陈少爷已经大致地摸清楚楚寒的意思，这就是100%忠诚度的好处。知道怎么做吧？楚寒没有回头，目光盯着远处的医院大楼。咔嚓咔嚓，陈少爷将藏在背包里的枪和子弹取了出来，枪支弹药在他们进来时并没有显露。陈少爷也知道，想吃虎要习惯性的扮个猪。胖子极为老练地开始武装，来一个杀一个，来2个杀1双。楚寒瞥了这个胖子一眼，嘴角轻勾，有点职业道德，别滥杀无辜。楚寒说的大义凛然，却完全听不出一丝一毫有同情的意思。嘿，听懂楚寒话外音的陈少爷笑得有点贱，小孩不杀，别有所图的我可就不管了。超市的1楼还处于混乱中，人们吓得甚至不敢靠近高毅的尸体，但是因为担忧的问题很多，还是有人站了出来。把血清理干净，小心引来丧尸，快快把尸体拖出去扔掉。几个还算能稳得住心神的人跑上前，打算把高毅的尸体处理掉，这必须要快。之前高毅杀人的时候有过这样的情况，他们轻车熟路。可是当他们将高毅的尸体4肢架着，打算把尸体抬走的时候，却是忽然被什么东西拉住了一般，扯不动。怎么抬不动啊？一个疑惑的声音响起，看向那根钉在高毅眉心处的钢棍，紧接着让他们遍体生寒的恐惧油然而生。第126集，
那钢棍从高义的眉心破入，他的脸上还保持着惊恐的神色。死之前竟然是连躲都来不及，直接被楚寒像是插鱼一般插在了墙上。但是那穿透了他脑袋的钢棍却在破开后脑勺之后没入了墙壁3寸之深。这需要多么大的力量和速度才能办到？恐惧好似没有上限，众人对楚寒的畏惧又深了一层。他们超市来了一个狠角色，以后他们想吃什么用什么，是不是都不会那么容易了？高义虽然狠心也贪婪，但至少知道人多力量大的道理，所以奉承一下还是能从高义手中得到丰富的食物。可是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悲观的心情在很多人的心中涌出，甚至有人提出在楚寒接手管制之前逃离这里，被一个战力如此之强、下手比高义更狠的人管着，他们睡觉都睡不安稳。站在人群中呆立的苏杭彻底傻了，口中喃喃自语：这不科学，这不合逻辑啊！从力度的角度来说。没有人理会他，众人都忙着逃走，或是守着自己的食物，亦或是悲观的在等死，被楚寒吓得开始生无可恋。不过有一群较为特殊的人却在商量着如何讨好楚寒。楚寒的这一手连环惊吓并没有吓到他们，却让他们升起了讨好以及如何获得更多好处的心思。这些人用文明时代的话来说就是墙头草，这种人都是小人，但却是胆子奇大的小人。他们善于讨好，也善于背叛。在末世里，这种人没有人敢重用，也没有人敢得罪到底。天知道这些人留着哪些后手。把女人贡献出去吧，有人提议。傻呀，那小子身边3个又干净又性感，还是不同风格的。你也不看看我们这儿的女人都是什么德行，他怎么可能看得上啊？那咋办啊？不知道那小子的软肋在哪儿啊？软硬不吃，真是难搞啊！就在这些人想得脑袋要炸了的时候，身边一个蓬头垢面、头发被抓得如同鸟窝的人，忽然一下子冲出去，猛地就往2楼跑，边跑还边大叫：为什么会这样？这不科学呀，不合逻辑啊！此人正是想破脑袋也想不通楚寒为啥力气这么大的苏杭。这个在物理学方面有着极高研究的年轻小伙已经快把自己逼疯了。正在商量的几个墙头草立马站了起来，骂骂咧咧：妈的，被这个小子抢先了！这家伙懂物理学啊，说不定还真的能被看上。该把他拦住！几人相视一眼，立即就跟着苏杭就追了上去，那急吼吼的样子就像是被抢的媳妇儿。2楼整装待发的楚寒正拎着上官雨欣的后颈，完全没有一丝怜香惜玉的意思，一把把他推到了楼梯口。去医院拿药还得靠这个女军医。上官雨欣被楚寒粗鲁的动作弄得七窍生烟，从小就一板一眼接受极高教养的他实在没忍住，猛地转身对着楚寒愤怒的道：我不是你的犯人。不是。楚寒认同的点点头，完全没有一丝自己下手是否过重的自觉。所以呢？上官雨欣顿时噎住。什么叫所以呢？紧接着一股极大的屈辱感从女军医的心中升起。不知道轻点吗？你把我弄疼了。楚寒皱了皱眉，瞥了眼女军医的后颈，已经被他掐得泛紫。平时他哪里会注意这种细节？陈少爷皮糙肉厚，白允儿是个战力爆表的女杀神，上九弟也不娇柔，并且已经是1阶进化者。骆小小是个小孩子，楚寒会下意识地放轻力度。到了上官雨欣这里，一下没反应过来，忘记他是普通人的体质。抱歉，习惯了。楚寒说的是实话，可惜楚寒的实话听在上官雨欣耳朵里，则完全是另一种意思。什么叫习惯了？这个男人真是无可救药。之前上官雨欣愤怒的声音可不小，根本没有刻意压低，甚至可以说是在用力在喊。楼梯上正在往上爬的苏杭和几个墙头草全都听得清清楚楚。几个墙头草瞬间顿住脚步，他们这种人最善于观察，也善于交际，在他们听来，上官雨欣的那一声娇喝太碍闷了。撤！几个人立即如同猴子一般的往回走，瞬间就跑到了楼梯的第1层。只有那个愣头青苏杭没反应过来，还在那边大叫着一边往上冲。讥笑和嘲弄瞬间在几个人的脸上浮现，
他们仿佛已经预见了苏杭冲上去的后果。傻子，读书读傻了。哼，我等着这小子被切了脑袋扔下来，真是可惜，这么一颗聪明的脑袋啊，执拗。嘘，这家伙在超市还是挺有威望的，他死了也不错。苏杭可不管自己是不是在撞坏什么好事，这个一根筋的小伙满脑子都是力学理论。他一冲而上，对着楚寒的方向就狂奔，双眼冒出的求知欲就像一头饿狼。楚寒看着顶着一头鸟窝的苏杭奔来，并没有太大的反应。旁边的上官雨欣倒是吓得不轻，苏杭那疯狂的样子就像是刚刚得知自己被丧尸咬的人。女军医忍不住后退了一步，一不小心撞在了楚寒的身上。皱了下眉，楚寒也没有其他的动作，静静地等待着那个年轻的小伙跑上前。我有个问题要问。这是苏杭跑到楚寒面前的第一句话。一双高度眼镜的镜片后面满是求知欲，他无视了夹在两人中间的女军医，恨不得直接扑到楚寒身上。咔嚓，身后忽然传来一声子弹上膛的声音。狂奔中的苏杭猛地一个急刹车，惊恐地盯着站在楚寒身后不远处举着枪，黑漆漆的枪口牢牢对准自己的陈少爷。轻抬了下手，楚寒的目光带着一丝好奇，留意到楚寒的手势，陈少爷极给面子的把枪放下。这一举动再次把苏杭吓得不轻。这些人竟然有枪，刚刚枪藏哪儿了？不用枪竟然单臂力就解决了高义。一个个问题冲上了他的脑袋，让这个年轻的小伙怎么都想不通。问，楚寒的语气就像是在对自己的下属。上官雨欣不动声色地走到旁边，已经对这个狂妄的男人无话可说。第127集，楚寒的话将苏杭的思维拉了回来，他连忙口若悬河，噼里啪啦的就开始说：以你的肌肉力量和刚刚打向钢棍的角度根本不科学，包括扔出钢棍的力量和速度也完全不可能插入墙壁。你……楚寒忽然打断了他，说出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外面的障碍物以及超市入口的重物排放是你的主意？苏杭一愣，呆傻道：是。楚寒上下看了他一眼，目光谈不上有多礼貌。随后他的嘴角一勾：精通物理？是。苏杭再次回答了一个字，他有些莫名其妙。科学、合理和逻辑，在这个末世里你可以完全丢弃了。楚寒的声音很平淡，他对苏杭没有坏印象，所以也不介意多说几句。苏杭愣在了那里，高速运转的聪明大脑突然一滞，他一直引以为傲的东西，楚寒竟然叫他丢弃。楚寒没有管被冲击的苏杭的情绪，对着上官雨欣毫不客气的一招手，然后又对着苏杭贸然道：你也过来。强硬的态度让女军医狠狠地偏过头，可又只能跟在楚寒身后。虽然他对楚寒再不满意，但也知道骆小小需要自己的帮助，在这种大事情上，他自己的那点恶念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楚寒带着苏杭和上官雨欣两人下楼，那副气定神闲的样子着实是惊呆了一众人，尤其是那几个等着看好戏的墙头草。在见到苏杭安然无恙地跟在楚寒身后，这些人全都悔得肠子都青了。靠，早知道跟上去了，这小子到底踩了什么狗屎运呢？其余人则是恍然了一下，楚寒杀了这里最强的高义，现在又把这里最有头脑的苏杭给收服了。时间才过去了多久？10分钟还是20分钟？这速度也太快了吧，还真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霸占呢。楚寒没有管那或是惊吓或是投来不明意味目光的众人，他带着两人走出超市，望着眼前被他破坏的障碍物，楚寒的声音挺戏谑：你脑子很好很聪明，但是处理方式过于保守了。什么意思？苏杭知道楚寒是在跟他说话，开始微微不悦和不服。他可是利用了这些东西阻挡了好几次丧尸群。楚寒的下一句话却让苏杭投来不可思议的目光：你们这个超市应该只挡住过3次尸潮吧？每次尸潮的数量应该为3到500之间不等。你怎么知道？精通力学的苏杭一愣，脱口而出：
因为这个潮室外的障碍物只能挡住这么多，这些都不是永久的，早晚要废。楚寒的声音冷酷，不遗余力地打击着这个善于思考的聪明小伙。你的布置并没有错，可惜出发点错了。出发点错了。苏杭开始陷入了思维的死胡同，一个人蹲在地上，低头沉思，手中还不停地在眼前一堆杂物里面翻腾，口中喃喃自语：角度是对的，力度推理也完全没有错误，太保守了。我以前想过这个问题，理论上来说应该可以挡住5次以上的实潮，数量不超过800就行。但是最后一次的实潮却把我设置的好几个地方全毁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太奇怪了。楚寒的嘴角忍不住一抽，他开始有些后悔把这个家伙带出来，一副钻牛角尖的样子，真是让他受不了。丧尸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生物，毫无根据力可言。全球黑暗也不科学，也不合逻辑，这些东西怎么解释？楚寒用最后的耐心说出这番话，像是在跟苏杭解释，但也像是在自言自语。丧尸不是死物，力量不是永恒不变的，他们的力量会很大。这些东西跟最顶级的生物学家讨论，他们会一巴掌拍过来说不可能，但这却是事实。丧尸会进化，而且永远存在，我们要对付的敌人不会一成不变，要把他们当成野兽来对待。说完这充满冲击力的一句话，楚寒就不再管呆立在原地的苏杭，带着同样震惊的上官雨欣离开。丧尸会进化，2阶丧尸已经出现了，却有人毫无所觉，或者说他们不肯面对现实。女军医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作为医生的她关心的是向来是怎么治疗，或者是怎么驱逐那些丧尸的病毒。虽然她自己也知道这完全是异想天开，但她从未想过丧尸会进化。她一直相信这些丧尸早晚会被完全消灭，或者重新变成人类。可是现在楚寒却说这些鬼东西会进化，会变强，永远存在，又是什么意思？我不信，你满嘴胡话。身后传来苏杭愤怒和不服的声音。楚寒脚步不停，继续往前走，不一会儿就离开了停车场，向着东面医院的方向而去。楚寒等人占领超市的速度很快，但楚寒的离开更快。从他进来到离开，时间都没有超过15分钟。待在超市里偷偷往外看的人一阵的惊愕，他们怎么都想不通楚寒怎么刚来就走了，还是这么的来去匆匆。蹲在地上的苏杭大脑停滞了良久，直到楚寒和尚雨欣离开已经足足有1个多小时，他一直蹲在那里，陷入了思维误区。这时候有人开始从超市里出来，用那些钢板和其他物品打算重新加固障碍物，叮铃咣啷的一阵乱响。忽然间，这个把自己头发抓成鸟窝的年轻人一跃而起，声音大得如同惊雷：放下！众人吓得手中的东西掉地，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个平时说话冷静自若，只有在思考时才会喋喋不休的年轻人。苏杭此刻的样子跟个疯子差不多，头发都快被自己给抓没了。他忽然对着眼前一个人掉在地上的钢板狠狠地踢出了一脚。错了，全错了！咋了呀？那人被吓了一跳。苏杭厚厚的眼睛偏后面，双眼忽然越来越亮。别这么掰，全部换掉，重来！说着，他忽然就从兜里掏出了一支笔和一张纸，开始在地上涂涂写写。妈的，幸亏老子还兼修了建筑工程。第128集。已经和上官雨欣摸索到距离医院仅剩1条街的楚寒，忽然听到系统的声音：苏杭忠诚度到达30%。楚寒的脚步一个踉跄，差点没一跟头摔倒。怎么了？旁边的上官雨欣一阵莫名。没，继续前进。楚寒压下了心中的激动，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静。苏杭，丫的，刚才那个一根筋喜欢钻牛角尖的小子是苏杭。我靠，捡到宝了呀！那可是末世里的一大奇人。苏杭，后世里极其厉害的工程师，末世5年之后的大型基地建筑图纸基本上都是由他一手负责。
虽然这个人没一点战力，连一阶丧尸都干不过，但那图纸设计的叫一个精妙，并且此人还对每一等阶丧尸的力量和速度研究精准到了可怕的地步。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完全是从力学的角度出发，压根儿不懂一丁点的生物学。2阶丧尸和3阶丧尸放在他面前，此人都不一定分辨得出来。但是要是让这2个等阶的丧尸同时对着墙挠一爪子，光看爪印，这家伙立马就能分析得头头是道。苏杭这种蹲在后方搞后勤的大人物，楚寒前世自然是没有见过。刚刚见到他，也只是觉得挺欣赏，忍不住多说了几句，没想到却是一下子把这小子给收服了。虽然只有30%的忠诚度，但是也是个好的开端。忠诚度跟好感可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那可是有臣服的意思在内。楚寒忽然一阵庆幸和后怕，以后遇到有点技术的人，应该先问问名字才对，免得一不小心错过了什么奇才。超市内的大门和外面的停车场上很忙碌，叮铃咣啷的声音不断，一具具大型重物被抬了出来，以一种极为古怪又似乎浑然天成的角度摆在各处。人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摆，这是苏杭交代的。苏杭动用了超市里几乎所有人的人力，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原本在这里就有威望，更多的是大家都看见了他已经抱上了楚寒的大腿。楚寒的威望可比苏行来得强烈得多。仅仅15分钟，楚寒就已经在这家超市内占据了不可代替的地位。但也不是所有人都甘愿当苦力，尤其是那些曾经对楚寒有敌意，对新来的3个漂亮女人有邪念的人。他们隐藏在人群里，用隐晦的目光彼此对视，或是交头接耳地商量着什么。趁着楚寒不在，把2楼休息的那个死胖子弄死，反正他一身肥肉能有什么战力。就在众人忙得热火朝天，抓紧一切时间布置新的防护的时候，远处一阵汽车轰鸣声忽然由远而极近。又有人来了，今天咱们这儿可真是热闹，胆子不小啊，敢往这一带跑。好家伙，上去看看。这是一辆吉普，车身上很脏，一看就是从丧尸堆里冲出来的。只不过车上的那些腐肉和黑血都干得差不多了，结成了厚厚的一层甲，还有一些看起来很新鲜，但臭味不是很浓。吉普车停在被伪装的完全变样的超市停车场前，这辆车进不去了，前方的障碍物多到逆天，看样子似乎是要把这家超市搬空。开车的人是月子，此刻的他浑身上下肮脏不堪，本来油光满面的脸也消瘦了下来，看得出来这些天他吃了不少苦。副驾驶位上放着几把枪和一个大包，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咚咚，超市内的原住民有胆子大的上前一步，用木棍敲了敲吉普的车窗，没法用手，窗户太脏了，全是丧尸身上的那些东西。里面的人下车。那人语气不甚友好，但也谈不上多恶劣。末世就是这样，彼此之间有着最基本的防备。月子深吸一口气，咔嚓一把扛上枪，然后猛地打开门。砰！关车门的声音巨大，让将目光投向这里的人全部后退了几步。紧接着几声喧哗声响起。枪哪来的枪？警察还是绑匪啊？人们惊恐地盯着月子手中的枪。这些人从未离开过超市，最远的地方也是到外面的停车场上来，所以根本没有见过空投包，压根不知道军方在发放枪支弹药。那个壮着胆子过来敲窗户的人也吓得双腿打颤，声音像是鸭子叫，却带上了激动和贪婪。你有枪？月子扫了一眼眼前的一群人，紧接着他忽然瞳孔一缩，神情错愕地盯着不远处的 G55。越野车被改装得完全变样，若不是那曾经引起过纠纷的车牌，月子还真的差点没认出来这辆车。完全变样了，霸气的车身似乎面对上千的丧尸群也不带怕的了。但 G55 的样子只是让月子略微一震，引起了他心理波动。最强烈的却是另一件事，楚寒在这里。见到月子下车后不说话也没其他动作，几个人开始动起了小心思，挤开人群走了出来，
看向月子手中枪的神色贪婪不加掩饰。哥们儿，这枪哪儿来的？还有没有啊？给兄弟我一把玩玩。直截了当的话和渐渐将月子包围的动作，并没有让这个以前是司机的男人有其他反应。他依旧呆滞地望着那辆 G55，眼眶竟然夸张地红了起来。G55在这里，那岂不是代表着楚寒也在这里？终于找到组织了。月子的反应让众人一头雾水，但几个没好心的人却是心中一喜。傻子，呆子，一人快速走上前，直接就伸手想要抢夺月子手中的自动步枪。既然是个傻子，还不如把枪给我！啪！忽然一声枪响突如其来，那名差点抢走月子手中枪的人啪的一声倒地，头上的鲜血咕嘟咕嘟的往外冒。啊！快跑！又杀人了！受到惊吓的人群瞬间跑得干干净净，让硕大的停车场一下子从喧闹变得极为安静。苏杭跑在最前面，小心脏砰砰直跳，他想都不想的直接就冲上了超市2楼。这个头脑灵活的小伙想法很简单，他只会搞点力学的玩意，打打杀杀的不在行。现在楚寒不在，他需要找个能够说得上话的人，无论是陈少爷还是上九弟还是白允儿，反正只要能告诉他现在该咋办就好。有人来砸场子了。此时月子的旁边，吉普车的后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打开，一个满脸胡茬一身匪气的男人正握着枪，枪口冒着一缕青烟。第129集。傻了。程贤国对着月子如是说。月子脚下躺着死的不能再死的人，他却看都没有看一眼，抬手指着远处的 G55，声音开始哽咽：程哥，咱找到楚寒了。程贤国身躯一颤，猛地将目光看向了那辆越野车。高大的车身充满了野性和冲击力，仿佛一头丛林之王屹立在此。看到这辆车，不知怎么的，程贤国暴躁沸腾的内心忽然就平静下来，心中涌出了一股归属感。在这个满是绝望的末世里，唯一的归属感。这位退伍的老好人在经历了亲弟弟的惨死后，整个人都完全变了，军人的正气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身狠厉又残暴的匪气。他没能杀掉木叶，也彻底失去了对方的行踪。本想着在丧尸群里直接自杀的程贤国，被月子拼命救了出来。他已经不知道生存下去的目的，对楚寒60%的忠诚度是这个退伍军人的唯一希望。这一路上，从同事到实事，他和月子几乎是一路死战。丧尸越来越强，子弹越来越少，食物越来越稀有。找到楚寒是这2个人最后的动力，不然早就跟叶晨失去联系的他们根本坚持不下来。此刻程贤国和月子也终于明白了楚寒的话，城市处处充满危机。走！程贤国瞬间从车上跳下来，大步流星的就往超市里去。找咱老大去。月子背上副驾驶位的背包，那是他们所有的家当，跟着程贤国就冲了过去，激动的心情难以平复。超市2楼，几个人气定神闲的或站或坐，白允儿从头到尾就一副老僧入定的样子。上九弟瞥了眼楼梯处，楼下嘈杂的声音也只是让他微微侧目。陈少爷极为不在乎地嗑着瓜子，瓜子壳已经一地，眼神没离开过骆小小身上半寸。都是那个该死的匡之然。只有苏醒则是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停踱步。他们有枪，还杀了我们的一个人，虽然那人不咋地，但对方的势头太狠了。来就来呗。陈少爷无所谓地说着，手中的瓜子吃一个吐一个，完全没把苏醒的话听进去。此刻他的脑子里都在想着怎么报复匡志然，给骆小小解恨。苏杭不解，咱们这么多人，不上去干？你他妈傻呀！陈少爷毫不客气地白了他一眼。你都说他有枪了，你们上去往枪口上撞？可人都来砸场子了，难不成把超市让出去啊？苏杭急得满头大汗。这个善于思考的小伙在某些方面却异常单纯，脑子里已经脑补了一场黑帮大战两败俱伤的局面。让就让出去呗，反正老子不在乎。陈少爷似乎没听出苏醒话中的意思，
吊了他玩一般的随意。这个胖子算是懂得为啥楚寒喜欢吊人胃口了。这么玩人太爽了，看着眼前这个脑袋聪明到让他嫉妒的不行的苏杭，还不是照样被他耍得团团转。你怎么能把超市拱手相让？你太让我失望了。苏杭气得满脸通红，眼镜都歪了。楚寒怎么收了你这么个怂包？你说谁怂包呢？陈少爷抬起头，狠狠地瞪了苏杭一眼。也就你把这个臭烘烘的超市当回事儿，老子还嫌弃不通风呢。你不去，我自己上去打。苏杭来了狠劲儿，转身就走。回来！陈少爷一把就把他的衣领给揪住。200斤的大胖子想把一个瘦小的小伙给拉回来，轻而易举。苏杭瞬间就被陈少爷给倒拖了回来。你就待在这儿，哪儿都不许去。陈少爷下着令。他对楚寒的忠诚度最高，虽然摸不准这个苏杭怎么忽然对楚寒这么崇拜，但是既然是想跟着楚寒混的人，他干脆先护着再说。要是让苏杭去了楼下，万一真打起来，以他这瘦不拉几的样子，估计不死也要残。至于楼下的其他人，陈少爷可没这个善心去管。骆小小的受伤让他很内疚，现在他和楚寒一样，只会护着自己人，善良和大度还不如拿去喂狗。超市的1楼大厅，除却因为害怕楚寒而带着食物逃走的一批人，这里还剩下60多人没有离开超市。大部分是不方便在末世里东奔西走的老弱妇孺，以及一个别有用心的人。程贤国一身匪气的带着月子冲进来之后，就是看到这样的场面，60来号人围聚在超市内的一角，那样子就像是被2头狼逼到死角的羊群，愤怒又害怕的瞪着程贤国和月子。今天他们已经经历过一次首领换代，虽然楚寒跟他们没有半点交流，并且占领这里之后很快就消失，但一直住在这里的人已经经受不住再来一次的风波。一天来了2波强硬的人，还都是一来就杀人，再这么搞下去谁也受不了。程贤国也不管这些人脸上的复杂情绪，他进来后环视了一圈没找到楚寒，于是直接问道：外面那辆 G55的主人在不在这里啊？原本很抵触的众人听到程贤国的问题后一愣，一个个全呆了。这么说和楚寒认识？问你们话呢？程贤国忽然大喝道，那股狠厉的样子跟之前死去的高义异常相像。人群被震得一惊。良久后，一名7岁的小男孩才诺诺的道：他走了。小男孩说的没错，G55是楚寒的，但是楚寒走了。走了？月子脸上的失望很明显，他看向程贤国：程哥，又白跑一趟。唉。程贤国猛地一脚将地上的钢棍踢开，这不是因为气愤，完全是处于找不到楚寒，这几天又经历太多事的烦躁。但是看在众人眼里却是赤裸裸的敌意，这2个人跟楚寒有仇。几个别有居心的人瞬间思维活跃了起来，两虎相争，受益的是谁呀？他什么时候回来？月子对着那名说话的小男孩问道。G55被改装的这么霸气，楚寒不会丢下不管，所以他坚信楚寒只是出去办事。不知道。小男孩弱弱地回答，躲在同样害怕的母亲怀里。年轻的母亲警惕地看着月子和程贤国，生怕这2人会对自己的孩子出手。就在月子还想继续问，人群里几个别有居心的人开始骚动的时候，砰！一声巨响，超市大门那狭窄的通道忽然被一阵大力撞开。第130集，周围被堆积的重物哗啦啦地发出声响，不至于被一下子推倒，但是也被撞的声音很大。靠！一个毫不客气的粗犷声音很快就响起。堆成一副垃圾堆的样子，搞毛啊！紧接着，目瞪口呆的众人便是看见一帮子人涌了进来，约莫10来个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队伍复杂的让人难以置信，他们只有10几个人。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名手握长杆的大汉，那一身肌肉跟死去的高义有的一拼，后面跟着一个握着自动步枪的老军人，穿着褶皱的军装，身后一群人紧紧跟着，甚至还有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男子抱着个刚出生的婴儿。又有人来了，今天这家超市怎么这么热闹？
一天来了3拨人，从楚寒开始，每一波都是直接毫不客气地冲进来，行为模式真是相似。走在最前面的这名壮汉进来之后，先是环视了一圈，紧接着问出了和程贤国一模一样的话：外面那辆G55的主人在不在这里啊？静。所有人包括程贤国和月子都被这粗犷的一句话给问得愣住，下巴都快掉落在了地上。紧接着众人的目光很有深意，在新来的壮汉这帮人和程贤国、月子2人之间来回打转。都是来找楚寒的。月子和程贤国同一时间心神紧绷，是敌还是友？孩子的哭声忽然从这群人的最后方响起，抱着孩子的眼镜男人连忙哄了起来：不哭不哭，乖，不哭。江左。最前方开路的壮汉正是卢洪胜，他挠着头对哄孩子的江左道：这是超市，先找找有没有奶粉什么的给孩子吃。卢洪胜的话有些不客气，让超市内的原住民敢怒不敢言。对方明显又是一批狠角色，而且那名穿着军装的老人手上还有枪。程贤国和月子不动声色地对视了一眼，一时间都没有出声。对方是来找楚寒的，但看那样子不像是好惹的人，恐怕是仇家。2人不着痕迹地紧握手中的枪支。对方人多势众，但枪只有那个老军人手中有，可以一拼。卢洪胜和何培元也在这个时候注意到了程贤国和月子，毕竟2人手中的枪可是真家伙。你们……还未等程贤国和月子说话，人群里躁动的那几个不良居民立即蹦了出来，一人更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抢先开口：你们都是来找楚寒的，是朋友还是仇家？对方也是来找楚寒的。一句话顿时让何培元和卢洪胜这些人紧张起来，他们紧紧盯着月子和程贤国，2人手中的枪是上膛状态，也就是说很容易走火死人，这是一种备战和敌视状态。何培元等人来找楚寒的原因很简单，一来他们的女军医上官雨欣被楚寒抓了过去，其次是虽然楚寒杀了一些人，但不可否认的是那些人都不是好人。此外最重要的是，不管是何培元还是卢洪胜亦或是江左，队伍里有很多人对楚寒都有了忠诚度。一人对抗丧尸群，杀掉2阶丧尸，维护同伴又行事果断，楚寒身上的种种闪光点让人不得不崇拜。所以在卢洪胜提出去找楚寒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反对。看着双目闪着不知名寒光的楚寒和月子，何培元为首的一拨人全部紧张起来。楚寒的仇家要不要火拼？对方只有2人，但是枪却比自己多。己方虽然人多，但有枪的却只有何培元一个，可以一拼，但危机四伏。2方人考虑的东西异常相似，但却又都不知道对方的想法，气氛就这么一下子陷入了诡异的安静中。双方都猜不透对方是敌是友，也不敢轻举妄动。2方人就这么静静的对视，相对无言的站在不远不近的距离遥遥相望，没有人敢乱动，也没有人说话，气氛紧张的一触即发。超市内的原住民就惨了，今天一连来了3批人，还都是一看就不是好惹的狠货。更麻烦的是，现在眼前的2拨人似乎是要打起来，可千万别伤及无辜啊。程贤国和月子一刻也不敢放松地盯着何培元等人，何培元和陆洪胜也同样如此。2拨人手中的枪和武器越握越紧，眼中的火花也越来越强。这时候只要有一丝风吹草动，说不定他们手中的枪就会射出子弹。忽然一声轻响突兀地在超市的大门处响起，程贤国和月子同一时间将枪口对准何培元等人，何培元也是同一时间子弹上膛。身旁没有枪的卢洪胜和其他人全部紧握武器，挡孩子的挡孩子，准备干架的准备干架，场面还真是像2大黑帮火拼。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擦嘞，这他妈跟垃圾堆似的！一个带着轻微嚣张、极为不着调的声音啰里吧嗦的从超市入口处由远及近。我擦嘞，这浪费资源啊！这都是好东西，竟然就这么当炸药物放，
哎，摆这玩意儿这人力确实不错，比我牛。哎呀，可惜科技不行啊，这玩意儿要是到了我手上，绝对可以改装成更厉害的防具啊。哎呀，可惜。啰里吧嗦的声音晃晃悠悠，一点不着急。程贤国和何培元两拨人立即用余光瞥了过去，这是一个顶着一头增亮光头的年轻男人，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那张脸水肿的厉害，身上倒是不是很胖，体态均匀。如果不是他一口一个我擦来，恐怕众人会以为这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世外高人，因为他的外表太像和尚了。寂静无声的超市充满了诡异感，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超市入口，而这个光头男人却毫无反应，依旧嘀嘀咕咕地边走边说。很快他便是从超市的过道里走了进来。一个光头男人，两帮即将火拼的队伍，一群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我操嘞，挺热闹啊！光头男子一进来就来了这么一句，紧接着仿佛没看见两拨人剑拔弩张的状态一般，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从他那破破烂烂的布包里拿出了一个大鸡腿，一口咬下一块肉，紧接着又从布包里抽出了一瓶雪花啤酒，咔一声的开瓶，吹。第131集，程贤国和何培元对视的目光都是异彩连连，两人都是参过军的，彼此已经摸准了对方一举一动，只不过不清楚是敌是友，所以才一直对峙。若不然，恐怕这两人还会坐下来好好聊聊曾经的军旅生涯。但此刻光头男人的到来，让两位一老一年轻的军人目光默契地错开，双方一触即发的状态开始松散，原本剑拔弩张的气氛也微微一滞，两拨人马变得不是那么紧张，旁边的众人也稍微松了口气，将心神分散了一些，只要不打起来就好。可惜下一秒，我说，光头和尚吃着便口齿不清的道：外面那酒屋的主人在不在这里啊？咔咔，原本对峙的程贤国和何培元两拨人同时受到了惊吓一般，将手中的枪和武器对准了这个来路不明的光头男人。做完这下意识的反应之后，这两拨人同时愣了愣，然后相对无言起来。紧接着，整个超市的1楼便是安静到不可思议，只剩下光头男人吃东西的声音。此刻的状况太诡异了，周围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的感受则是更加夸张，一个个目瞪口呆到无以复加。怎么他妈全是来找楚寒的？石市第3人民医院是一家综合医院，很大，设备也很齐全，所以相对的这里丧尸可不少。楚寒在前方开路，举着一把随便搞来的消防斧，身后的上官雨欣步履紧紧跟随。两人一路从超市冲到医院门口，女军医基本上就没遇到过什么危险，甚至连出手的机会也很少，她基本上只要负责跟楚寒就行。直到此刻，这名女军医才深刻地体会到了楚寒的强大。这男人的武器只是一把消防斧而已，竟然一颗子弹也没有消耗地杀到了医院。前来路上死去的丧尸数量数都数不清，一路的黑血，一路的残骸。楚寒望着前方的超市，手起斧落地解决掉几个冲过来的一阶丧尸，对着身后的女军医一偏头：接下来你带路。文明时代的医院对楚寒来说已经算是文化古迹，药在哪里，该拿些什么，他完全不懂，甚至于对医院这2个字也只剩下了最粗浅的概念。上官雨欣复杂地看了眼前方的楚寒，双目中敬佩的同时还带有深深的忌惮。战力强大的莽夫不可怕，可怕的是战力强大的同时还拥有着让人看不透的城府和手段。1楼大厅有药房。上官雨欣也不多说，楚寒点点头表示明白，紧接着就直接朝着前方的建筑物而去，对四周拥挤而来的丧尸完全不放在眼里。两人杀到药房用时极短，只是当两人破开药房门的时候，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片狼藉。有其他人来过，这并不奇怪，药品在末世一向是稀缺物品。需要什么药尽快找。楚寒站在药房门口，阻拦着那些蜂拥而至的丧尸。明白。上官雨欣立即在凌乱的药房中寻找，
虽然扫荡过，但依旧有药品剩余。女军医的速度很快，也很专业。她将骆小小有可能需要到的用品全部一箩筐地扔到背包里，不一会儿就已经装了大半包。此刻她回头看了眼将丧尸杀得已经成堆的楚寒，眼中的忌惮越来越浓，将背包背在身后。女军医低下头挣扎了一会儿，再次抬起头时，双目已经是波澜不惊地换上了另一副神态。有一种药这里没有，我们需要去别处找。上官雨欣在撒谎，谎话说得脸不红心不跳。重要吗？前方的楚寒头也不回。重要。上官雨欣立即镇定地回答。是一味主药。哪里有？楚寒不问其他，只关心重点。上官雨欣的双目闪过一道金光，语气平稳。住院楼。住院楼，在大城市里的医院永远是最拥挤的地方，床位永远紧缺，全年都被占得满满。此刻在80%人类都变成丧尸的末世，住院楼无疑是一个险象环生的地方。楚寒对医院的布局仅仅保留最基础的信息，内在的结构和分类完全抛却在了记忆深处。这会儿上官雨欣要去住院楼，楚寒几乎想都没想的就继续开路。两人一路向着医院后方的建筑进发，依旧是楚寒开路，上官雨欣指路。一路上的丧尸越来越多，这个医院已经完全被丧尸群占领。楚寒没有任何多余情绪，他这辈子见过最多的生物就是丧尸了。但当楚寒看到眼前上官雨欣一路指向的地方时，他眼中的冷光稍闪即逝。精神科。没有多说，楚寒直接破入。这个楼层很高，刚刚进去，楚寒就闻到了一股极为浓郁的腐臭味。这里的丧尸数量庞大，活人已经可以断定没有。瞥了眼走在自己身旁佯装镇定的上官雨欣，他的心跳又急又重，咚咚咚的如同敲鼓。但女军医却佯装镇定，楚寒不动声色地警惕起来。什么药品需要特地跑到精神病人居住的地方？哪怕是1楼，这里丧尸也很多，也不知道是从哪里破开跑出来的。丧尸们见到两人进来便是一拥而上，他们穿着蓝白条纹状的病人服，身体散发着死人的味道。楚寒一步上前，对着这些丧尸的脑袋就是一通猛砸。很快1楼的大厅便充满了丧尸的尸体，腐肉和黑血到处都是，将防水的地板都弄得完全泥泞。幸亏没遇到2阶丧尸。紧了紧手中的消防斧，楚寒瞥了眼上官雨欣，示意他继续带路，心中则是想着要去搞把新武器。之前的铁斧砍掉匡志然的一只手后就留在了路虎车上，并且斧柄都断了，新武器太必要了。想到斧头就想到匡志然，想到匡志然，楚寒心中就一阵杀意涌出。此人不杀，他楚寒誓不为人。走楼梯。上官雨欣立即抽空指路，同时向着旁边的楼梯处走去。楼道旁边是升降电梯，已经完全坏了，不能使用。电梯箱摔得七零八落，电梯门被强行破开。两人急速向着楼梯跑去，这一回上官雨欣跑在了前面。而就在这时，忽然一只丧尸从2楼直接跳了下来，那锋利的指甲和牙嘎嘎作响，掉落的方向直接对准了上官雨欣的头顶。第132集，女军医从容不迫，在军队中训练的战斗本能被她发挥得淋漓尽致。曼妙的身姿猛地向旁边一闪，带有消音器的自动步枪子弹瞬间发出，丧尸被一枪爆头，但女军医的衣服却不可避免地被刮出了一道大口子。惊魂未定的上官雨欣在确定丧尸死后，连忙低头查看了一番，紧接着大呼一口气，声音还在颤抖。没被抓到。被丧尸抓到就会被感染，处理过好几起这种情况的上官雨欣无比清楚。你还是走后边吧。楚寒不冷不热地说出这句话，目光在上官雨欣被划破衣服的胸口处顿了2秒，那里有个很好看的吊坠，紫色的。女军医双目中的厌恶一闪而过，她将背包换了个角度，遮住了被破开衣领下的洁白皮肤。楚寒没有管上官雨欣的动作，女军医会讨厌他太正常不过，
其实刚刚他完全可以替上官雨欣挡住那只丧尸的攻击，但他没有这么做，也没有必要。两人顺着楼梯一路向上，楼梯口的丧尸可不少，每一层都会遇到很多。上官雨欣没说停，楚寒就一直向上杀。若不是急着要找药品，然后回去给骆小小稳定伤势，楚寒倒是不介意把这里的丧尸都杀光，毕竟积分对他来说越多越好。就这层。上官雨欣猛地一把拉住砍丧尸砍得很起劲的楚寒，指了指这层楼。那个药这层应该有。楚寒环视了一圈，不知不觉他竟然爬到了第10层。对着女军医点点头，楚寒开始朝着这一层的深处探入。没有灯光的室内很昏暗，走廊上一间间房门诡异地紧闭着，一种若有若无的危险感在第10层楼飘散着。这一层比其他的楼层安静很多，虽然凌乱，但遇上的丧尸竟然很少。楚寒忍不住将斧头握得更紧，身后对上官雨欣的提防也没有落下。这里不对劲儿，两人相对无言的在这层楼走了10分钟，并不是故意绕路，而是医院内的障碍物也不少，每走几步还得杀一个丧尸。此外还需要密切注意周围两旁的屋子房门是否紧闭，有时候会突然窜出1、2只丧尸。这里。上官雨欣的声音很轻，他指了指旁边的一扇门后，又忽然加了一句：我进去，你在门口等一下。楚寒望着仅仅只有2只丧尸冲过来的走廊，望着急匆匆走进屋内的上官雨欣，没有说话。这个女军医恐怕是在想方设法地对付他。手起斧落，快速地解决掉2只丧尸。楚寒顾不得获得大量积分的喜悦，悄然无声息地侧身进入身后的屋内，将房门紧紧地闭上。这间屋子不小，虽然药品充足，但是比外面更加昏暗，只有一个通风口透入外面的光线。屋内翻找的声音不断，上官雨欣很着急，靴履踩踏在地面的声音走一会儿顿一会儿。楚寒不动声色地隐藏在一个柜子之后，静静地看着上官雨欣。女军医在找什么？就在时间1分1秒过去的时候，忽然间一个轻微但绝对不是楚寒或者上官雨欣发出的声音猛地响起。砰！楚寒猛地抬起头，目光犀利地盯着上方的天花板。这个声音很轻，不是1阶进化者根本听不到，所以上官雨欣还在远处翻翻找找。他根本没发现楚寒已经进来，也没有察觉到第3者的动静。那是一个被破开一个洞的天花板，黑漆漆的洞口处，一个白色带着灰尘，似乎是某种棉絮条状的物品垂落在洞口处，一晃一晃。楚寒瞥了眼毫无所觉的上官雨欣，声音突兀地响起：出来！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刚把什么东西抓在手上的上官雨欣一声大叫，紧接着啪嗒2声，2支镇定剂忽然从上官雨欣手中掉落，其上显眼的字眼让女军医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她紧张地看着楚寒，额头的汗水密密麻麻。楚寒瞥了他一眼，紧接着便像是没有看见那2支镇定剂一般，淡然地偏过头，目光看向天花板。惊愕的表情出现在女军医的脸上。他取镇定剂是为了对付楚寒，骆小小完全用不上。他不相信刚刚楚寒没看见，也不相信这个城府极深的男人会猜不出他的用意。但是这个男人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不在乎？不可能。难道爱上他了？那更是天方夜谭。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一个陌生带着稚嫩的童声在上方响起。有人！上官雨欣一惊，瞬间将刚刚的胡思乱想抛在了脑后，目光顺着楚寒所看的方向看向了天花板。这时候女军医才发现天花板上有个黝黑的洞口，一双布满灰尘的脚丫子垂了下来，2条雪白的小腿一晃一晃，旁边还有一个毛绒玩具，是只不太干净的小白兔玩偶，耳朵长长的垂下来。这幅场面突然出现在这里，简直跟恐怖片差不多，更何况只看到了2条晃荡的小腿，这个小女孩的上半身完全隐藏在了黑暗里。上官雨欣压制着自己剧烈跳动的心脏，努力镇定着不让自己尖叫出声。是人，不是丧尸，不是鬼，
紧接着，女军医趁着楚寒与那小女孩对视时，猛然弯下腰，伸手快速地将镇定剂捡了起来，然后迅速地将2支镇定剂放在了自己的口袋里。可是他刚刚直起身，便是浑身一寒，因为楚寒正意味不明地看着自己，但很快就别过眼，看向坐在天花板上方的诡异小女孩。看见了，上官雨欣的心脏都快跳出嗓子眼了。你叫什么名字？楚寒却在这时候忽然出声，他无视了上官雨欣的小动作，双目眯起，对着眼前的小女孩道：李世荣。小女孩低下头看着楚寒，一双清澈的眸子里带着一丝好奇。你们怎么来的？楚寒将小女孩上下扫视了一番，确定对方只是一个普通人后，才微微放松。他无视了小女孩的问题，道：你一个人？不，还有我姐姐。名叫李世荣的小女孩诺诺的道：你姐姐呢？楚寒神色古怪，这里是医院，2个小女孩在这里吃什么喝什么？第133集，姐姐出去找食物了。李世荣如是说，露出了一颗可爱的虎牙。楚寒无视了这种诡异的古怪感，悄然向后退了一步道：我们要走了，你自己小心，最好和姐姐离开这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我刚刚问了你2个问题，你一个都没回答。李世荣叫住楚寒，小女孩双目中的神色让楚寒心中一突，他没有说话，手中的消防斧紧紧握着，目光一眨不眨地与这个诡异的小女孩对视。你不回答我的问题，你不是好人，不是好人就肯定是坏人，坏人都得死，我要叫姐姐来杀了你。小女孩的身体忽然就跳上去，消失在那黑暗之中，砰砰砰的声音瞬间在天花板上响起。靠，差点忘了这是精神科。楚寒无语了1秒，紧接着对着上官雨欣道：找到了没？我们最好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太诡异了，他1秒钟都不想多待。上官雨欣也被刚刚那个小女孩的诡异状况吓得不轻，但忽然被楚寒的声音打断思维，女军医心脏咚咚咚直跳，有些心虚地看了楚寒一眼，但楚寒的双目完全没有任何神色，仿佛刚刚上官雨欣捡起镇定剂的动作他完全没看见一般。但是上官雨欣很清楚，这个男人看见了，该死，这头狐狸。2人快速离开，一前一后地奔跑在走廊中。楚寒在前，上官雨欣在后，前方的楚寒依旧如同刚来时那般，对着扑面而来的丧尸快速解决，完全将后背呈现在上官雨欣的视野里。女军医的右手放在口袋里，紧紧捏着那2根镇定剂。他很清楚楚寒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意图，但为什么这个男人还这么明目张胆地将后背暴露在自己面前？自负，觉得他一个女人离开了他就走不出去，这算是一个理由，并且很合理，实际上可以说完全正确。上官雨欣有自知之明，他医术高明，但在军队里引以为傲的战斗力在这个末世里却瞬间不够看。女军医不断在脑中分析，懊恼和后怕也是随之而来。盯着眼前男人的后颈，上官雨欣突然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若是他现在就把这个男人解决呢？如果2人离开这里，他的机会就会更加渺茫。楚寒一定会密切地注意他，在他安顿好骆小小之后，说不定会直接把他杀了。走在前面开路的楚寒可没有上官雨欣那么多的纠结点。镇定剂他的确看到了，1支镇定剂对他1阶进化者的体能来说毫无用处，但2支镇定剂的话，那可就难说了。就在2人迅速的原路返回时，忽然一声不同于其他丧尸的声音在前方响起，一个高大的身影猛地出现在了走廊尽头，锋利的爪子和牙齿将地砖都抓得怦然碎裂。2阶丧尸。楚寒的脚步一顿，头也不回地对着上官雨欣道：自己找个地方躲起来，这头丧尸和我们之前遇到的不一样。上官雨欣一惊，目光在前方的丧尸身上扫视了一眼之后，迅速向着旁边一闪。这条走廊恰好是这栋楼的电梯通道，2旁除了墙壁就是电梯间，
上官雨欣没有地方可钻，其他地方又会有丧尸，女军医却只能够将身躯隐藏在墙边，身后就是电梯井，再退一小步，她就会掉下去摔死。楚寒扭了扭脖子，骨骼噼里啪啦一阵响。对吗？他就说这么大的医院，这么多的丧尸，怎么可能没有二姐？楚寒突然一跃而上，眼神瞬间凌厉，动作快速的形成了一道风。对面的二阶丧尸一声大吼，不甘示弱，两道身影快速的在狭窄的走道里相碰，急速的交战，发出惊天动地的哐哐声。旁边的墙体被打得墙面脱落成一块块，天花板更是破开了好几个窟窿。脚步起风，身姿带起残影，这已经是完全超脱了人类极限的战斗，到达了另一个层面的强大。躲在一旁退无可退的上官雨欣看得心惊胆战，这是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观察人类与二阶丧尸的战斗，也是第一次见到真正的高阶丧尸。女军医的眸子一眨不眨地盯着那头二阶丧尸，楚寒不久前说过的话就像是魔咒一般的在他心中挥之不去。丧尸会进化，并且永远存在。女军医忽然感到一股无尽的压力，压力的来源不仅是末世和丧尸，还有楚寒，这个让他不服气以及拼命想对抗的男人。他忽然发现自己错得彻底，他不该和楚寒对立，他应该选择陈少爷和上九弟一样的方式对他俯首称臣才对。可惜晚了，摸着口袋里被楚寒看透到彻底的两支镇定剂，女军医的懊悔和恐惧占据了他的全部。这个男人会在骆小小痊愈后立刻杀了他，这一点女军医无比确定。与二阶丧尸的对战快到让人看不清，解决的速度也是让人瞠目结舌。一击必杀是楚寒的战斗本能。没过多久，那只丧尸就已经死得不能再死。若不是手中的消防斧柄太短，大小又不合手，楚寒其实还可以更快更直接。对待丧尸这种生物，他向来没有什么怜悯可言。解决掉二阶丧尸的楚寒快步上前，手中斧头快速又熟练地将眼前这头二阶丧尸的后脑勺破开，一颗黑色的晶体被他迅速取出扔到口袋里。这玩意儿不仅仅是强化者开启异能的必要品，在其他方面的用处也不小。就在楚寒忙活这些的时候，上官雨欣惊慌的声音传来。楚寒猛地回头，便是看见一个抱着白色毛绒玩具的小女孩正站在电梯井处，单纯美好的样子一度给人一种生在文明时代的错觉，但这个小女孩却微笑着一把将上官雨欣推了下去。李世荣偏过头看了楚寒一眼，然后很快受到惊吓一般赤着脚跑开，唰，速度爆发到了极致。楚寒猛地一下冲到了电梯井处，上官雨欣大声喘着气，他并没有掉下去。在被推下去的一瞬间，他的双手紧紧抓着电梯井的铁绳，正在用力地向上爬。第134集，楚寒忽然席地而坐，戏谑的目光与他对视，没有伸出手，也没有任何语言。那一副风轻云淡看好戏的玩味，让上官雨欣心中仿佛插入了带有血槽的刀子。女军医有些绝望地看着上方的男人，目光在楚寒手中的消防斧上停留一秒，上面还带着丧尸的黑血，触目惊心。他忽然想起了自己小时候那个成年穿着军装猜不透心思，对他就像对一个粗糙汉子一般对待的父亲，把年仅5岁的他送到了部队，一待就是10几年。那时候父亲就是这种云淡风轻的表情，毫不在乎地把他扔在了一群糙汉子的部队里。他天资卓越，在医术上有极高的天赋，与生俱来的美貌不仅没有让他在10几年的军旅生涯里变味儿，反而练就了独秀一致的诱人气质。他既有女人的柔情，又有军人的铁血，这也是他一向引以为傲的地方。但是这一切却在眼前这个名叫楚寒的男人面前瞬间支离破碎。看到此刻的楚寒，上官雨欣就想到了他的父亲上官荣。上官荣也是这般不爱说话，
看待所有人和事儿都充满了目的性。上官雨欣忽然明白自己为什么这么讨厌楚寒，因为太像了，他太像自己的父亲。他讨厌他的父亲，甚至是恨他，因为他从未享受过其他2代女孩子公主般的生活，一生辛苦，当军人，当医生，为人民服务。哼，多么可笑的理由！可是现在，上官雨欣忽然眼眶通红，他想起了上官蓉曾经教导过他的一句话：别当一条狗，却做一头狼。直到今天，女军医才彻底悟了这的含义。狼和狗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狼不会动不动就吠，狼只会捕猎时发出撕咬声，或是统领同伴时的狼嚎。楚寒就像一头狼，他话很少，每一句话都带有极强或者隐晦的目的。那么现在，楚寒的目光就像是在看着自己的猎物死之前的挣扎，看得津津有味，就像是欣赏着一场盛宴。苦涩在女军医的心中蔓延，她没能够成为这样的人，却遇到了这样的人。就在两人相对无言时，哗啦啦，忽然那铁绳松动摇晃了起来，一阵用刀割绳子的声音在上方断断续续。楚寒忍不住抬头看了眼，那个名叫李世荣的小女孩正一脸阴厉地用一把极其巨大的剪刀在用力剪着。坏人，杀了你们！小女孩的声音很纯净，说出的话却让人不寒而栗。电梯铁绳一阵摇晃，让正在向上爬的上官雨欣险些脱手，汗珠一颗颗从她的额间滚落。女军医在此刻才真正的感受到了害怕，低头看了眼下方，黑漆漆的电梯井是10层楼的高度。楚寒没有动，既没有选择拉上上官雨欣一把，也没有选择助李世荣一臂之力，他就这么单纯地看着2个一大一小的女人对峙，完全置身事外。紧握绳索的上官雨欣抬起头，仔细地端详楚寒俯视她的脸，依旧是那副平淡至极的表情。他不会救自己。看到这副表情，上官雨欣已经明白自己的死期已到。上官雨欣忽然决绝地一把松开手，被动的等待还不如他自己来。军人最不怕的就是死。急速的坠落感让女军医猛地闭上眼，可忽然一个充满怀念意味，有些像是从不同时空而来的声音响起在她的耳边：别怕，我会救你。看着上官雨欣掉下去，楚寒异常冷静地停顿了1秒，但紧接着他忽然伸出手，啪的一把拉住了女军医，整个人手臂一阵用力，瞬间将她这么一下子单手拎了上来，没费多大力气，轻而易举。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上官雨欣一度惊愕，还没回过神的他呆呆地望着旁边漆黑一通到底的电梯井，刚刚那种极致的速度让他不可置信，明明已经掉下去了，但却被楚寒拉了回来。抬眼望着面无表情的楚寒，上官雨欣的思绪忽然复杂，好似刚刚听到的那句话只是一个幻觉。砰！上方传来一声充满怒意的声音，名叫李世荣的小女孩双目阴寒，死死地盯着下方的2人。你们等着，我去找我姐姐。小女孩的身影瞬间消失在黑暗里，诡异得很。楚寒瞥了小女孩一眼，没有理会，而是看向了女军医，目光意味深长。上官雨欣忍不住地问道：为什么？为什么救她？虽然没有明说，但是上官雨欣知道楚寒听得懂。这个男人的思维和城府已经完全超脱了20岁，向着那些一辈子在官场上玩弄人心的老狐狸进发。但是上官雨欣怎么也想不通，他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他明白楚寒这种人心狠手辣到不会放任一丁点的危险在身边，而他刚刚想对付楚寒的心思，这个男人绝对知道。没理由杀你。留下这句话，楚寒便是大步流星地向前走，但不被上官雨欣看到的眼中却是闪过了一丝复杂。原来是他，原来他叫上官雨欣。上一世，末世第5年，这是一个充满硝烟和绝望的时代。被人叫了好几年杂种的楚寒躺在木板上，意识模糊不清。他在这个末世里挣扎了5年，他快死了，并且知道没有人会救他，
所有人都恨不得他死，就算死了，人们也想要在他的尸体上补一刀。他没有资格得到任何基地的医疗，哪怕是非军方的流民队伍也对他充满敌意。杂种得不到任何人权，但却有一个女医生冷静地对他说：别怕，我会救你。他保住了楚寒的命后，然后消失了。他没能记住这个医生的脸，只知道那不经意间露出的吊坠一直保留在记忆深处。紫色的很特别的式样，让人看一眼就记住了。那副模糊的脸庞渐渐跟上官雨欣重合，让楚寒有着苦涩的感觉。若不是刚才在进入这个建筑时，上官雨欣的衣服被划破，被他看到了挂在胸口的吊坠，他还真是差一点就见死不救了。毕竟一个随时想对付自己并且还精通医学的女医生，无疑是很可怕的人。但是楚寒不能让他死，他欠他一条命。望着楚寒大步流星往前走的背影，上官雨欣猛地一把将口袋里紧紧捏着的镇定剂扔出，2支镇定剂啪啪2声撞在墙上，摔得粉碎。去他的末世，去他的阴谋，去他的上官荣。第135集。滴，回炉系统的声音适时响起。上官雨欣忠诚度到达30%。走在前方的楚寒脚步没停，心中却是忍不住唏嘘。重生一世，一切都变了。不过好在他没让前世的救命恩人和自己成为对立面。他虽不是好人，但也不能失了本心。他不会像上一世那样重蹈覆辙。楚寒，身后的上官雨欣快步上前，双目神采奕奕，那是一种在军队里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仿佛找到了归属一般，充满干劲儿。你团队里的医生职务我揽下了。楚寒看了他一眼，语气比对白允儿和上九弟都要来的与众不同。你负责骆小小就好。无疑他从未失去过对这个女人的欣赏，不仅仅是因为上辈子救过她，这辈子的上官雨欣一样与众不同。好。上官雨欣重重点头，他走在楚寒的身侧，忽的声音有些着急：我们快点回去，你不在我怕他们会有危险。楚寒嘴角一勾，笑得意味不明。有白允儿在，没人伤得了我的人。白允儿同样在上一世和楚寒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女人，楚寒对这个女杀神不能说了解的透彻，但也摸得清她的性子。虽然没有任何忠诚度，也没有任何表态，但只要她还在自己的团队没走，哪怕仅仅是蹭吃蹭喝，这个女孩也不会在自己不在的时候放任有人对骆小小他们不利。但若是楚寒在场，白允儿则是另一个极端，有人死了她也不会管。她很奇怪，但也不是不能摸索。白允儿？上官雨欣惊愕，不是神枪手陈少爷，也不是战力强大的上九弟，楚寒报出的名字竟然是那个白允儿。跟我一起杀出去。落下这句话，楚寒就猛地站起身，走向楼梯处。来不及多想，上官雨欣连忙跟上。超市内的1楼，程贤国、月子和何培元3个拥有枪支的人全部将枪上膛，枪口牢牢地对准坐在地上吃东西喝啤酒的光头男人。光头男人没有一点被人用枪对着的自觉，仿佛是个傻大缺一般，边吃边喝。光头，你打哪儿来的？良久后，月子率先出声，这是几拨人在对峙了好久之后的第一句话。我呀，光头男人笑得如同弥勒佛。我从安格镇来的。你找楚寒做什么？程贤国紧紧地将枪口对着他，问出了一个对在场人来说极为敏感的问题。找楚寒做什么？是敌是友？只要眼前这个光头男人说出一句对楚寒有攻击意味的话，这个昔日当了几年兵，在末世里建立过基地，如今又家破人亡的硬汉子程贤国就会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将这个光头男人的脑袋打爆。他已经失去了一切，现在他最不怕的就是拼命，尤其还是为了楚寒拼命。那你又找楚寒做什么？光头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下了胡吃海喝的动作，神色意味不明地玩弄着手上一把和玩具水枪差不多的玩意儿，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玩意儿恐怕不简单。和尚可不傻，
在不确定对方意图的情况下，不可能将楚寒出卖。况且他一直本着跟偶像混，替偶像解决一切麻烦的思想在找楚寒。这事儿要是没做好，肯定会影响楚寒对他的印象。他不能失去任何能抱楚寒大腿的机会。程贤国狠狠地咬了咬牙，这个死光头没想到竟然是个滑头。两人没有一个肯退步，于是程贤国这个退伍军人以及和尚这个智商高达250的科技宅，两名同样对楚寒有60%忠诚度的牛人就这么杠上了。杠上的出发点还一模一样，并且双方还都是在不清楚对方的真实意图的情况下。程贤国和和尚杠上的时候，月子也没有闲着，一杆枪充满攻击性的对准何培元等人。他可不管对方有多少个老人、孩子、女人，只要是对楚寒目的不明的，他都得警惕。何培元的枪口对准的是和尚，但卢洪胜等人的武器对准的方向则是月子和程贤国。这帮人同样心中想着的是楚寒，眼前的程贤国、月子还有和尚，一看就知道没一个是好惹的。虽然目的不明确，但不得不让他们提防。于是互相不认识的三拨人马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对峙成三角局面。情况发展的让人出乎意料，出奇的狗血与奇葩，怎一个乱字了得。周围60来号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看得一愣一愣的，众人默默地退到了边角，只希望这群人打起来的时候别殃及池鱼。那几个别有居心的人也在这一触即发的状态里不敢说话。现在他们是终于知道楚寒的强大了，来找麻烦的敌家可真是多，他们还是别趟这滩浑水了吧。此刻场面混乱的，估计楚寒这个正主来了都得一口老血卡在喉咙里。就在这时候，忽然一阵脚步声猛地在超市入口处响起，几乎是同时，三拨人马立即紧张起来，手中的武器就差点开始发挥作用，对峙的场面越来越一触即发，不管来者是谁，都有可能是造成干群架的导火线。围观的群众更是恨不得想死，集体的缩在角落里。唰，终于超市的入口处冲进来一个人，确切的来说是一个女人，还挺漂亮。对峙的众人顿时一致，紧接着程贤国、月子、和尚这三人有些不知道如何是好的继续对峙。反正只要来的不是楚寒，他们的对峙就不会停止。来的要是楚寒，那就看老大说杀不杀了。何培元和卢洪胜一拨人则是双目猛然一亮，刚想开口说话，哒哒哒，冲进来的上官雨欣只是看了这群人一眼，就猛地往2楼上跑。目光仅在何培元和卢洪胜他们身上顿了1秒，好似完全没有注意到此刻超市内紧张的气氛一般，跑得又快又急，没一点停顿。怎么回事？怎么当没看见？何培元、卢洪胜还有江左等人全部一愣，望着上官雨欣急急忙忙往2楼冲的背影，这是要干嘛呀？一个劲儿往上冲的上官雨欣可管不了这些人的想法，他认出了何培元他们，但是立即就否决了。这几个人的战力太渣，还是去找陈少爷比较靠谱。至于其他3个陌生面孔，女军医只是隐约地察觉出不对，但很快就抛到了脑后，不认识，管不着。第136集，上官同志，何培元忍不住喊了一声：“你咋回事啊？楚寒呢？”这一句楚寒呢，顿时让气氛陷入了诡异的状态。程贤国、月子还有战力不明的和尚同时将目光转移到了这个陌生的女人身上，手中的枪和那个不明武器也是对准了上官雨欣的后背。一个劲儿往楼上跑的上官雨欣脚步猛地一顿，锋芒在后的感觉异常清晰，仿佛一把利剑刺来，不爽的心情油然而生。这个在军队里从小混到大的女军医猛地回过头，咔嚓一声将手中的枪对准下方的几人。干什么？想火拼？女军医的声音充满了霸气。他妈的，谁敢在这个节骨眼上捣乱，我就崩了谁！惊呆，上官雨欣的话简直让何培元等一群大老爷们儿吓得下巴都快掉在地上。刚刚若是没听错，上官雨欣好像是爆粗口了吧？不是吧？
这个女军医才和他们分开多久，这么一下子脾气变得这么大？分开的这段时间，她到底跟楚寒他们经历了啥？何培元等人全傻了。在他们印象中，上官雨欣一言一行都极为一板一眼，完全是军队里走出来的女兵。他们实在难以接受，此刻的上官雨欣竟然跟个女匪徒一样。紧接着下一秒，卢洪胜等人顿时觉得楚寒是真的好牛，竟然把这个骨子里傲气到不行的女军医给掰成了女匪。不过到底发生啥事了？不只是何培元等和上官雨欣熟悉的一众人，角落里见过这个女军医的围观群众也是一阵莫名，怎么出去一趟回来带着这么重的火药味啊？看样子事情似乎很严重。你和楚寒是什么关系？程贤国可不管上官雨欣话有多冲，问话直截了当。你管得着吗？女军医没这个耐心解释，扭头就对着楼上医生大喊：陈少爷，上九弟，快下来！陈少爷，上九弟，这两个名字一出，程贤国和月子的眼珠子都瞪得差点凸出来了。陈少爷和上九弟也在这里。紧接着俩人明白过来，感情眼前这穿着军医服装的女人是楚寒一伙的。靠！月子忽然觉得自己蒙圈了，他看了眼何培元等人，这帮人和这个叫上官的人似乎挺熟，莫非也是和楚寒一伙的？我操，那岂不是自家人窝里斗啊？听到陈少爷和上九弟的名字，何培元等人也是一阵惊讶。他们在这里等了半天，原来楚寒队伍里的队友在啊。不过看看程贤国和月子惊愕的表情，何培元等人虽然还没想到那个层面，但也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不对。唯一没有感觉的，依旧举着不明武器的和尚还处于紧张状态。眼前这帮人他一个不认识，那神老子陈少爷和上九弟他也不认识，他只认识楚寒。什么情况啊？很快，陈少爷臃肿的声音在楼上响起，一颗肥大的脑袋凑了出来。上官，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我老大呢？快跟我走，咱老大被缠住了。上官雨欣也不多说，直接说道。上官雨欣的话再次惊呆了一帮人。老大？还咱？陈少爷一愣，紧接着对楚寒的佩服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老大也太牛了，这么快就把这个女军医收服了。何培元和卢洪胜还有江左等人更是惊得下巴都快掉地上。这才多久啊，上官雨欣就开始叫楚寒老大了。楚寒的人格魅力也太逆天了吧，那他们要不要也这么叫？听起来还挺带感的呀。听到上官雨欣和陈少爷的对话，一旁的程贤国和月子哪还不明白，感情这个女人还有旁边一脸错愕的老军人都是楚寒一伙的，那就是自家人呀，自家人打个毛啊打！两人直接两把枪扛着就往外走，程贤国更是直接对着上官雨欣语气180度大转弯。上官妹子，说老大在哪儿，出啥事了？我俩别的不行，就是不怕死。上官雨欣一愣，老大？看着两个人一副要上战场拼命的样子，这个女军医愣了一秒后点点头。行，枪法好就跟着。我去！卢洪胜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搞了半天，程贤国和月子两人是自家人，那他们刚刚对峙了半天，还差点走火，是搞毛啊！卢洪胜、何培元还有江左对视了一眼，三人眼中的惊愕与无语如出一辙。费了半天劲，他们全是自己人。等着，马上来！陈少爷一听楚寒被人缠住了，连忙3两下交代了上九弟一句，就跑下了楼。反正有白允儿在这里，他放心的很。这个女人的强大战力，陈少爷可是深有体会，那可是跟楚寒有的一拼的人。骆小小在他身边绝对安全。何培元把女人孩子留下，自己则是带着卢洪胜还有江左跟着上官雨欣往外面跑。别的不多说，反正楚寒有事儿，他们立马就会去帮忙。一群人浩浩荡荡的就往外冲。名叫和尚的光头男人摸了摸头，一颗智商达到250的聪明脑袋瞬间理清了前因后果，把那把不明武器插兜里。这个光头男人也不说话，默默地走在了已经往外准备出去支援楚寒的几人身后。
光头男人的行为，几人看在眼里，顿时明白了过来，这家伙也他妈是楚寒的小弟。我靠，那还真是一家人窝里斗啊！走在光头和尚前面的人恰好是卢洪胜，这货也不知道是脑子缺根筋还是啥，对着光头和尚就来了句：兄弟啊，一会儿害怕就在我身后。卢洪胜的话一出，前面对光头和尚忌惮的何培元和程贤国立马就飘来了鄙夷的目光。这个光头还用得着你照？你知道他手上那把跟玩具似的武器是啥吗？不过同时，这两名在军队里混过的一老一小军人对楚寒更是崇拜的无以复加。这个光头男人可了不得，除了神枪手陈少爷，估计他就是这里最厉害的一个人了。这么厉害的一个光头都能收服，楚寒可真是够牛的。前一刻还剑拔弩张的一群人，瞬间就勾肩搭背地离开了超市，这让人惊掉大牙的场面，让角落里的围观群众一个个呆若木鸡。这难道就是神转折？第137集。躲在角落里的众人小心翼翼地走到超市入口处，望着那群人浩浩荡荡地离开，众人脸上的神色都是一脸的茫然，而那几个别有居心的人脸上的表情是尤其精彩。咋回事？咋回事？谁能出来说说这到底是咋回事啊？这事情的发展怎么总是如此的出乎意外？2楼被陈少爷下令不许乱走的苏杭彻底呆了。之前他就在2楼看了老半天，那时候陈少爷就在他旁边，只不过苏杭是看得很紧张，生怕打起来，陈少爷则是笑得差点岔气。直到上官雨欣忽然出现，这个胖子才一下子变得凌厉，不着调的状态瞬间就没了，扛着枪和子弹就冲了下去，留下他一个人在这2楼上不知所措的风中凌乱。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怎么原本敌对的3拨人忽然就握手言和了呢？哦，不是，跳过了握手言和这一步，直接并肩作战去了。此刻上九弟的身姿忽然出现在苏杭旁边，目光盯着远去只剩下一个背影的光头男人，声音充满了不解。何培元和程先国他们不说，这个光头是谁？苏杭吓得下巴差点脱臼。你不认识他呀？不认识啊。上九弟望着莫名其妙的苏杭，不解他为何这般反应。那陈少爷认识他不？苏杭越来越紧张。应该不认识。上九弟双目充满不解。我靠！哎呀，那还不赶紧跟那个死胖子说！苏杭一下子急得不行。那光头要不是我们这波的人，那可就麻烦了。他手上那东西可不得了啊！作为对物理有极深研究的苏杭，一下子就看出了和尚手中那把武器与众不同，虽然长得跟玩具似的，但威力可不能小觑。哦，这个字的尾音被拖得很意味深长。上九弟淡淡的一挑眉，那东西很牛逼。牛掰呀！虽然是小型的，但也是高危武器了呀。这玩意儿那个光头他妈怎么是做出来的呀？苏杭再次陷入了自己的死循环，这不科学呀！看着喋喋不休的苏杭，上九弟直接无视他，回到了骆小小身边。再高危再厉害，也不可能有楚寒厉害。这不是妄言，而是对楚寒的自信。在超市与医院之间的一条街道上，此刻楚寒正站在一个四岔路口，手中的消防斧紧握在身侧，他的对面站着2个女人，一大一小。小的那个正是之前见过的李世荣，而大的那个看起来似乎刚刚成年，身材高挑，相貌美得让人惊艳。但是此时楚寒的双目却是微眯，眼中闪过了一丝危险的寒光。李世荣只有1米多高，不过现在楚寒已经知道这个女孩的真实年龄其实是15岁，只不过因为某些疾病而停止了生长，又因为某些原因导致她精神不太正常。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人格分裂。就好像现在，哇，姐姐，我不管嘛！李世荣整个人挂在了眼前这个女人的身上，拼命地撒娇着。楚寒和女人的嘴角同时抽个不停，若不是因为李世荣的下一句话太诡异，此刻的情景倒像是2个恋人中间加了一个大电灯泡。我不管，
你一定要杀了这个坏蛋，我要把他的内脏拿出来做试验。李世荣如是说。女人轻轻地将手掌抚摸着李世荣的脑袋，歉意地对着楚寒微微一笑。你好，我叫肖梦琪。楚寒不动声色地看着他，没有任何回应。你叫什么名字？名叫肖梦琪的女人极为礼貌，对楚寒的无视没有任何不满。楚寒依旧没有回答他，手中的消防斧越握越紧。她叫楚寒，我听那个女人这么叫的。李世荣忽然插嘴。靠！楚寒脸彻底黑了。肖梦琪尴尬了一秒，紧接着很快调整了过来，对着楚寒礼貌的一点头。你好，楚寒。好个屁！楚寒暗自在心里怒骂了一句。楚寒，还是刚刚那个问题。肖梦琪淡笑着，紧接着问出了这样一句话：我可以杀了你吗？肖梦琪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风轻云淡的，就如同是在问你吃了没，随意的令人发指，丝毫看不出这个女人就在不久前还带着一个孩子从那满是丧尸的住院楼冲出来。这他妈真是两个神经病啊！楚寒有些崩溃，他已经被这两个人缠了一路，小的那个一个劲儿的缠着大的要他杀了自己，大的那个一个劲儿的用这般大家闺秀还带点害羞的语气软绵绵的问自己，我能不能杀了你？若是能甩掉还好，关键是他走到哪儿，这两人就追到哪儿，已经跟了他3条街了，甩都甩不掉。此刻楚寒无比后悔之前上官雨欣扔掉那2支镇定剂的时候自己没有阻止，这完全就是两个女疯子呀。就在楚寒和这两人对峙的时候，老大，楚寒老大，老大我们来了。身后传来参差不齐的声音，很快就到了楚寒身后。楚寒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紧接着笑容灿烂的转过头，看向了陆陆续续来到的一大帮子人。不错不错，这个上官雨欣很懂嘛。看看都来了谁：陈少爷、何培元、卢洪胜、江左、程贤国、月子，还有一个不认识的光头。这么巧，这么多人啊，来得好来得好啊。一干人刚跑过来，就看见楚寒笑得一脸夸张地转过头，顿时吱，所有人的步伐猛地一顿。老大这是吃错药了还是吃错药了？他竟然在笑。何培元目瞪口呆，这位老军人跟身旁的卢洪胜和江左对视了一眼，3人不动声色地同时后退了一步。楚寒这个笑容也太诡异了。程贤国和月子两人也是惊呆，楚寒怎么笑得这么瘆人呢？和楚寒接触最久的陈少爷也是吓得差点掉头就跑。在他印象里，楚寒绝对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严肃的让身边人都着急。但是此刻他笑得这么灿烂，如同一朵花，绝对是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附体了。上官雨欣是唯一一个知道情况的人，但是他此刻咕咚一下咽了口口水，吓人，太吓人了。楚寒不会是被这两个女疯子给感染了吧？第138集，肖梦琪和李世荣都在这时候默不作声，好奇地看着楚寒以及他身后的一帮子人。两个人那一脸人畜无害的样子，活像是受到了良好教育的邻家漂亮妹妹，单纯美好又充满幻想。陈少爷等人也的确是被肖梦琪和李世荣忽悠住了，在他们看来，楚寒此刻的样子更可怕了一些，甚至有些心地善良的还想提醒这两个小姑娘，小心你们眼前的大灰狼啊！事出反常必有妖，他笑得这么不正常，绝对没好事儿。望着眼前对自己避恐不及的一帮人，楚寒忍不住脸成了黑锅底。他妈的，一个个的躲什么躲呀？唯一一个没有觉得不对劲儿的是那个光头男人和尚，他之前没跟楚寒接触过，顶多就是见了2次。虽然那2次之后，这个光头就对楚寒佩服的不行，但对于楚寒的脾性，他则是完全不了解。所以光头男人并不觉得楚寒此刻笑得跟朵花一样有什么不对，在他看来，偶像哪怕是笑得像朵花，那也是霸王花。此刻和尚看到楚寒异常的那个激动了，恨不得凑上去仔细看看楚寒有几根眉毛。
他局促把手在身上擦了擦，然后一脸讪笑的对着楚寒伸出手：“偶像，吃了没？”问完这句话，光头男人自己也是呆了呆，恨不得抽自己一个大嘴巴。这么没营养的问题，他怎么想得到？楚寒被和尚的问话给弄得一愣，紧接着极为不习惯的跟和尚的手握了握。这种文明时代的礼仪，他早就弃之不用。这么一会儿，突然来了这么一出，倒是把楚寒弄得跟傻了一秒。吃了。随便应付这么个不认识的光头，楚寒就想要把手抽出来。偶像啊，您吃了呀？您吃了啥？哪知光头男人激动了，紧紧抓着楚寒的手不放，语气谄媚的像是在讨好未来岳父。偶像就是偶像，在面对他这么没营养的问题也能对答如流，果然不愧是他发誓要追随一生的男人啊。望着眼前激动到无以复加有些莫名其妙的光头，楚寒只能强忍着不适，伸手不打笑脸人。他也不能直接把眼前这个古怪的光头怎么样，只能任由这个光头紧抓着他的手。此刻陈少爷等一步一退的众人在听到楚寒和光头男人的对话时，那受到的冲击力简直可以说是颠覆三观。他们难以想象，不费一兵一卒干掉1万多丧尸，又仅靠一柄斧头能在这末世横行，还敢对着匡志然这个红色二代说出我杀你全家的猛人，竟然会说出这么家常的话。吃了没？吃了。这是什么鬼对话呀？楚寒再看到越退越远，再退就没影的几个人，顿时一股怒气就直冲而上。但是身后2个女疯子锋芒在后，让他只能强忍着脱口而出的话，目光紧紧盯着陈少爷等人，对着他们不停地使眼色，快把这2个女疯子搞定。可惜陈少爷一行人完全没有理会楚寒的意思，全部惊恐地瞪着他。此刻的楚寒绝对不对劲儿啊！众人都警惕的如同防着隔壁老王，生怕楚寒又做出什么惊天举动出来。近距离观察楚寒的和尚莫名其妙，楚寒又不说话，和尚一个着急就开口道：“偶像，您咋了？眼睛进沙子了？”楚寒刚想说没有，哪知那光头男人竟然不给楚寒反应，猛地走上前就着急地说道：“没事，我给您吹吹。”2口夹杂着葱油饼、啤酒还有各种肉味的口气扑面而来，把楚寒熏得差点一脚把这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光头给踹飞。这他妈谁呀？这个问题刚起，系统的提示音就来了。楚寒的动作猛地一顿，面容错愕的上下看了看眼前这个光头好几眼，目光在他的光头上顿了好几秒。这就是那个未知人物，名字叫和尚，高达60%忠诚度的那位。光头和尚笑得露出了一口缺牙，一脸的自豪：“管用啊，偶像，我可是专业的。”楚寒很想说一句专业个屁，但是及时的忍住了。他仔细的在眼前这个光头的脸上端详，此人他不认识，也不是后世的厉害人物，不过和尚这个名字有点耳熟，似乎在哪里听过。就在楚寒回忆这个名字来源的同时，后面那2个被冷落了良久的萧梦琪和李世荣忽然向前踏了一步。楚寒顿时感觉锋芒在后，浑身汗毛直立的猛然回头，神经紧绷的看着这2个女疯子。楚寒，哪知萧梦琪忽然在这个时候羞红了脸，她一手母性泛滥的拉着身材娇小的李世荣，一手捏着裙角，羞答答的不停摩挲，声音仿佛就像是见到了刚刚回家而来的相公。不给我介绍一下吗？陈少爷、何培元还有程贤国一帮子人全部差点喷出口水。上官雨欣更是目瞪口呆，不给我介绍一下，这充满暧昧的气息的对话，这什么情况？所有人都紧紧地盯着眼前带着孩子的美貌姑娘，那目光如同3000瓦的高亮光线，在萧梦琪的身上打量了好几番，从发丝到脚趾仔仔细细地来回看了好几遍。紧接着下一秒，唰，所有人的目光整齐地从萧梦琪转移到了楚寒身上，那目光八卦的能穿洞，透露出来的含义不外乎2句话：这姑娘是谁？她跟你啥关系？楚寒浑身一个战栗，他机械地将目光投到了萧梦琪脸上，
卡在喉咙的话竟是一句都说不出。这个女疯子想干嘛呀？和尚也呆了一下，但是不了解情况的他只是稍微一呆，然后立马说出了一句让楚寒崩溃的话：偶像你好牛啊，娃都有了。娃这个字让楚寒浑身一抖，他顺着光头男人的目光看向了怯生生躲在萧梦琪身后紧紧抓着萧梦琪手的李世荣。那副小女儿的模样真的是让楚寒差点也人格分裂了下。15岁却长得如同10岁小女孩一般的李世荣，无疑是白白嫩嫩，很可爱。众人根本不知道这个小女孩纯洁可爱的皮囊之下的那颗精分的心，所以在看见李世荣怯生生躲在萧梦琪背后偷偷看楚寒的样子的时候，众人都是被这可爱的外表给弄得心中一颤。你都有女儿了？何培元异常的惊讶，罗洪胜啥都没说，默默地给楚寒竖了个大拇指。这么年轻就有娃了，厉害。第139集。我不认识他们。良久后，楚寒欲哭无泪。哪知听到这句话的萧梦琪猛地眼眶一红，好似被渣男抛弃一般，楚楚可怜。楚寒，你竟然说你不认识我？被萧梦琪这红着眼眶的样子一惊，何培元、程贤国等人全都狠命的点头，名字都叫出来了还说不认识。楚寒你可不能这样，太没担当了。我说老大，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月子为首的第一个说出了这句话。虽然这是你的家务事，但是男人嘛，要敢做敢当。程贤国也是劝道。偶像啊，不明真相的光头和尚一叹气，轻拍了拍楚寒的肩膀。有娃就有娃呗，这么漂亮的媳妇儿和娃又不丢人，你不能翻脸不认人呐。楚寒强忍着爆发的心情，深呼吸了几口气。此刻情况已经乱得有些让他不知道该如何收场了。陈少爷对楚寒还稍微了解一点，他来回在李世荣的身上打量了好几遍，最终定下结论，这娃不是楚寒的种。楚寒才20岁，这李世荣怎么看都不止10岁了，难不成老大10岁的时候就能那啥了？但是萧梦琪又似乎和楚寒是纠缠不清的关系，莫非……忽的，陈少爷脑袋一抽，看向楚寒的目光带上了同情。老大，你绿了，你他妈才绿了！这一回楚寒彻底黑了，终于忍无可忍的爆发。这样就是2个女疯子。你说谁女疯子呢？李世荣猛地对着楚寒一声大喝：信不信我把你分尸了？萧梦琪在这个时候连忙拉了把李世荣，摸了摸小女孩的脑袋，看向楚寒的目光带上了歉意，声音还是那副娇柔样。楚寒，别说脏话。众人连连点头，这话说得对，可惜萧梦琪的下一句话却是让众人集体惊呆。你一说脏话，我就舍不得对你下手了。惊愕的表情出现在众人的脸上，目瞪口呆的看着说出要把楚寒分尸的李世荣，以及说话暴力直接的萧梦琪。舍不得下手？姑娘，你说的下手是指……我给你建个精神病医院，你进去好好待着好不好？楚寒的心情简直可以用崩溃来形容，对着萧梦琪和李世荣道：别跟着我了。不行。李世荣不依不饶。不可以。萧梦琪语气温柔，下一句话快速跟上：你没死，我不放心。呆若木鸡的众人被2女的话弄得一愣一愣，脑回路都混乱了。我来解释一下。眼看气氛停滞，上官雨欣也终于从这场混乱中清醒了下来。这2位是石市第3医院精神科的病人，大的叫萧梦琪，小的叫李世荣。楚寒狂点头。精神科？光头和尚一顿抓住了关键词。陈少爷、何培元还有刚刚觉得楚寒没担当的几个人立即脸都绿了，看向2女的目光已经复杂的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搞了半天，他们刚刚被这2个脑子不大正常的女人给绕进去了。果然还是老大说的对，这就是2个女疯子呀。你们好。萧梦琪大大方方，乖巧又懂事。见到你们很高兴。可是我们见到你不是很高兴。这是众人的心声，不过没敢说出口。他们不傻，
楚寒明显对眼前这个叫萧梦琪的女人有些忌惮。一开始他们理解差了，以为两人有那层关系。现在水落石出之后，不寒而栗的感觉立即涌上了众人心头。能让楚寒忌惮的女人，能是好惹的？楚寒，这时候萧梦琪再次开口：“我可以动手了吗？”疯子！怒骂一句，楚寒的耐心已经被磨光。楚寒，萧梦琪的声音忽然变冷：“我刚刚不是叫你别说脏话吗？”诡异的气氛顿时出现，楚寒猛地一下就扬起了斧头，斧刃寒光直冒，杀意也是若有若无的开始蔓延。楚寒的动作让原本懒散的众人立即紧张了起来。这里的所有人都对楚寒有忠诚度，他们立即察觉到了楚寒的状态，老大是要来真的。萧梦琪脸上的羞涩也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层冷光。呼呼的风声诡异的刮起，在他周身若有若无的缠绕。感受到对面年轻女孩身上的气势，陈少爷等人立即手中武器紧握。这个女人不对劲儿。旁边的李世荣一蹦一跳的跑开，双眼放光的拍手叫好，颇有种看热闹的样子。唰！楚寒手中的斧头猛地扬起，如同他一向善于的那般，身躯猛地一跃而上，看着对面的萧梦琪就一斧头落下。出手先发制人，毫无预兆。今天这场架看来是不得不打了。身姿带过一道残影，楚寒的速度已经爆发到了极致，但是当他冲到对面的时候，却是猛然发现没人。唰！楚寒瞬间转身，心神紧紧绷着。萧梦琪此时的位置和他来了一个对调，那个诡异的女人就那么静静地站着楚寒原来站立的地方。她什么时候过去的，众人没看清。众人全傻了，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速度比楚寒还要快的女人。楚寒手中的斧头猛然握紧，陈少爷手中的枪支瞬间上膛。刚刚那一瞬间，作为进化者和强化者的两人瞬间感受到了，这个萧梦琪是强化者，等级1阶，这无疑是不可思议、充满冲击性的事情。楚寒实在没想到，在那个医院竟然隐藏着一个1阶的进化者。这女人竟然和陈少爷一样，这么早就进入了强化阶段。2个2阶丧尸的黑晶体，先不说他是怎么搞到手的，正常人都不可能一口气给吞了吧？哦，对了，差点忘了，这是个女神经病，吞着玩也是有可能的。不管怎么样，依照历史强化者，至少也要1个多月才会出现。陈少爷的抢占先机在此女面前毫无优势，现在事实摆在楚寒的面前，却让楚寒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还有多少事情是他不知道的？还有多少高手大隐于世，不为人知晓？他的强化异能是什么？速度。萧梦琪这个名字在上一世他从未听说过，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楚寒的大脑有一瞬间的混乱。其余人也被这个女人的惊天速度给惊到，武器和枪支全部第一时间对准了她。第140集，强化者在初期比进化者强很多，这是不争的事实。针对性的强化在前期要来得更加犀利，哪怕是陈少爷，如果现在对着楚寒崩一枪，他估计也会瞬间中弹。此刻同样是强化者的萧梦琪，如果他是强大的速度进化，那么陈少爷恐怕就不吃香了。就当楚寒绞尽脑汁思考如何应对时，忽然间打打杀杀的做什么？之前还口口声声说要杀了楚寒的萧梦琪，忽然话题一转，又变回了刚刚那副柔弱的小女人姿态。她扭捏着咬了咬下唇，冲着楚寒道：“你就不能让我跟着你吗？你看我带着一个孩子，你忍心让我们母女俩在这末世里受苦？”母女不是姐妹？楚寒脱口而出，这诡异的反应连他自己都惊了一下。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被这2个女疯子给带歪了，竟然问出了这种问题。哦，对，是姐妹。萧梦琪笑了笑，刚刚给忘了。我操，这也能忘？陈少爷枪扛的都歪了。众人被这神对话给震惊到了极致，话题转变的也太快了吧？还有，刚才2人还杀气腾腾的，怎么忽然就聊起了家常？而就在此时，啪滋，几声诡异的声音响起的毫无预兆，
紧接着，啪嗒，萧梦琪忽然倒下晕了。他的身旁站着光头男人，萧梦琪和楚寒对战调转了位置，恰好就在这个光头和尚的旁边。此刻见到萧梦琪这个一看就不好惹的家伙，光头男人只见就不知道用了什么东西让人给弄昏迷了。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就像是脱了裤子准备上的时候，发现对面床上搔首弄姿的人和自己性别一样来的荒唐。这一手玩得非常漂亮，直接又出人意料，让人哑口无言。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楚寒眼中更是异彩连连。刚刚那是电击，我擦嘞，这女人的速度是啥情况啊？光头和尚惊吓地拍了胸脯，紧接着讨好般地看向了楚寒。哎呀，偶像，没给您丢脸吧？众人都说不出话来，看向和尚的目光就像在看怪物。混蛋，你们都该死！李世荣面目狰狞，完全和之前的样子违背，就想要冲上来。滋啪，李世荣也倒下了，出手的速度堪称一绝，或者说这个光头男人手中武器的发射速度和效果令人震惊，并且他刚刚对李世荣出击的时候，距离可是相隔10多米。周围人全部惊恐地看着这个光头。若刚刚一次是巧合，那么2次是什么？是实力。上官雨欣彻底愣住，他一开始只是觉得多带一个是一个，却没想到最后把问题解决的竟然是这个他没怎么注意的光头。程先国和何培元双目一闪，此人果然不能小觑。卢洪胜就彻底傻了，他看了眼楚寒，又看了看和尚，忽然感觉有点欲哭无泪。第一次见到楚寒，没看出不同寻常，是他眼拙。今天见到的这个光头男人，他刚刚还说要罩他，难道他天生睁眼瞎？我操嘞，吓死宝宝了！毫无被围观所觉的和尚再次夸张地叫了一声，紧接着舔着一张大饼脸跑到楚寒面前，一脸的求夸奖。偶像，怎么样？俺这武器牛掰吧？改天弄点材料，我给你做个更好的。光头和尚的话让旁边的人心中都再次一颤，这副求表扬的样子是怎么回事？这么厉害的人物竟然对楚寒是这副崇拜至极的态度。陈少爷浑身一阵抖，肥肉直颤，他看着眼前这个对自己老大拍马溜须、双目冒着崇拜光亮的光头，这个枪法精湛到让人嫉妒的胖子，简直对楚寒的崇拜达到了爆表。果然老大就是老大，如此危险的人物都能降得服服帖帖。重新审视了一遍这个叫做和尚的光头男人，姓何名尚，擅长制作武器，智商很高。忽的楚寒目光一闪，莫非是他？楚寒忽然激动的双手紧握，不动声色地压下狂喜的心情，对着一脸求夸奖的光头和尚道：改天给你搞个头盔吧。为啥？没想到楚寒忽然说出这么一句话，光头和尚有些不解。你这聪明脑袋可不能受伤啊。楚寒笑着道。和尚忠诚度到达70%。系统的声音响起的毫无预兆，紧接着偶像你太好了！光头和尚猛地就抱着楚寒的大腿一阵干嚎。偶像，以后我就给你一辈子当牛做马。对和尚来说，他浑身上下最宝贝的地方就是那颗智商高达250的脑袋瓜。此刻楚寒完全是说到了他心坎里，能不感动吗？楚寒则是心中一跳，果然是他。若是之前还不确定，那么现在因为一句夸奖他聪明，就涨了10%的忠诚度，足以让楚寒万分肯定。楚寒笑得有些算计，此人在后世可是了不得。和尚这个名字的确不出名，因为在上一世的末世10年，和尚这个名字完全被另7个字取代，入地无门，金钟罩。这7个字在末世10年可是如雷贯耳，响彻天际，名声响亮的跟神级狙击手陈少爷不相上下。不过见过他相貌的人也是屈指可数，所以楚寒之前完全没有认出来，因为和尚尤其宝贝自己的脑袋，走到哪儿都全副武装，穿着一身精湛到可怕的盔甲，把整个脑袋包得严严实实。其实说是铠甲已经不合适了，那不仅仅是盔甲，也是武器。
样子可以参照钢铁侠，除了不会飞，和尚的那套盔甲战斗力和钢铁侠的那套其实没什么两样。除此之外，和尚也是陈少爷这名神级狙击手为数不多的合作人，两个人一个负责研究高危武器，一个负责使用。但是此刻这对黄金搭档却被楚寒同时收于了麾下。上一世为军方效力的天才科技宅和神级狙击手，这一世将彻底为楚寒一人所用。虽然现在的他们只是初战锋芒，但总有一天这两人会走上巅峰，成为他最得意的左膀右臂。这两人怎么办？上官雨欣指着地上的萧梦琪和李世荣，看着地上昏过去的两个女人就一阵头痛。一个速度恐怖的强化者，一个人格分裂的小疯子，换谁都吃不消。不用管，楚寒的话毫无情绪。上官雨欣皱了下眉，还是开口道：给我10分钟，我找个安全的地方留下点食物。楚寒看了他一眼，眼中带着不明意味的笑意。随你。第141集。此刻超市的2楼，昏暗的光线将这一层映照得有些阴森。苏杭颤抖着挡在楼梯口，双腿已经吓得打颤，却是不闪不避。他的对面站着7个人，此时这7人都是手握不同的武器，目光带有攻击性的扫视着面前的苏杭，同时又轻佻地瞥向苏杭身后。上九弟一身劲爆紧致的黑衣，诱人的御姐范儿被彰显到了极致，偶尔替骆小小擦汗时露出来的温柔简直让人欲罢不能。白允儿依旧是一身白色连衣裙，黑色的长直发又滑又顺的自然垂落，带着一丝高贵和清冷的齐刘海下是一张让人一看就挪不开的绝世容颜。两个女人一站一坐地待在骆小小身边，对前方发生的事情置若罔闻。苏杭，咱们也认识有段时间了。7人中的1人嬉笑着拍了拍苏杭的脸，我劝你还是让开，我们可以让你在旁边看着呀。不，虽然害怕到双腿打颤，但是苏杭依旧梗着脖子不退。楚寒和陈少爷都不在，他是这里唯一的男人，他不能退。我说苏杭，你可别以为自己脑子聪明就了不起。那人双目闪过阴寒，论力气，你可是比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如。我知道。苏杭努力稳着自己的心神。你们这么做不怕楚寒回来报复？报复？哈哈哈哈！几人大笑着。楚寒被什么东西困住了我们都不知道，不过那些人去了这么久没回来，肯定是出事了。哪怕没出事，我们也可以在楚寒回来之前逃走啊。不过还是谢谢你啊，竟然替我们关心这个。见到威胁已经无用，苏杭这个年轻的小伙心中涌上了一股无力，他竟然连2个女人都保护不了。无视了苏杭那瘦小的小身板，7个人直接就冲了过去，目光贪婪地在上九弟和白允儿身上打转。这2个女人简直太极品了，一个火热性感，一个冰冷妖媚。你们住手，住手！苏杭急得大叫，将身后的各种物品不断地向着7人砸去。可惜他们实在是战力有限，完全属于后勤类的人物，那点力气扔东西都扔不远，砸也砸不中，倒是把7人看得哈哈大笑，就像是在看乐子。就当这7人越走越近，大笑着扯裤带的时候，白允儿忽然轻轻一撩长发，轻眯的美眸带上了一丝迷离，那纤细的手指就像是艺术品，美到不可胜收。太极品了！7人急吼吼地加快脚步。坐在骆小小身边的上九弟毫无反应，连头都不抬。快跑啊！苏杭大叫着，带着骆小小走。哪知他的声音刚刚落下，白允儿那特有的冰凉音色便是突兀响起。越界了。听到这冰凉到彻骨的声音，7人不但没有察觉到危险，管不了白允儿说了什么，7人一拥而上。唰！白允儿美眸犀利一闪，那连上帝都会嫉妒的手忽然五指张开，干净饱满的指甲在窗口透进的月光下闪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银光。一声轻响，伴随着血花飞溅，恶喉断骨，一个个脖梗被划开，一个个头颅被拧下，直接又暴力。一身白衣胜雪
轻点于地面的脚尖，如同他的双手一样充满艺术感，游刃有余，穿梭于七人之中的身影，曼妙的令人叹为观止，轻灵的不似人类。就在距离骆小小3米开外，血腥的场面瞬间铺洒开来，让远处的苏杭整个人呆立住，手中想要砸出的木头咣当一下掉在地上。不到10秒钟，那嚣张的7人就忽然变成了7具尸体，甚至都看不清白允儿是如何出手的。我说了，瞬间解决掉7人的白允儿轻飘飘地从尸体上面走过，声音冰凉彻骨。你们越界了。一袭白色的连衣裙纤尘不染，纤细的指甲上鲜血一点点滑落在地，猩红又妖艳的在地上形成一朵朵触目惊心的嫣红。杀人杀得颠倒众生。啪！苏杭一屁股坐在地上，愣愣地看着眼前不可置信又充满了莫名美感的一幕。从头至尾，上九弟就没关心过眼前发生的事儿，一心一意地照看骆小小，直到白允儿淡淡地解决完7人，回到原地继续靠墙站立，上九弟才抬头看了他一眼。一阶了。白允儿偏头瞥了他一眼，默不作声。上九弟的嘴角轻勾，不咸不淡地夸了一句：厉害。彼此。白允儿面无表情。白允儿成为进化者是迟早的事儿，上九弟从没怀疑过这一点。他之所以如此冷静，不过是因为哪怕是普通人的白允儿对付那7个人也是轻而易举，只不过进阶之后的白允儿杀人杀得更浑然天成罢了。这样的女人究竟会让多少男人趋之若鹜？她又最终会甘心臣服于谁？楚寒2个字忽然冲入，上九弟的目光一暗，他多了一个强有力的情敌，哪怕现在不是，将来也迟早会是。楚寒，他就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人。远处的苏杭早就吓呆了，他惊恐地盯着眼前胳膊比自己还瘦的白允儿，实在难以想象这个女人竟然如此轻松地就解决了7个大汉。不仅仅是解决，她把那些人的头都拧了下来。好可怕，好暴力的女人。关键是苏杭哪怕吓得不行，也完全对白允儿讨厌不起来。这女人杀人的样子真的是美不可收。并不清楚白允儿和楚寒关系如何的苏杭，一下子对楚寒的崇拜更深了一层。不愧是老大，连这种女人都能收服，还能让对方甘心站在他的身后收敛锋芒。第142集，楚寒等人回到超市的时候，那场面简直可以说是壮观。一群人浩浩荡荡地把他围在中间，左边是枪法逆天的陈少爷，右边是举着不明武器的和尚，后面一群人气宇轩昂，越看越像黑帮。1楼大厅里的人再次一窝蜂地躲在墙角里，完全被这气势吓得一动不敢动。楚寒只是瞥了一眼，就没怎么在意地走上了2楼。除了跑去跟妻儿相聚的江左，其他人都跟随在楚寒身后。2楼的苏杭此时才刚刚把几个人的尸体集中放在木板上，打算清理掉。见到楚寒等人忽然踏上来，本来就受到惊吓的苏杭差点被这群人杀气腾腾的气势给吓得一口气背过去。啊，这么多尸体！何培元吓了一跳，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有人趁我们不在的时候偷袭？程贤国也是一脸的戾气，干他丫的，还有没有头脑？卢洪胜已经撸起了袖子。再次被3人一吓的苏杭呆愣的摇头，不知所措地看向楚寒。楚寒倒是觉得没什么，死人在末世里面再寻常不过，连原因都没有问，他只是对着苏杭欣赏的点点头。你杀的？不。苏杭连忙摇头，隐晦地指了指斜靠在墙边闭目养神的白允儿。他？何培元这个老军人一愣。我说小伙，你可别乱指。卢洪胜更是直接不信，瘦胳膊瘦腿的一小姑娘，见到尸体没哭就已经够不可思议的了，怎么可能会是他下的手？程先国和月子倒是若有所思地看了白允儿一眼，女孩就站在骆小小的边上，另一边的上九弟从位置上站起来，正向这里走来。真的？苏杭都快哭了。
他现在万分后悔，为什么没准备好摄像机把之前的那一幕录下来，简直堪称经典呀！回来了。尚九弟走过来，对着楚寒微微一笑，目光和之前微微有些不同，少了些算计，多了些柔情。楚寒简单的朝着尚九弟点点头，人是白允儿杀的，这完全在他意料之中。上官雨欣看着眼前的场景，彻底的傻了。女军医目瞪口呆的望着这7具尸体的脖梗切口，紧接着忽然一步上前，仔细的在那些尸体上观察，声音颤抖个不停。这不是利器所致，像是爪子或者指甲直接拧下的，不可能是人类能做到的。上官雨欣是军医，对这个非常了解，他的话一出，顿时让程贤国还有何培元这些人寒了半边身子。此时尚九弟微微一笑，的确是人为，白允儿杀的。女人随意的一句话，让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那轻靠在墙边闭着眼睛看似毫无危险的白允儿。真是她做的？不会吧。似乎是感受到了众人非比寻常的目光，白允儿的双目轻轻张开，目光穿透了人群，直截了当的落在了楚寒身上。她不会看其他人，因为这个队伍里只有楚寒能让她有感兴趣。白允儿的目光让众人心中顿时一惊，那冰冷的感觉极有穿透力，这股霸道的气势让人忍不住向后退。再看向楚寒，他却是丝毫不受影响的对着白允儿一点头，就像是寻常的打招呼。女孩再次闭上了眼，对周围的环境和气氛不闻不问。一种被狗日的感觉忽然在卢洪胜的心中腾起，他又看走眼了。其他人也是面容忌惮，不管人是谁杀的，都足以证明这个队伍里厉害的人不止楚寒一个。但更可怕的是，这些人却都是以楚寒为尊。年纪最大的何培元忽然有种直觉，楚寒这个名字必将在这个末世大放异彩。末世的夜空和文明时代的不同之处为，月光不是纯银色，而是带着一丝血红，空气中的血腥味和腐臭时浓时淡。15岁的小女孩李世荣悠悠转醒，透着月光，她睁开睡眼朦胧的眼睛。楚寒那个混蛋呢？这是一个被清洗得很干净的房间，肖梦琪一身干净的衣服，应该是刚洗过澡，发丝带了些水珠。女人斜靠在窗户旁，不知道在看什么。若是上官雨欣在这里，一定会受到10级的惊吓，因为这里根本就不是之前他们把肖梦琪和李世荣安顿的地方。没大没小。肖梦琪宠溺地瞪了小女孩一眼，表情温柔的完全看不出来她的精神不大正常。要叫姐夫。哦。同样不大正常的李世荣乖巧的点点头。姐夫呢？出去买菜了，一会儿回来给你炖鸡汤。肖梦琪的精分已炉火纯青。哇，那太好了。李世荣完全没考虑过大晚上的还是末世该去哪里买菜，只是问道：你什么时候醒的？肖梦琪的嘴角勾起。我压根儿就没有晕。末世的夜晚很危险，对于楚寒来说，守夜是必须的事情。今天晚上守夜的人是他和何培元这个老军人。蹲坐在超市门口，两个年纪相差了20来岁的男人相对无言。就在这两个男人在月光下静静地坐了快1晚上之后，楚寒忽然不知道从哪掏出来一包烟，向何培元递出了一根道：瞅我。他对这个老军人并不反感，自己杀了他队伍那么多人，而且还对他毫不客气过后，这名老军人还能有20%的忠诚度，这已经让楚寒对何培元刮目相看。说明他虽然有些善良过头，但并不是一个分不清好坏的人。何培元咧嘴一笑，尴尬的气氛因为这根烟顿时消散。他颇为兴奋地接上，放在鼻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我可是1个多月没碰这玩意儿了，可是憋坏了。超市里多的是，尽管呢。楚寒给何培元点上后，才给自己点上，吐出一个烟圈。何培元微微一笑，深吸一口后扭头看着楚寒。这个年轻人此时斜靠在墙壁边，静静地低头抽烟。卸去了一身杀气的他，此刻才真正像一个20岁的年轻人，心无城府，干干净净。
老军人忽然叹了一口气，让楚寒侧目。看到你，我就想起了我儿子。何培元蹲在地上，目光中有了一丝慈祥。他就在石狮军区服兵役，我千里迢迢来找他的。你儿子叫什么名字？楚寒随意问道，心中则是一紧。现在的石狮军区。何培元淡淡一笑，吐出了一个让楚寒身躯一顿的名字：何风。惊讶的目光一闪而逝，楚寒不动声色地深吸了一口烟，透彻的音色里隐藏着一丝不可察觉的情绪。哪个何？哪个风？第143集。何当然是何培元的何了，风嘛。何培元大笑着，风是山峰的风，我希望他像山峰一样挺拔，屹立不倒，当一条硬汉子，就像你这样。何风，何风。楚寒一脚将烟头踩灭，很少抽烟的他破天荒的又点上了一根，声音充满了气魄。我送你去石狮军区找儿子。好。何培元没有察觉到楚寒的情绪变化，只是一拍大腿豪放道：到时候我让我家小子跟你过两招，看看你俩谁厉害。我儿子可不是孬种。当然，楚寒的语气极为坚定，只是有句话他没有说出口：你儿子何风当然不是孬种。隐去眼中的一丝奸诈和残酷，楚寒的心跳已经快到了极致。陈少爷、白允儿、和尚、苏行这4人是他目前已知并且收服的强大人物，其他人将来有多厉害他不知道，但是这个何风却是不一样。楚寒此刻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竟然阴差阳错的结识了何风的父亲。何风这个在后世呼风唤雨，单一个名字就足以吓哭小朋友的人，他楚寒要定了。同一时间，通往石狮入口的公路上，一辆越野车猛地停下，静静地在石狮的入口处没有进去。副驾驶座上的是一名青年，若是楚寒在这里，一定会认出这是在同事遭遇过的穆天。此时穆天斟酌着望向旁边开车的男人。哥，不进去吗？开车的人戴着鸭舌帽，全副武装，一张与穆天有7分相似的脸扬起，他深深地看了眼石狮的入口，眼神狠厉地摇摇头。不去。穆天挣扎了几秒钟，有些不太自然地开口：哥，你没有找到我的时候，我一直在仙果基地受到程前国的照顾，你为什么不肯见他们？被穆天叫做哥的男人眼神闪了闪，沉默没有回答。哥，穆天不甘心地再次出声：我想去石狮找一个人，我觉得他肯定在。男人依旧没有说话，气氛沉默到尴尬。穆叶。穆天忽然直呼其名，语气急切：你到底有什么话是不能跟我这个弟弟说的？穆叶看着自己的亲弟弟，眼神决绝。给你2个选择，要么现在就下车，从此我们兄弟2人分道扬镳，要么跟着我，别再想着去找楚寒。穆天瞳孔一缩，沉默下来。第二天一大早，楚寒就带着一群人浩浩荡荡地离开了超市，留下了原本就在超市里住了1个多月的人面面相觑。他们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占领了这里却又撒手不管的人，并且食物也只是装满了后车厢，还留下了足够的食物在这个超市里。不扫荡，不独吞。楚寒管不着超市里那些人的想法，食物对他来说已经不是奢侈品，以他目前的战力，足以在末世里吃穿不愁。食物已经不足以填满他越来越大的野心。G55在前方开路，被改造过的 G55一路向前撞，走得异常顺畅，后面浩浩荡荡的跟着10几辆车一路向着郊区进发。楚寒开着车，副驾驶依旧坐着白颖儿，苏杭和光头和尚坐在后面。这2个人本来还想拉着江左一起坐 G55，结果被江左以要照顾老婆孩子为由拒绝了，让和尚大叫可惜。我擦来，可惜3个聪明脑袋，要是凑到一起，能一路上好好的研究一下新武器啊。和尚一直都在神神叨叨啰嗦个不停，让旁边的苏杭极为后悔听这个光头的话。
就这么开车行驶了一个上午之后，滋滋，对讲机里响起了何培元的声音：“楚涵，方向不对，石狮军区不在这条路啊，军区不是往这个方向走的。”苏杭也在后方说道。为了摆脱和尚的啰嗦，他又多说了几句：“一会儿前面右转，再往回走上3公里，上另一条路。”楚涵没有理会苏杭的话，依旧照着原本的路开，同时抓起对讲机道：“跟着我走就对了。”霸道的让人连选择权都没有。不只是后方跟着的10几辆车里的人，G55车内的苏杭都一阵无语，心想老大是不是路痴啊？这么走到不了石狮军区基地的呀。后面的白色火车里，上官雨欣正在给骆小小做最后的检查。小女孩的恢复速度出乎了她的意料。奇迹，简直是奇迹！估计明天就能醒，不出半个月就能痊愈了。太好了！上九弟欣喜道，忍不住对这名女军医大加赞赏：“你真是太厉害，医术超绝。”上官雨欣摇了摇头，目光认真地看了眼前方的那辆 G55。他自己的医术怎么样，他很清楚。治好骆小小是可以，但是让骆小小恢复这么快却绝不可能。哎，忽的，上九弟面容古怪地看着前方的道路：“是不是走错路了？这不是通往石狮军区的路。”上官雨欣一愣，紧接着点点头：“石狮军区我来过，不是这条路。”这胖子，快跟楚涵说走错路了。上九弟着急道：“急个卵！”陈少爷才不理会这两个女人，自顾自地跟着楚涵的车后面开。老大往这边走，肯定有老大的道理，你们俩别瞎操心。就在此时，对讲机里恰好响起了何培元和楚涵的对话。楚涵那句跟着我就对了，让上九弟和上官雨欣双双无言以对。陈少爷倒是咧嘴一笑，他老大就是霸气。程贤国和月子同一辆车，两人都是对视一眼后相视一笑。楚涵总是这般不走寻常路，但是每一次都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么这一次的故意走错路，绝对是有着楚涵自己的考虑。一次是巧合，2次是偶然，那么经历了3次、4次之后，对于楚涵这个人只能堪称逆天。石狮军区基地，这是坐落在石狮郊区的一个大型基地。此刻一排军用坦克在前方开路，前后100辆车将一个豪华的房车围在中间，军队浩大的缓慢驶出军区，向着前方的道路进发。后方的基地空空荡荡，只残留下一地的血渍。豪华的房车内，一个面容阴沉的中年男人穿着一身军装，坐于宽敞的沙发上，旁边躺着一个年轻男人，左臂被包扎得严严实实，右肩膀同样裹着厚厚的纱布。此人正是匡志然，而坐在旁边的中年人就是他的父亲，石狮军区的少将匡成。第144集。此刻的匡志然哪还有之前意气风发的样子，整个人虚弱地躺在那里，手上插着挂针，旁边2名漂亮的女护士小心翼翼地伺候着。我儿子什么时候能行？匡成阴沉着脸。前几日匡志然冲到军区的时候，可是吓坏了一帮子人。那只被砍掉的手一打开车门就掉了出来，触目惊心。谁这么大胆子，竟然敢砍掉少将儿子的一只手？可惜匡志然是强忍着开到军区的，一路上差点撞死自己好几次，等到了之后就头一歪晕了过去，没直接死，还是因为他懂一点基本的止血过程。等不到儿子清醒，匡成这位手握军权的少将就如同即将喷发的火山，已经一连杀了好几个原本跟他在床上翻云覆雨过的军区专属女护士。匡成的暴怒把整个军区的士兵都震得小心翼翼，生怕落着把柄被匡成一枪崩了。此刻已经不是纪律严谨的文明时代，末世的到来让位高权重者更加肆无忌惮。华夏还没到，军方还是最大势力，他们的职位还在。面对语气充满杀意的匡成，2名波大臀肥的女护士唯唯诺诺的一句话不敢说，就差直接跪下。匡成少将的宝贝儿子要是有一个闪失，他们俩立即就会步入前几名死去的护士的后尘。
文明时代的军区医护人员是个美差，但在末世则完全相反。就当2名漂亮的女护士吓得梨花带雨，匡成手中的枪已经按耐不住时，躺着昏迷了好几天的匡志然突然虚弱地叫了2声，紧接着睁开了一双惊恐过度的眼睛。醒了！匡成连忙一把握住儿子的手。爸！见到父亲，匡志然连忙大喊：我的手接上没？匡成眼神暗淡了下来，安慰道：别管这么多，说是谁对你下的手，老子杀了他。手！匡志然魔怔的努力举起左手，但却是怎么都举不起来。我手呢？手！匡成无奈只能坦白：我会找到最好的假肢给你。不！匡志然听到假肢2个字，立即发狂的大叫：我不要假肢，我的手！面对疯狂的儿子，匡成也是毫无办法，只能一脚把2名护士踹在地上。没用的废物！2名女护士不敢说话。匡志然来的时候，那只手早就不能接上了。实际上，能保住匡志然的命已经很奇迹。豪华房车里闹腾了一上午才安静了下来。此刻，匡志然已经没有力气叫喊了，只能被动地接受事实，他的手没了，被人用斧头砍了下来。说，是谁？匡成阴冷着脸，这个仇他一定要为儿子报。楚寒！楚寒！匡志然忽然再次疯狂地大叫，拼命地用仅剩下的力气拍打着沙发。不一会儿，还未完全结痂的伤口就开始渗血。恨意滔天。这是一处庄园，很大也很乱。末世的爆发让这处原本山清水秀的大兴庄园被糟蹋成了一处荒地。庄园中心处那座用尽心思建立的别墅满是苍凉，毫无生气。楚寒带着10几辆车浩浩荡荡地驶入这里的时候，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一片荒野能有啥？你们在这里等着。楚寒说完这句话，就开着 G55往庄园内驶去。车内白允儿、何尚和苏杭没有下车，楚寒也没有避讳他们。后面10几辆车的人面面相觑，只能将车停靠在路边，静静看着 G55独自驶入。老大故意绕路就是为了来这里啊！卢洪胜摸着自己的脑袋，死都想不出缘由。别问，别想。陈少爷瞥了他一眼，你这榆木脑袋想穿了也猜不出俺老大的想法的。说我猜不出楚寒老大的想法，我同意。卢洪胜有些不服气，但是说我榆木脑袋我可不答应，你也不见得比我聪明多少吧。陈少爷指了指自己手上的自动步枪，待在什么样的位置就做什么样的事儿，我不是聪明人，所以我就负责开枪，老大说打哪儿我就打哪儿，反正啥都不想。至于你没那个脑子，就好好待着当劳动力，别拖后腿就成。卢洪胜被陈少爷一席话说得哑口无言，但仔细想想也确实是这个理儿。楚寒身边缺人吗？不缺呀，有神枪手，有战力爆表的女杀神，有医生，有化学家，有物理学家，还有一个看不透的科技宅，文将武将都有了。再加上楚寒那个未卜先知的脑袋，卢洪胜顿时觉得自己有点可有可无。同样正在猜测楚寒意图的何培元也是苦笑，自己活了大半辈子，还没楚寒身边一个20来岁的胖子看得透彻。再瞧瞧闷不吭声补充食物和体力的程先国和月子，再看向一心一意给骆小小检查的上官雨欣，最后目光落在了上九弟身上。这个看不出深浅的女人正一脸认真地打理着自己的仪表，那春光泛滥的妖艳脸颊带着思念某人的红晕。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的分内事，不管目的是什么。巨大的庄园路同样不好走，不是因为丧尸，而是因为那些基因变异后疯长的杂草，几乎将改装过的 G55给埋在了里面。偶像，和尚第一个憋不住，我们为啥来这里啊？同样不解的苏杭连忙竖起耳朵，他也想知道，心里早就痒痒的不行。
白允儿是唯一一个不动声色、波澜不惊的人，与两个搓着手、急不可耐的男人形成鲜明对比。淡定的样子就像是来闲逛的，就差拿个相机拍下这个废弃庄园的美景了。楚寒瞥了白允儿一眼，没打算向几人解释。到了就知道了，一会儿少说多看。和尚和苏杭同时愣了，两个聪明的男人对视一眼，不再多问。季55开车一路行驶到了那唯一的房子面前，高大的铁门透露着阴森感。车停下，楚寒没有其余动作，周围一片寂静，没有一点的声音。他就这么静静地坐在驾驶位上，手随意地放在方向盘上，一声不吭地待着。坐在旁边副驾驶位上的白允儿轻轻闭上眼，看样子是打算睡觉。时间就这么过了5分多钟，车内只有白允儿均匀的呼吸和歪在一旁的可爱睡姿。楚寒还保持着之前的动作，连个喇叭都不按。和尚和苏杭两人早就忍不下去了，中途看了楚寒好几眼，每当他们欲言又止的时候，再看到楚寒那副沉静的脸，就一句话也问不出来。就在和尚和苏杭这两人快被这诡异的状况憋得一身虚汗的时候，一阵轻微到不可察觉的声音在前方的铁门处响起。第145集。紧接着，和尚和苏杭两人便是目瞪口呆地望着前方。咔嚓咔嚓，铁门在地面摩擦，那紧闭的铁门像是迎接一般向两边打开，露出G55车身堪堪能通过的宽度。前方就是那座小楼，爬山虎全哭了。强大的后坐力忽然产生，楚寒一脚油门就踩了下去，向着里面猛冲，那股气势就像是要把眼前的小楼的墙壁撞穿一般。偶像！和尚吓得大惊失色，快踩刹车呀，又撞上去了！苏杭更是被甩得东倒西歪，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眼睁睁地望着自己所坐的这辆车离那堵墙越来越近。老大不会要撞墙吧？楚寒确实这么做了。一声巨响后，墙塌了。G55一个甩尾，在被撞飞的各种碎屑里强横地掉了个头，然后吱的一声停下，车头对准来时的路，车身隐在被撞穿墙壁内的空间里，里面一片黑暗，外头光线充足。和尚和苏杭呆若木鸡，两人愣愣地看着前方近在咫尺的大洞，墙壁还在一阵脱落，混杂着各种碎屑落下，铺满了G55一身。老大，你要不要这么暴力？副驾驶位上的白允儿连姿势都没变，匀称的呼吸很平静，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垂落而下。若是忽略此刻不忍直视的混乱状况，她整个人看起来恬静又美好，就像是个睡美人。和尚和苏杭顿时无言以对，这他妈也能睡得这么安稳，这女人绝了。下车。楚寒没有一丝一毫撞毁墙壁后的愧疚感，和尚和苏杭彻底傻了，那副呆滞的样子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白允儿没下车，还在睡着呢，楚寒也不管他，自顾自地带着和尚和苏杭两人往这个房子的内部走。G55和那堵被撞穿的墙就这么放着没管，和尚和苏杭傻愣地跟着楚寒走，一句话不敢多问。整个房子里都很暗，没有一盏灯，在末世里这般该如此，但却让和尚和苏杭都在心中升起了一股诡异感，因为他们觉得这里没人那就不正常，楚寒会特地跑到一个没人的废弃庄园别墅来干啥？喝杯茶然后走？开玩笑。黑暗里，楚寒走的路弯弯绕绕，看不清楚前方状况的和尚和苏杭两人直接绕晕了，干脆不管不顾地等着楚寒的脚步。就这么在走了没多久之后，忽然一道宽敞的楼梯出现在三人面前。啪！灯光毫无预兆的亮起，楼梯是向下延伸的，两边是看不出材质的墙壁。楚寒脚步不停，直接走了下去。咕咚咕咚，和尚和苏杭同时咽了口口水，紧张地跟着楚寒，一步也不敢落下。
此刻，在那个被楚寒撞毁的墙壁内，季无武安静地停放着。原本睡着的白允儿却是毫无预兆地忽然睁眼，静静地盯着前方的挡风玻璃。落了一地灰尘的季无武前方，一个女人似笑非笑地坐在车上，干净的衣服被灰尘弄脏了也没管。她就这么隔着一块挡风玻璃，与车内的白允儿对视。白允儿的目光在她身上停留，1秒、2秒、3秒，闭眼接着睡。若是和尚在这里，一定会吓得哭出来，因为坐在季无武车上的女人正是本该被他电晕，然后被上官雨欣安置在别处的萧梦琪。她为什么会在这里？此时萧梦琪看到白允儿的反应，差点直接笑出来，眼中露出了一抹玩味。紧接着她身躯一闪，消失，速度快到了极致，让人根本看不清。闭着眼的白允儿呼吸绵长，完全没力。走下楼梯的楚寒3人并没有受到什么诡异的暗器和阻拦，几乎是一路通畅无阻地走到了一扇紧闭的大门前，钢铁的，很高大。和尚和苏杭完全吓呆了，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这扇高达3米、宽2米的大门。说是门有点勉强，因为他们完全没有看到可以打开的把手或是缝隙。若不是旁边的墙壁跟这扇门有着明显的色差，他们说不定会以为这只是一块墙壁。咚咚咚，没什么停留，楚寒就在那门上扣了扣。这突兀的举动吓得和尚和苏杭差点抱在一起瑟瑟发抖。这个庄园，这个屋子，还有眼前这扇门，这一切的一切都透露着诡异感，超出了现实，也超脱了末世。暗号。忽的一声苍老却充满干劲的声音不知从哪里响起，反正不是面对面，应该是从某个看不见的扬声器里传出的。和尚和苏杭双目唰地投向了楚寒。他妈的，这里果然有人呢！老大，你想干嘛之前能不能提前知会一句啊？这么玩心跳很吓人的呀。听到这暗号2个字，除却一开始的惊吓，和尚和苏杭都开始心跳加速，激动又紧张。好刺激，好牛叉！里面是什么？那暗号又会是啥牛掰哄哄的暗号？眼前的这一切都不一般呐！老大就是老大，牛掰！就在和尚和苏杭充满期待，扬声器内说话的那人也有些不耐烦的时候，楚寒的嘴角抽了抽，然后又快速又一字不落的爆出了一串话：你姥姥的大舅子的儿子，他姨的妹夫的女儿的表姐，他爹的小姨子生了一个娃。苏杭喷了。奶奶个腿儿，什么鬼啊！和尚惊呆，对面巨大的钢铁门毫无动静，整个楼道静得针落可闻。门后那个人似乎已经对破开这个房子墙壁的残忍采取了不理的政策。暗号不对，和尚和苏杭2人忍不住看向楚寒，心说这里的一看就是很牛的那种，暗号都是很高大上的，老大你快别玩了。哪知那眼神根本就没有被楚寒看到。就在2人有些心急的时候，楚寒顿了顿，又爆出了一句话：是男孩。我去，偶像你快别闹！和尚连忙开口，可惜他的话才刚刚落下，咔咔一阵令人牙酸的摩擦声，对面的那扇大门竟然真的开了，向着旁边的墙壁缩了进去，很有科技范儿。真开了！苏杭瞪大了眼睛，满脸的惊诧。和尚更是目瞪口呆，这是他见过最特别又没谱的暗号了。整个过程，楚寒都似乎毫无情绪波动，说出了那一段话之后，也沉静的让人看不透表情，但是他的内心早就崩溃了。你姥姥的大舅子的儿子，他姨的妹夫的女儿的表姐，他爹的小姨子生了一个娃是男孩，这暗号真他奶奶的别具一格呀！第146集。就在和尚和苏杭忍不住好奇，楚寒也有些激动的时候，忽然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啪嗒啪嗒，皮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像是带着凛冽气势的走秀，突兀强势又富有节奏感。吱，那打开到一半的门猛地刹住，然后以一种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速度唰的一下重新关上了，那速度简直堪称一绝，与打开时的慢吞吞完全不一样。和尚和苏杭顿时目瞪口呆，
感情这门刚刚慢吞吞的样子，完全是糊弄人的。还未等他俩想爆粗口，一个带着一丝戏谑的声音便高高在上的响起：“没想到竟然有人比我更早来到这里呀！”楚寒猛然转身，浑身扬起一股肃杀的气势，如临大敌。和尚和苏杭也是猛地一惊，转身看向楼梯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双擦到发亮的黑色皮鞋，双脚一步一踏地走下阶梯，紧接着一身精致的黑色西装缓缓出现。一个男人，面容阴柔，一双狭长的眸子让男人看到就想揍，女人看到就会被迷得神魂颠倒。头发甚至用发胶牢牢地抓了一个背头，整个人看上去精致到和这个混乱的末世格格不入。这是一个对和尚和苏杭来说陌生的男人，但对楚寒来说，那张脸却是熟悉到了极致。红唇齿白似书生，阴险狡诈如毒蛇，来人竟然是他，棘手了。敌不动我不动，楚寒静静地站在一旁，将自己的气势隐藏极深，让人根本看不出来他有什么特别。面容阴柔的男人玩味地看了眼角落里极力降低自己存在感的楚寒，脸上浮现了一丝与生俱来的情势。3个难民，毫不掩饰的高高在上，让和尚和苏杭都有些气不过，想上前理论，但一只手看似无意，却牢牢地挡在了他们面前，让两人同一时间都将目光移到了楚寒身上。楚寒凝重和努力压抑的表情，让和尚和苏杭一瞬间都是内心一震。老大在忌惮眼前的这人。楚寒的心中翻起了一丝波澜，竟然是他，萧七，他为何会在这个时候来这里？萧七，上一世的风云人物，末世10年的时候，他的战力在排行榜上是第23名，人称萧七公子。值得注意的是，萧七和白允儿一样，都是单纯靠战力上位的人物，没有异能，没有强化，仅仅是进化者。这种人要么普通到遍地都是，要么就强悍到令人心惊。此刻的萧七明显不是普通人，每走下一步台阶都是带着一股浑然天成的气势，生命波动尤为明显地显示出来。楚寒已经很深刻地感受到了他的生命波动频率。进化者2阶。不仅如此，据楚寒所知，此人在成为进化者之前就练过20年的武术，体能比特种兵还要厉害。末世爆发后的进化对他来说更是如虎添翼。他不仅强于1阶进化者，更是在2阶进化者中也是绝顶高手，以至于他根本没有隐瞒自己实力的意思，一上来就将自己的气势显露出来，傲然的想让人把他这张阴柔的脸给打残。楚寒3人站着不动的样子让萧七很满意，倒是有自知之明。淡淡的说完这句话，他便是如同一个王者般来到那扇巨门面前，没有叩门，也没有说什么暗号，而是如同聊天一般随意的理了理袖口，道：叶老，我要的东西你给我做了吗？萧七这般高姿态并没有让楚寒愤怒，他静静地观察着年轻了10年的萧七，与末世10年后的萧七公子比起来，眼前这个年轻人已经出具了某种毒蛇般的气质，阴险狡诈，萧七公子。萧家的小子不欢迎。扬声器内响起了那个苍老又充满干劲儿的声音，带着很浓厚的敌意。萧七不在意的笑笑，嘿嘿，叶老，现在外面可不是之前的文明时代了，我今天来不会采取暴力措施，只是提醒你一下，最后再给你1年时间，做不出来，下回我就不会这么客气了。威胁，楚寒心中一紧，萧七竟然能威胁到门里的那位。扬声器内没有回应，萧七也不在意，轻瞥了眼楚寒等人，便是轻轻弹了弹袖口，转身离开，走上了阶梯，没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楚寒静静地看着他离开，心中思绪万千。末世10年的那些风云人物进阶的可真是快啊！此时已经是末世爆发的1个半月，出现2阶进化者完全在楚寒的意料之中。实际上，说不定3阶的进化者都有了。楚寒的体质极为普通，
若不是因为回炉系统，此刻的他说不定还在普通人的行列里挣扎。华夏很大，牛人很多，1阶进化者此刻应该已经有了上万名，2阶、3阶暂时不知道有多少。想到那些在末世10年里的强大人物，楚寒眼中隐隐地闪过一丝精光。对付1阶丧尸，对那些人来说已经毫无挑战。至于2阶丧尸，不知道他们发现那黑色晶体没有。现在以他1阶进化者加上精准和力量天赋的战力，应该排在500以内，200开外。此刻面对强大的2阶进化者萧七，他只能先静观其变。楚寒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遇上了后世里的高手，也没想到此刻的萧七竟然已经如斯恐怖，难怪能在末世10年里混得风生水起，纯靠体能就到达了战力排行榜第23位。可恶，他的积分还差200才能够让体能进阶到2阶。忽的，楚寒想到了待在车上没下来的白允儿，摇了摇头，将思绪抛开。白允儿属于大器晚成的类别，她不像别的进化者那般致力于提升体能，反倒是自然而然地突破了1阶又1阶，最终达到巅峰。所以此刻的白允儿面对萧七，说不定也是打不过。虽然这个女孩哪怕没进化就已经很厉害。萧七走后，楚寒没有说话，而是静静地待在原地等待了10分钟。期间若有若无的呼吸声就在那道长长的阶梯之上。萧七并没有立即离开，这一点隐藏手段比起10年后的萧七公子相差了一大截儿，但却彻底瞒过了和尚和苏杭2人。老大，那人谁呀？苏杭开始出声。偶像，那人的衣服真好看。和尚的关注点有点奇怪。第147集，楚寒随意地应付了2句，将2人的关注点拉到了萧七的衣服、鞋子相貌上，以及天哪，这扇门内竟然有人这种浮夸感。关于刚刚那句暗号则是闭口不提，极力地给萧七造成一种他们只是偶然来到这里避难的错觉。楚寒一直在等待着那楼梯上方的呼吸声音消失，若不是楚寒熟悉萧七的秉性，并且对方太低估了楚寒，说不定也会被这个后世里以阴险闻名的萧七公子给骗了过去。和尚和苏杭，一个是后世里闻名华夏的科技牛人，一个是被各大基地争相抢夺的天才建筑工程师。这2人别的不行，唯独脑子转得快。在看到楚寒一个劲儿的引导话题，聪明如斯的2人立即陪着楚寒装疯扮傻半个小时，3人就差开箱啤酒坐地打牌了。萧七阴险，楚寒腹黑，若是仅此而已倒没什么，关键这2人都是不服输、不喜被人掌控的主，永远不可能合作或成为朋友，只有你死我活的结局。但好在萧七并不知道楚寒这么一号人物，而楚寒却已经开始提防。一声极为轻的轻笑声过后，萧七的呼吸声彻底消失，但楚寒却并没有放松警惕，依旧和2人聊着家常，直到又是半个小时之后。人走了，扬声器内传来那个苍老的声音。楚寒松了一口气，扬起了一个笑容道：刚刚暗号说对了吧？哼，一声冷哼。楚寒没有说话，微笑着站在门前静静等待。等的时间并不短，和尚和苏杭早就没了耐心，蹲坐在地上百无聊赖。约莫1分钟后，大门缓缓移开，门对面的景象也完全映入了3人眼中。和尚和苏杭一咕噜的就爬起来，万分期待的望了过去。这一望可不得了，除了楚寒还能维持镇定，和尚和苏杭早就眼睛瞪得老大，浑身颤抖着，一句话都说不出。不是被吓得颤抖，而是激动。这是一个巨大的空间，大到都看不清远处。楚寒甚至怀疑这座庄园的整个底下都被掏空了。空间内摆放着各种武器，或是叫不出名字的机械，每一件都透露着极深的奥妙感。尤其是摆放在正中间被小心翼翼搁置在红布内的那把战壕刺，这估计是楚寒见过最古朴带有锋利的战壕刺了。苏杭激动得浑身发抖，
紧挨在他旁边的和尚更是差一点冲进去好好研究一番。他们眼中所看见的一切都超脱了现代，仪器太高科技，太先进了，武器太精妙，太不俗了。无论是从哪个方面，都让头脑聪明的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恨不得拍案叫绝。呸！呼的一声吐口水的声音打断了三人。一个浑身上下邋里邋遢、无法判断年纪的佝偻老头，踩着一双蓝色的澡堂拖走了过来，边走还边抓着一只油腻腻的鸡腿啃着，鸡骨头吐了一地。和尚和苏杭同时一愣，紧接着一股怒气就涌上了心头。这个老头竟然在如此神圣的地方吃东西，还吐了一地的残渣，这里面的一切可都是宝啊！尤其是对和尚和苏杭这两个在某些方面极为执拗的人来说，这里就是圣地，在这里吐骨头就是亵渎，忍无可忍，无需再忍。臭老头，你再吐一个试试！两人同一时间冲着那老头放了狠话，却是把一旁的楚寒弄了一惊。砰砰，两巴掌直接打在了这两人头上。楚寒的声音压制着诡异的笑意：“我不是叫你俩少说多看吗？”话说得狠，下手也不轻，却完全感受不到楚寒是真的生气，倒像是在逢场作戏。和尚和苏杭被楚寒一人一个脑瓜一打，却是彻底的安静下来，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乖的就像是小学生。对面啃鸡腿的老头一愣，上下看了楚寒好几眼，紧接着露出了一口黄牙，操着口齿不清的音色道：“小小年纪城府这么深，我不喜欢你。”楚寒毫不在意的一笑，径直走到了那柄战壕刺面前，双目的光亮一闪而逝。“我喜欢这把战壕刺。”“我是小子。”那老头有些不满，“这是我的地方，你是不是没搞明白啊？”楚寒转过头，在和尚和苏杭莫名其妙的目光中诡异一笑，冲着老头道：“叶老，听说你有把斧头不错。”“哼！”老头冷哼一声，扭过头，毫无形象地坐在地上，吧唧吧唧地啃鸡腿。“小脚那丫头让你来了，那个没品的暗号，只有他想得出来。”楚寒笑了笑，没说是也没说不是，两人默契的都没有提及之前来过的萧七。后方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的和尚和苏杭更加的摸不着头脑，完全没搞懂眼前的情况。“带着你的人走，我这里不欢迎你。”鸡腿啃完了，糟老头子开始赶人。“看在萧家姑娘的面子上，战壕刺你可以拿去，我那把花了12年打造的斧头，你想都别想。”“不，12年！”和尚和苏杭两人被这个天大的数据给吓得惊呆，他们忽然脑子一顿，望向这个房间的武器。这么多武器，莫非都是这个老头自己打造出来的？那也太逆天了。两人如同高瓦灯泡的目光顿时落在了这个看上去很没亮点的老头身上。一头乱糟糟的头发呈鸡窝状，也不知道几个月没洗了，一身邋里邋遢的衣服上带着一股铁锈味，一双布满皱纹的手又干又枯，但却骨节分明到令人发指，看起来力气不小。隐藏在宽大衣服里的双臂并不能看出具体怎么样，莫非此人是个深藏不露的家伙？楚寒盯着眼前的老头，眼中的笑意越来越浓。昨天和萧梦琪擦肩而过的时候，他的口袋里就多了一张字条，上面写了一个地址和一句话，地址就是这里，那句莫名其妙的话就是可以让眼前这个老头开门的暗号。一开始楚寒就只当萧梦琪这个女神经病在抽风，但是不知怎么的，他忽的就想起了上一世末世8年时流传甚广的一个人，带着一丝侥幸来到这里，却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眼前的老头名叫叶墨，是一个上一世死后很久被无意间发现的老人。第148集。当时是华夏战力排行30开外的一位猛人路过石室，找到了这个庄园，用了后世的高危武器破开了这个房间。8年后的这里可不只是眼前的这些。
一件件精妙到无与伦比的冷兵器或热武器摆放得整整齐齐，一下子让那人的团队战力提升了好几成。而那位猛人更是得到了一把逆天的斧头，单靠这把斧头，那人便是从战力30开外直接跳到了第8。原本第9和第8皆是死在了那把斧头之下，只是可惜他找到这里的时候，叶墨已经死了，成了一堆白骨。不然不难想象，若是那时候的叶墨还活着，该会被多少势力争相抢夺。而那把斧头更是被后世之人誉为了魔之杀器。杀气这2个字，可见这把斧头厉害到多么不可想象。更可怕的是，那可是在8年后才出现在世人眼中的斧头，8年前就做出来了，8年后才一展锋芒。楚寒的目光带着某种不为人知的情绪，看着眼前背部佝偻的老人。楚寒不知道他现在多少岁，还能活多久，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为何会和萧七这么早就有了牵扯。萧七想得到的东西是什么？这一点让楚寒非常在意。但是萧七被拒之门外，他却进来了。第一次隐晦的交锋，赢的人是楚寒。带着一丝笑意，楚寒静静地看着眼前的老头。那把斧头他一定要得到，并且他还要得到更多。这个老人手中打造出来的兵器，无论是冷兵器还是热武器，完全都是后现代的东西，超出了当前的科技水平好几个档次，那种精妙程度简直妙不可言。还不走？要我亲自动手？名叫叶墨的老头说话平平淡淡，说出来的狠话似乎就是一个笑话。一个老头能有多大能耐？若是不知道叶墨能耐的人，一定会嗤之以鼻。但是楚寒可不会认为他真的是一名毫无危险的老头，能够打造出一把逆天杀器，并且让萧七亲自跑来威胁的人，不可能一点底牌都没有。楚寒再次勾起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这样吧，叶老，你把那把斧头给我，战壕刺我也要了，顺便把我那辆车改造一下，我自己改造过，火候不够。哼，真是个狂妄的小子。叶墨冷笑，看神经病一样的看着楚寒。凭什么？光是萧家姑娘的面子可不够。别急呀。楚寒放肆的席地而坐，就距离叶墨不到1米，他的手指指向了身后的和尚和苏杭。你应该对这2个人挺感兴趣吧？他们俩，一个是年轻又好学的物理学家，兼修建筑工程，一个是智商250的科技宅。你看看，喜欢不？喜欢不？和尚和苏杭顿时被楚寒的这3个字给惊得毛骨悚然，他俩惊恐地看着眼前这个邋里邋遢的老头。不会吧？他俩性别男爱好女啊？你想说什么？叶墨忽然变戏法似的从兜里抽出了一根皱巴巴的烟，一双浑浊的老眼里闪烁着金光。叶老，您这一身本事要是后继无人，岂不是可惜了？楚寒没有一点隐瞒自己的野心，嘴角勾起的笑容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试探。而且你也不是绝对安全吧？有人在强迫你，你不留点后手，岂不是要被那些人糟蹋了才华呀？叶墨掏出打火机的手一顿，浑浊的眼中一股犀利的目光如剑般的直视楚寒。你很放肆。没错，我很放肆。楚寒很自然地承认，但不是对您，我的放肆在于我的野心。讲真的，说出来我自己都害怕，但是我不会直接对您有什么要求，我知道我还不够格。就像刚刚被你拒之门外的那个小白脸来说，我很想把他的脸给抽成猪头，让他丫的装骚，但是目前我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隐忍不发，静静地看着他装逼。等到哪一天我能干得过他的时候，一定最先打他的脸。楚寒边说边给自己点了根烟，紧接着话锋一转，我带来的这2个人您可以尝试考虑一下，虽然他们是我的人，但品德皆优，善良淳朴，聪明好学。停！叶墨这个一只脚踏进棺材的老头被楚寒说的脑袋发晕，说了这么多优点，在我看来就不过是2个有点小聪明的年轻人而已。和尚和苏杭一阵沉默，这2个聪明到让人嫉妒的人被这个老头说成了是小聪明，2人只觉得胸口堵得慌，
却又无言以对，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个老头子面前确实如此。他俩不是没眼光的愣头青，这个房间里他们所看见的这一切东西，哪怕有全面的图纸和仪器，再给他们10年时间也研究不出来。但这些他们根本无法完成的精妙成品，都是出自这一个老人之手。一生的精髓，一世的学识，不可思议，无法超越，甘拜下风。老头一边摸索着口袋找打火机，一边无所谓的点破楚寒的心思。你想让我收他们为徒？对。楚寒猛地打了一个响指，然后从兜里拿出打火机，凑到叶墨面前。我帮你点。不必了。叶墨冷漠地拒绝楚寒。我这一身手艺，光凭他俩还继承不了。竟是毫不掩饰的贬低。和尚和苏杭两人顿时头低得更低了。一向自傲自己聪明才智的他们，此刻觉得无地自容。只需要学1、2样就成。楚寒笑眯眯地开口，脸皮比城墙还厚。难道您想把自己一生的绝学都埋进棺材里？想让叶墨把肚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掏出来，不可能。但是光是1、2点就足以让和尚和苏杭一辈子受益匪浅。除了那把斧头，这也是楚寒带着和尚和苏杭过来的目的。他的人必须要变强，越强越好。诅咒我死的人都没能走出这个屋子。叶墨盯着楚寒，满是皱纹的脸挂着冷笑。听着他俩的对话，站在远处的和尚和苏杭都遍体生寒，同时又感动得稀里哗啦。楚寒特地带着他俩进来，竟然是为了给他俩找师傅，而且这个师傅很牛的样子，竟然能让老大一直陪着笑脸。不敢。楚寒依旧笑眯眯的，但却无一点害怕。哼！叶墨看着楚寒，气氛一瞬间冷凝。第149集。叶墨没有说话，楚寒也没有反应。和尚和苏杭被这寂静的气氛弄得忐忑不安。老大的要求确实突兀了些，毫不相干毫无交集的情况下，对方这么屌炸天的人物，怎么可能一口气答应这么多要求？完全就是吃亏呀。就在和尚和苏杭忍不住想打退堂鼓，楚寒也有些失落的时候，糟老头忽然挤出了一个奸诈的笑容。我也想把小七那小子的脸给抽成猪头。楚寒一愣，接着哈哈大笑。糟老头子翻了个白眼。真是好多年没见到你这么厚脸皮的人了，好处都给你拿了，还冠冕堂皇的说是帮我找继承人。这么说您同意了？楚寒双眼放光，他总算是押对了宝。这个老头果然也舍不得自己的一生才华被埋在棺材里。一半。叶墨伸出了一根手指，表情奸诈。楚寒的心中一突，另一半是要求。思维在一瞬间高速运转起来，楚寒忍不住把自己已有的优势全部过滤了一遍。他来自未来，知道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东西。若是让眼前这个糟老头子狮子大开口，他透露一些也无妨。毕竟要是真的能够得到那把斧头，并且让和尚和苏杭在这里修行一段时间，对他将来的野心可能是一次跨越性的好处。哪知叶墨的下句话却是让楚寒三人集体的一愣。再给我找个力气大的徒弟，笨点没事儿，他们两个我教有脑子的，另一个力气大的我教他打造兵器。成。楚寒双目猛然一亮，紧接着生怕叶墨反悔似的扭头冲着和尚和苏杭道：和尚，去把卢洪胜接过来，苏杭留在这里给你师傅看门。竟是直接开始让两人叫起了师傅。楚寒的这一手顿时让叶墨对这个年轻人的厚脸皮有了新的认知。喂，好。和尚扭头就走，心中激动的无以复加。苏杭也是异常激动，跟个守山犬一样蹲在门口，一步也不挪，同时对着楚寒的忠诚度也是一下子跳到了60%。楚寒笑得很灿烂，一咕噜的就从地上站起，目光亮晶晶的看着眼前的老头。快，斧头呢？叶墨上下看了楚寒好几眼，盯着楚寒期待的目光，老头心中忍不住犯嘀咕：这小子咋知道他下一步就是要带他去看斧头啊？
我也没自己说松口了呀。小小年纪，对人心揣测的真是精确。走吧。无奈的摇摇头，叶墨佝偻着背，带着楚寒往深处走。楚寒笑得一脸单纯地跟在他身后，心中则是在想着其他事儿。那把斧头绝对价值连城，虽然他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萧梦琪那个女人会帮自己，在此之前他根本就不认识她。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和尚激动地用最快的速度跑到外面，直接打开G55车门想跳上去，不过在看到白允儿安睡的样子时，自觉地放轻了动作，生怕吵醒这个女杀神。车刚启动，还没开出多久，和尚便猛了一个急刹车，一滴冷汗流了下来，因为G55的正前方站着一个昨天他还见过但根本不应该出现在此处的女人，笑容甜美。萧梦琪，她怎么会在这里？萧梦琪一脸温柔和煦的笑容，就像是刚刚见到他时的那副人畜无害的样子。走到G55旁边，他用手指扣了扣窗户，不顾和尚惊恐的目光，开口道：你昨天那一击还差点火候。紧接着便是猛的身形一闪消失，好似他就是过来把和尚吓一下而已，完全的恶趣味。冷汗不要命的往外冒，浑身颤抖的和尚简直不知如何形容自己的心情。莫非之前叶墨口中说的萧家姑娘就是她，就是萧梦琪？这到底是咋回事啊？砰！忽然一声关门声打断了和尚受惊的心情。回过神来时，发现白允儿已经不在车上，脚步无声地往后方走。你去哪儿？和尚吓了一跳，连忙冲着即将走远的白允儿喊道。白允儿的脚步一顿，回过头冷冷地看着他，一脸你在说废话的表情。楚寒在楼下地下室。不知怎么就看懂了白允儿的表情，和尚下意识的就回答。白允儿也不说话，转身就走。和尚摸了摸自己的光头，一脚油门踩下，离开去接卢洪胜。他忽然觉得今天真是邪了门了。叶墨带着楚寒七弯八绕，越往里走心就是越乱，就好似这个不修边幅的老头一样，生活随随便便。中途好几次楚寒差点无从下脚，因为实在是太乱了，地上扔着一大堆零碎物，简直就像是垃圾堆。强忍着跟着眼前这个老头往前走，终于走过了凌乱的地方，前方忽然变得异常整洁，雪白的墙壁，明亮的灯光，像是科幻片里的超现代走廊。捡了3个徒弟的叶墨心情不错，能进入这个地下室本身就是自己人，只是这个老头性格执拗而已。但此刻他也不得不承认，他对楚寒这个小子有些好奇，毕竟能让萧家姑娘亲自放进来的人可是屈指可数。老头边走边开始介绍，刚刚那是我的生活区，之前你们进来的地方是工作区，这里才是我放成品的地方。身后的楚寒双目精光，成品那岂不是……别想着都拿走。叶墨瞬间打断楚寒的幻想，我只能给你刚刚那把战壕刺和你简明要的斧头，顺便帮你把车改造，其他的门都没有。楚寒嘴角抽了抽，不再多说，能得到3样已经很好了，3样东西换3个徒弟，这个老头还真的是算得明明白白。就是这里。叶墨打开眼前的一道门，耀眼的光芒猛地刺痛了楚寒的双目，并不是因为这间房间的灯光很亮，相反，这间屋子没有一盏灯，并且简单到了极致。雪白的墙壁，空荡的屋子，正中间只有一个高台，刚刚刺痛楚寒双目的就是高台上架着的那把斧头，斧刃上的光亮一度让楚寒睁不开眼，但再定睛一看，却又发现这把斧头上根本没有任何可以反光的地方。再抬眼，楚寒望着眼前的这柄斧头，惊为天人。第150集。斧头本身并不亮，浑身通黑如炭，纹路简单到了极致，但整把斧头很大很张扬，1人高的斧柄，成年人胸膛那么大的斧面，整把斧头看起来充满了野性和杀气。比较特别的是，这把斧头的式样并不是纯粹的弧面弯度，在斧刃的最高点被打造的有些奇特，
向后弯出了很长一截，形成了一种月牙形的弧度，有尖端，两面刃。想用这把斧头很考究技术，斩击只能发挥出它1/10的作用。刚刚楚寒被逼得差点闭眼，并不是真的有刺眼的光亮，而是被这柄斧头上的气势所震。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和看得见这种杀气淋漓，也只有这柄在后世里名声响亮的杀气才有这种神奇的效果。叶墨静静地观察着楚寒的反应，待看到他进来就双眼眯起，好似被刺到了一般，老人浑浊的眼中顿时溢出了笑意，果然没给这把斧头找错了主人。林得动啊，似乎是嘲讽。叶墨淡淡的声音在楚寒身侧响起。楚寒看着眼前的斧头，虽然不愿意相信，但也不得不承认。他忍不住无奈摇头。现在的我举不起来。他虽眼高于顶，但有自知之明。似乎是扬眉吐气，叶墨笑得毫无形象，那佝偻的身躯也是诡异的直了直。他走上前，指着通黑色斧头上的某一处刻有数字的圆形刻度盘。可以调整，你要不要试试啊？楚寒双目猛地一亮，再次审视了眼前这个老头。一把冷兵器竟然可以改变重量，这毫无疑问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仔细地观察了一下那些刻度，发现是由1到10。双目金光一闪，楚寒将刻度改到了2，然后便想要将斧头举起。还是转到1吧。叶墨淡淡的话语带着戏谑。楚寒不服气，猛地一用力，紧接着他便是惊愕地发现黑斧纹丝不动。叶墨毫不客气地再次大笑，似乎看到楚寒出丑，他很高兴，无视了糟老头夸张的嘲笑声。楚寒默默地把刻度调到1，这回终于能举起来，只不过却需要双手才行。不过也不突兀，这本就是一把双手武器。在空中耍了一个斧花，黑斧狂野的气息被张扬到了极致。楚寒越来越顺手，双眼也越来越亮，太符合他的口味了。这当真是一把绝世之斧。如何？叶墨蹲在地上，一副山村老农的憨厚样子，眼中透露着一丝不舍。好。楚寒单说了一个字，激动到无以形容这种感觉。一把趁手的武器可是能够增加他好几成战力。最重要的是，在刚刚试手的那一瞬间，他便已经能够感觉出来，这把斧头的作用还有很多，有待发掘。知道为什么这把斧头我会打造足足12年之久吗？叶墨忽然问道。一把斧头打造了12年，不可思议却又似乎理所应当。楚寒沉默以对，静静地等待着眼前这个老头开口。糟老头像是老农一样蹲坐在了地上，声音悠长，有种跨越时空的感觉。1年斧刃，1年斧柄，10年刻度，1年一重，共计12年。一重刻度1年造。楚寒的目光投向手中的这把黑斧，盯着其上那圆形的刻度盘，若有所思。这是唯一一把在我打造时没有干其他事的武器，倾尽了我的全部精力。叶墨似是在回忆，浑浊的眼中带着怀念，最终叹了口气。你小子运气好啊。多谢叶老。楚寒这句话发自内心，心中沉淀已久的热血和野心在这一瞬间到达了高峰，手握魔之杀气，执掌命运轨迹，他若不争不抢，怎么对得起这重来一世的机遇？叶墨笑笑，没有说话。楚寒看着眼前的老人，忽然问道：为何把这把武器可以调整重量啊？那可不是重量。叶墨笑得有些神秘。其实这把斧头在完工的时候可没有这么神奇，我也一度以为是自己的理论出错，但在那次6小时黑暗过后，原本根本无法在地球上实现的理论却一瞬间接上了轨。楚寒瞳孔一缩，全球黑暗。地球磁场瞬变，全球黑暗带来了宇宙中的某种物质，
这种物质让这把斧头到达了完美。叶墨笑得意味深长。你打造的其他武器也有这种效果吗？楚寒忽然想到了这个问题。上一世有这种效果的武器只有这一把。不，叶墨立即否认。我出自我手的只有这一把，因为我在这个斧头里面加入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那是一种不存在于地球上的新元素。这种元素怎么来的我不知道，被我无意中得到后熔炼在这把斧头之中。我不确定是否有其他人拥有那东西，但是我手中仅有的都用在这把斧头上了。楚寒瞬间明了，但却也不算太懂，就像是全球黑暗一样不可思议，但却有一点让他心惊不已，不得不重视。为何蝌蚪是石啊？糟老头叶墨看了楚寒一眼，浑浊的眼中波澜不惊。原因还是那种新元素，应该说人类在全球黑暗后产生了一种新的生命波动，就像是共振原理。新元素融入斧头之中，可以与人体产生共鸣，所以我刚刚说你拎得动拎不动，并不是因为重量，而是指另一种能量模式，共振的波动达到一致才能举得起。具体是什么我也不懂，你自己考虑。糟老头说的很含糊，但从末世10年后回来的楚寒却是翻江倒海起来。末世10年，进化者的等阶被定为最高为10阶，这把斧头的刻度同样最高为10级。巧合还是本应如此？楚寒不再说话，糟老头也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双方就这么默契地陷入沉默。良久后，叶墨点上了一根烟。给他取个名字。修罗，低沉之语响起。啥？有些愣神，糟老头嘴角歪了歪，表示没听清。楚寒望着手中1秒钟都舍不得松开的黑斧，声音中带着激动的颤抖。修罗，他叫魔之杀气，修罗。修罗斧，魔之杀气，神挡杀神，佛挡杀佛。